传闻大校草是朵高岭之花，可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只黑猫，潜伏在校园只为调查一桩妖管局案件。直到他在天台碰见全校公认的清纯校花，近晃着雪白的狐尾偷偷啃着鸡腿。静言望着眼前一幕不敢置信，天天被挂在表白墙上的 Omega 竟是一只妖。沈萧然似有察觉的回头，他不仅没有惊慌，反而勾起一个狡黠的笑容。哎呀，被发现了呢！静言下意识后退半步，眼前这只3条尾巴意味着至少有300年的道行。学弟盯着人家看了这么久，沈萧然突然凑近将一条尾巴递到静言面前，难道是想摸人家的尾巴吗？尾尖轻轻扫过静言的手腕，一瞬间静言几乎控制不住猫科动物的本能。不必，静言硬生生收回手，声音冷得像冰。我对狐狸过敏。沈萧然扑哧笑出声。可是学弟的耳朵露出来了。静言猛地摸向头顶，果然一对漆黑的猫耳不知何时已经竖起。他咬牙压下腰力，耳朵瞬间消失。但沈萧然已经笑得前仰后合，真可爱。你是玄猫一族的吧？毛色很漂亮。静言瞳孔骤缩，能一眼就认出他的种族，这只狐狸不简单。沈萧然，文学院大3，如你所见是只狐狸。沈萧然行了个夸张的鞠躬礼，狐尾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弧线。学弟呢？偷偷潜入为大，总不会是为了抓我这种遵纪守法的好妖怪吧？静言，物理系研一。静言简短回答，刻意省略了妖管局特工的身份，只是来调查一些异常事件。沈萧然突然凑近嗅了嗅，奇怪，你身上有抑制剂的味道，但明明不是特殊期。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该不会是为了躲我吧？静言脸色一黑，从口袋里摸出第2支抑制剂，与你无关。哎呀，这么冷淡。沈萧然故作伤心的撇嘴，却突然伸手抢过静言手中的抑制剂，还是加强版的抑制剂。他晃了晃针管，突然眼睛一亮，等等，这个批号你是妖管局的？静言心头一跳，该死，忘记磨掉编号了，还给我。他伸手去夺，却被沈萧然灵巧的躲开。狐狸轻盈的跳上围栏，3条尾巴在身后展开，想要来抓我啊！沈萧然眨了眨眼，突然从5层楼高的天台一跃而下。疯了吗？静言不假思索地跟着跳下，半空中妖力爆发，黑色猫尾瞬间展开平衡身体，它精准地落在草坪上，却见沈萧然早已安然无恙地站在几步之外，正笑眯眯地看着他，果然关心我呢。沈萧然晃了晃手中的抑制剂，作为报答告诉你个秘密，最近校园里伤人的妖怪不是我们狐族的风格。静言皱眉，你还知道些什么？沈萧然突然贴近，近到静言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栀子花香。我还知道学弟的腰很细，很适合被搂着。静言听后耳尖一热，正要发作，远处突然传来学生的谈笑声。沈萧然迅速后退，将抑制剂塞回静言手中。晚上10点就图书馆见。他压低声音，表情突然变得严肃。那里有你要的线索。说完，他转身离去，3条尾巴在行走间渐渐消失，变回普通人类的模样。静言站在原地，看着沈萧然离去的背影，手中抑制剂瓶身已经被捏得微微变形。他应该保持警惕，那只狐狸明显有所隐瞒，但为什么心跳得这么快？该死！静言摸出第3支抑制剂，狠狠扎进手臂，药物流入血管的冰凉感让他稍微冷静了些。最近校园里已经有7个学生被妖怪所伤，作为特工，他必须保持专业。就图书馆的铜钟敲响10下时，静言正站在建筑西侧的阴影里，他皱眉看了眼腕表，指针已经走过10点5分。他早该知道不能相信那只狡猾的狐狸。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一双手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猜猜我是谁？沈萧然的声音贴着耳廓响起，温热的呼吸让静言颈后的绒毛瞬间炸起。静言猛地转身，冷声道：“好玩吗？”沈萧然轻笑，生气的小猫更可爱了。他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一个纸袋，给你带了宵夜，炸鸡哦。静言闻到油脂和香料的味道，肚子不争气的叫了一声。他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都在追踪线索，连晚饭都没吃。不用，他硬生生移开视线。你说有线索？沈萧然撇撇嘴，自己咬了一口炸鸡，真是不解风情啊。他转身走向图书馆侧门，狐尾不知何时已经显现，在月光下像一条银白的缎带。跟我来吧，特工先生。静言迟疑片刻，跟了上去。侧门上的锁已经被人破坏，锁芯处有几道明显的狐狸爪痕。你知道破坏学校财产是违法的。沈萧然回头，那逮捕我啊，警官。他故意放慢语速，最后一个词带着撩人的气音。静言握紧拳头，指甲已经变成尖锐的猫爪。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是任务，不是约会。走了一会后，他们来到地下室的铁门前，这里藏着一大最古老的妖族典籍收藏。沈萧然的手放在门把上，突然转头看向静言，怕黑吗，小猫？没等静言回答，沈萧然已经推开门，同时打了个响指，一簇幽蓝的狐火从他指尖跃出，悬浮在空中，照亮了狭窄的楼梯。静言暗自惊讶，狐火是高等狐族才有的能力，通常需要500年以上的道行。这只狐狸到底什么来头？地下室比上面更冷。沈萧然的狐火分裂成几簇，飘散在房间各处，照亮了那些尘封已久的古籍。第7起袭击发生在3天前化学实验室，受害者是个人类贝塔。沈萧然突然震惊起来，手指划过书架，抽出一本皮质封面的厚书，但这不是重点。静言走近几步，那什么是重点？沈萧然突然转身，将静言逼到2个书架之间的死角，一只手撑在他耳边的书架上。所有受害者身上都残留着同一种妖气。他凑近静言的颈侧，深深吸了一口气，和你身上的很像的学弟。静言瞳孔骤缩，你什么意思？别紧张。沈萧然轻笑，我知道不是你，是你们猫科的某位亲戚。他退后一步，将手中的古籍翻开，指向其中一页。听说过影猫吗？静言低头看去，书页上绘着一只通体漆黑的猫形妖怪，唯有眼睛是血红色的。旁边的文字记载，影猫，玄猫的变异种，适时生灵精气，善隐匿。不可能！静言声音发紧，影猫早在100年前就被灭族了。沈萧然合上书，表情罕见的严肃，显然是漏网之鱼。他指向书页边缘的一个徽记，看到这个了吗？妖管局最高机密印章，你们内部有人隐瞒了真相。静言心头一震，如果这是真的，意味着妖管局高层出了叛徒。他伸手去拿那本书，却在这时沈萧然的狐火突然剧烈晃动起来，有东西来了，不是人类。静言也闻到了，一股腐朽的血腥味正从楼梯口蔓延下来。他本能地将沈萧然拉到身后猫爪完全深处，躲起来。静言命令道。
沈萧然却轻笑一声，反而上前一步与静言并肩。保护欲这么强啊！他指尖燃起更明亮的狐火，但我可不是需要保护的小妹的。血腥味越来越浓，伴随着某种粘稠液体滴落的声音，静言的后颈毛发全部竖起，他能感觉到那个生物正在靠近。突然，所有的狐火同时熄灭，地下室陷入绝对的黑暗。滴答滴答，那个声音更近了。静言全身肌肉绷紧，随时准备攻击。就在这时，沈萧然突然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吻了静言的耳垂。静言差点叫出声，却被沈萧然捂住嘴。嘘，沈萧然用气音说：“影猫对情绪波动很敏感，这会吸引他过来的。”静言简直想掐死这只狐狸，但奇怪的是，那个滴答声确实停住了，然后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楼梯方向。又等了5分钟，沈萧然才松开静言，重新点燃狐火。地下室恢复了光亮，他走了，但也只是暂时的。静言深呼吸，平复心跳。你早就知道他会来，猜测而已。影猫喜欢狩猎落单的妖怪，特别是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静言一眼。妖管局的特工。静言眯起眼睛，你到底是谁？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沈萧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更古老的书，翻到某一页上绘着一只九尾白狐，被锁链束缚在一个祭坛上。九尾狐族最后的遗孤，20年前在灭族之夜失踪，妖管局一直在找他，不是吗？静言震惊地看着书页，又看向沈萧然，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沈萧然微微一笑，别担心，我平时都好好藏着其他6条。特工先生，我们是不是该讨论下合作的事了？静言的大脑还在处理这些信息。九尾狐是妖族中的皇族，拥有近乎神明的力量。如果沈萧然真的是，证明给我看。静言突然说。沈萧然挑眉，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九尾狐。静言直视他的眼睛，不是我不信，但3条尾巴和9条尾巴之间的差距。沈萧然笑了，那笑容突然变得危险而妖艳。他向前一步，几乎与静言鼻尖相贴。知道吗，小猫，看到我全部尾巴的妖怪，要么成了我的爱人，他的指甲变长，轻轻划过静言的喉结，要么成了我的食物。静言喉结滚动，却倔强的没有后退。你在回避问题。沈萧然突然退开，表情又恢复了那种玩世不恭。急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他走向楼梯，现在要不要去看看那个影猫留下了什么线索？静言跟上他，却在楼梯拐角处突然将沈萧然按在墙上。猫科动物的速度让狐狸都来不及反应。听着，狐狸。静言压低声音，我不喜欢被耍。如果你在玩什么游戏？沈萧然丝毫没有惊慌，反而顺势搂住静言的脖子。游戏才刚开始呢，小猫。他凑近静言耳边轻声道，而且我打赌你会爱上这个游戏的。就在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看来我们的朋友又回来了。沈萧然的金瞳中闪过一丝兴奋，要一起上吗，搭档？静言松开他，从风衣内侧抽出一把刻满符文的短刀，跟紧我，别做多余的事。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图书馆里格外刺耳。静言一把将沈萧然拉到身后，短刀横在胸前，猫瞳在黑暗中扩张到最大。别乱动。静言压低声音，影猫的毒液能麻痹神经。沈萧然轻笑，你在关心我？但他的狐尾已经绷紧，指尖凝聚着幽蓝的狐火。就在这时，头顶的天花板传来咔的一声轻响，静言猛地推开沈萧然，自己向侧方翻滚，一道黑影从天而降，利爪划过他刚才站立的位置。借着月光，静言终于看清了影猫的真面目，体型比普通家猫大2倍，全身漆黑如墨，唯有眼睛是血红色的，真丑。沈萧然评价道，同时甩出一团狐火。影猫敏捷地避开，他的瞳孔缩成一条细线，死死盯着静言。他认识你。沈萧然的声音突然在静言脑海中响起，是狐族的心灵传音。静言来不及惊讶，影猫已经发动第2轮攻击，这次他的目标明确，直取静言的咽喉。静言本能地向左闪避，恰好躲过影猫尾巴的偷袭。影猫见偷袭不成，突然改变策略，转而扑向沈萧然。静言不假思索地冲过去，短刀划出一道银光。影猫在半空中扭身避开要害，但仍被划伤后腿，黑色的血液喷溅而出，有几滴落在静言手背上。白痴猫！沈萧然脸色骤变，一把拉过静言的手。影猫的血也有毒。静言还没来得及回应，影猫已经再次扑来，这次他的速度更快。静言只看到一道黑影闪过，胸口就传来剧痛，3道爪痕从锁骨一直延伸到腹部，鲜血瞬间浸透了白衬衫。静言！沈萧然的声音突然变了调，带着某种静言从未听过的尖锐。下一秒，整个图书馆被耀眼的金光充满。静言勉强抬头，看到沈萧然悬浮在半空中，银发无风自动，原本的3条狐尾旁边又多了2条，5条雪白的尾巴在他身后呈扇形展开，每一条都散发着纯净的妖力波动。你竟敢伤他！沈萧然的声音重叠着回声。影猫似乎意识到情况不妙，转身想逃，但已经晚了。沈萧然只是轻轻一挥手，5条狐尾同时射出光束，将影猫牢牢钉在地上。说谁派你来的？影猫挣扎着发出嘶哑的笑声，他们都在找你九尾。话音未落，他突然抽搐起来，七窍流出黑血，转眼间就化成了一滩脓水。沈萧然皱眉，静言皱。他转身看向静言，眼中的金光渐渐褪去。你还好吗？静言想说没事，但一阵眩晕袭来，他踉跄了一下，不得不扶住书架。影猫的毒液比想象中更厉害，他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沈萧然瞬间出现在他身边，低下头，舌尖轻轻舔过最深的那道伤口。狐族的唾液有解毒效果。沈萧然抬头解释，嘴角还沾着一点血迹。在月光下，他看起来不再像那个玩世不恭的雷大校花，而是一个真正的古老妖族。静言突然意识到一个尴尬的问题：猫科动物也有用舌头清理伤口的本能，他的舌头此刻正不受控制的想要伸出来，去舔沈萧然脖子上的一道细小划痕。你也想帮我？沈萧然注意到了他的视线，故意扬起脖子露出那道伤口。请便。静言尴尬的别过脸。不用了，害羞了。沈萧然凑近呼吸，喷在静言耳畔。刚才为我挡爪子的时候不是很英勇吗？静言耳朵发热，正想反驳，图书馆外突然传来警笛声，大概是有人看到了火光，我们得走了。沈萧然拉起静言，能走吗？静言点头，强撑着站起来，但刚迈出一步，腿就一软，差点跪倒在地。沈萧然眼疾手快地扶住他，然后在静言惊讶的目光中，直接将他打横抱起。放我下来！静言挣扎，猫尾炸毛，别乱动，伤口会裂开。沈萧然警告道。静言想
反对，但毒素确实让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最终他只能妥协地报出自己的宿舍号，然后任由沈萧然抱着他穿梭在夜色中，被一只狐狸公主抱。这绝对是禁言职业生涯中最耻辱的时刻。当禁言再次清醒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宿舍的床上，沈萧然坐在床边，已经恢复了人类模样，正低头查看他的伤势。醒了，沈萧然注意到他睁眼，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稍退了些。影猫的毒不好解，你可能会虚弱几天。禁言勉强坐了起来，沈萧然递来一杯水，喝点水，然后吃这个。禁言接过水杯，只见沈萧然掌心里躺着一颗红色的小药丸，狐族秘药，能加速排毒。见禁言犹豫，沈萧然翻了个白眼，怕我下毒？那我吃一半给你看。他说着就要把药丸掰开，禁言抓住他的手腕，不用。他直接将药丸吞下，然后皱眉，好苦。沈萧然笑了，堂堂玄猫少主还怕苦？禁言盯着沈萧然脖子上的伤口，你的伤，小擦伤而已。沈萧然满不在乎地说，但禁言已经坐起来凑近那道伤痕，本能战胜了理智。禁言伸出舌头，轻轻舔过那道伤口，猫科粗糙的舌面摩擦着细腻的皮肤。沈萧然明显掺了一下狐尾，瞬间炸出。禁言退开，不自在地清了下嗓子。猫科的本能，毒素会引发一些原始行为。沈萧然挑眉，还有什么原始行为？禁言不回答，转而问道，你之前说影猫认识我？沈萧然的表情严肃起来，他看你的眼神不像是看陌生人，而且他临死前说的话我很在意，他们都在找你，这个他们是谁？禁言摇头，不知道，但影猫的出现确实蹊跷，你展现5条尾巴时好像很痛苦。沈萧然的表情一僵，随即又挂上一个笑容，力量消耗太大而已。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我该回去了，你好好休息。禁言看看窗外，凌晨3点，宿舍门早就锁了，你可以睡沙发。他脱口而出，随即后悔自己的多嘴。沈萧然眼睛一亮，邀请我过夜。他故意拉长声调，特工先生，这不符合规定吧？爱睡不睡。禁言翻身背对他，禁言。沈萧然突然轻声叫他的名字，干嘛？谢谢你为我挡的那一下。禁言没有回答，但胸口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和伤口无关。他听着身后均匀的呼吸声，不知不觉也沉入梦乡。梦中他看见一只通体雪白的九尾狐被锁链束缚在祭坛上，向他无声的求救。等禁言从睡梦中醒来时，冷汗早已浸透了被下的床单。这不是他第一次梦见这只九尾狐，但却是第一次如此清晰。沈萧然早就起来了，他没有发现禁言的不对劲，但禁言注意到他的皮肤比平时更透明，几乎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他想起梦中那只被锁链束缚的九尾狐，心头突然一紧，你需要补充能量。禁言站起身走向冰箱，你是什么血型？沈萧然惊讶的眨眼，你知道狐族需要饮血，基本常识。禁言头也不回的翻找 O 型可以吗？都可以。沈萧然的声音有些异样，你不觉得恶心？禁言拿出一袋血包倒进杯子递给他，不会，妖族正常特性而已。沈萧然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谢谢，你比我想象的更体贴。禁言轻哼一声，正要回应，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妖管局的加密号码，他的上司林素打来的。禁特工，昨晚就图书馆发生火灾，监控显示你曾出现在附近，可是发生了什么吗？禁言默默看了沈萧然一眼，我在调查线索，然后发现影猫踪迹，可交手后让他跑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影猫，你确定？亲眼所见，我需要查阅20年前影猫灭族行动的档案，还有当年行动是谁负责的？林素的声音突然变得警惕，为什么问这个？沈萧然在一旁瞳孔骤然收缩，似是想到了什么，例行调查，我会提交详细报告。说完，禁言直接挂断了电话。沈萧然已经坐直了身体，刚才打电话的是什么人？林素，妖管局2把手，我的直属上司。沈萧然抬头看他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如果我告诉你20年前九尾狐灭族和影猫灭族是同一天发生的，而且都是由同一个人指挥的，你会怎么想？禁言脑中轰然作响，他突然想起梦中更多细节，祭坛周围站着的黑衣人，其中一个有着和林素极为相似的轮廓。你有证据吗？沈萧然摇头，却又突然说道，我们可以去九尾狐族旧址看看，我觉得那里有我们想要的答案。九尾狐族旧址在一大的后山，午夜时分，禁言跟沈萧然一起来到这里。沈萧然停下脚步，就在前面九尾狐族的结界入口。禁言眯起猫瞳，看到前方的石碑排列成一个奇特的图案，像是某种古老的阵法。沈萧然却径直走向最大的那块石碑，手指抚过上面斑驳的刻痕，这是狐族文字记载着灭族之夜的惨状。他的声音带着禁言从未听过的冰冷，妇女和幼崽都被锁在祭坛上活活烧死。禁言胸口突然一阵刺痛，那个梦境又浮现在眼前，哭喊的小狐狸，火焰，还有一个一头黑发的小男孩，难道是他自己？为什么带我来这里？禁言声音沙哑。沈萧然转身看他，因为我觉得你和这件事有关联。他指向石碑底部的一个符号，认识这个吗？禁言凑近看去，那是一个双月交叠的图腾，是玄猫一族的家徽。他的心脏猛地一跳，不可能，玄猫一族从不参与这种屠杀，是吗？沈萧然的声音突然变得遥远，那为什么我的记忆碎片里有一个黑发猫耳的男孩站在祭坛边？禁言如遭雷击，那个梦境不是梦，而是被封印的记忆吗？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明显是有人靠近。巡逻保安吗？沈萧然用口型问。禁言摇头，然后指了指鼻子，不是人类，是妖。沈萧然脸色一变，他拽着禁言跑到石碑正中央，你站在这别动，我现在打开结界。没等禁言回应，沈萧然已经退后几步，紧接着第4条狐尾从他身后缓缓展开，4条狐尾同时扬起，指向四方石碑，向前方射出4道光束，不一会结界便被打开。禁言一把将累倒的沈萧然抱起，冲向那个发光的结界漩涡。在进入结界的瞬间，禁言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无数画面如潮水般涌入脑海，熊熊燃烧的祭坛，锁链下哭泣的小狐狸，站在一旁的黑衣人们。禁言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跪在地上，怀中抱着昏迷的沈萧然，他们身处一个圆形石室中央。禁言的心跳如雷，那些记忆碎片太真实了。怀中的沈萧然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想起来了吗？禁言抓住他的手，我不明白，我父亲是玄猫族长，他不可能参与这种，不是参与是阻止。沈萧然挣扎着坐起来，指向墙上一幅壁画，壁画上描绘着一黑一白2只神兽，玄猫
猫与九尾狐，他们共同守护着一颗发光的珠子。下一幅画中，一群黑衣人正在攻击他们，试图抢夺那颗珠子。灵珠，沈萧然解释道。九尾狐与玄猫共同守护的圣物，能够平衡妖界与人界的力量。他苦笑一声，20年前妖管局某些高层想要得到它，于是策划了2族灭门。你父亲是为了保护灵珠而死。静言脑中轰然作响，那灵珠现在在哪？沈萧然沉默片刻，突然解开衣领，露出胸口一个发着微光的印记，在这里，最后时刻你父亲将它封印在了我体内。静言震惊地看着那个印记，双月交叠的形状正是玄猫一族的家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沈萧然吸引。为什么那些梦境如此真实？我们之间因为灵珠而血脉联系吗？沈萧然突然靠近额头，抵住静言的头。灵珠只是媒介，我们的联系比那更早。静言闭上眼，突然看到了年幼的自己和小狐狸形态的沈萧然在森林里玩耍的画面，他们是玩伴，可以说是青梅竹马。记忆被封印了，沈萧然眼中带着复杂的情绪。不只是你，我也是最近才想起那些片段。静言想说些什么，但一阵异样的波动突然从入口处传来，结界被触动了，有人跟来了。静言迅速站起，短刀出鞘，下一秒4道黑影从不同方向浮现，将他们团团围住。静言看清了来者，全都穿着妖管局特勤组的制服，但胸前的徽章被刻意遮住了。静特工为首的黑衣人开口，声音经过变声，交出九尾狐，你可以活着离开。静言将沈萧然护在身后，灵素派你们来的。黑衣人没有回答，而是亮出了武器。最后的警告，黑衣人举起武器瞄准。九尾狐是妖管局最高通缉犯，包庇者同罪论处。沈萧然在静言背后轻笑，最高通缉犯，我好荣幸啊。静言突然将短刀插在地上，双手结出一个复杂的手印，这是玄猫一族最高级的防御术，只有族长血脉才能施展。一个半球形的光罩以短刀为中心展开，将2人护在其中。黑衣人的攻击被光罩弹开，但他们也露出了真面目，其中一人赫然是特勤组副组长赵明。静言冷笑，灵素的左膀右臂亲自出马，真是荣幸。赵明见身份暴露，索性摘下面罩。静言，你被蒙蔽了，那只狐狸体内封印着足以毁灭2界的危险物品，灵局只是想保护而已。放屁！沈萧然突然暴起，你们是想夺取灵珠的力量？赵明脸色一变，打了个手势，4名特工同时启动了什么装置，整个石室开始震动，顶部的石块纷纷坠落，他们想活埋我们。静言一把拉回沈萧然，躲过一块坠石。沈萧然看向壁画后的一个狭窄通道，那边通往地下河。2人跌跌撞撞地冲向通道，身后是不断坍塌的石室和紧追不舍的特工。就在即将进入通道的瞬间，赵明射出一道红光，直取沈萧然后心，小心！静言转身用背部挡下这一击，顿时一口鲜血喷出。静言，沈萧然目眦欲裂，4条尾巴同时爆发，刺目金光将追兵暂时逼退。他抓住静言的手臂，拖着他冲进通道。等静言有意识醒来，他正仰面躺在浅滩上。沈萧然焦急的脸出现在上方，眼睛里满是静言从未见过的慌乱。你这个白痴猫，为什么要挡那一下？静言他艰难的抬起手碰了碰沈萧然的脸，小狐狸，我好像记起你了。沈萧然的眼泪落在静言脸上，不准死，听到没有？我们还有很多账没算。静言想回答，但黑暗如潮水般涌来，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他感觉沈萧然俯下身将额头贴在了他的头上。等静言再次睁眼，他身处一个纯白的空间，面前只有沈萧然一人。这是哪里？静言不禁问出声。灵珠内部，我们的意识被灵珠连接了。静言低头看自己的身体，有一些透明，果然不是正常的身体。你伤得很重，我现在帮你修复之前造成的灵魂损伤。为什么救我？如果灵珠暴露，你会更危险。沈萧然的灵魂波动了一下，因为我不能再失去你第二次。第二次？静言正想追问，整个空间突然剧烈震动，纯白的背景上浮现出无数画面碎片。7岁的静言躲在树洞里，透过缝隙看到父亲与一群黑衣人战斗。火焰中的祭坛上锁着一只小白狐，哭喊求救。年幼的静言趁乱溜向祭坛，用稚嫩的爪子去咬锁链。这是我的记忆。静言震惊地看着这些画面，不是我们的。灵珠正在解除记忆封印，我们真的认识。静言的灵魂震颤着，就是你想的那样，你父亲和我母亲是挚友，2族共同守护灵珠。那天他们是故意引开追兵，给我们逃跑的机会。画面突然切换到一片黑暗，年幼的他们被发现了，一个高大的黑影站在树洞外，伸手抓向瑟瑟发抖的小狐狸。就在这时，画面戛然而止，纯白空间再次剧烈震动，某种强大的外力正在干扰他们的精神连接，有人在攻击我们的身体。沈萧然的灵魂瞬间紧绷，必须回去了。等等，最后那个黑影是谁？沈萧然的灵魂暗淡了一瞬，灵素，空间开始崩塌。静言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意识被粗暴地拽回肉体，他猛地睁开眼睛，胸口剧痛让他呛出一口鲜血。视线模糊中，他看到沈萧然正躺在地上，4条狐尾形成一个保护罩，而外面5个黑衣人正在攻击这个脆弱的屏障。醒了，沈萧然低头看他脸色白得像纸，静言想动，却发现全身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毒素已经侵入心脏，每一次跳动都带来撕裂般的疼痛。他艰难地抬起手碰到沈萧然的脸，走，别管我，闭嘴。沈萧然突然红了眼眶，20年前你也是这样，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哽咽了，这次换我救你。说完，沈萧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动作，他低头吻住了静言，同时第5条狐尾从身后缓缓展开，新生的尾巴比其他4条更加粗壮，散发着强大的妖力波动。赵明脸色大变，第5条，快阻止他！但已经晚了。沈萧然的第5条狐尾完全展开的瞬间，一道金光从天而降，将2人笼罩其中。静言感到一股暖流从沈萧然口中渡来，带着浓郁的血腥味，是九尾狐的本命精血。静言挣扎着想推开它，九尾狐的精血等同于寿命，每损失1滴都需要100年修行来弥补。沈萧然却死死按住它，唇齿间的精血不断渡入。与此同时，静言感到胸口一阵灼热，灵珠印记正在发光，金色的纹路从他胸口蔓延，很快覆盖全身，形成玄猫一族古老的守护图腾——血脉契约。赵明惊恐的后退，他们竟然激活了血脉契约。金光中，静言感到力量如潮水般回归，毒素被灵珠力量净化，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更神奇的是，
是，他能清晰感受到沈萧然的每一次心跳，每一缕呼吸，仿佛两人的生命已经紧密相连。这时，静言惊讶地看着自己恢复的身体。灵珠契约，沈萧然虚弱地笑了。玄猫与九尾狐的守护誓言，我们本该在成年礼上正式缔结的。静言扶住摇摇欲坠的沈萧然，发现第5条尾巴正在不受控制地释放妖力，显然沈萧然还无法完全驾驭这种力量。别勉强。静言轻抚他的后背，就像记忆中小玄猫安慰小狐狸那样，剩下的交给我。沈萧然摇头，不行，他们人多，我们得跑。静言挑眉，这次听我的。说完，他单手抱起沈萧然，另一只手按在地面上，玄猫图腾顺着手臂蔓延到地面，形成一个复杂的阵法。这是血脉契约赋予他的新能力，借助灵珠力量施展高阶法术。抓紧！静言低声道，随即念出一段古老咒语，地面突然塌陷，湖水倒灌形成一个漩涡，将两人吞没。赵明等人冲过来时，只看到水面恢复平静，再无两人的踪迹。地下暗河的湍流中，静言紧紧抱着昏迷的沈萧然，利用猫科动物卓越的夜视能力和水性，在错综复杂的水道中寻找出口。血脉契约让他能感知沈萧然的状态，精血损耗过度，第5条尾巴的力量正在反噬宿主。坚持住！静言亲吻沈萧然湿漉漉的额头，就像20年前小玄猫安慰受伤的小狐狸那样。这次我不会再弄丢你了。经过近半小时的漂流，静言终于发现了一个半淹没的洞穴。他拖着沈萧然爬上岸，小心翼翼地检查他的伤势。第5条狐尾无力地垂在地上，光泽暗淡，而沈萧然的呼吸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醒醒，狐狸！静言轻拍他的脸颊。沈萧然微微睁开眼睛，惊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静言，我死了吗？没我的允许，你敢死试试？静言凶巴巴地说，手却温柔地梳理着沈萧然湿透的银发。沈萧然虚弱地笑了，凶巴巴的果然是那只笨猫。他的手摸索着找到静言的手，十指相扣。契约你感觉到了吗？静言点头，那种灵魂深处的联系比任何誓言都要牢固。他低头抵住沈萧然的额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记忆被封印了。沈萧然咳嗽了几声，直到看到你才开始想起片段。静言正想再问，突然耳朵一动，远处传来脚步声，而且不少。他迅速抱起沈萧然，躲到洞穴深处的一块巨石后面，感知到灵珠波动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洞穴外响起，他们肯定在这附近。静言浑身僵硬，是林素，那个记忆中高大的黑影，如今妖管局的副局长亲自来追杀他们了。静言透过石缝看到林素站在水边，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影子在岩壁上投射出的不是人形，而是一只巨大的影猫。果然是他。沈萧然用微弱的灵石传音，20年前就是他带领影猫一族杀我们。林素突然转头看向他们藏身的方向，血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找到你们了，小老鼠。林素的影子在岩壁上扭曲变形，最终定格为一只巨大的影猫形态。那双血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静言和沈萧然藏身的巨石，嘴角裂开一个非人的弧度。静家的崽子，林素的声音变得嘶哑低沉，指甲伸长成漆黑的利爪，和你父亲一样不知好歹。静言全身肌肉绷紧，将昏迷的沈萧然护在身后。血脉契约让他的感官比平时敏锐数倍，能清晰闻到林素身上那股腐朽的气息，是影猫特有的死亡味道。20年前，静言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手指悄悄在地上画出玄猫一族的防御符文。你为什么要屠杀2族？林素缓步向前，每一步都在潮湿的地面留下一个冒着黑烟的爪印。为了灵珠，当然。他突然咧嘴一笑，露出满口尖牙。不过更重要的是为了复仇。复仇？静言皱眉，手下的符文已经完成了一半。你们玄猫和九尾狐自诩守护者。林素的声音里充满恨意。可曾想过被你们联手封印的影猫一族，千年囚禁在幽冥裂隙，生不如死。沈萧然在静言身后微微动了动，手指轻轻勾住他的衣角。静言通过血脉契约感受到他正在艰难的凝聚力量。第5条尾巴的妖力虽然强大，但反噬也同样剧烈。所以你是影猫余孽？静言故意拖延时间，同时感受着体内新觉醒的力量。灵珠契约赋予他的玄猫图腾正在发热，仿佛有古老的记忆在其中苏醒。林素突然暴起，速度快的只剩一道黑影。我是影猫之王。静言本能的侧身翻滚，但还是被利爪擦过肩膀，顿时鲜血淋漓。他咬牙将沈萧然推向更安全的角落，自己则完全释放妖力，漆黑的猫尾和耳朵显现，瞳孔收缩成一条细线。就这点本事？林素讥笑道，你父亲至少还能伤到我。静言不答，突然俯冲向前，短刀划出一道银光。林素轻松避开，却没想到静言中途变招，刀锋一转直取他咽喉。这是玄猫一族的秘传刀法，月影3重。咦？林素略显惊讶的后退半步，脖颈仍被划出一道血痕。看来灵珠给了你不少好处。静言不给对方喘息机会，连续发动攻击，每一刀都精准狠辣，完全不像他平时的风格，仿佛有某种古老的战斗本能正在接管他的身体。林素渐渐收起轻视，开始认真应对。两人的速度快到肉眼难辨，洞穴中只看到黑影2道身影交错，火星四溅。静言、沈萧然虚弱的声音突然在静言脑海中响起，是通过血脉契约的灵石传音，他的左肋就上。静言心领神会，故意卖个破绽，引诱林素攻击自己右肩，然后突然变向，短刀直刺对方左肋。啊！林素发出一声痛呼，黑色的血液从伤口喷涌而出。你们怎么知道？静言不给对方喘息机会，正要乘胜追击，却突然感到一阵剧痛从胸口传来，灵珠契约的图腾正在发烫，仿佛要烧穿他的皮肤。静言，沈萧然挣扎着坐起来，灵珠被触动了。林素趁机退后几步，狞笑着从怀中掏出一个黑色晶体。你以为我在跟你玩吗？
他将晶体按在自己伤口上，黑光暴涨，幽冥裂隙开，洞穴地面突然裂开无数缝隙，漆黑的雾气从中涌出，凝聚成数十只影猫的形态。它们没有实体，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第一批先锋而已，灵素得意地说，等灵珠完全激活裂隙，我的千万子民就将重见天日。静言退到沈萧然身边，将他扶起，还能走吗？沈萧然脸色苍白如纸，却坚定地点头，一起。两人背靠背站立，面对逐渐逼近的影猫群。静言能感觉到沈萧然通过契约传来的力量，虽然微弱但纯净，与他自己的玄猫妖力产生奇妙共鸣。数到3，静言低声道，我开路，你跟上。不，沈萧然却摇头，这次我们一起。他突然抓住静言的手，五指相扣。第5条虎尾完全展开，金光与静言身上的玄猫图腾交相辉映，灵珠在他们之间形成一道光桥，两种力量完美融合。这时静言惊讶地看着自己的短刀被金光包裹，变成一把耀眼的光刃。灵珠的真正力量，沈萧然眼中金光大盛，两族血脉融合才能激发。灵素脸色大变，不可能，他们明明说灵珠只是钥匙。他们？静言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但现在没时间深究。影猫群已经扑了上来，月华斩。静言挥动光刃，一道半月形金光横扫而出，所过之处影猫纷纷惨叫消散。沈萧然也没闲着，5条虎尾如同5把利剑，精准刺穿试图偷袭的敌人。两人配合默契，仿佛已经并肩作战多年。该死的契约！灵素怒吼一声，亲自加入战斗。他的身形膨胀了1倍，完全变成半人半猫的怪物，爪子足有半米长。静言迎上去，光刃与利爪相撞，爆发出刺目的火花。每一次交锋都震得他手臂发麻，但血脉契约源源不断的提供力量，让他能与这个活了数百年的怪物抗衡。静言，右边！沈萧然突然大喊。静言本能的向右横移，堪堪避过一只影猫的偷袭，但这一分神给了灵素机会，漆黑的利爪直取静言心口。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银白身影挡在静言面前。沈萧然！利爪穿透了沈萧然的肩膀，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银发，但他却笑了，五指成爪按在灵素胸口，抓到你了。一道金光从沈萧然掌心爆发，顺着灵素的伤口钻入体内。灵素发出凄厉的嚎叫，疯狂后退。九尾狐的进化术，你怎么会？母亲留给我的礼物。沈萧然虚弱的倒下，被静言接住，专门对付影猫。灵素痛苦的跪倒在地，黑血不断从七窍流出，但他仍然狞笑着，没用，幽冥裂隙已经打开，你们阻止不了。洞穴开始剧烈震动，更多的黑雾从地缝中涌出，凝聚成更强大的影猫形态。静言抱着重伤的沈萧然，感到一丝绝望，太多了，根本杀不完。静言，沈萧然突然抓住他的衣领，金瞳中闪烁着决绝的光，帮我斩入第6条尾巴。不行！静言断然拒绝，无尾已经让你反噬成这样，6尾会要你的命。沈萧然却笑了，灵珠选中我们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艰难地抬手抚上静言的脸，这次换我守护你。静言感到心脏被狠狠揪住。20年前，年幼的他没能保护小狐狸，今天他绝不会让历史重演。不！静言将沈萧然轻轻放在一块相对平整的石头上，这次我们一起。他站起身，玄猫图腾突然蔓延至全身，在皮肤上形成复杂的金色纹路。一种古老的语言自动浮现在脑海，那是玄猫一族最强大的禁术月语。以玄猫少主之名，静言双手结印，声音变得低沉而威严，唤我族守护之灵。洞穴顶部突然裂开，一道月光直射而下，笼罩住静言。他的身形在光芒中变得模糊，隐约可见一只巨大的玄猫虚影与他重合。灵素惊恐地瞪大眼睛，月陨术？不可能，这招需要玄猫族长血脉才能。他的话戛然而止，静言已经出手了，没有华丽的招式，只是简单的一爪，但这一爪仿佛带着月亮的力量，银光所过之处，影猫灰飞烟灭，连黑雾都被净化。灵素勉强避开要害，但整条右臂被其间斩断，黑血喷涌。哈哈！灵素惨叫着后退。你怎么会？静言自己也震惊于这一击的威力，但随即感到一阵虚弱，禁术消耗太大，灵珠契约的力量正在急速消退。静言，后面！沈萧然突然大喊。静言回头，看到最后3只影猫趁机扑来，他勉强举起短刀，但已经来不及了。一道青光突然从洞口射入，精准地贯穿3只影猫的头颅。紧接着，一个修长的身影跃入战场，手持一柄古朴长剑，剑法如行云流水，每一剑都带走一只影猫。静家的月影剑法。静言惊讶地看着来人，你是谁？那人转身，月光照亮了他的脸，与静言有7分相似，只是更成熟沧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额头上与静言一模一样的玄猫图腾。小言，男人微微一笑，长大了啊。静言如遭雷击，嘴唇颤抖着吐出一个20年未曾叫过的称呼，兰叔。静兰，他父亲的亲弟弟，玄猫一族第一剑客，20年前那场屠杀中本应战死的亲人。叙旧待会儿再说。静兰剑指灵素，先解决这个叛徒。灵素却突然狂笑起来，太晚了。
幽冥裂隙已经打开，你们杀不了我。他的身体开始溶解成黑雾，我会在裂隙另一边等着你们，带着1000万影猫大军。想跑？静兰冷哼一声，长剑突然绽放青光，月华封魔剑，剑光如网，将黑雾牢牢锁住。林素发出痛苦的嘶吼，却无法挣脱。禁言！静兰大喊，用灵珠力量封印他。禁言看向沈萧然，后者虚弱的点头。两人再次十指相扣，灵珠光芒大盛，与静兰的剑光融合，形成一道3重封印，将灵素所化的黑雾硬生生压回地缝之中。洞穴终于恢复平静，只剩下3人粗重的喘息声。禁言双腿一软，跪倒在地。禁术的后遗症开始发作，全身每一寸肌肉都在尖叫抗议，但他顾不上这些，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本以为早已离世的亲人。兰叔，你还活着？静兰收剑入鞘，快步走来检查两人的伤势。这话该我说才对。他看了眼昏迷的沈萧然，这就是那只小狐狸，长得挺俊。你一直知道我们活着？静言声音发颤。静兰熟练地为沈萧然止血包扎，只知道你还活着。小狐狸的下落我找了20年。他抬头，眼中闪过愧疚。对不起，没能早点找到你们。静言有1000万个问题想问，但沈萧然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嘴角溢出鲜血。第5条尾巴的光芒正在急速暗淡，他消耗过度。静兰不觉皱眉，需要立刻治疗。去哪儿？静言焦急地问。妖管局已经不安全了。静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去见其他死人。地下暗河的水流湍急冰冷，静言紧紧抱着昏迷的沈萧然，跟随静兰在错综复杂的水道中穿行。血脉契约让他能感知到沈萧然的状态，第5条尾巴的力量反噬正在侵蚀他的生命力，每一次心跳都比上一次更微弱。兰叔，还有多远？静言第3次问道，声音在水道中回荡。静兰没有回头，手中的青玉剑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指引方向。快了，撑住，小家伙比看上去结实。小家伙？静言低头看着怀中的沈萧然，在月光下，那张总是挂着狡黠笑容的脸此刻苍白如纸，银发湿漉漉的贴在额头上，看起来脆弱的不像那只总爱捉弄他的狡猾狐狸。水流突然转向，静兰抓住岩壁上突出的石头，借力跃入一个隐蔽的侧道。静言紧随其后，瞬间被黑暗吞没。几秒钟后，前方出现一点微光，随着距离缩短逐渐扩大，是一个人工开凿的隧道出口。到了。静兰的声音带着掩不住的疲惫与欣慰。隧道尽头豁然开朗，静言惊讶地停下脚步，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村落。木质吊脚楼依壁而建，中央广场上燃着几堆篝火，几十个身影在火光中忙碌。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中大部分都显露着妖族特征，猫耳、虎尾、翅膀，这是20年未曾见过的景象。欢迎来到月影村。静兰拍了拍侄子的肩膀，20年来，我们这些死人就住在这里。静言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里有着他童年记忆中的气息，玄猫一族特制的药草香，九尾狐喜欢的月光茶，还有妖族特有的温暖妖力波动。静兰大人，一个长着猫耳的少女最先发现他们，惊呼一声跑过来。这是我侄子和小狐狸。静兰简短地说，快叫白婆婆来，小狐狸伤得不轻。少女的眼睛瞪得溜圆，转身就跑，边跑边喊，白婆婆，白婆婆，他们找到小少主了。这声呼喊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整个村子瞬间沸腾。静言被团团围住，无数双手伸过来想触碰他和沈萧然，无数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在火光中闪烁泪光。让开，都让开！一个沙哑的女声从人群后方传来，人群立刻分开一条路。走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拄着胡头拐杖，身后拖着一条雪白的狐尾。她的眼睛是浑浊的金色，脸上布满皱纹，但身姿依然挺拔。静言的心脏停跳了一拍，他认得这位老人，沈萧然的祖母，九尾狐族的大长老白景。20年前那场屠杀中，他以为所有成年狐族都……给我看看！白婆婆的声音颤抖，枯瘦的手抚上沈萧然的脸颊。是他，真的是我的小然。静言小心地将沈萧然递过去，他用了第5条尾巴的力量，又施展了进化术。现在，我知道，我知道。白婆婆打断他，转身快步走向最大的那座吊脚楼。跟我来，玄猫小子，你身上也有伤。静兰推了推呆立原地的侄子，去吧，我带其他人准备药草。吊脚楼内部比外观宽敞得多，显然是用了空间扩展法术。中央摆放着一张铺着柔软兽皮的床，白婆婆小心翼翼地将沈萧然放在上面，然后开始检查他的伤势。灵珠在他体内多久了？白婆婆突然问。静言一愣，您知道灵珠的事？废话，那是我女儿亲手封印的。白婆婆头也不抬，手指轻按沈萧然胸口发光的印记，回答我的问题。20年。静言不确定地说，灭族那晚。白婆婆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玉瓶，倒出几滴银色液体滴在沈萧然的伤口上。灵珠不仅是圣物，更是活物。他选择宿主，与宿主共生。20年过去，他已经成为小然的一部分。液体接触伤口的瞬间，沈萧然的身体剧烈抽搐了一下，第5条尾巴突然完全展开，金光四射。静言本能的上前一步，却被白婆婆拦住。没事，这是好现象。
老人的金瞳在暗处发光，看，金光中，沈萧然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脸色也逐渐恢复红润。但静言注意到，他的眉头仍然紧锁，似乎在忍受某种痛苦。为什么他每次展露新尾巴都会这么痛苦？静言忍不住问。白婆婆的表情变得复杂，因为封印，灵珠选择了她，但她的身体还不足以承受全部力量。她指了指沈萧然腹部的奇怪疤痕，看到这个了吗？这是人为设置的封印，限制她只能使用3位力量。静言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猜想，是灵素。除了那个叛徒，还有谁？白婆婆冷笑，她以为杀了所有成年狐族就能控制灵珠，却没想到我女儿临死前将她封印在了小然体内。她轻轻抚摸孙子的银发，这些年苦了她了。这时，沈萧然突然睁开眼睛，金瞳中满是迷茫。奶奶，白婆婆的眼泪终于落下。是我，小然，奶奶在这儿。沈萧然的瞳孔剧烈收缩，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他挣扎着坐起来，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老人的脸，仿佛害怕这是个易碎的梦。真的是你？沈萧然的声音哽咽了。我一直以为所有人都……白婆婆将孙子搂入怀中，两人相拥而泣。静言悄悄退到门口，给这对重逢的祖孙留出空间。他的胸口又暖又痛，为沈萧然高兴，又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是真的不在了。静言，沈萧然突然喊他别走。静言转身看到沈萧然伸出的手，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握住。血脉契约让两人的情绪毫无保留地传递，沈萧然的喜悦、悲伤，还有对他的依赖，全都清晰可感。奶奶，沈萧然紧紧抓着静言的手，是静言救了我2次。白婆婆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们交握的手，灵珠的选择从来不会错，你们都是好孩子。他站起身，我去准备些吃的，你们休息一下。老人离开后，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沈萧然的手指在静言掌心轻轻滑动，那是他们小时候发明的暗号。安全了吗？静言用大拇指按了按他的手背，安全了。你都想起来了？沈萧然轻声问。小时候的事。静言点头，大部分，还有些碎片需要时间整理。沈萧然突然笑了，虽然眼中还含着泪。记得你第一次见我人形时说什么吗？这只狐狸精怎么长得比姑娘还好看，气得我咬了你好几口。静言耳尖发热。那时候我才6岁，7岁。沈萧然纠正道，我5岁。他的笑容渐渐淡去，然后就是那场大火。静言握紧他的手，不会再发生了，我保证。沈萧然凝视着他，突然凑近，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谢谢你，记得我。这个简单的动作让静言心跳加速。20年的分离，无数次生死危机，所有情绪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他低头，额头抵住沈萧然的，我永远不会再忘记你。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静兰的声音响起，2个小家伙出来吃饭了，全村人都等着见你们呢。广场中央燃起了更大的篝火，村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烤鱼、野果、蘑菇汤，还有静言20年没吃过的玄猫特制肉干。静兰拉着侄子挨个介绍幸存的2族成员，每个人见到静言都又哭又笑，有的甚至跪下行礼，称他为少主。少主什么的就免了吧。静言不自在地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特工。普通特工可不会粤语术。静兰揉乱他的头发，那可是族长专属的禁术。静言皱眉，但我明明……灵珠。静兰压低声音，他给了你父亲的部分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灵素那么想得到他，不仅能打开幽冥裂隙，还能窃取2族传承。宴会进行到一半，沈萧然才在白婆婆的搀扶下出现。他一露面，所有狐族都站了起来，右手按在左胸行礼，9位狐族最高的敬意。沈萧然明显不适应这种场面，耳朵都红了，直到看到静言才放松下来，快步走到他身边坐下。感觉怎么样？静言递给他一碗热汤。好多了。沈萧然小口啜饮。白婆婆说再休息2天就能恢复。静兰站起身，敲了敲酒杯，示意安静。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找到了失散20年的2个孩子。众人欢呼，但是他表情严肃起来，危机还未解除。灵素虽然被封印，但他的同党还在外面活动。一个猫族斥候匆匆跑进广场，静兰大人，最新消息。静兰接过对方递来的纸条，脸色骤变。妖管局发布了全城通缉令，追捕静言和沈萧然，罪名是谋杀灵素副局长。什么？静言猛地站起，他还活着？不，确实被封印了。静兰摇头，这是栽赃。更糟的是，他环视众人，事后发现城西废弃教堂出现了幽冥裂隙的波动，有人正在尝试用其他方式打开它。沈萧然手中的碗掉在地上，需要多少妖力才能？至少7尾级别的力量。白婆婆沉声道，或者灵珠。静言接上他的话，与沈萧然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还是想要你。沈萧然突然笑了，那笑容让静言想起天台出浴时的狡黠狐狸，那就给他们个惊喜。什么意思？静言有种不祥的预感。沈萧然站起身，金瞳在火光中闪闪发亮。奶奶，解开我的封印吧，是时候展现我的真正力量了。你确定要这么做？静言的声音在石室中回荡。这是一处位于村落最深处的天然洞穴，墙壁上刻满了9尾狐族的古老符文。
中央的石台上，沈萧然平躺着，上衣掀起露出腹部的奇异疤痕。白婆婆手持一根骨针，针尖蘸着银色的液体，正在疤痕周围绘制复杂的图案。我必须要这么做。沈萧然没有看禁言，金童直直盯着洞顶。如果他们要打开幽冥裂隙，我们就需要玩全体的九尾狐来对抗。禁言握紧拳头。自从昨晚沈萧然提出要解除封印，他就一直处于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血脉契约让他能清晰地感知到沈萧然的情绪，表面镇定下的深深恐惧。不会有事的。白婆婆放下骨针，转向禁言。一事虽然痛苦，但有灵珠护体，再加上你的玄猫之力平衡，小然能撑过去。禁言想说些什么，但石室的门被推开，静兰带着几位九尾狐和玄猫的长老走了进来，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个石盒，盒中散发着浓郁的妖力波动。准备就绪。静兰拍了拍侄子的肩膀，站到石台左侧。仪式开始后，你需要时刻关注小然的状况，一旦妖力暴走，立即用玄猫图腾进行压制。禁言点头，站到指定位置。石室中的气氛突然变得肃穆，几位长老围绕石台站成一圈，开始吟诵古老的咒语。那语言禁言从未听过，但灵珠契约让他莫名理解了含义。九尾狐族的传承之歌，歌颂生命与轮回。白婆婆双手悬在沈萧然腹部上方，骨针突然悬浮起来，针尖对准疤痕中心。小然，老人的声音变得异常清晰。封印解除会释放被压抑20年的妖力，同时也会唤醒所有被封印的记忆。你准备好了吗？沈萧然深吸一口气，握住禁言的手，准备好了。骨针落下，第一滴银色液体接触疤痕的瞬间，沈萧然的身体猛地弓起，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禁言感到一阵剧痛从契约连接处传来，仿佛有火焰在灼烧自己的内脏。石室中的符文一个接一个亮起，映照出沈萧然痛苦扭曲的脸。第一条，白婆婆高喊。沈萧然身后，第4条狐尾旁边，第5条尾巴完全展开，金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耀眼。与此同时，一段记忆碎片通过契约涌入禁言脑海。浓烟滚滚的夜晚，年幼的沈萧然被母亲推入树洞。美丽的狐族女子将一颗发光的珠子按在儿子腹部，滚烫的泪水落在小狐狸脸上。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灵珠会保护你。第2条，白婆婆的声音将禁言拉回现实。第6条狐尾破体而出，沈萧然的指甲开始变长，脸上浮现出妖纹。他的惨叫已经变成了呜咽，手指死死掐着禁言的手腕，几乎要捏碎骨头。新的记忆碎片闪现，小狐狸蜷缩在树洞里，透过缝隙看到母亲被黑衣人围住。突然一道银光闪过，母亲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她雪白的尾巴。禁言！白婆婆的喊声惊醒了她，专注现在。她的妖力开始暴走。禁言这才注意到沈萧然的金瞳已经完全变成了兽瞳，6条尾巴疯狂摆动，掀起的妖力风暴让几位长老不得不后退。他立刻调动玄猫图腾，金色的纹路从胸口蔓延至全身，形成一张网将沈萧然笼罩。继续！禁言咬牙抵抗着妖力冲击，我能稳住他。白婆婆点头，骨针再次落下。第7条尾巴出现的瞬间，整个石室被刺目的金光充满。沈萧然的身体悬浮起来，银发无风自动，脸上的妖纹蔓延至全身，形成与禁言的玄猫图腾相呼应的图案。这次的记忆更加清晰。小狐狸逃出树洞，在燃烧的森林中奔跑，身后是追兵，前方是悬崖。就在绝望之际，一只小玄猫从阴影中跃出，咬住他的后颈，将他拖入一个隐蔽的洞穴。最后一步，白婆婆的声音开始颤抖。禁言，准备好。骨针直刺疤痕中心。沈萧然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尖笑。第8、第9条尾巴同时展开，9条狐尾如同绽放的白色莲花，每一根毛发都散发着纯净的妖力。石室开始震动，碎石从顶部掉落，几位长老不得不施展法术稳定结构。但禁言看到的不是力量，而是痛苦。沈萧然的表情扭曲到近乎狰狞，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最后一段记忆如潮水般淹没两人。悬崖边，小玄猫和小狐狸被逼入绝境，黑衣人步步紧逼。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青光从天而降，是静兰。他抱起2个孩子，跳下悬崖，落入湍急的河流。禁言，现在！白婆婆大喊。禁言不假思索地扑上去，抱住悬浮在半空的沈萧然。玄猫图腾与9尾妖纹接触的瞬间，爆发出耀眼的荧光。灵珠在沈萧然体内共鸣，释放出一股温和的力量，将暴走的妖力逐渐安抚。9条尾巴缓缓收拢，将2人包裹其中，形成一个茧状的空间。在这里，只有他们彼此的呼吸和心跳。沈萧然，禁言轻声呼唤，用手拂去对方脸上的泪水。沈萧然的眼睛慢慢聚焦，金瞳中倒映着禁言的脸，想起来了，全部。他的声音嘶哑：“妈妈，他是为了救我。”禁言将他搂入怀中，感受着对方颤抖的身体。20年的记忆封印，20年的孤独与伪装，在这一刻土崩瓦解。沈萧然第一次在他面前展现脆弱。他爱你，禁言笨拙地安慰道，就像我父亲爱我一样。所以他们选择了牺牲。沈萧然接上他的话，慢慢平静下来。为了给我们活下去的机会。9尾的茧缓缓打开，露出石室内众人欣慰的脸。白婆婆眼中含泪，静兰则拍了拍身边长老的肩膀，得意地说了句：“看吧，
我就说他们能做到。恭喜你，小然。白婆婆走上前，抚摸孙子的9条尾巴，完全体的九尾狐，300年来的第一位。沈萧然尝试着控制新生的尾巴，它们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轻轻摆动，其中一条甚至调皮地卷住了静言的手腕，感觉奇怪。沈萧然皱眉，好像多了几个肢体需要协调。静兰哈哈大笑，等你习惯就好了。现在他表情严肃起来，是时候讨论怎么对付那群想打开幽冥裂隙的混蛋了。接下来的2天，月影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九尾狐与玄猫两族，历史上一直保持距离的高等妖族，如今却紧密合作，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年长的妖族负责传授年轻一辈古老战技，工匠们日夜赶制武器和护甲，药师调配各种药剂和毒药。静言和沈萧然则成为两族交流的桥梁，他们的血脉契约让2种截然不同的妖力能够完美融合，创造出全新的战斗方式。看这个，沈萧然兴奋地向静言展示他的新能力，9条尾巴分别凝聚不同属性的妖力，火、水、风、雷。以前最多同时控制3种，现在9种都没问题。静言也发现自己对玄猫力量的掌控达到了新高度，不需要刻意引导，图腾就能随心意显现，甚至能局部强化特定部位。最惊人的是，他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兽化成一只巨大的玄猫，速度和力量都成几何倍数增长，这是族长级别的能力。静兰满意地看着侄子轻松跃上10米高的岩壁，灵珠契约让你提前掌握了本该在成年礼上获得的力量。第3天傍晚，全村人聚集在中央广场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沈萧然已经完全适应了9尾状态，甚至能收起部分尾巴伪装成低阶狐族。静言则学会了如何将玄猫之力注入武器，使普通刀剑也能伤到影猫这类灵体生物。明天黎明出发。静兰站在高台上宣布，根据斥候最新情报，妖管局的叛徒们已经聚集在城西教堂，幽冥裂隙的开启仪式进入最后阶段。白婆婆补充道，我们的目标是阻止仪式完成，同时夺回灵珠的控制权。记住，一旦幽冥裂隙完全打开，影猫大军涌入人间，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人群沉默下来，他们中许多人都亲身经历过20年前的惨剧，知道影猫的残忍与强大。篝火晚会后，静言发现沈萧然独自坐在村落边缘的一块巨石上，望着星空发呆。9条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在月光下如同流动的银河。在想什么？静言跃上巨石，在他身边坐下。沈萧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靠过来，头枕在静言肩上。如果明天我失控了怎么办？他轻声问。完全体的9尾狐力量太强，我有时候感觉不像自己。静言握住他的手，10指相扣。那我就把你拉回来。他抬起另一只手，展示玄猫图腾。我们之间有契约，记得吗？沈萧然笑了，但眼中仍有忧虑。万一契约不够呢？灵珠的力量有时候会有自己的意志。静言转身面对他，额头抵着额头，用玄猫一族最古老的语言念道：以血为誓，以魂为契，日月同辉，生死与共。这是玄猫最庄重的守护誓言，一生只能对一个人说一次。沈萧然的惊瞳微微扩大。你知道这誓言的意思吗？当然。静言直视他的眼睛。我的生命与你绑定，无论轮回多少次，我都会找到你。沈萧然的呼吸变得急促，9条尾巴不自觉地缠上静言的身体，狡猾的猫。他们的唇即将相触的瞬间，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这一刻。静兰气喘吁吁地跑来。事后急报，幽冥裂隙的开启速度加快了，他们打算今晚就完成仪式。沈萧然和静言同时站起，所有柔情蜜意瞬间被战斗意志取代。召集所有人。静言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即刻出发。沈萧然的9条尾巴完全展开，在月光下如同战旗，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城西废弃教堂的尖顶刺破夜空，乌云在它周围旋转，形成一个诡异的漩涡。静言蹲伏在对面建筑的阴影中，猫瞳收缩成一条细线，捕捉着教堂周围的每一个动静。至少有30个守卫。他低声对身旁的沈萧然说，都是妖管局特勤组的装备，但气息不对，有影猫的味道。沈萧然9条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金瞳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外围交给我们，你和兰叔直取教堂内部。他指向教堂侧面的一个破损彩窗，从那里突破。静言点头，转向身后潜伏的2族战士。玄猫与9尾狐混编的小队已经就位，每一张脸上都写满决绝。20年的隐忍与等待，就为今夜这一战。静兰手持青玉剑，做了个手势，记住，我们的目标是阻止仪式完成。一旦幽冥裂隙完全打开，影猫大军涌入，一切都晚了。白婆婆拄着胡头拐杖走上前，灵珠会指引你们，无论发生什么，相信彼此。静言与沈萧然对视一眼，无需言语，血脉契约已经传递了所有情感。沈萧然突然凑近，在静言唇上落下一个亲吻。待会见，小猫。下一秒，沈萧然化作一道银光，冲向教堂正门。9条尾巴如同绽放的烟花，瞬间吸引了所有守卫的注意。静言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移开视线，跟随静兰悄然前向侧窗。教堂内部比想象中更加骇人，原本的座椅全被清空，地面刻满了发光的血色符文，形成一个巨大的法阵。
法阵中央悬浮着一道漆黑的裂缝，已经有2米多高，无数影猫形态的黑雾从中探出，又被某种力量拉回。再加快速度，一个身穿妖管局制服的高大男子站在法阵边缘，指挥着几名黑袍人将捆绑的人类祭品推向裂缝，必须在月食完全前打开通道。禁言瞳孔骤缩，那是莫天行，妖管局局长，他竟然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静兰显然也认出了对方，青玉剑发出嗡鸣，原来如此，影猫一族的精神领袖一直潜伏在我们中间，没有时间犹豫了。禁言打了个手势，两人同时跃出。静兰的剑光如银河倾泻，瞬间斩断2名黑袍人的喉咙。禁言则直取莫天行，玄猫图腾在皮肤上闪耀，短刀化为一道金色闪电。终于来了！莫天行不慌不忙地转身，在刀锋即将触及咽喉的瞬间消失了。不是消失，而是化为一团黑雾，又在数米外重组。禁言的攻击落空，差点冲进法阵范围。禁家的崽子！莫天行的声音变得嘶哑低沉，身体开始扭曲变形。你父亲死前也是这么莽撞。他的皮肤裂开，露出下面漆黑的毛发，身形膨胀到3米高，完全变成一只人立而起的巨大影猫，血红的眼睛在黑暗中如同2盏灯笼。莫大人！一个黑袍人惊慌地喊道，裂隙不稳定，需要更多祭品，那就用他们。莫天行，或者说影猫王狞笑着指向冲入教堂的九尾狐和玄猫战士们，高等妖族的血更能滋养通道。禁言正要再次进攻，教堂大门突然爆炸开来。沈萧然站在门口，9条尾巴完全展开，每一条都缠绕着不同属性的妖力。他身后是白婆婆和其余战士，显然外围战斗已经结束。莫天行，沈萧然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威严，或者说影猫王莫名。影猫王大笑，聪明的小狐狸，可惜太迟了。他猛地一挥手，几名黑袍人将最后几个人类祭品推进裂隙。凄厉的惨叫声中，裂隙剧烈震动，扩大到接近3米高。更多的影猫黑雾从中涌出，这次他们没有被拉回去，而是在教堂内凝聚成型。阻止他！白婆婆高喊，裂隙快要完全打开了。混战瞬间爆发，禁言与沈萧然背靠背站立，一个用玄猫图腾斩灭影猫，一个用9尾妖力净化黑雾。但敌人太多了，而且每消灭一只，裂隙中就会涌出更多，必须关闭裂隙。静兰一边战斗一边靠近两人，灵珠是唯一能封印他的钥匙。影猫王听到了这话，发出刺耳的笑声。没错，但你们知道怎么使用灵珠吗？他轻松避开一名玄猫战士的攻击，爪子一挥就将其撕成2半。他需要宿主的生命为代价。沈萧然身体一震，金瞳中闪过一丝决然。禁言立刻通过契约感知到他的想法，不，绝对不行。禁言，沈萧然在混战中抓住他的手，灵珠选择我们是有原因的，他需要。闭嘴！禁言粗暴地打断他，一定有其他办法。影猫王似乎很享受这一幕，多么感人的一幕啊！可惜他突然冲向法阵中心，爪子插入自己的胸口，掏出一颗漆黑的心脏。祭品不够，那就用我的半颗心。黑色心脏落入裂隙的瞬间，整个教堂剧烈震动，裂隙疯狂扩张，转眼间就达到了5米高、3米宽，完全稳定下来。无数影猫如潮水般涌出，其中一些甚至开始凝聚实体。完了！白婆婆面如死灰，幽冥裂隙完全打开了。影猫王站在裂隙前，张开双臂，欢迎来到新世界，我的子民们！绝望笼罩着众人，就连静兰也停下了攻击，脸色苍白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影猫从裂隙中涌出。按照这个速度，不出1个小时，整座城市就会被影猫淹没。就在这时，沈萧然突然笑了，莫名，他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教堂。你犯了个错误。影猫王转身，哦，你刚才说灵珠需要宿主的生命为代价。沈萧然的9条尾巴开始发光，但你没说需要几个宿主。禁言猛地转头，沈萧然，不要，太迟了。沈萧然已经冲向裂隙，9条尾巴如同9把利剑，直指影猫王。后者显然没料到这一举动，仓促迎战却被9种不同属性的妖力同时击中，惨叫一声跌入裂隙边缘。白婆婆！沈萧然高喊，告诉我咒语。白婆婆老泪纵横，却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以心为引，以魂为桥，9尾归一，灵珠要事。沈萧然站在裂隙前，回头看了禁言最后一眼。对不起，小猫，这次我必须要先走了。不！禁言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玄猫图腾瞬间覆盖全身，速度提升到极致，冲向沈萧然。沈萧然已经开始念咒，灵珠在他体内发光，9条尾巴逐渐融合为一，形成一道耀眼的光柱，射向裂隙。就在光柱即将接触裂隙的瞬间，禁言撞开了沈萧然。禁言！沈萧然摔倒在地，眼睁睁看着禁言代替自己站在了裂隙前。以血为誓，以魂为契。禁言的声音低沉而坚定，玄猫图腾脱离皮肤，在空中形成一个复杂的阵法，日月同辉，生死与共，命换命尽数。静兰失声惊呼：不！禁言！阵法完成的瞬间，禁言的身体开始发光，变得透明。他转头看向沈萧然，嘴角挂着那抹熟悉的带着点无奈的笑。这次换我守护你。说完，他的身体化为无数光点，被吸入裂隙之中。禁言！
沈萧然的惨叫响彻云霄，他扑向裂隙，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裂隙开始不稳定的震动，影猫们发出惊恐的嘶叫，一个个被吸回黑暗中。影猫王莫名挣扎着想爬出裂隙边缘，不可能，玄猫的命换命禁术怎么会影响裂隙？沈萧然跪在地上，金童失去了所有神采，他能感觉到血脉契约的另一端正在消失，近年的灵魂正在被裂隙吞噬。不，绝不！沈萧然突然站起来，9条尾巴再次展开，灵珠在他胸口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光。奶奶，还有什么方法能进入裂隙？白婆婆摇头，一旦进入就告诉我。沈萧然的声音已经不像人类，更像是某种远古生物的低吼。九尾焚天，白婆婆颤抖着说，燃烧所有尾巴的力量，但你会。沈萧然没等他说完就开始行动，9条尾巴同时燃起银白色的火焰，他的身体逐渐离地悬浮，灵珠的光几乎让人无法直视。小然，不要！白婆婆哭喊着，你会魂飞魄散的。沈萧然充耳不闻，金瞳中只剩下裂隙的方向。禁言，等我！银光一闪，他如流星般冲入裂隙。黑暗，无边的黑暗。禁言感觉自己正在消散，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都在被这无尽的虚无吞噬。这就是死亡吗？他模糊地想。至少沈萧然安全了。禁言，熟悉的声音，不可能是幻觉吗？一道银光刺破黑暗，沈萧然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他的9条尾巴燃烧着，照亮了小片区域，但火焰正在迅速减弱。白痴狐狸！禁言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你来干什么？”沈萧然游到他身边，紧紧抱住他正在消散的身体，带你回家。他吻住禁言的唇，灵珠从自己胸口缓缓浮出，悬浮在两人之间。灵珠真正的用法，沈萧然在亲吻间隙轻声说，不是牺牲，而是唉。这个字没有说出口，但禁言懂了。灵珠开始旋转，散发出柔和的金光，照亮了两人的脸。在这光芒中，禁言看到了一切。九尾狐与玄猫的2位先祖，为了对抗影猫入侵，自愿将心脏炼化成灵珠，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爱。只有真心相爱的宿主，才能激发灵珠真正的力量。金光越来越强，逐渐充满整个裂隙。影猫们的惨叫从远处传来，但禁言已经听不见了。他的全部感官都被沈萧然占据，他的气息，他的温度，他眼中那份跨越了20年的执着。我不会再失去你了。沈萧然的声音带着哭腔，绝不。金光爆发，晨光透过破碎的彩窗照进教堂，裂隙已经消失无踪，只留下地面上焦黑的法阵痕迹。白婆婆和静兰等人或跪或站，全都盯着法阵中央那2个相拥的身影。禁言首先动了动，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更惊讶的是，怀中的沈萧然也完好无损，9条尾巴安然无恙地环绕着两人，他们额头相抵，呼吸交融。我们没死？禁言沙哑地问。沈萧然笑了，眼中含着泪，显然没有。他点了点禁言的额头，不过你多了些东西。禁言摸向自己的额头，触到一个微热的印记，9尾狐的家徽。与此同时，他看到沈萧然额头上多了一个玄猫图腾，灵珠的祝福。白婆婆走过来，声音里满是敬畏，两族血脉彻底融合，1000年来的第一次。静兰扶起两人，指向教堂角落的一团黑色灰烬，莫名试图逃跑，但裂隙关闭时的力量反噬了他。禁言环顾四周，影猫和黑袍人全都消失了，只剩下2族的战士们在检查战场。一切都结束了，以一种他没想到的方式。所以他转向沈萧然，我们现在是一对额头长奇怪图案的笨蛋。沈萧然调皮的眨眨眼，随即被禁言拉入怀中。禁言低头吻住沈萧然，吻很轻，却胜过千言万语。当晨光完全驱散阴霾时，禁言才不舍得放开怀中人。回家？他问。沈萧然将尾巴缠上他的手臂，金瞳中盛满笑意。回家。A 大校园的樱花开了第3遍时，关于那对传奇情侣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歇。听说了吗？文学院的沈学长今天又把尾巴露出来了。食堂里，一个大一新生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整整6条，银光闪闪的。真的假的？不是说上次事件后所有妖怪都隐藏起来了吗？他的同伴瞪大眼睛，骗你干嘛？就在刚才的古典文学课上，靳学长给他递了张纸条，沈学长一高兴就新生突然晋升，惊恐地看向门口。禁言单手插兜站在食堂入口，黑色高领毛衣衬得肤色冷白，额前的碎发下隐约可见一个银色弧纹。他锐利的目光扫过瞬间安静下来的食堂，最后定格在角落里一个银发身影上。37秒。禁言走到沈萧然对面坐下，敲了敲腕表，比昨天慢了。沈萧然从书本中抬头，金瞳在阳光下像融化的蜜糖。谁让你非要参加那个无聊的教研会？他推过一碗包好的虾仁，给你留的，再不吃凉了。禁言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拿起筷子。食堂里重新响起嗡嗡的议论声，但都刻意压低了音量。3个月前，当他们重返校园时，这种关注几乎无处不在。毕竟一个是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高冷校草，一个是身份从 Omega 校花变成9尾狐少主的传奇人物。下午什么课？禁言吃掉最后一个虾仁，
自然地拿过沈萧然喝了一半的奶茶。妖界近代史白副局长的特别讲座。沈萧然用尾巴尖戳了戳静言的手背，话说你能不能别老瞪白副局长，人家好歹是我奶奶的养子。静言轻哼一声。白景瑜，妖管局新任副局长，白孔雀成精，沈萧然祖母的养子兼九尾狐族现任外务长老。自从1个月前作为特别督导入驻 A 大，这位优雅到令人发指的孔雀精就时刻围绕在沈萧然身边，美其名曰协助控制九尾力量。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静言压低声音。沈萧然扑哧笑出声，9条尾巴瞬间炸出，又迅速收回，这是力量控制还不熟练的表现。静言立刻伸手按住他的后颈，玄猫之力缓缓注入，帮助平衡躁动的妖力。吃醋的小猫真可爱。沈萧然趁机凑近，在静言嘴角偷了个吻，引起周围吃瓜的同学一片道抽冷气的声音。静言耳尖泛红，却也没躲开。自从幽冥裂隙事件后，两人之间的亲密越发自然，那些曾经需要小心翼翼试探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对了，沈萧然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奶奶寄来的，说是在老宅找到了这个。静言接过信封，里面划出一张泛黄的照片，2个小男孩肩并肩坐在树上，黑发的那个一脸严肃，银发的则笑得灿烂。照片背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小妍和小然，永远的朋友。你小时候就这么爱笑？静言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上的银发小男孩。你小时候就这么臭脸？沈萧然靠在他肩上，不甘示弱地说，不过我喜欢。就在两人准备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当中时，一个修长的身影悄然无息地出现在他们桌前。白景瑜今天穿着一袭月白色长衫，银发用玉簪半挽，举手投足间自带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下午的课提前半小时，他声音轻了，目光在沈萧然贴着静言的肩膀上停留了1秒。沈萧然，你祖母要我监督你完成九尾控制训练。静言眯起眼睛，玄猫的领地意识让他不自觉地释放出一丝威压。白景瑜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优雅地转身离去，留下一阵淡淡的雪松香气。他绝对是故意的。静言咬牙。沈萧然笑着捏了捏他的手指，走吧，上课去，晚上天台见。天台，这个他们出狱的地方，如今成了两人的秘密基地。每当沈萧然的妖力控制遇到瓶颈，或是静言被玄猫本能困扰时，他们就会带着炸鸡和啤酒上去，一边看星星一边练习。傍晚的天台被夕阳染成金色，沈萧然盘腿坐在地上，9条尾巴在身后呈扇形展开，每一条都泛着不同的微光。静言站在他面前，双手结印，玄猫图腾在皮肤上流转。专注，静言指导道，想象每条尾巴都是一只独立的手，但同时受你控制。沈萧然皱眉，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完全体的九尾力量比他想象中更难驾驭，特别是在情绪波动时，尾巴总是不受控制的想要冒出来，太难了。他泄气地垂下肩膀，昨天在浴室差点把莲蓬头拆了。静言嘴角抽了抽，想起昨晚听到的巨响和随后的惨叫，他蹲下身与沈萧然平视，看着我。沈萧然抬起金瞳，呼吸，跟着我的节奏。静言引导他慢慢调整呼吸，同时释放出玄猫之力环绕两人，感受我的妖力，让它成为你的锚点。这是他们最近发现的技巧。静言的玄猫之力能够稳定沈萧然的九尾妖力，就像灵珠平衡两界那样。渐渐的，沈萧然的尾巴不再乱晃，而是随着呼吸有规律的摆动。成功了！沈萧然眼睛一亮，随即又泄了气。但在外面不可能一直贴着你啊。静言挑眉，为什么不能？沈萧然正要反驳，突然耳朵一动，天台门被推开了。白景瑜优雅的迈步而出，手中捧着一个锦盒。打扰了。他微微颔首。沈萧然，这是你祖母托我转交的凝神香，有助于控制妖力。静言站起身，不动声色地挡在沈萧然前面。谢谢，给我就行。白景瑜似笑非笑。静同学似乎对我很有意见。没有。静言面无表情，只是不喜欢有人打扰我们训练。气氛一时有些凝固。沈萧然赶紧爬起来打了个圆场。谢谢白副局长。奶奶还好吗？她很好，只是最近一直很担心你。白景瑜将锦盒递给沈萧然，指尖有意无意地擦过他的手背，毕竟完全体九尾几百年才出一个，族里都指望你。静言一把拉过沈萧然的手，我们会处理好的。白景瑜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人一眼，转身离去。直到他的脚步声完全消失，静言才松开手，脸色阴沉。哇哦！沈萧然转头戳了戳静言的脸，这醋劲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化形了。静言捉住他作乱的手指，他不只是来送香的。沈萧然点头，表情也严肃起来。你也感觉到了那股奇怪的妖气？虽然很淡。静言皱眉，和影猫类似，但又不太一样。两人沉默下来。自从封印幽冥裂隙后，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最近校园里又开始出现奇怪的传闻，有学生在深夜看到黑影闪过，第二天就高烧不退，图书馆的书籍莫名被撕毁，残留的爪痕不像任何一只妖族。明天去查查最近的事发地点。静言做出决定，如果有余逆。沈萧然的尾巴轻轻缠上他的手腕，我们一起。夜色渐深，两人并肩坐在天台边缘，分享着一盒炸鸡。沈萧然靠在静言肩上，突然问道，毕业后你想做什么？静言思考片刻，
妖管局需要重组，蓝叔希望我回去帮忙。他转头看沈萧然，但你奶奶似乎有其他打算，她想让我回青丘接手九尾狐族。沈萧然做了个鬼脸，但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有第三种选择，比如沈萧然眼睛亮起来，开一所学校，专门收留像我们这样的混血或者特殊妖族，或者环球旅行，找环有没有其他幸存的两族血脉。静言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忍不住低头吻了吻他的鼻尖，都可以，只要你喜欢。真的？沈萧然翻身跨坐在静言腿上，9条尾巴愉快地摆动。那我要列个清单，先去日本看樱花，然后去挪威看极光，还有……静言用一个深吻打断了他的计划。当两人气喘吁吁地分开时，沈萧然的尾巴已经全部炸开，在月光下如同盛开的银莲。控制住，沈同学，静言低笑着提醒，否则明天校园论坛又要爆了。沈萧然撇嘴，却还是乖乖练习起呼吸法。夜风轻拂，带着初夏的温暖和樱花的甜香。在他们脚下，校园安静祥和，仿佛所有的阴影都已远离。但静言知道，无论前方还有什么挑战，他们都会一起面对，就像20年前那个树洞里的小玄猫和小狐狸，就像现在额头相抵的他们，永远在一起。凌晨3点的图书馆地下室比静言想象的还要阴冷，手电筒的光束扫过书架，照亮了那些被撕成碎片的古籍残页。沈萧然蹲在地上，指尖轻触一道焦黑的爪痕，金铜在黑暗中微微发亮。不是影猫，他低声说，但很接近，像是被什么污染过的变种。静言点头，玄猫的夜视能力让他不需要光线也能看清四周。这股残留的妖气确实古怪，有着影猫的腐朽味道，却又混杂着其他东西，让他后颈的毛发不自觉地竖起。第3个现场了。静言翻看手机里的记录，同样的破坏模式，古籍区，凌晨作案，只撕特定类型的书，妖界封印术和古老契约。沈萧然接上他的话，站起身时不小心碰到身后的书架，第7条尾巴不受控制地炸了出来，扫落几本书。该死，又来了！静言立刻伸手按住他的后颈，玄猫之力缓缓注入，深呼吸，别抵抗他。沈萧然闭上眼，随着静言的引导调整呼吸。自从完全体觉醒后，他的力量就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特别是在情绪波动或遇到危险时。第7条尾巴不甘心地摆动几下，终于慢慢收回。进步了，静言嘴角微扬，比上次快了3秒。沈萧然刚要反驳，突然耳朵一动，有人来了。两人瞬间隐匿气息，躲到书架阴影处。沉重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伴随着手电筒晃动的光束。一个保安慢悠悠地巡视着，嘴里哼着走调的小曲。就在保安即将离开时，一道黑影突然从天花板扑下，小心！静言箭步冲出，玄猫图腾在手臂上闪现，一把将保安推开。黑影落地无声，在光束中显露出真容，形似影猫却更加瘦长，前爪异常发达，眼睛是浑浊的黄色。他盯着静言，喉咙里发出咯咯的怪笑。退后！沈萧然甩出3条狐尾，银光如鞭抽向怪物。怪物敏捷地避开，却撞上了静言预判位置的短刀，黑血喷溅，发出刺鼻的腐臭味。受伤的怪物发出刺耳尖叫，突然自爆成一团黑雾，从通风口逃走了。保安瘫坐在地上，脸色惨白。那是什么东西？沈萧然迅速检查了通风口，跑了。他转向保安，你没事吧？有没有被伤到？保安茫然地摇头，眼神逐渐涣散。静言蹲下身，发现他后颈有一个细小的针孔，周围皮肤已经开始泛青，中毒了。静言立刻拨通静兰的电话，我们需要支援 A 大图书馆，有人被不明妖物所伤。挂断电话，沈萧然正用狐火净化空气中的毒素。那东西他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的吧？静言点头，太巧合了，刚好在他们调查的第3个晚上就遭遇袭击。更奇怪的是，怪物明明有机会杀死保安，却只是注入毒素，就像某种警告。你觉得？沈萧然犹豫了一下，和妖管局有关吗？静言没有立即回答。自从灵素事件后，妖管局进行了大清洗，但谁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特别是那些比灵素隐藏得更深的。救护车和妖管局特勤组的警笛声打断了思绪。静言拉着沈萧然退到阴影处，先别露面，看看情况。特勤组的人迅速封锁了现场，为首的竟然是白锦鱼。那只白孔雀今晚穿着一身黑色作战服，银发高高竖起，与平日的优雅形象截然不同。他亲自检查了保安的伤口，眉头紧锁，带回去隔离治疗。白锦鱼下令通知医疗部准备抗毒血清。另外，他突然抬头，直直看向静言和沈萧然藏身的方向。两位同学，出来吧。静言啧了一声，拉着沈萧然走出阴影。特勤组的人立刻紧张起来，手按在武器上。放松！白锦鱼摆手，他们是受害者。他走向两人，声音压低：你们看到了什么？沈萧然简短描述了袭击过程，隐去了他们调查的部分。白锦鱼听完，表情越发凝重：你们不该擅自行动，这类混种妖非常危险。混种妖！静言敏锐地抓住关键词，所以妖管局知道他们的存在。白锦鱼的金色瞳孔微微收缩，最近才发现的，某种将影猫残魂与其他妖怪强行融合的禁术产物。
他看了眼正在被抬走的保安，这件事不要声张，明天我会亲自向你们解释的。说完，他转身指挥清理现场，明显是在回避更多问题。静言和沈萧然交换了一个眼神，悄悄退出了图书馆。晨光熹微时，两人坐在天台上分享一盒牛奶。静言反复查看昨晚拍到的怪物照片，眉头紧锁。看这里，他指着怪物爪子的特写，关节处有缝合痕迹，像是被拼凑起来的。沈萧然咬着吸管点头，而且他逃跑前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认识我。静言手机突然震动，是静兰发来的加密信息，保安脱离危险。毒素分析显示含有人工合成的妖力抑制成分，与3年前妖管局某废弃项目吻合。小心白，果然有问题。静言把手机递给沈萧然，兰叔让我们小心白锦瑜。沈萧然皱眉，但他是我奶奶，信任不代表盲目。静言打断他，今天他说混种妖时太熟练了，像是早就知道。沈萧然沉默片刻，突然抓住静言的手，今晚我们去禁区看看。A 大校园西北角有一片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废弃实验楼，校方声称是因为石棉污染，但校园传说那里曾经是某个秘密研究所。更重要的是，昨晚怪物逃跑的方向正是那边。太危险，静言反对，至少等兰叔，所以才要现在去。沈萧然眼中闪烁着固执的光，如果白副局长真的有问题，他明天解释时一定会准备好说辞。我们要的是出其不意。静言知道那个表情，小时候的沈萧然决定偷溜去看流星雨时就是这副模样。劝说无效，只能陪着风。那我们日落前再去。他妥协道，我先准备些符咒。沈萧然笑着凑近，在他唇上轻啄一下，就知道你会同意。这个简单的触碰却让静言心跳加速，即使已经亲密无间，沈萧然的每个小动作依然能让他心头颤动。他扣住对方的后脑，加深了这个吻，直到沈萧然的尾巴全部炸开才松开。控制训练不及格。静言坏笑着抹去他唇上的水光。沈萧然红着脸用尾巴抽他，混蛋猫。夕阳西沉时，两人潜入了禁区。废弃的实验楼比想象中还要破败，墙壁上爬满藤蔓，窗户大多破碎。但奇怪的是，地面非常干净，像是经常有人走动。有人。静言突然拉住沈萧然，指向3楼的一个窗口，那里隐约有蓝光闪烁，像是某种法术阵。两人悄无声息地摸上楼，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间被改造成实验室的房间。透过门缝，他们看到白锦瑜背对着门口，正在一个复杂的法阵中央调试某种仪器，仪器上悬浮着一团黑雾，正是昨晚那种怪物的气息。他在制造混种妖。沈萧然用灵石传音，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静言刚要回应，身后突然传来咔嗒一声，是爪子踩碎玻璃的声音。两人猛地回头，3只混种妖不知何时已经包围了他们，黄眼睛在黑暗中发亮。最可怕的是，这些怪物身上竟然穿着妖管局特勤组的制服碎片。房间里的白锦瑜似乎察觉到了异常，脚步声向门口靠近。千钧一发之际，静言抱起沈萧然，撞破窗户跳了出去。跑！落地瞬间，静言拽着沈萧然冲向围墙，身后传来白锦瑜的喊声和怪物们的嘶吼。沈萧然边跑边回头，看到白锦瑜站在窗口，脸上是他从未见过的狰狞表情。围墙近在咫尺，突然又一只混种妖从侧面扑来，静言挥刀斩击，却被他灵巧避开。怪物直取沈萧然后心，利爪闪着寒光。滚开！沈萧然暴怒，7条虎尾同时爆发，银光如潮水般将怪物淹没，但力量失控了，虎火不受控制地向四周蔓延，甚至波及到了围墙外的树林。静言看到沈萧然脸上痛苦的表情，第7条尾巴的力量太强，正在反噬宿主。沈萧然，收力！静言不顾危险冲入银光，玄猫图腾全开，硬生生扛着妖力风暴抱住他。我控制不住沈萧然的声音带着哭腔，他在吞噬我。静言紧紧抱住他，额头相抵，看着我，只看着我，呼吸跟着我的节奏。渐渐的，沈萧然的呼吸平稳下来，虎火一点点收回，但换来的代价是静言全身被灼伤，玄猫图腾暗淡无光。笨蛋！沈萧然颤抖着抚摸静言脸上的伤痕，为什么要冲进来？静言勉强扯出一个笑容，因为你是我的狐狸啊。远处传来警笛声，两人不敢久留。翻出围墙后，静言强撑着给静兰发了定位和简讯，随即眼前一黑，倒在沈萧然怀里。再次醒来时，静言发现自己躺在熟悉的宿舍床上，沈萧然蜷缩在床边椅子上睡着了，9条尾巴无意识地缠绕着静言的手腕。窗外已是正午，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他疲惫的脸上。静言轻轻动了动，全身立刻传来剧痛。沈萧然瞬间惊醒，经瞳中满是血丝。你醒了。他扑到床边，又赶紧控制住力道。还疼吗？兰叔说你的伤。白锦瑜呢？静言嘶哑地问。沈萧然的表情阴沉下来，跑了。兰叔带人搜查了禁区，但实验室已经被清理干净。他递给静言一部手机，不过我们拍到了这个。视频中是白锦瑜的实验室，墙上贴满了照片和文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发黄的设计图，标题是混种妖计划，右下角赫然盖着妖管局最高机密章和局长的签名印章。局长。
静言震惊的抬头，莫天行死后，现任局长是周旋。沈萧然接上他的话，妖管局创立者之一，据说已经300多岁的鹤妖。静言回想起白景瑜平日的言行，那些对沈萧然过分的关注，对九尾之力的指导，还有昨晚实验室里的装置，一切突然有了可怕的关联。他们想要制造可控的混种妖军队。静言声音低沉，而完全体九尾狐的力量可能是关键组件。沈萧然握紧他的手，蓝叔已经向长老会报告了，但在证据确凿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静言试图坐起来，却被沈萧然按回床上，别动，你的伤至少要静养3天。没时间了，静言固执地说，如果周旋真的参与其中，整个妖管局都不安全。沈萧然的尾巴焦虑地摆动，那也得等你伤好，我不能再看着你。他的话戛然而止，但静言明白，幽冥裂隙的那次牺牲给沈萧然留下了太深的阴影。好，静言妥协地捏了捏他的手，但我有条件。什么？下次训练我要在场。静言严肃地说，第7条尾巴的反噬太危险，你需要我的玄猫之力平衡。沈萧然撇嘴霸道，但眼中的担忧消散了些许。他俯身轻轻吻在静言额头的弧纹上，成交，我的小猫。窗外一只纯白的雀鸟静静伫立在树枝上，金色瞳孔倒映着房间里的温馨场景。片刻后，它振翅飞向远方，一片羽毛悄然飘落，消毒水的气味让静言皱了皱鼻子。妖管局医疗部的白色病房里，他正进行最后一次伤口检查。3天了，那些被狐火灼伤的痕迹才勉强愈合。玄猫的自愈能力在沈萧然第7条尾巴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再躺2天。静兰收起检查仪器，语气不容反驳，混种妖的毒素还有残留。静言掀开被子坐起来，没时间了。沈萧然呢？在外面和白婆婆通话。静兰压低声音，我们查到了更多关于混种妖计划的资料。静言立刻抬头，周旋真的参与其中。静兰的表情开始变得复杂，不只是参与。这个计划可以追溯到200年前，最初是为了创造对抗影猫的生化武器。他从怀中掏出一块记忆水晶。昨晚我潜入了机密档案室，发现病房门突然被推开，沈萧然快步走进来，银发略显凌乱，金瞳中闪烁着不安。奶奶说白景瑜3天没回青丘了，她感应不到他的气息。静兰迅速收起水晶，正常，他现在是通缉犯。沈萧然摇头，不对劲。奶奶说他和白景瑜之间有血脉感应，就算他隐藏气息也能。他突然停住，盯着静兰手中的水晶，那是什么？静言叹了口气，知道瞒不过狐狸的敏锐。兰叔找到了一些关于混种妖计划的资料。沈萧然立刻凑过来，尾巴不自觉地缠上静言的手臂。这个亲密的小动作让静言心头一暖。自从力量失控事件后，沈萧然对他的依赖越发明显，仿佛只有贴着静言才能安心。静兰激活了记忆水晶，一段全息影像在空中展开，那是某个古老实验室的记录。画面中数个铁笼里关押着不同妖族，许多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们注射某种黑色液体。这是活体实验。沈萧然声音发颤。影像跳转到下一个片段，一个长着翅膀的猫妖痛苦地蜷缩在地上，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最终破体而出，正是他们见过的混种妖雏形。200年前，妖管局成立初期。静兰关闭影像，周旋当时就是首席研究员。静言胃部一阵绞痛，所以整个妖管局从一开始就是不。静兰摇头，只有最高层知情，大多数成员和我们一样，以为自己在维护2界平衡。沈萧然突然抓住静言的手，看日期。静言重新激活水晶，仔细查看记录时间，20年前九尾狐与玄猫灭族事件的前1周。他们在准备什么？静言声音低沉，需要清除2族才能进行。静兰的表情更加凝重。我查了后续资料，灵珠不仅是平衡2界的关键，更是唯一能控制完全体混种妖的控制器。周旋原本计划在灭族后夺取灵珠，但没想到妈妈把它封印在了我体内。沈萧然轻声说，手指无意识地抚上胸口的灵珠印记。病房陷入沉默。窗外，夕阳将云层染成血色，为房间蒙上一层不祥的红光。我们需要更多证据。静言最终打破沉默，直接指控妖管局局长太冒险。静兰点头，我已经安排可靠的人继续调查，你们2个暂时别轻举妄动，特别是你。他严厉地看向静言，伤还没好全。沈萧然突然站起身，我去给你买点吃的。没等静言回应，就匆匆离开了病房。静言皱眉，他不对劲，担心是正常的。静兰叹气，发现敬爱的长辈可能是杀母仇人。静言摇头，掀开被子下床，不只是这样。自从力量失控后，他通过契约传来的情绪很混乱。他抓起外套，我去找他。校园小径上已经亮起路灯。静言循着契约感应，最终在人工湖边的长椅上找到了沈萧然。银发青年抱膝坐着，9条尾巴无力地垂在身后，在夜色中像一团即将熄灭的萤火。食堂可不在这个方向。静言在他身边坐下。沈萧然没有抬头，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静言轻轻揽住他的肩膀，关于周旋，关于一切。沈萧然的声音闷闷的，妈妈为什么会发现那个秘密？她为什么不逃走，而是选择把灵珠给我？如果我当时再强一点。静言转过他的脸，强迫他看着自己，那不是你的错。
那时候你才5岁。沈萧然的金瞳中盈满泪水，但我现在不是5岁了，我有9条尾巴，有灵珠，还有你，可我还是害怕。他抓住禁言的手按在自己胸口，每次使用力量，我都怕控制不住，怕伤到无辜的人，怕失去大家，怕失去你。禁言感到心脏被狠狠揪紧，他见过沈萧然狡黠的笑，挑衅的眼神，战斗时的狠厉，却从未见过这样的脆弱。这比任何伤口都让他疼痛。听着，禁言捧住他的脸，额头相抵，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你的力量不是诅咒，而是礼物，我们会一起学会控制它。就像他的话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靳兰发来一条简讯：紧急，白锦瑜出现在旧城区废弃教堂，带着4只混种妖，疑似准备某种仪式，速来。两人对视一眼，同时起身，通知兰叔等支援。沈萧然已经开始向校门口跑去，禁言追上他，我们应该等，没时间了。沈萧然回头，金瞳中闪烁着决绝的光。如果他要进行的是灵珠抽取仪式呢？我的族人说过，月食之夜是唯一能强行取出灵珠的时机。禁言抬头看向天空，月亮已经开始被阴影侵蚀。该死，他怎么没早点注意到？至少让我先准备些符咒。禁言拉住他，如果真是灵珠抽取，我们需要万全准备。沈萧然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两人迅速返回宿舍，禁言从暗格中取出一个檀木盒子，里面是他这些年来收集的各种法器。这个，他拿出一枚古朴的铜钱，用红绳穿好，系在沈萧然脖子上，能暂时干扰抽取阵法。沈萧然摸了摸铜钱，突然轻身抱住禁言，答应我，如果情况危急，你先走。禁言没有回答，只是用力回抱了他一下，然后松开，走吧。废弃教堂比上次见时更加破败，彩绘玻璃所剩无几，月光透过空洞的窗框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诡异的图案。禁言和沈萧然从侧门潜入，隐匿气息向主厅移动，感觉到了吗？沈萧然用灵石传音，那股压迫感。禁言点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妖力波动，像是某种巨大能量正在聚集。随着他们靠近主厅，这股波动越来越强，甚至让禁言的猫毛全部竖起。主厅中央，白锦瑜站在一个复杂的血色法阵中，四周点燃着7根黑色蜡烛。他不再是平日优雅的形象，银发披散，白色长袍上沾满血迹，手中握着一把古刀。最骇人的是他的眼睛完全变成了兽类的树瞳，在黑暗中发着幽光。他在画召唤阵。禁言认出了那些符文，但不是召唤混种妖，而是更古老的东西。沈萧然突然抓紧他的手，看祭坛。法阵后方的小祭坛上摆放着一个水晶容器，里面漂浮着一团熟悉的金光，灵珠碎片。那不是我的，沈萧然声音发颤，是从其他九尾狐身上抽取的。白锦瑜突然抬头，直直看向他们藏身的阴影，来得正好，省得我去找你们。没等两人反应，4只混种妖已经从4面8方扑来。禁言迅速结印，玄猫图腾全开，短刀化作金色流光斩向最近的一只。沈萧然则甩出5条狐尾，银光如鞭抽向另外3只。禁言，小心！沈萧然突然大喊。白锦瑜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禁言身后，古刀直取后心。禁言勉强侧身避开要害，但刀锋还是划过肩膀，带起一蓬血花。更可怕的是，伤口迅速变黑，毒素开始蔓延。玄猫的毒抗对我这刀没用。白锦瑜优雅地甩去刀上的血迹，这是专门为你们2族调制的。沈萧然暴怒，7条尾巴同时爆发荧光。你对我奶奶做了什么？白锦瑜轻笑，那个老狐狸，放心，她很安全，毕竟还需要用它来稳定你的情绪。他打了个响指，混种妖们突然改变战术，全部扑向禁言。禁言！沈萧然想冲过去，却被突然升起的光幕拦住。别急，小狐狸。白锦瑜走向法阵中央，你的对手是我。禁言被4只混种妖围攻，毒素让他的动作越来越迟缓。他看到沈萧然试图突破光幕，却被白锦瑜的古刀逼退。最糟糕的是，月食已经进行到一半，法阵开始发出刺目的红光。知道为什么选你吗？沈萧然。白锦瑜的声音带着残忍的愉悦，因为你是300年来第一个完全体九尾狐，你的灵珠最纯净，最适合做钥匙。钥匙？沈萧然一边周旋一边寻找突破口，打开幽冥裂隙的真正钥匙。白锦瑜狂笑，你以为上次关闭就结束了？那只是表层，裂隙深处沉睡着影猫一族的始祖，而你的灵珠能唤醒他。禁言听到这一切，心急如焚。一只混种妖趁机咬住他的手臂，剧痛让他差点松手。就在这时，他胸口的玄猫图腾突然发热，是血脉契约传来的强烈情绪波动。沈萧然在求救，不顾危险，禁言爆发全部力量，短刀化作金色旋风，将混种妖暂时逼退。他冲向光幕，用染血的双手按在上面。沈萧然。光幕另一侧，沈萧然已经被白锦瑜逼到法阵中央，古刀架在他脖子上，强迫他跪在水晶容器前。最后一步，白锦瑜的声音因过度兴奋而变得扭曲，自愿献祭。沈萧然突然抬头，金瞳直视禁言。通过契约，禁言听到了他无声的讯息：相信我。下一秒，沈萧然主动将手按在了水晶容器上，
灵珠印记爆发出耀眼的金光，顺着他的手臂流向容器中的碎片。白景瑜欣喜若狂，松开前置去接引那股力量。就是现在！沈萧然突然暴起，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铜钱扔向法阵中心。铜钱接触血红符文的瞬间，整个法阵剧烈震动，光芒变得不稳定。不！白景瑜尖叫：“你干了什么？”禁言抓住机会，用尽最后的力气撞向光幕。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他轻易穿透了沈萧然的干扰起了作用。禁言！沈萧然想跑向他，却被白景瑜从背后刺穿肩膀。世界在禁言眼中变成了慢动作。他看到沈萧然倒下，看到白景瑜举起古刀准备致命一击，看到月食达到顶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血脉深处涌出。玄猫图腾脱离皮肤，在空中形成实体。禁言的速度快得留下残影，在白景瑜刀落之前撞开了他。两人滚作一团，古刀在混乱中刺入了白景瑜自己的腹部。嗨嗨！白景瑜难以置信地看着腹部的刀，不可能，玄猫怎么可能？禁言没空理会他，踉跄着跑到沈萧然身边。小狐狸脸色过于惨白，肩膀的伤口不断涌出鲜血，但还活着。坚持住！禁言撕下衣角为他包扎。蓝叔马上就到。禁言！沈萧然虚弱地指向他身后，小心！禁言回头看到垂死的白景瑜爬向法阵，用血手重新绘制符文。你们阻止不了父亲会。父亲！沈萧然挣扎着坐起来。周旋！白景瑜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他给了我永生，而你们……话未说完，他的身体突然开始崩解，化为灰烬飘散在空气中。教堂陷入诡异的寂静，月食逐渐结束，法阵的光芒也随之熄灭。禁言紧紧抱住沈萧然，感受着他微弱但稳定的心跳。结束了？沈萧然轻声问。禁言摇头，只是开始。白景瑜临死前说的话，周旋可能已经……他的话被突然闯入的静兰和特勤组打断。医护人员迅速接手了沈萧然，而静兰则面色凝重地检查法阵残留。你们做得很好。静兰拍拍侄子的肩，但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白景瑜只是棋子，真正的幕后。周旋。禁言接上他的话，他给了白景瑜永生。什么意思啊？静兰摇头，先回去治疗。明天长老会将召开紧急会议，我们需要所有证据。回程的救护车上，沈萧然蜷缩在禁言怀里，9条尾巴无力地垂着。虽然伤口已经止血，但灵珠之力的消耗让他虚弱不堪。禁言，他轻声唤道：“如果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沈萧然的声音越来越小，别管什么计划，直接带我走好不好？”禁言心头一颤，低头吻了吻他的银发。好。他轻轻拨开沈萧然后颈的头发，露出那块最柔软的皮肤。玄猫图腾在指尖亮起微光，禁言用最古老的仪式在那里留下一个永久印记，两族联姻的最高誓言：以血为誓，以魂为契。他低声念道：“日月同辉，生死与共。”沈萧然在他怀中放松下来，嘴角挂着安心的微笑。车窗外，第一缕晨光穿透云层，为两人镀上金色的轮廓。妖管局总部会议室的空气凝固如铅。禁言坐在长老会环形大厅的旁听席上，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膝盖。3天过去了，肩膀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但白景瑜临死前的话仍在脑海中回荡。安静。首席长老，一只年迈的龟妖敲了敲法锤，会议开始。静兰站在中央陈述台前，身后悬浮着数十块记忆水晶。她今天穿着正式的玄猫族礼服，黑色长袍上绣着金色家徽，与平日随性的形象截然不同。诸位长老，静兰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我今日要揭露的是一个延续300年的阴谋。第一块水晶亮起，展示出古老的实验记录。画面中，年轻的周玄正指挥助手给各种妖族注射黑色液体，其中不乏九尾狐和玄猫的族人。周玄局长从妖管局创立之初就在进行禁忌实验，目的是创造完美的人造妖族。静兰切换画面，显示出标有混种妖计划的文件，最初借口是研发对抗影猫的武器，实则第二块水晶展示出一间密室，墙上挂满了各种妖族的解剖图。中央实验台上躺着的赫然是年轻的白景瑜，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改造成半永生体。静兰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因为只有直系血脉才能承受影猫始祖的灵魂碎片。大厅里一片哗然，静言看向身旁的沈萧然，发现小狐狸正死死盯着画面，金瞳收缩成一条细线，9条尾巴在身后绷紧。他悄悄握住沈萧然的手，感受到对方指尖的冰凉。20年前，静兰继续道，周旋策划了九尾狐与玄猫的灭族行动，目的是夺取灵珠。画面切换到一段模糊的影像，周旋与灵素密谈，提到清除障碍和获取钥匙。但他没想到，静兰看向沈萧然，九尾狐族长夫人临死前将灵珠封印在了儿子体内。沈萧然突然站起来，我母亲她是自愿的。静兰点头，她预见了这一切。灵珠选择你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她知道，只有完全体九尾狐与玄猫少主的结合，才能彻底终结周旋的计划。话音刚落，沈萧然胸口的灵珠印记突然发光，一道金光射出，在空中形成新的影像。美丽的九尾狐女子沈萧然的母亲正将一颗发光的珠子按在熟睡的小狐狸腹部，她泪流满面，
却神色坚定。当黑暗降临，影像中的母亲轻声说：“光与影将合二为一。”孩子，记住，只有爱能化解仇恨。影像消散，大厅鸦雀无声。沈萧然微微发抖，静言将他拉回座位，拇指轻轻抹擦他的手背。证据确凿。龟妖长老沉重地说：“但周旋现在何处？”静兰切换最后一块水晶，显示出妖管局地下深处的某个密室。根据白景瑜的记忆，周旋已经找到暂时打开幽冥裂隙的方法。下一次月全食，也就是3天后，他将进行最终仪式。我们必须阻止他。一位九尾狐长老拍案而起：“没那么简单。”静兰摇头：“周旋这300年来积累的力量远超我们想象，直接进攻等于送死。”会议陷入激烈争论。静言却注意到沈萧然的状态不对，他脸色苍白，灵珠印记忽明忽暗，显然在承受某种压力。不舒服？静言低声问。沈萧然摇头，用灵石传音，灵珠在共鸣。我能感觉到幽冥裂隙的波动，周旋比他们想象的更接近成功。静言心头一紧，他借口沈萧然需要休息，提前带他离开了会议室。妖管局总部的空中花园是少数几个没有监控的地方。静言扶着沈萧然在长椅上坐下，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好点了吗？静言递给他一杯温水。沈萧然小口啜饮，灵珠的光芒渐渐稳定，每次月相变化，灵珠就会与幽冥裂隙产生共振。他苦笑：“我现在像个活体警报器。”静言在他身边坐下，轻轻揽住他的肩膀：“兰叔会制定出计划的。”没时间了。沈萧然抬头看向渐暗的天空，我能感觉到周旋的力量在增强。3天后，不是他将要尝试，而是必定成功。静言沉默片刻：“那我们就不等长老会的决议。”沈萧然转头看他，金瞳在暮色中闪闪发亮：“你总是这样，明知危险还往前冲。”因为值得。静言直视他的眼睛：“你值得。”沈萧然突然凑近，额头抵着静言的：“如果这次真的……不会的。”静言打断他，手指轻抚后颈那个守护印记：“记得这个吗？玄猫的永恒誓言，无论轮回多少次，我都会找到你。”沈萧然闭上眼睛，9条尾巴轻轻缠绕上静言的身体：“我爱你，静言。”从5岁起就，静言吻住他，将所有未尽的言语化作这个深吻。当两人分开时，满天星斗已经亮起，为他们的轮廓镀上银边。来，静言突然站起来：“有个地方我想带你去。”妖管局顶层的观星台是静言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父亲常带他来这里辨认星座，讲述玄猫一族与星辰的古老联系。这里，沈萧然环顾四周，突然怔住：“我来过，小时候跟着母亲。”静言点头：“两族关系曾经很好，我父亲和你母亲是挚友，他们经常在这里讨论如何守护灵珠。”沈萧然走向栏杆，俯视脚下的城市灯火，现在却只剩下我们2个。不，静言站到他身后，双手环住他的腰：“我们有彼此，有兰叔和白婆婆，还有那些相信我们的族人，这就够了。”沈萧然靠在他怀里，突然指向东方一颗特别亮的星星：“看，天狼星。母亲说过，那是9尾狐族的守护星。”而那边，静言指向北方，北斗7星，玄猫一族的指引。他低头吻了吻沈萧然的银发：“今晚他们看起来格外近，不是吗？”沈萧然转身面对他，眼中闪烁着决然的光：“我想试试那个。”“哪个？”“完全融合。”沈萧然抓住静言的手按在自己胸口，9尾与玄猫力量的完美结合。母亲影像中说的光与影合二为一。静言皱眉：“太危险了，上次第7条尾巴的反噬就，这次不一样。”沈萧然坚定地说：“我们有灵珠，有守护印记，还有……”他踮脚在静言耳边轻声道：“爱。”这个词让静言心头一颤，他深吸一口气，最终点头，只尝试初步融合，一旦有不适应，立刻停止。两人面对面盘腿坐下，双手相握，额头相抵。静言先释放出玄猫之力，黑色能量如雾气般环绕两人。沈萧然随后调动9尾妖力，银光如水流淌。起初2股力量相互排斥，在接触处迸发出刺眼的火花。放松，静言引导道：“不要抵抗，让它自然流动。”沈萧然调整呼吸，逐渐放开对妖力的控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银光与黑雾开始缓慢交融，形成一种晶莹交织的全新能量。这种能量既不像玄猫之力的凌厉，也不似9尾妖力的柔韧，而是一种兼具两者特性的完美平衡体。静言、沈萧然惊讶地看着缠绕在他们手臂上的能量，这就是先祖们说的共生之力。静言同样震撼，只有灵魂完全契合的2族才能激发。随着能量融合，灵珠也从沈萧然胸口浮现，悬浮在2人之间。它像一颗小太阳般散发着温暖的金光，将融合后的能量进一步纯化。静言感到玄猫图腾在发热，与沈萧然的妖纹产生共鸣，某种古老的记忆涌入脑海。9尾狐与玄猫的2位先祖并肩而立，面对铺天盖地的影猫大军，他们双手相握，晶莹交织的能量形成巨大护盾，保护身后的族人。原来如此。静言睁开眼，灵珠本就是2位先祖共同创造的，它的真正力量需要2族血脉同时激发。
沈萧然若有所思，所以周旋才要同时清除两族。他需要灵珠，但无法使用他的全部力量。实验持续到深夜，当他们终于收力时，两人都大汗淋漓，却精神焕发。融合后的能量不仅没有反噬，反而让双方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这还只是初步融合。静言帮沈萧然擦去额头的汗水，难以想象完全释放会怎样。沈萧然突然扑进他怀里，我们能做到的，对吗？阻止周旋，结束这一切。静言紧紧回报他，当然。然后我们就去环球旅行，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幸存的两族血脉。他亲吻沈萧然的鼻尖，第一站去哪？日本看樱花，挪威看极光。沈萧然笑着纠正，然后在冰天雪地里抱着取暖。两人相视而笑，暂时忘却了即将到来的决战。星光洒在他们身上，仿佛亘古以来就注视着这对命定的伴侣。次日清晨，竟然在观星台找到相拥而眠的两人。他本想责备他们擅自尝试危险的能量融合，但当看到环绕在两人周围那层淡淡的光晕时，所有话都卡在了喉咙里。兰叔，静言警觉地醒来。静兰摇摇头，露出罕见的微笑。看来你们已经找到答案了。他递过一份文件，最新情报。周旋已经秘密转移到了妖管局最底层的禁地，那里有直接连接幽冥裂隙的古老大阵。沈萧然揉着眼睛坐起来，长老会的决议还在争论。静兰冷笑，那群老顽固在讨论程序正义。静言和沈萧然对视一眼，同时开口，我们不等了。静兰似乎早料到这个回答，我就知道。他从怀中取出一把古老的钥匙，这是禁地的备用钥匙，理论上只有局长有权使用，但他狡黠的眨眨眼。玄猫一族当年参与建造妖管局时留了后手。兰叔静言接过钥匙，不知说什么好。别这副表情。静兰拍拍他的肩，我联系了白婆婆，她会在外围接应。另外他严肃起来，根据线报，周旋已经成功将部分影猫始祖的灵魂碎片植入自己体内，他现在的力量无法预估。沈萧然站起身，9条尾巴在晨光中舒展，那就趁月全食前动手。静言也站起来，玄猫图腾在皮肤上流转，今天就去会会这位局长大人。静兰看着眼前这两个年轻人，恍惚间看到了20年前那对挚友，静言的父亲和沈萧然的母亲。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这次他相信结局会不同。小心。最终他只说出这2个字，然后转身离去，留给两人最后的独处时间。沈萧然望着静兰的背影，突然说，我们会赢的。静言握住他的手，当然。两人十指相扣，金银交织的能量再次浮现，比昨夜更加稳定强大。灵珠在沈萧然胸口微微发烫，仿佛在回应他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我的小猫？沈萧然露出那抹标志性的狡黠笑容。静言回以微笑，琥珀色的瞳孔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随时可以，我的狐狸。妖管局总部地下的空气带着陈年的腐朽味。静言贴着潮湿的墙壁前行，玄猫的夜视能力让他能在绝对黑暗中看清每一处细节。沈萧然紧随其后，9条尾巴收敛到最小体积，但仍不时擦过墙壁，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还有3层。静言用灵石传音，手指轻触墙壁上几乎被磨灭的古老标记，禁地入口应该在最底层水池下方。沈萧然点头，金瞳在黑暗中微微发亮。自从进入地下区域，他胸口的灵珠就一直在发烫，仿佛在警告他们即将面对的危险。更令人不安的是，通过血脉契约，他能感受到静言体内玄猫之力的躁动，这是接近强大敌人才有的反应。两人悄无声息地沿着螺旋楼梯下行，随着深度增加，墙壁上的应急灯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消失，只剩下他们自身妖力发出的微光。等等，静言突然抬手示意停下，有声音。沈萧然竖起耳朵，那是一种低频的震动，像是某种巨大生物的心跳，又像是地底深处的机械运转，每一声都让胸腔跟着共振，令人头晕目眩。幽冥裂隙的波动。沈萧然脸色发白，比我想象的还要活跃。静言握住他的手，感受到对方指尖的颤抖。还能继续吗？沈萧然深吸一口气，灵珠的光芒稍稍稳定，必须继续。最后一段楼梯尽头是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上面刻满了封印符文。静言取出静兰给的钥匙，一枚形似猫爪的古铜色物件轻轻插入锁孔。3、2、1，随着倒数结束，钥匙转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门开的瞬间，一股阴冷的气流扑面而来，夹杂着某种腐朽的甜腻气味。静言本能地将沈萧然护在身后，短刀已然出鞘。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间，中央是一个干涸的水池，池底刻着复杂的阵法图案。而最骇人的是，水池周围竖立着数十个透明培养舱，每个里面都漂浮着一具妖族尸体，有九尾狐、玄猫、羽族，甚至还有年幼的混血种。天啊！沈萧然捂住嘴，金瞳剧烈收缩。通过灵珠，他能感受到那些尸体中残留的痛苦与绝望。静言的手紧握成拳，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这些尸体上的伤痕表明，他们在死前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而这一切都出自那个被尊为守护者的周旋之手。终于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黑暗中响起，紧接着培养舱一个个亮起惨白的光，照亮了整个空间。水池对面的高台上站着一个瘦高的身影，周旋。
与静言想象中不同，这位传说中的妖管局局长看起来平凡至极，花白的头发，普通的五官，一身简朴的灰色长衫，唯有那双眼睛漆黑如墨，没有一丝眼白，仿佛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静家的孩子和白羽的儿子。周旋的声音带着诡异的回音：“我等你很久了。”灵珠再提。沈萧然浑身一震，白羽是他母亲的名字，已经20年没人提起过了。你不配提他。沈萧然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3条尾巴不受控制地炸出。周旋微笑，那笑容让静言后颈的毛发全部竖起。你母亲很勇敢，临死前还想着保护你。他缓步走下高台，可惜他不明白这一切的意义。什么意义？静言挡在沈萧然前面，屠杀2族，活体实验，还是把你儿子变成怪物？周旋的表情第一次出现波动。白锦鱼本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先驱，但他太软弱，太感情用事，他的身体突然扭曲变形，背部隆起，一对漆黑的羽翼破体而出，而我将亲自完成使命。最后一句话已经不像人类的声音，而是多种生物声线的混合体。周旋的身体不断膨胀，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最终撕裂表皮。那是一只半河半猫的怪物，全身漆黑，唯有眼睛是血红色的。它融合了影猫始祖的碎片。沈萧然惊呼：“小心！”静言！怪物周旋振翅飞起，无数黑色羽毛如利箭般射来。静言迅速结印，玄猫图腾全开，形成护盾挡住大部分攻击，但仍被几根羽毛划伤，伤口立刻泛黑，毒素迅速蔓延。静言！沈萧然甩出5条虎尾，银光如鞭抽向空中的怪物，同时用另一条尾巴缠住静言的手腕，注入净化之力。周旋轻松避开攻击，发出刺耳的笑声：“没用的，孩子们，我已经活了300多年，研究了每一种妖族的弱点。”他突然俯冲下来，利爪直取沈萧然胸口，包括九尾狐。静言忍着剧痛扑上前，短刀与利爪相撞，火花四溅，力量悬殊太大，他被重重击飞，撞在远处的培养舱上，玻璃碎裂声刺耳。静言！沈萧然目眦欲裂，7条尾巴同时爆发银光，逼退周旋。你怎么样？静言咳出一口血，勉强站起来。没事，小心后面。周旋不知何时已经绕到沈萧然身后，羽翼如刀横扫。沈萧然勉强避开要害，但仍被划伤背部，鲜血瞬间浸透了白衬衫。看到沈萧然受伤，静言体内的某种东西突然爆发了，玄猫图腾脱离皮肤，在空中形成实体，他的身形在光芒中变化，完全兽化成一只巨大的黑豹，金瞳如炬，獠牙森然。哦，周旋饶有兴趣的挑眉，玄猫完全踢，有意思。黑豹静言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扑向周旋，利爪在其胸口留下深深伤痕。周旋痛呼一声，黑色血液喷涌而出，但伤口几乎瞬间就愈合了。没用的。周旋狞笑，我体内有影猫始祖的不死特性。沈萧然趁机绕到水池另一侧，检查中央的阵法。灵珠在胸口剧烈跳动，向他传递着信息。这是个古老的空间传送阵，已经激活了大半，只差最后一步。禁言！沈萧然用灵石传音，他在准备打开幽冥裂隙的真正入口，必须破坏那个阵法。黑豹禁言听到呼唤，立刻改变策略，不再与周旋纠缠，而是冲向水池。周旋察觉意图，发出一声尖笑，整个地下空间突然震动起来，天花板开始崩塌，巨石砸向水池。小心！沈萧然甩出所有尾巴，形成保护罩挡住落石。禁言趁机跃入水池，短刀直刺阵法中心。不！周旋暴怒，双翼完全展开，无数黑色羽毛如暴雨般射向禁言。千钧一发之际，沈萧然跳到禁言身前，9条尾巴完全展开，形成银色屏障，羽毛刺入尾巴，黑血直流，但他半步不退。沈萧然！禁言恢复人形，接住摇摇欲坠的沈萧然。没事。沈萧然强撑着站起来，阵法还没完全破坏。周旋降落在水池边缘，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多么感人啊！可惜一切都太迟了。他指向头顶，月全食已经开始，幽冥裂隙即将完全打开。确实，透过崩塌的天花板，可以看到月亮正被阴影逐渐吞噬。更可怕的是，随着月食进行，水池中的阵法开始自动修复，符文一个接一个亮起血红色的光。现在怎么办？沈萧然紧握禁言的手，声音发颤。禁言看着伤痕累累的爱人，又看向逐渐成型的阵法，突然笑了。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光与影合二为一。沈萧然惊瞳微微扩大，随即会意：你确定？我们还没完全掌握，没有选择了。禁言捧住他的脸，额头相抵，相信我。沈萧然深吸一口气，点头。两人十指相扣，站在阵法中央。禁言释放出全部玄猫之力，黑雾如风暴般环绕。沈萧然则完全展开9条尾巴，银光如潮水涌动。愚蠢！周旋冷笑，强行融合只会让你们爆体而亡。但奇迹发生了，两股力量没有相互排斥，而是开始缓慢交融，形成晶莹交织的全新能量。灵珠从沈萧然胸口浮现，悬浮在两人之间，充当着力量的桥梁与放大器。不可能！周旋终于露出惊恐的表情，
灵珠只有九尾狐能，除非他瞪大眼睛。灵魂契约，金银交织的能量越来越强，形成一个巨大的光茧，将两人包裹。在这个绝对宁静的空间里，静言和沈萧然感受到彼此的灵魂正在交融，记忆、情感、力量，所有界限都变得模糊。准备好了吗？静言在灵石中问道。永远都准备好了，我的小猫。沈萧然笑着回应。光茧爆发的瞬间，整个地下空间被照得如同白昼。周旋发出凄厉的惨叫，试图用翅膀遮挡，但那净化一切的光芒穿透了他的身体。影猫始祖的碎片被强行剥离，化为黑烟消散。幽冥裂隙的波动戛然而止，阵法符文一个个熄灭。周旋跪倒在地，300年的执念与疯狂在光芒中土崩瓦解。为什么？他嘶哑地问。为什么灵珠会选择你们？光茧中传出两人的声音，合二为一，因为爱是唯一能创造奇迹的力量。最后一刻，周旋的身体开始崩解，他看向光芒中的两人，300年来第一次，眼中浮现出清明与释然。原来这就是我缺少的。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周旋化为尘埃。与此同时，所有培养舱中的尸体也散发出柔和的光，仿佛终于得到安息。光芒渐渐收敛，静言和沈萧然相拥而立，灵珠重新融入沈萧然体内，但两人之间的能量连接并未断开，他们的灵魂已经部分交融，再也无法完全分离。结束了？沈萧然虚弱地问。静言吻了吻他的额头。结束了。3个月后 ，A 大天台，樱花盛开如雪，微风拂过沈萧然的银发，他靠在静言怀里，两人共享着一盒炸鸡，就像初次相遇时那样。白婆婆说，灵珠和我们融合后，理论上我们能活几千年。沈萧然咬了一口炸鸡，想想就可怕，要看你那张臭脸几千年。静言捏了捏他的鼻子，后悔也晚了，灵魂契约是不可逆的。沈萧然笑着躲开，突然正经起来，说真的，接下来做什么？蓝叔一直催你回妖管局，我拒绝了。静言耸肩，想试试你说的那个主意，创办一所两族联合学院。沈萧然眼睛一亮，真的？那选址呢？课程呢？师资。他的话被一个吻打断。静言轻笑着看他脸红的样子，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就在这时，一只纸鹤从天而降，落在沈萧然手中。展开后是白婆婆的字迹，青丘古籍中发现一张古老地图，标记着可能的两族隐居地。第一站，挪威。沈萧然抬头，金瞳中倒映着静言的脸，看来我们的环球旅行要提前了。静言握住他的手，两枚契约印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随时奉陪，我的狐狸。樱花雨中，两人相拥而吻。在他们脚下，校园一如既往的热闹喧嚣，无人知晓那对传奇情侣曾拯救过这个世界。但对静言和沈萧然来说，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5岁那年起，他们的命运就已经紧密相连，而现在，这份羁绊将延续至永恒。挪威特罗姆瑟的冬夜冷得刺骨，沈萧然将脸埋在厚厚的羊毛围巾里，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了一层细霜。他跺了跺脚，靴子陷入极细的积雪中，发出咯吱声响。你确定是这里？沈萧然转向身旁的静言，连个路标都没有。静言没有回答，琥珀色的猫瞳在黑暗中微微发亮。他指向远处山坡上一栋孤零零的木屋，那里，萨米老人说的极光守望者小屋。木屋比想象中还要小，但温暖舒适。壁炉里的柴火噼啪作响，驱散了两人身上的寒气。沈萧然一进门就甩开厚重的羽绒服，9条尾巴终于得以舒展，在火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舒服多了。他扑向窗边的大躺椅，尾巴欢快地摆动。那老头说今晚极光会特别强。静言慢条斯理地挂好两人的外套，从背包里取出保温杯。他还说了些别的。他倒出2杯热巧克力，递给沈萧然一杯，关于银色狐狸与黑豹守护神的传说。沈萧然接过杯子，金瞳一亮，真的？什么时候的传说？至少200年前。静言坐到他身边，调出手机里的录音。录音中，萨米老人用浓重口音的英语讲述着一个古老故事。一对形似狐狸与黑豹的神明曾降临雪山，救下了被困暴风雪的部落。他们说，狐狸有9条尾巴，眼睛像融化的金子。录音里的老人说道，黑豹会在月光下变成人形，额头上有着奇怪的纹路。沈萧然和静言对视一眼，这描述太具体了，不可能是巧合。明天我们去塞尼亚岛。静言关掉录音，老人说那里有个冰川洞穴，壁画上画着类似的故事。沈萧然点头，突然打了个喷嚏。尽管是9尾狐，北欧的严寒还是让他有些不适应。静言变回玄猫形态，一只通体漆黑，唯有眼睛是琥珀色的大猫，轻盈地跳上躺椅，蜷缩在沈萧然膝头。干嘛？沈萧然笑着揉了揉猫头。黑猫静言甩了甩尾巴，调整到一个更舒适的姿势，取暖。你的尾巴比暖气好用。沈萧然做了个鬼脸，但还是用3条尾巴盖住了静言，剩下的6条则像毯子一样裹住自己，形成个毛茸茸的茧。窗外，夜空突然亮起绿色的光带，如同被无形的手拂过的丝绸，在黑暗中舞动。极光来了！哇！沈萧然屏住呼吸，金瞳映照着变幻的光芒。静言变回人形，从背后环抱住他。好看吗？沈萧然靠在他怀里，轻轻点头。
比照片上美多了。他转头看向静言，谢谢你带我来。静言低头吻了吻他的鼻尖，才第一站而已。两人静静欣赏着极光，直到沈萧然开始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地往静言肩上靠。静言轻笑着将他抱到床上，用9条尾巴当被子盖好。晚安，我的狐狸。他吻了吻沈萧然的额头，变回黑猫形态，蜷在他身边。塞尼亚岛的冰川比想象中还要壮观，巨大的蓝色冰壁耸立在海岸线上，在阳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沈萧然和静言跟着向导深入冰川裂隙，寻找那个传说中的洞穴。就在前面，向导是个年轻的萨米人，指着裂隙尽头的一道窄缝，但里面很窄，而且冰会滑动，要小心。静言付了小费，打发走向导。等对方走远后，沈萧然打了个响指，指尖燃起一簇湖火，现在容易多了。窄缝后是一个宽敞的冰洞，四壁光滑如镜，反射着湖火的蓝光。正如老人所说，洞壁上确实有壁画，虽然年代久远，但依然清晰可辨。看！沈萧然兴奋地指向最大的一幅，一只九尾狐和一头黑豹并肩立，周围环绕着跪拜的小人。静言仔细检查每一幅壁画，这些颜料不是普通的矿物，我能感觉到微弱的妖力波动。沈萧然胸口的灵珠突然发热，引导他走向洞穴最深处的一面冰壁，那里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文字。这是九尾狐族的密文。沈萧然惊讶地抚过符号，写着东方有灵，寻光而去。就在这时，灵珠突然脱离沈萧然胸口，悬浮在空中，射出一道金光，照射在符号上。冰壁竟然开始融化，露出后面隐藏的更多壁画。静言，快来看！沈萧然惊呼。新出现的壁画显示九尾狐和黑豹站在一艘船上，远方是一个岛屿的轮廓。壁画一角刻着精确的经纬度坐标，这是地图。静言迅速拍下照片，指向东方，日本。不，太近了。沈萧然摇头，根据比例，应该是更远的地方，可能是阿留申群岛。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洞口传来：“你们终于来了！”两人警觉转身，看到一个穿着传统萨米服饰的少女站在入口处。她看起来不过16、17岁，银发扎成辫子，眼睛是罕见的金色，与沈萧然如出一辙。你是谁？静言挡在沈萧然前面，手按在短刀上。少女微笑：“我叫艾拉，是这些壁画的守护者。”她向前走来，手腕上的奇特印记在湖火下清晰可见，一个与沈萧然母亲留下的信物一模一样的符号。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那个印记你从哪里得到的？”艾拉摸了摸手腕：“祖传的，我家族世代守护这个洞穴，等待银狐与黑豹归来。”他好奇地打量着两人，虽然你们和传说中长得不太一样。静言皱眉：“你是什么人？”“妖族，普通人类而已。”艾拉笑道：“但我曾祖母不是。他说我们家族有看护者的血脉，要世代守护这个秘密，直到真正的继承者到来。”他指向沈萧然胸口的灵珠，那就是信物。沈萧然和静言交换了一个眼神，这女孩知道的太多了。你曾祖母还说了什么？沈萧然问。艾拉走到壁画前，指着那个坐标，她说：“当灵珠发光时，就告诉你们这个。”她从怀中掏出一块皮质地图，还有，带上这个，它会指引你们找到光之岛。静言接过地图，发现上面绘制着精确的航海路线，从挪威一直延伸到白令海峡附近的一个无名小岛。为什么帮我们？静言锐利地问。艾拉的金童直视他，因为曾祖母说，当黑暗再次降临，只有光与影的结合能拯救一切。他顿了顿，而且我想看看传说中的爱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沈萧然耳尖一红，什么爱情？九尾狐与玄猫的永恒之恋啊！艾拉狡黠的眨眨眼，所有传说里都说你们是为爱牺牲，又因爱重生的。静言轻咳一声，转移话题，你曾祖母还活着吗？艾拉摇头，但她留了些东西给你们。她掏出一个鹿皮小袋，说在你们决定前往光之岛前才能打开。沈萧然接过小袋，感受到里面传来熟悉的妖力波动，是九尾狐族的东西。谢谢，他真诚地说，你帮了大忙。艾拉行了个奇怪的礼，像是某种古老的仪式，使命已完成，我要回去告诉家人们，等待结束了。他转身走向洞口，又回头补充道，对了，曾祖母还说小心穿白衣服的人。说完，他轻盈地跃出洞穴，消失在冰川裂隙中。回到极光小屋已是深夜，沈萧然盘腿坐在壁炉前，仔细研究着艾拉给的地图和小袋子。静言则变回黑猫形态，懒洋洋地趴在他腿上，时不时用尾巴扫过他的手腕。这个坐标很精确。沈萧然指着地图上的小岛，但为什么叫光之岛？静言变回人形，拿过地图，不知道，但艾拉提到的穿白衣服的人让我想到白锦鱼。沈萧然皱眉，但他已经死了。是的。静言点头，但周旋说过给了他儿子永生，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实验品。沈萧然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靠近静言。窗外的极光又开始舞动，绿色的光芒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摇曳的影子。要打开吗？沈萧然举起那个鹿皮小袋。静言点头。小袋里是一块晶莹的蓝色石头和一张纸条，石头上刻着九尾狐族的密文，而纸条上只有一句话：
当你们找到第7块石头，真相将揭晓。第7块，沈萧然困惑地翻看石头，所以这是第1块，意味着还有6块散落在各地。静言拿起石头，对着火光观察，这里面封存着某种记忆，但需要特定条件才能释放。他看向地图，可能是到了光之岛才会激活。沈萧然突然笑起来，所以这变成寻宝游戏了。静言挑眉，嫌无聊。正好相反，沈萧然扑倒静言，9条尾巴像毯子一样盖住两人。我喜欢和你一起冒险。静言翻身将他压在下面，轻咬他的耳尖。下一站。沈萧然笑着指向东方，光之岛。白令海上空的直升机轰鸣声几乎盖过了一切交谈。沈萧然紧贴着舷窗，金瞳一眨不眨地盯着下方逐渐放大的岛屿。从空中看，这座被称为光之岛的孤岛呈完美的圆形，中央有一片闪烁着奇异蓝光的区域，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凝视着天空。就是那里。沈萧然指向发光处，声音因兴奋而提高。我能感觉到灵珠在共鸣。静言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短刀柄。自从离开挪威，他就有种被监视的感觉，但每次回头都只看到空荡荡的海平线。玄猫的直觉很少出错，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他们。直升机在岛屿边缘的简易停机坪降落，驾驶员是个沉默的阿拉斯加本地人，收了双倍费用才同意这趟危险的航行。2天后同一时间我来接你们。他大声说，引擎声太大，不得不扯着嗓子喊道，如果你们还在的话。这岛有古怪，电子设备经常失灵。沈萧然刚要道谢，一阵强风突然卷起，差点掀翻他的帽子。等风平息，直升机已经升空远去，只剩下2人站在荒凉的岩石滩上。友善的家伙。沈萧然撇撇嘴，9条尾巴在身后舒展。现在去哪？静言闭眼感受了一下，妖力场在这个岛的中央，跟着灵珠的指引走。岛屿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看似平坦的地面实则布满隐蔽的裂缝，植被虽然稀疏，但异常坚硬，像是某种远古时期的品种。随着深入岛屿内陆，空气中的妖力越来越浓，甚至形成了可视的淡蓝色雾气。奇怪，沈萧然皱眉，这里的妖力结构和灵珠很像。静言也有同感，玄猫图腾在他皮肤下微微发热，仿佛回到了故乡。更诡异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甚至能听到几公里外海浪拍岸的声音。3小时后，他们终于抵达岛中央的发光区域，一个半隐在山体中的水晶洞窟入口。无数蓝色晶体从岩壁中刺出，在阳光下折射出梦幻般的光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晶体排列成了清晰的图案，九尾狐与玄猫相互缠绕，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就是这里，沈萧然胸口的灵珠已经完全浮现，散发着柔和的金光。祖先们来过。静言警惕地环顾四周，太安静了，连海鸟声都没有。因为这里是圣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洞窟内传出。艾拉缓步走出，还是那身萨米服饰，但金瞳在暗处发着微光，动物们本能地敬畏这个地方。沈萧然惊讶地瞪大眼睛，你怎么比我们还快？挪威到这里，我有我的方式。艾拉神秘地微笑，手腕上的印记此刻清晰可见，那是一个缩小版的灵珠图案。欢迎来到光之祭坛，两族最后的避难所。洞窟内部比外观更加壮观，整个空间呈半球形，四壁镶嵌着无数发光晶体，照亮了刻满壁画的石壁。中央是一个圆形水池，水面静止如镜，倒映着洞顶的星辰图案。这些壁画，沈萧然走进石壁，手指轻触那些古老的线条，记录了九尾狐与玄猫的完整历史。静言也看到了熟悉的场景，两族先祖并肩而立，共同对抗影猫大军。灵珠的创造过程，甚至还有他们自己在幽冥裂隙中的身影。这不可能！静言声音发紧，我们的事怎么会？因为未来早已被预见。艾拉走到水池边，捧起一汪清水。我族先知300年前就预言了你们的到来，以及即将到来的黑暗。水从他指尖流下，落在池面时竟形成了清晰的图像。一群白衣人正在某处集结，他们手持奇怪的装置，中央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白锦鱼。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但他已经死了。是的，艾拉点头。但周旋的永生实验不止一个成功案例，那是他最早的试验品白羽。静言握紧短刀，你怎么知道这些？艾拉沉默片刻，突然解开衣领，露出锁骨下方的一个奇特纹身，九尾狐与玄猫交织的图案，与沈萧然和静言的契约印记一模一样。因为我不仅是守护者，他的声音突然变得空灵，我也是容器，就像沈萧然曾经那样。水池突然沸腾，第2块蓝色记忆石从水底升起，悬浮在空中。与此同时，沈萧然怀中的第1块石头也挣脱出来，2块石头相互环绕，发出悦耳的共鸣声。拿去吧，艾拉轻声说，这是你们应得的答案。沈萧然伸手触碰悬浮的石头，刹那间，整个洞窟光芒大盛，2弹合并处投射出一段全息影像，7座岛屿在地球上排成北斗7星形状，每座岛上都有一个闪光点。影像放大显示出每座岛的特征：挪威的冰川，这座光之岛；日本某处火山，中国雪山，最后定格在一个奇特的画面上。7块石头拼合成完整的灵珠，释放出净化全球的光波。7座岛，7块石头。沈萧然喃喃自语：集齐后能做什么？影像突然变化
显示出幽冥裂隙深处的情景。一个巨大的黑影被锁链束缚，正处于半苏醒状态。灵珠的光波击中它时，黑影发出无声的惨叫，最终化为灰烬，彻底消灭影猫始祖。禁言恍然大悟，这才是灵珠真正的用途。艾拉点头，但必须集齐7块石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他突然僵住，金瞳收缩，他们来了。洞外传来引擎的轰鸣声，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禁言瞬间兽化成黑豹形态，耳朵贴地，至少20人，装备精良。白衣人，沈萧然迅速收起2块石头，9条尾巴进入战斗状态。艾拉却出人意料的平静，意料之中。我放出消息，引他们来此。看到2人惊讶的表情，他补充道：“这里是我的主场，他们的武器会失灵。”果然，洞外传来一阵混乱的喊叫和电子设备短路的噼啪声，但紧接着一个冰冷的声音穿透喧嚣：“沈萧然，禁言，出来吧，我们不想毁掉这个圣地。”那声音与白景瑜有8分相似，但更加低沉冷酷。禁言变回人形，与沈萧然交换了一个眼神。白羽，沈萧然试探性的喊道：“聪明。”声音带着讥讽。周旋大人的长子，第1代完美容器。我弟弟白景瑜太感情用事，但我不同。他的声音突然靠近，我带来了礼物。一个金属罐被扔进洞窟，落地瞬间释放出紫色烟雾。禁言立刻屏息，拉着沈萧然后退，但艾拉却吸入了烟雾，顿时跪地咳嗽。妖力抑制剂，他艰难地说，改良版连人类都能影响。洞口的晶体突然爆裂，一群白衣人冲了进来。为首的男子高大瘦削，银发梳在脑后，面容与白景瑜有7分相似，但眼睛是诡异的全黑色，没有瞳孔，没有眼白，只有深渊般的黑暗。终于见面了。白羽微笑着举起一把造型古怪的枪。周旋大人一直想研究完全体的九尾狐和玄猫，活得最好，但尸体也行。禁言挡在沈萧然前面，玄猫图腾全开。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追踪器。白羽指了指天空。你们在挪威的直升机上就被标记了。我本想等你们集齐更多石头再出手。他看向艾拉，这个叛徒必须被处理。艾拉勉强站起来，嘴角渗出血丝。你们永远不懂灵珠的真谛。白羽扣动扳机，一道黑光直射艾拉。沈萧然甩出3条尾巴挡在他前面，但黑光竟然穿透了防护，眼看就要击中艾拉胸口。千钧一发之际，禁言掷出短刀，精准地击偏了黑光轨迹。攻击擦过艾拉肩膀，留下一道焦黑的伤痕。顽固。白羽冷笑，全员进攻，活捉九尾狐和玄猫，杀死那个混血。白衣人同时开火，各种光束交织成网。禁言和沈萧然背靠背防御，但妖力抑制剂开始生效，他们的动作越来越迟缓。禁言、沈萧然喘息着，融合，太危险了。禁言隔开一道攻击，上次差点。相信我。沈萧然抓住他的手，加上艾拉，他可能是关键。艾拉似乎明白了什么，挣扎着爬到2人身边，将流血的手按在他们交握的手上，三为一体，光与影与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艾拉的血没有滴落，而是悬浮在空中，形成一条细线连接着3人的手。沈萧然的九尾银光，禁言的玄猫黑雾与艾拉血液中的金光交织在一起，形成前所未有的3重能量。白羽脸色大变，不可能，那个混血怎么混？没等他说完，融合能量已经爆发，金银黑3色光波呈环形扩散，所过之处，白衣人的武器全部炸裂。白羽勉强撑起防护罩，但仍被冲击波掀飞，重重撞在洞壁上。撤退！他咬牙切齿的命令，启动 B 计划。白衣人迅速拖着伤员退出洞窟。片刻后，外面传来直升机远去的声音。能量散去后，艾拉瘫倒在地，脸色惨白如纸。沈萧然立刻检查他的伤势，你怎么样？没事。艾拉虚弱的微笑，只是太久没使用这份力量了。他看向禁言，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能稳定你们的融合？禁言点头，你的血里有灵珠碎片，你是另一个载体。艾拉闭上眼睛，不完全对，我是失败的实验品，周旋早期尝试制造的人造灵珠载体。他露出锁骨下的印记，这是封印，也是诅咒，但今天他终于有了意义。沈萧然轻轻抱住他，你不是实验品，你是我们的朋友。艾拉的金瞳中闪过一丝感动，但很快被坚定取代。听着，白羽不会放弃，他提到的 B 计划一定是去其他岛屿埋伏。他挣扎着坐起来，你们必须抢先拿到剩下的石头，一起走。禁言斩钉截铁地说，你现在不安全。艾拉摇头，我必须留下守护这里。但他从怀中掏出一张古老的地图，这是七岛的完整航海图，下一站应该是日本的那座火山岛。沈萧然接过地图，惊讶地发现上面标注的不仅是地理位置，还有精确的时间窗口，只有在特定日期才能安全登岛。3天后是日本岛的能量低谷期。艾拉解释道，也是白羽最可能发动袭击的时间，你们必须在那之前赶到。禁言检查了一下艾拉的伤势，确认没有生命危险后点头，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夜幕降临，3人在洞窟内休整。艾拉在池边沉睡，而禁言和沈萧然则靠在水晶壁旁，望着洞顶投射的虚假星空。你觉得？沈萧然轻声问。集齐7块石头后会发生什么？
静言搂紧他的肩膀，不知道，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一起面对。沈萧然靠在他怀里，9条尾巴轻轻缠绕着两人。下一站，日本。洞外，海浪拍岸的声音如同远古的叹息。而在遥远的东方，另一座岛屿上的水晶正微微闪烁着等待的光芒。日本鹿儿岛以南的火山岛，从空中看去像一枚翡翠戒指，中央的火山口湖碧蓝如洗。直升机驾驶员不断检查着剧烈跳动的仪表盘，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不能再靠近了，他冲后排喊道，电磁干扰太强。沈萧然紧抓座椅扶手，金瞳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岛屿。自从起飞，他体内的灵珠就异常活跃，仿佛有生命般在胸腔内跳动。更奇怪的是，一股陌生的燥热从小腹升起，让他不得不松开围巾透气。就在这里降落。静言拍了拍驾驶员座椅，随后转向沈萧然，你脸色很差。沈萧然摇摇头，只是有点热。他不敢说有一股热流正迅速蔓延至全身，甚至让他的尾巴根部开始发痒。这是 Omega 发情期前兆，但明明离周期还有2周。直升机在距离海岸线1公里处的海面悬停。静言立落地背好装备，拉着沈萧然跳上救生艇。当小艇滑向岛屿时，沈萧然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不得不握紧船沿掩饰。不对劲！静言突然压低声音，岛上有人。沈萧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海岸边的树林里隐约有金属反光，是监控摄像头，而且不止一个，几乎每隔100米就有一个隐蔽的监测点。白羽的人？沈萧然轻声问，同时感到一阵眩晕。海风送来岛上植被的气息，其中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香，让他的体温又升高了几分。静言点头，耳朵已经变成尖尖的猫耳形态，警惕地转动，不止，整个岛都被改造过了。他指了指海水，看水流方向，有人改变了地脉走向。确实，靠近岛屿的海水呈现出不自然的漩涡状，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沈萧然胸口的灵珠突然刺痛一下，传递来清晰的警告，这是个陷阱。但已经晚了。小艇刚靠岸，四周的沙地突然下陷，露出6个黑洞洞的枪口。别动！一个机械化的女声从隐藏扬声器中传出，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静言眯起眼睛，手指在背后做了个战术手势，分开跑，山顶汇合。沈萧然微不可察的点头，尾巴悄悄缠上静言的手腕，传递了一缕妖力。现在，2人同时抱起，静言化作黑豹形态扑向左侧的枪线，而沈萧然甩出4条虎尾，银光如鞭扫向右边的埋伏者。沙地下传来几声闷响，随即是设备短路的噼啪声。跑！静言变回人形，拽着沈萧然冲进树林，身后传来警报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但2人速度极快，转眼间就深入岛屿腹地。火山岛的植被茂密异常，参天古木遮天蔽日，形成天然的掩护。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沈萧然喘息着问，体内的燥热越来越难以忽视，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银发粘在泛红的脖颈上。静言突然停下，鼻子清秀，不对劲，这岛上的植物，他摘下一片树叶揉碎，脸色骤变，诱导剂。他们在培育能刺激妖族本能的植物。沈萧然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提前的发情期，异常的体温，不受控制的信息素，他被设计了。静言，他声音发颤，我可能进入发情期了。静言猛地转头，琥珀色的瞳孔瞬间收缩成一条细线。Alpha 的本能让他立刻捕捉到了空气中甜腻的 Omega 信息素，栀子花混合着熟透的蜜桃，诱人至极。该死！静言咬牙从包里翻出抑制剂，手却抖得差点拿不稳。他自己的 Alpha 本能也在咆哮，想要标记这个散发着诱人气息的 Omega。沈萧然勉强接过针剂，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注射。情潮一波强过一波，视线开始模糊。他朦胧中看到静言的眼睛越来越红，呼吸越来越重。标记我！沈萧然无意识的呢喃，尾巴缠上静言的手臂。不要抑制剂！静言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理智与本能激烈交战。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追兵的喊声和犬吠，他们带了妖犬。走！静言一把抱起沈萧然，沈萧然蜷缩在他怀里，脸颊贴着静言的胸膛。Alpha 的气息让他更加晕眩，身体深处涌出羞耻的渴望。他感觉到静言的心跳快得吓人，肌肉绷紧得像钢铁。左边有洞穴，沈萧然虚弱地指向一处藤蔓覆盖的裂缝。静言毫不犹豫地冲进去，随即愣住，这不是普通洞穴，而是一个天然温泉。热气腾腾的水池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四周墙壁上镶嵌着与光之岛相似的蓝色晶体，散发着微弱光芒。灵脉节点，静言将沈萧然放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难怪他们选择这里设伏。沈萧然已经听不进去了，情气的热潮席卷全身，他无意识地扯开衣领，露出有些泛红的肌肤和发烫的灵珠印记。9条尾巴无力地摊开，尾尖微微抽搐。静言，帮帮我！他带着哭腔伸出手。静言最后的理智怦然断裂，他按住沈萧然的侧脖，犬齿刺入对方后颈的腺体。啊！沈萧然仰头尖叫，手指深深抓住静言的后背。不够，远远不够。沈萧然挣扎着翻身，主动吻上静言。温泉的热气环绕着他们，晶体光芒在水雾中折射出梦幻的色彩。
沈萧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呜咽，第8条尾巴不受控制地晃着。静言，等等！他慌乱地想要抓住静言。静言吻去他的泪水，眼下满是温柔。别怕，交给我。不同于普通的标记，静言开始调动玄猫之力，一股暖流注入沈萧然体内，开始运作。这是玄猫一族最古老的灵魂标记，比单纯的标记深刻千百倍。沈萧然感到这股暖流从接触点扩散，与灵珠的能量交织在一起，前所未有的充盈感使沈萧然安定，尾巴也逐渐稳定下来。看着我，静言捧住他的脸，额头相抵。沈萧然睁开眼，震惊地发现静言的瞳孔变成了纯粹的金色，与他自己的眼睛一模一样。更神奇的是，他能清晰地感知到静言的情绪和思想，仿佛两人的灵魂正在交融。温泉的水开始旋转，形成一个完美的漩涡，洞壁上的晶体一个接一个亮起，最终汇聚成一束蓝光，照射在两人身上。第3块记忆石从池底升起，悬浮在他们头顶。灵魂共鸣，沈萧然恍然大悟，这才是激活石头的真正方法。记忆石突然分裂成无数光点，融入两人的身体。一段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300年前，九尾狐与玄猫的先祖们走遍全球，在7座灵脉岛屿上埋下封印石，构成一个横跨世界的巨大阵法。而周旋的阴谋正是要逆转这个阵法，释放幽冥裂隙最深处的影猫始祖。信息洪流太过庞大，沈萧然承受不住的尖叫起来。静言紧紧抱住他，同时引导两股力量在体内循环。奇妙的是，灵魂标记形成的连接成为了完美的能量通道，让他们能够共同分担冲击。当最后一点光融入体内，洞穴恢复了平静。沈萧然瘫在静言怀里，全身颤抖，但神志清醒。第8条尾巴温顺地环绕着两人，不再有失控的风险。他们想复活影猫始祖。沈萧然喘息着说：7座岛，7个封印。静言点头，轻抚他的后背。而我们激活了3处，白羽需要我们的力量来完成仪式。突然，洞口传来碎石滚落的声音，静言瞬间进入战斗状态，将沈萧然护在身后。但出现在洞口的不是追兵，而是一只伤痕累累的白狐。艾拉，艾拉！沈萧然惊讶地想站起来，却因腿软又跌回静言怀中。白狐化作人形，艾拉脸色苍白地靠在洞壁上。他们突袭了光之岛，他咳出一口血。白羽不是唯一，还有4个周旋的孩子。静言迅速取出医疗包。你怎么找到我们的？艾拉虚弱地指了指沈萧然。灵魂标记产生了能量波动，他的目光落在沈萧然新生的第8条尾巴上，金瞳微微扩大。原来如此，你们突破到下一阶段了。洞外再次传来脚步声，这次明显更多更近。艾拉勉强站直身体，我来引开他们。你们从后面那条隧道走。他指向温泉后方一条几乎不可见的缝隙，直通火山口。那里有船。沈萧然想反对，却被静言拦住。他是对的，你现在状态不稳定，我需要先带你离开。艾拉从怀中掏出一张染血的地图，下一站中国昆仑，小心穿红衣服的。话未说完，他已变回白狐形态，冲出洞口。片刻后，远处传来一阵混乱的喊叫和犬吠声，随后渐渐远去。静言迅速收拾好装备，帮沈萧然穿上备用衣物。能走吗？他轻声问。沈萧然点头，虽然双腿还在发抖，但灵魂标记带来的能量交换让他恢复了不少力气。第8条尾巴轻轻缠上静言的手腕。走吧，我没事。两人钻入狭窄的隧道，在黑暗中艰难前行。沈萧然突然轻声问静言：我们刚才那是永恒契约？静言在黑暗中准确找到他的手，十指相扣，玄猫一生只能进行1次的灵魂绑定。沈萧然在黑暗中微笑，尾巴缠得更紧。那我的发情期，回去再继续。静言的声音带着罕见的笑意。现在专心逃命。前方一丝光亮逐渐扩大，火山口湖的碧蓝水面映入眼帘，而在岸边，正如艾拉所说，停着一艘小艇。两人刚爬出隧道，沈萧然突然捂住胸口，灵珠剧烈跳动起来。他猛地转头看向湖心，水下有什么东西在发光。静言，蝴蝶！那是一声爆炸打断了他的话。两人本能地扑倒在地，碎石和尘土如雨点般落下。当烟雾散去，湖对岸站着一个身穿红衣的高挑女子，手中握着一把燃烧的长弓。第4位孩子，静言咬牙道：看来我们中奖了。红衣女子优雅地鞠了一躬，声音如冰刃般锋利。红莲恭候多时。2位是要自己跳下去取石头，还是我请你们下去？红莲的长弓燃起刺目的橙红色火焰，映照着她冷若冰霜的面容。与白羽不同，她身上没有任何妖族特征，看起来完全像个人类，除了那双如同燃烧炭火般的赤红瞳孔。3分钟，她开口，声音不带任何感情：交出你们拿到的石头，或者我烧掉你们的船。静言将沈萧然护在身后，玄猫图腾在皮肤下流转。灵魂标记后，他能更清晰地感知到沈萧然的状态。虽然发情期的热潮已经缓解，但第8条尾巴的力量仍然不稳定，像一团随时可能爆炸的星云。我们没拿石头。静言冷静地回应，同时用灵石传音给沈萧然，准备突袭左侧，我牵制他。沈萧然微不可察地点头，尾巴轻轻缠上静言的手腕，表示明白。灵魂标记带来的奇妙联系，让他能隐约感知到静言的计划轮廓，无需言语就能完美配合。
红莲冷笑，撒谎。他突然拉满弓弦，一支火焰箭凭空成型，石头就在湖底，而你们已经激活了它。火山口湖的水面开始不正常的波动，中心处泛起诡异的蓝光。沈萧然胸口的灵珠随之跳动，与湖底的光芒形成共鸣。通过这种连接，他感知到了第3块记忆石确实在湖底，而且已经被他们的灵魂标记激活。现在，禁言抱起发难，短刀化作金色流光，直取红莲咽喉。同一时刻，沈萧然甩出4条虎尾，银光如鞭抽向红莲下盘。两人的配合天衣无缝，攻击封死了所有闪避角度。然而，红莲只是轻轻一跃，这一跳竟然高达5米。他在空中优雅地转身，3支火焰箭同时离弦。小心！禁言变招格挡，短刀与火焰箭相撞，爆出刺目火花。沈萧然则迅速结印，虎尾形成防护罩。但令他震惊的是，火焰箭竟然穿透了妖力防御，若不是禁言及时拉他一把，险些被击中胸口。不是普通火焰。禁言低声道，甩了甩被灼伤的手，能吞噬妖力。红莲轻盈落地，长弓再次燃起火焰。2分钟，沈萧然通过灵魂连接感受到禁言手掌的剧痛，一股怒意从心底升起。第8条尾巴不受控制的炸出，荧光中带着一丝危险的金色。沈萧然，禁言警告地捏了捏他的手腕，别冲动。但已经晚了。红莲突然抽动鼻子，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Omega 发情期的甜腻味道真恶心。他从腰间取出一个小瓶，摔在地上，紫色烟雾瞬间弥漫开来。尝尝这个如何？信息素干扰剂。禁言立刻屏住呼吸，但沈萧然来不及反应，已经吸入了一口。刹那间，他体内的 Omega 信息素如同被点燃的炸药，刚平息的发情期反应以10倍强度反扑，双腿发软，视线模糊，全身皮肤敏感的连衣物的摩擦都如同酷刑。啊！沈萧然跪倒在地，8条尾巴无助地拍打着地面。禁言怒吼一声，完全兽化成黑豹形态扑向红莲。这次他的速度快到肉眼难辨，利爪在红莲肩上留下深深的血痕。有意思。红莲不慌不忙地抚过伤口，火焰瞬间将伤口烧灼止血，完全踢的玄猫周旋大人会喜欢的。他突然改变战术，不再攻击禁言，而是将所有火力集中在虚弱的沈萧然身上。6支火焰箭呈扇形射出，封死了所有退路。沈萧然，黑豹禁言回身扑救，但距离太远。千钧一发之际，沈萧然体内的灵珠爆发出一圈金光，8条尾巴同时展开，形成一个完美的防护球。火焰箭击中光球，竟然被反弹回去，其中一只擦过红莲脸颊，留下一道焦痕。你，红莲第一次露出惊讶的表情，怎么可能反弹进妖火？沈萧然自己也愣住了。通过灵魂标记，他感受到禁言传来的力量与自己的妖力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防御能量。更神奇的是，发情期的痛苦在这种状态下竟然变成了力量的催化剂。禁言瞬间理解了状况，迅速回到沈萧然身边，一手按在他后颈的标记处，跟着我的节奏呼吸。两人的妖力通过标记点循环流转，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能量系统。沈萧然的发情期症状逐渐被压制，转化为可控的力量源泉，而禁言的玄猫之力则变得更加精纯，黑雾中开始闪烁金色光点。红莲眯起眼睛，灵魂标记，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他突然扯开自己的衣领，露出锁骨下方一个狰狞的疤痕，知道这是什么吗？周旋大人亲手切除的腺体，感情是弱点，标记是累赘。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那个疤痕的形状与正常 AO 的腺体位置完全一致。你曾经是 Omega？ 他难以置信地问。红莲的表情扭曲了一瞬，那是曾经，而现在我是完美的武器。他再次拉弓，这次的火焰呈现出诡异的青紫色。时间到，火焰箭离弦的瞬间，整个火山突然震动起来，湖心的蓝光暴涨，一道水柱冲天起，第3块记忆石在水柱顶端闪闪发光。红莲的注意力被短暂分散，不，太早了。禁言抓住机会，抱起沈萧然冲向湖岸。灵魂标记让两人的思维几乎同步，他们同时伸手触碰水柱，记忆石立刻响应召唤，飞入沈萧然手中。拦住他们！红莲尖叫，火焰箭如雨点般射来。沈萧然本能地展开8尾防御，但这次的反震力让他胸口一闷，咳出一口鲜血。新生的第8条尾巴还是太不稳定，每一次使用都会反噬宿主。够了！禁言将他推向小船，你先走。不！沈萧然死死抓住他的手，一起。红莲已经追到湖边，长弓上的火焰变成了纯白色，谁都别想走。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湖底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将3人全部掀翻，湖水如沸水般翻腾。沈萧然在混乱中看到湖底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阴影，某种沉睡的远古生物被唤醒了。该死！红莲脸色大变，撤退信号，周旋大人要苏醒了。不可能！他不甘地看了两人一眼，突然从怀中掏出一个卷轴撕开，瞬间被传送走。禁言趁机抱起沈萧然跳上小船，用妖力催动引擎全速驶离。身后整个火山口湖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搅动，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隐约可见漩涡中心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那是什么？沈萧然虚弱地问，手中紧握着第3块记忆石。静言摇头，脸色凝重，不知道，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看了眼沈萧然苍白的脸色，你的伤没事。沈萧然勉强坐起来，石头，他给了我一些信息。他将记忆石贴在额头，一段影像直接传入脑海。昆仑山脉深处的一座冰川，内部藏有一座古老祭坛，祭坛中央悬浮着第4块石头，周围环绕着7具冰棺，其中1具冰棺里躺着一位银发金瞳的九尾狐女性，与沈萧然有7分相似。妈妈，沈萧然脱口而出，随即摇头，不可能。更令人震惊的是，影像最后闪现的画面，红莲跪在一个白发老者面前，恭敬地称他为父亲。老者转身的瞬间，沈萧然认出了那双眼睛，周旋。但他不是应该在幽冥裂隙中被消灭了吗？影像结束，记忆石化作流光融入沈萧然体内。与之前2块不同，这次的信息冲击让他的第8条尾巴完全稳定下来，与其他7条和谐共舞。静言，沈萧然声音发颤，周旋可能还活着，而且红莲叫他父亲。静言皱眉，但他明明说周旋是大人。他突然明白过来，除非他撒谎了。红莲不是实验品，而是亲生女儿。小船在波涛中艰难前行，身后的火山岛已经被乌云笼罩，电闪雷鸣中隐约可见白色火焰冲天而起。无论湖底苏醒的是什么，显然都不是他们现在能对付的。沈萧然靠在静言肩上，8条尾巴无意识地缠绕着对方。去昆仑吧。静言轻抚他后颈的标记，那里现在有一个淡淡的玄猫图腾，与沈萧然母亲留下的印记一模一样。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让你恢复，发情期加上战斗消耗，标记帮我稳定了很多。沈萧然抬头看他，金瞳中映照着静言的脸，那种感觉就像我们的灵魂短暂地交融在了一起。静言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那只是开始，灵魂标记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深。他望向远处逐渐靠近的救援船，兰叔派人来接我们了。沈萧然突然抓住他的手，静言，如果我妈妈真的在昆仑，那我们就把她带回家。静言坚定地说，一起。救援船逐渐靠近，甲板上站着静兰和几位玄猫战士。沈萧然望着远处电闪雷鸣的火山岛，心中五味杂陈。第3块记忆石带来的不仅是新线索，还有更多谜团，母亲与昆仑的联系，红莲的真实身份，湖底苏醒的怪物。小心！沈萧然猛地推开静言，8条狐尾瞬间展开成扇形，一只淬毒的暗箭钉在尾巴形成的屏障上，距离静言的咽喉仅有寸许。静言反手掷出短刀，黑暗中传来一声闷哼，这是他们离开火山岛后遭遇的第3次伏击了。东南方3个。沈萧然低声道，金瞳在夜色中闪烁，灵魂标记让他能共享静言的部分夜视能力，即使在完全黑暗中也能清晰事物。静言点头，2人背靠背摆出防御姿态。自从拿到第3块记忆时，似乎有无数双眼睛盯上了他们。救援船在返回玄猫族领地的途中不断受到骚扰，迫使他们提前上岸走陆路。不是红莲的人。静言嗅了嗅空气中的气味，狼妖。沈萧然皱眉，为什么狼族会？他的话被3声狼嚎打断。树丛中窜出7条灰影，呈包围之势逼近。为首的狼妖化为人形，右肩插着静言的短刀，却像感觉不到疼痛般狞笑着。九尾狐的小崽子，狼妖舔着獠牙，有人出高价买你的灵珠。沈萧然胸口一紧，灵珠似乎感应到威胁而微微发烫。静言的手悄悄附上他的后腰，通过灵魂标记传来一股安抚的力量。谁派你们来的？静言沉声问，同时用灵石传音给沈萧然，准备突围，我数到3。狼妖们发出刺耳的笑声，死人不需要知道。3。静言突然暴起，完全兽化成黑豹扑向领头狼妖。沈萧然同时甩出狐尾，银光如鞭抽向两侧敌人。灵魂标记让他们的配合如同一个整体，无需言语就能完美同步。但意外发生了，当沈萧然的狐尾击中右侧狼妖时，一股诡异的麻痹感突然顺着尾巴蔓延全身。毒！他踉跄一步，8条尾巴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毒，而是专门针对九尾狐族的神经毒素。沈萧然，静言立刻回撤，却被4头狼妖同时缠住。领头的狼妖趁机扑向沈萧然，利爪直取他胸口灵珠所在，得手了。千钧一发之际，沈萧然体内的灵珠爆发出刺目金光，第8条尾巴自主行动，如同长矛般贯穿了狼妖的腹部。狼妖惨叫一声，不可思议地低头看着腹部的大洞，怎么可能九尾狐明女？沈萧然自己也惊呆了。第8尾的力量远超预期，但随之而来的反噬也如潮水般袭来，每一寸骨骼都像被碾碎重组，内脏仿佛被无形的手攥紧。他跪倒在地，咳出一口鲜血。沈萧然，静言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灵魂标记突然变得滚烫，沈萧然感到一股暖流从后颈标记处涌入，分担了部分痛苦。是静言，他在通过标记分担反噬伤害。这个认知让沈萧然既感动又恐惧，感动于静言的牺牲，恐惧于这样会拖累对方。他挣扎着想切断连接，却被静言通过标记传来的坚定意志阻止，一起承担。剩余的狼妖见首领被杀，
纷纷露出惧色。禁言抓住机会，完全释放玄猫威压，黑雾中闪烁的金光让狼妖们发出惊恐的呜咽，夹着尾巴逃入丛林。确认危险解除后，禁言立刻回到沈萧然身边，将她搂入怀中，深呼吸，跟着我的节奏。两人的胸膛相贴，心跳逐渐同步。沈萧然感到禁言的妖力通过标记源源不断地流入体内，帮助压制第八尾的反噬。这种深度连接比温泉洞穴中的标记更加亲密，仿佛灵魂都交融在一起。为什么要分担？沈萧然虚弱地问，额头抵着禁言的肩膀。禁言轻抚他汗湿的银发，因为这是标记的意义。他检查沈萧然尾巴上的伤口，眉头紧锁，专门针对九尾狐的毒素，他们是有备而来。沈萧然勉强坐直身体，第8条尾巴已经自动收回，但其余7条仍然无力地垂落。狼族怎么会？他们向来独善其身，除非有人提供了无法拒绝的筹码。禁言撕下衣角，小心地为沈萧然包扎尾巴上的伤口，或者威胁。夜风吹过树林，带来一丝凉意。沈萧然突然打了个寒战，灵珠在胸口不安地跳动。通过灵魂标记，他感受到禁言也察觉到了异常，太安静了，连虫鸣都消失了。还有埋伏。两人同时低声道。禁言迅速熄灭篝火，抱起沈萧然引入阴影。灵魂标记让他们的气息完美融合，即使最敏锐的猎手也难以察觉。果然，几分钟后，一对黑衣人无声地出现在营地周围。他们戴着银质面具，动作整齐划一的不像活物，搜查每一寸。为首者命令，声音机械冰冷：主人要活的九尾狐。沈萧然屏住呼吸，通过标记与禁言交流，不是狼族同伙，是另一批人。禁言的手臂紧了紧，周旋的傀儡兵，我在幽冥猎系见过类似的。黑衣人开始用某种仪器扫描树林，蓝光所过之处，连最细微的妖力残留都无所遁形。眼看扫描光束就要照到他们藏身的灌木，跑！禁言猛地推开沈萧然，自己则扑向最近的黑衣人。沈萧然借着推力滚出数米，强忍毒素带来的眩晕，甩出狐尾。这次他小心控制了力量，只用最基础的3条尾巴攻击。战斗短暂而激烈，黑衣人虽然训练有素，但在完全体的玄猫和8尾狐面前还是落了下风。最后一个黑衣人被禁言拧断脖子前，突然发出诡异的笑声：“主人已经苏醒，你们逃不掉的。”他的身体突然自燃，眨眼间化为灰烬。其余黑衣人也同步自燃，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沈萧然喘着气靠在一棵树干上，这些到底是什么？活体傀儡。禁言检查着地上的灰烬，用活人改造的兵器，没有自我意识。他抬头看向沈萧然，突然脸色大变：“别动！”沈萧然僵住，感到一个冰冷的东西抵在了自己后颈。不知何时，一个漏网的黑衣人潜到了他身后。“主人向你问好。”黑衣人机械地说，扣动了扳机。沈萧然闭上眼睛，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到来。只听当的一声，禁言的短刀击飞了黑衣人手中的武器。紧接着，一道银光闪过，沈萧然的狐尾自主行动，刺穿了黑衣人的喉咙。黑衣人倒下前，面具脱落，露出了一张让沈萧然毛骨悚然的脸。那分明是已经死去的白羽，只是眼睛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灰白色。这不可能！沈萧然倒退2步，白羽明明已经……禁言迅速检查尸体，不是复活，是尸体被改造了。他翻过白羽的手腕，露出一个熟悉的火焰纹身，红莲的标记。沈萧然胸口发闷，灵珠不安地震颤着。第3块记忆石带来的信息，加上接二连三的袭击，一切都指向一个可怕的结论：周旋的势力远比他们想象的庞大，而且已经渗透到各个妖族。我们需要尽快回到玄猫族。禁言拉起沈萧然，兰叔必须知道这些情况。沈萧然点头，却在迈步时腿一软，差点摔倒。毒素和第8尾的反噬让他的身体达到了极限。更糟的是，通过灵魂标记，他感受到禁言也承受着同样的虚弱，分担伤害是把双刃剑。禁言二话不说将他背起，休息一会，我来警戒。沈萧然想抗议，但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他迷迷糊糊地趴在禁言背上，8条尾巴无意识地缠绕着对方，形成一个保护性的茧。灵魂标记处传来禁言稳定的心跳声，成为黑暗中唯一的锚点。恍惚间，沈萧然似乎看到了一幅画面：昆仑山脉的冰川深处，7具冰棺环绕的祭坛上，那个酷似母亲的九尾狐女性睁开了金色的眼睛。妈妈，她在半梦半醒间呢喃。禁言轻轻捏了捏她的手。我们很快就到昆仑，但在那之前，你得先好起来。沈萧然勉强睁开眼睛，发现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禁言背着他走了一整夜，玄猫的耐力令人惊叹。通过标记，他能感受到禁言同样疲惫，但 Alpha 的保护本能让他坚持前行。放我下来！沈萧然挣扎着。你也需要休息。禁言摇头，反而加快了脚步。前面就是玄猫族的哨站，再坚持一下。果然，不远处的山崖上隐约可见一座石塔。就在他们即将抵达时，沈萧然的灵珠突然剧烈震动，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袭来。禁言，停下！几乎是同时，一道红光从天而降，正中他们刚才所在的位置。地面被炸出一个直径5米的深坑，边缘还燃烧着诡异的白色火焰。红莲！禁言护住沈萧然，警惕地环顾四周。天空中，红衣女子手持火焰长弓缓缓降落。与上次不同，
这次他身后跟着12名同样装束的战士，每个人眼中都跳动着相同的赤红火焰。又见面了，小狐狸。红莲冷笑，看来记忆石给了你不少礼物。他的目光落在沈萧然若隐若现的第8条尾巴上，眼中闪过一丝嫉妒。可惜你驾驭不了他。沈萧然强撑着站起来，尾巴戒备地竖起。你想要什么？红莲的笑容消失了。我要你母亲欠下的血债。他突然拉弓，火焰剑直指沈萧然心脏。从你的灵珠开始。12支火焰剑同时离弦，形成一张死亡之网。禁言完全兽化挡在沈萧然面前，但谁都清楚，即使是玄猫也抵挡不了这么多禁妖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银色屏障突然从天而降，将火焰剑全部弹开。在我族领地袭击少族长，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红莲，你太放肆了。沈萧然抬头，只见静兰站在哨塔顶端，身后是数十名全副武装的玄猫战士。更令人惊讶的是，静兰手中握着一柄散发着荧光的长剑，那分明是九尾狐族的圣物月华。红莲脸色大变，不可能，月华剑应该在昆仑。静兰跃下哨塔，长剑一挥，银色剑气逼得红莲后退数步，滚回去告诉周旋，玄猫与九尾狐的盟约仍在，若他再敢伸手，我不介意再斩他一次。红莲咬牙切齿地看了沈萧然一眼，突然甩出一个烟雾弹。等烟雾散去，他和手下已经消失无踪。兰叔静言变回人形，却因力竭而单膝跪地。静兰快步上前，同时检查两人的伤势、灵魂标记。你们，他复杂地看了沈萧然一眼，先进去再说。玄猫族的哨站内部比外观大得多，显然是用了空间拓展法术。沈萧然被安置在一张铺着柔软皮毛的床上，静言则坚持坐在他身边，两人的手始终紧握。静兰亲自为沈萧然解毒，同时责备地看向侄子，分担反噬。你知道多危险吗？静言倔强地抿着嘴，别无选择。沈萧然想为静言辩解，却被静兰抬手制止。先别说话，毒素还没清完。他转向静言，你们在火山岛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红莲亲自追杀？静言简要叙述了经过，包括第3块记忆石中的影像。当提到昆仑冰川中的九尾狐女性时，静兰的手明显抖了一下。果然如此，静兰叹息，我就知道周旋不会放过她。沈萧然猛地坐起，您认识我母亲？静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块怀表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静兰站在中间，左边是静言的父亲，而右边是一位银发金瞳的九尾狐女性，怀中抱着一个婴儿。20年前，静兰轻声道：玄猫、九尾狐与人类修士曾联手对抗周旋，我们胜利了，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看向沈萧然，你母亲为封印周旋的核心力量，自愿进入昆仑冰关镇守，我们以为那会是永别。沈萧然胸口剧痛，灵珠发出悲鸣般的震动。照片中的婴儿显然是他，而母亲还活着，在冰棺中沉睡了20年。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他声音嘶哑。静兰苦笑，为了保护你，知道的人越少，你越安全。他看向两人相连的手，但现在看来，命运有自己的安排。灵魂标记一旦形成，就代表你们被选中，继续那场未完成的战争。哨站外突然响起警报声，一名战士慌张地冲进来，族长，北方天空出现异常。众人冲出房间，只见远处的天际被染成了血红色，云层中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阴影蠕动，如同某种远古巨兽正在苏醒。静兰脸色铁青，比预计的早了，周旋提前苏醒了。沈萧然的灵珠突然剧烈跳动，与远方的阴影形成诡异的共鸣。一股强烈的召唤感从北方传来，那是昆仑的方向。我们必须尽快出发。静言握住沈萧然的手，通过标记传递着力量，赶在周旋完全恢复之前。静兰欲言又止，最终只是拍了拍两人肩膀，先休息一晚，明天我亲自护送你们去昆仑边境。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沈萧然一眼，有些真相，是时候让你知道了。当夜，沈萧然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他站在昆仑冰川之巅，7具冰棺环绕着祭坛缓缓旋转，其中一具冰棺的盖子正在慢慢打开，一只苍白的手伸了出来。他惊醒了，发现静言正担忧地看着他。通过灵魂标记，静言显然也感知到了那个梦。不管冰川里有什么，静言亲吻他的额头，我们一起面对。沈萧然靠在他怀里，8条尾巴无意识地缠绕着对方。窗外的血月照耀着通往昆仑的路，那里埋藏着母亲的下落，也隐藏着周旋复苏的秘密。而他们将是这场延续了20年的战争中最关键的变量。昆仑山脉的寒风如刀割般刮过脸颊，沈萧然将围巾又裹紧了些。离开玄猫族领地已经3天，海拔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稀薄。最糟糕的是，他体内的灵珠从昨天开始就躁动不安，像一颗即将爆炸的小型恒星。还撑得住吗？静言递来一个保温壶，里面是加了草药的玄猫族特制茶饮，能缓解高原反应。沈萧然接过水壶，指尖不小心碰到静言的一股微弱的电流，顺着灵魂标记窜上脊椎。自从完成标记后，这种偶然的接触总会引发奇妙的共鸣。他抿了一口茶，苦涩中带着甘甜，就像他们现在的关系，危险重重却又莫名安心。好多了。沈萧然勉强笑了笑，只是灵珠反应越来越强，好像在呼唤什么。
静言皱眉，黑眸中闪过一丝担忧。他伸手轻抚沈萧然后颈的标记，那里现在有一个淡淡的玄猫图腾，与沈萧然母亲留下的印记几乎一模一样。兰叔说过，昆仑有特殊的结界，对九尾狐族的力量会产生共鸣。沈萧然刚想回答，突然一阵剧痛从胸口传来，灵珠仿佛被无形的手攥住，疼得他弯下腰。与此同时，远处的雪山之巅亮起一道蓝光，与灵珠的震动频率完全一致。沈萧然，静言立刻扶住他，同时警惕地环顾四周。Alpha 的本能让他绷紧肌肉，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危险。没事。沈萧然大口喘气，额角渗出点冷汗。是灵珠，他好像感应到了什么。静言突然将他拉到身后，短刀出鞘，有人来了。雪雾中走出一个修长身影，来人穿着白色毛皮大衣，几乎与雪山融为一体。当距离拉近到10米时，沈萧然看清了对方的面容，银发蓝眼，眼角有淡蓝色的鳞状纹路，耳朵是雪豹特有的圆耳，一条带着斑点的长尾巴在身后悠闲摆动。玄猫和九尾。来人开口，声音如冰雪般清冷。这片区域已经封闭50年了，你们怎么拿到通行令的？静言没有放松警惕。你是谁？寒夜。雪豹男子微微颔首，目光却落在沈萧然身上，蓝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昆仑山脉第7哨所向导兼结界守护者。他抽动鼻子，突然皱眉。你们完成了灵魂标记。沈萧然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寒夜的视线太过直接，而且那种惊讶中似乎还掺杂着别的情绪。静言显然也察觉到了异常，不动声色地挡在沈萧然前面。静兰族长应该提前联系过你。寒夜收回目光，从怀中取出一块冰晶令牌，确实收到了传讯。不过他再次看向沈萧然，我没想到会是一位8尾狐，还带着那种灵珠。沈萧然心头一跳，你认识这颗灵珠？寒夜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身做了个跟上的手势。暴风雪要来了，先到哨所再说。这一带最近不太平，有禁妖火的气息。静言与沈萧然交换了一个眼神。灵魂标记让他们能感知彼此的基本情绪，静言的警惕，沈萧然的好奇，以及两人共同的疑虑。最终静言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两人跟上寒夜的脚步。路上沈萧然通过标记悄悄传音，他的气息很奇怪，不完全是妖，也不完全是人类。静言的手指在他掌心轻轻敲击，密码回应：半妖、雪豹与冰蛟混血。兰叔提过，昆仑结界一直由混血族守护。寒夜突然停下脚步，耳朵转向左侧，有东西在跟踪我们。几乎同时，沈萧然的灵珠再次剧烈震动，这次伴随着尖锐的刺痛。他本能地甩出3条狐尾，形成一道防御圈，正好挡住了一只从雪雾中射来的火焰剑。红莲，静言瞬间兽化，黑豹的体型比平时大了一圈，显然是受到高原灵力的影响。寒夜的反应出人意料，他非但没有协助防御，反而后退几步，双手结出一个复杂的法印。禁妖火果然是周旋的人，火焰剑如雨点般从四面八方射来。沈萧然勉强支撑着防护罩，但灵珠的异常反应严重干扰了他的妖力运转。更糟的是，第8条尾巴开始不受控制的颤动，仿佛要自主行动。静言，我的尾巴。沈萧然咬牙道，冷汗已经浸透后背。静言通过标记立刻感知到了危险。第8尾一旦失控，不仅会消耗沈萧然大量精血，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反噬。他当机立断，收回防御。我来。沈萧然刚要反对，突然一股刺鼻的甜腻气味弥漫开来，信息素干扰剂，与火山岛上红莲使用的同款，但浓度更高。Omega 的本能立刻被激活，双腿发软，视线模糊，全身的敏感度瞬间提升了10倍。啊！他跪倒在雪地上，尾巴无助地拍打着。沈萧然，静言回身想帮他，却被射出的3支火焰剑逼退。寒夜终于出手了，他甩出一串冰晶，在空中形成防护墙，暂时阻挡了火焰剑。带他进那个山洞。他指向不远处的一个岩缝，我去引开追兵。静言没有犹豫，抱起沈萧然冲向岩缝。灵魂标记现在成了救命稻草。他不断通过标记输送妖力，帮助沈萧然稳定紊乱的信息素。岩缝内部比想象中宽敞，似乎是一条古老隧道的入口。静言将沈萧然放在一块平坦的石板上，迅速检查他的状况，瞳孔放大，呼吸急促，皮肤烫得吓人。这不仅仅是信息素干扰的结果，还有灵珠过度活跃带来的高热。坚持住！静言撕开沈萧然的衣领，让空气接触他发烫的皮肤，同时释放安抚性的 Alpha 信息素，跟着我的节奏呼吸。沈萧然努力聚焦视线，静言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棱角分明，黑眸中跳动着罕见的慌乱。通过标记，他能感受到静言的情绪：担忧、愤怒，还有某种深沉的恐惧，害怕失去他的恐惧。我没事。沈萧然艰难地抬手触碰静言的脸颊，只是灵珠太兴奋。洞外传来爆炸声，整个岩壁都在震动。寒夜显然陷入了苦战。静言短暂地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先确保沈萧然的安全。他咬破自己的手腕，将几滴玄猫精血滴在沈萧然胸口的灵珠上。静言，你……沈萧然震惊地看着他。玄猫精血是本源之力，每损失1滴都需要数月才能恢复。嘘！静言将手指按在他唇上，标记伴侣有权分享一切，包括精血。
神奇的是，玄猫精血确实起了作用，灵珠的躁动逐渐平息，沈萧然的信息素也趋于稳定。但就在这时，第8条尾巴突然自主行动，如银鞭般抽向洞口。小心！禁言扑倒沈萧然，一支火焰剑擦着他们的头皮飞过，在岩壁上炸出一片火花。红莲的身影出现在洞口，长弓上的火焰照亮了他冷艳的面容。与上次不同，这次他身边没有随从，但杀气却更加凌厉。找到你们了！他缓步逼近，火焰剑始终瞄准沈萧然的胸口，把记忆石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禁言完全兽化挡在前面，黑雾中闪烁着金色光点，这是玄猫族进入战斗状态的标志。但沈萧然知道，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禁言根本无法发挥速度优势。红莲、沈萧然强撑着站起来，7条尾巴如扇形展开，第8条则若隐若现。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红莲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恨你？不，我只是在执行任务。他突然拉满弓。不过既然你问了，你母亲欠下的血债，由你来偿还也很公平。火焰剑离弦的瞬间，沈萧然的第8条尾巴终于完全显现。它不像其他7条那样是银色，而是带着淡淡的金光，如同晨曦映照下的雪山。更惊人的是，这条尾巴自主形成了一道光盾，不仅挡住了火焰剑，还将它反弹回去。红莲敏捷的闪避，但反弹的火焰还是擦伤了他的右臂。第8尾，他盯着那条特殊的尾巴，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不可能，没有九尾狐能在这个时代觉醒第8尾。沈萧然自己也震惊不已。第8尾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但随之而来的反噬也如潮水般袭来，每一寸骨骼都像被碾碎重组，内脏仿佛被无形的手攥紧。他跪倒在地，咳出一口鲜血。沈萧然！禁言立刻回到他身边，一手按在他后颈的标记处，灵魂标记变得滚烫。沈萧然感到一股暖流从标记处涌入，分担了部分痛苦。是禁言，他在通过标记分担反噬伤害。红莲见状冷笑，愚蠢，分担伤害只会让你们一起死得更快。他再次拉弓，这次的火焰呈现出诡异的黑色，永别了。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冰墙突然从地面升起，挡住了火焰剑。寒夜不知何时出现在洞口，双手结印，蓝眼中跳动着冰冷的怒火。红莲，昆仑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红莲脸色微变，血蛟族的余孽。他突然甩出一个烟雾弹，告诉九尾狐崽子，昆仑没有活着的九尾狐，只有尸体和噩梦。烟雾散去，红莲已经消失无踪。寒夜没有追击，而是迅速来到沈萧然身边检查伤势。第8尾反噬，你们疯了吗？在这种海拔释放未完全掌控的力量。禁言没有理会他的责备，全部注意力都在沈萧然身上。怎么样？好多了。沈萧然虚弱地说，第8条尾巴已经收回，但体内仍有余痛。他刚才说昆仑没有活着的九尾狐。寒夜的表情变得复杂，先回哨所，你们的状况需要专业治疗。而且他看了眼沈萧然胸前的灵珠，有些事情需要解释清楚。回哨所的路上，沈萧然一直沉浸在红莲的话中。如果昆仑没有活着的九尾狐，那记忆石中的影像是什么？冰棺中的母亲又是怎么回事？更让他不安的是，寒夜看他的眼神中始终带着一种奇怪的怜悯。哨所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石堡，外表朴实无华，内部却布置了精妙的保暖法阵。寒夜带他们来到一间诊疗室，从冰柜中取出几株散发着寒光的草药，血灵芝能稳定妖力暴走。他将草药捣碎，泡入热水中喝下去，然后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正事。沈萧然接过杯子，药水的寒气让他打了个哆嗦。禁言先尝了一口确认安全，才点头让他喝下。药效来得很快，沈萧然的眼皮越来越沉，最终靠在禁言肩上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中，他听到寒夜和禁言的对话片段。灵珠不是他的吧？母亲传承，难怪周旋要追杀九尾狐族最纯净的血脉。冰棺里确实是活体，但不算活着。祭坛需要祭品。沈萧然想睁开眼睛询问，但药力太强，最终坠入黑暗。梦中，他再次站在昆仑冰川之巅，7具冰棺环绕祭坛。这次，其中1具冰棺的盖子完全打开了，里面空空如也。不知过了多久，沈萧然被胸口的剧痛惊醒。灵珠正在疯狂跳动，频率与远处某个东西完全同步。窗外，一道蓝光从最高的雪峰直冲天际，将夜空染成了诡异的青蓝色。寒夜和禁言同时冲进房间，两人的表情都异常凝重。提前了，寒夜喃喃道：“祭坛被唤醒了。”沈萧然捂着胸口，灵珠的热度几乎要灼穿皮肤。那是什么？寒夜深吸一口气，昆仑镜，上古神器，也是封印你母亲的法器。禁言猛地看向他，什么意思？寒夜的蓝眼中闪过一丝悲伤。20年前，沈萧然的母亲不是自愿进入冰棺的，她是被九尾狐族长老会献祭的，为了封印周旋的本体。沈萧然如遭雷击，记忆石中的影像突然有了全新的含义。那不是母亲在沉睡，而是被囚禁。我要去那座雪峰。他挣扎着站起来，8条尾巴因情绪激动全部显现，现在就去。寒夜摇头，太危险了。昆仑镜苏醒意味着周旋的力量正在恢复，红莲只是先头部队。禁言握住沈萧然的手，我们一起去。他看向寒夜，带路吧。
向导，这是我们来昆仑的目的。韩烨沉默良久，最终叹了口气，天亮就出发，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沈萧然一眼，有些真相比死亡更残酷。窗外雪峰上的蓝光越来越强，与沈萧然胸口的灵珠形成共鸣，一种强烈的召唤感从心底升起，仿佛血脉深处的记忆正在苏醒。无论冰棺中等待他的是什么，那都将彻底改变他对过去、对母亲，甚至对自己身份的所有认知。而红莲口中的血债，或许就藏在那座雪峰之巅的祭坛上。沈萧然站在哨所的窗前，灵珠在胸口持续不断的跳动，与远处的光芒保持着相同的频率。自从醒来后，他就感到一种奇怪的牵引力，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的名字。准备好了吗？静言推门而入，手里拿着2套特制的防寒服。韩烨说，上面的温度能瞬间冻裂普通妖族的经脉。沈萧然接过衣服，指尖不小心碰到静言的一股微弱的电流，顺着灵魂标记窜上脊椎。自从完成标记，这种偶然的接触总会引发奇妙的共鸣。他注意到静言眼下有明显的青黑。你没睡？静言摇头，帮他整理衣领，和韩烨谈了谈关于你母亲的事。他停顿了一下，黑眸中闪过一丝犹豫。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沈萧然胸口发紧，有多复杂？等见到他，你会明白的。静言罕见地避开了他的视线，转而系紧自己手腕上的护甲。韩烨在楼下等我们。沈萧然抓住他的手臂，静言，告诉我实话。静言的身体僵了一下，通过灵魂标记，沈萧然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最终，静言叹了口气，你母亲确实在冰棺里，但她的状态不是简单的沉睡。她艰难地选择着措辞，她的灵魂被分割了，一部分用来维持封印，另一部分……楼下传来韩烨的咳嗽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静言如释重负地拉起沈萧然的手，该出发了。哨所外的雪地上，韩烨已经准备好3头雪狰，形似狮子却长着6条腿的雪山神兽。看到沈萧然，韩烨的蓝眼睛微微眯起，那种奇怪的怜悯再次浮现。灵珠反应更强烈了，他问，同时递给沈萧然一个冰晶护符，带着它能稍微抑制共鸣。沈萧然刚接过护符，突然一阵剧痛从胸口炸开，远处的青光暴涨，灵珠仿佛要破体而出。他踉跄一步，8条尾巴不受控制地炸出，其中第8条闪耀着与雪峰顶端相同的光芒。来不及了，韩烨脸色大变，昆仑镜正在完全苏醒，我们必须赶在正午前到达祭坛。3人迅速骑上雪狰，这些神奇的生物在雪地上奔跑如飞，几乎不需要路径，径直朝着发光的那座雪峰疾驰。寒风如刀割般刮过脸颊，沈萧然却感觉不到冷，灵珠散发出的热量让他全身滚烫，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成冰晶。静言始终紧贴在他身侧，通过灵魂标记不断输送妖力，帮他稳定灵珠的躁动。这种深度的连接让沈萧然既安心又担忧，他能清晰感受到静言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却不知道原因。随着海拔升高，周围的景色变得越来越诡异。本该是终年积雪的山坡上，竟然出现了大片黑色的冰晶，形状如同扭曲的人脸。韩烨解释说，这是怨冰，被昆仑镜吸收的亡魂残留物。我们到了。韩烨突然勒住雪狰，前方是一道几乎垂直的冰壁，高达数百米，表面光滑如镜。冰壁中央有一道狭长的裂缝，青光正是从那里渗出。祭坛在冰壁后面？沈萧然问，灵珠跳动得更加剧烈了。韩烨摇头，冰壁就是祭坛，昆仑镜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道通往境界的门。他看向沈萧然，只有9尾狐族的灵珠持有者能打开它。静言的手突然握紧沈萧然的肩膀，等等，兰叔没说过需要。静兰不知道全部真相。韩烨打断他，20年前的那场封印仪式，只有9尾狐长老和我的祖父在场。他转向沈萧然，你母亲自愿被献祭，但有一个条件，她的孩子将来有权选择是否继续维持封印。沈萧然胸口发闷，什么意思？韩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向冰壁，触碰它，呼唤你母亲的名字，他会告诉你的。静言挡在沈萧然面前，太危险了，如果这是陷阱。静言，沈萧然轻轻拉开他的手，我必须知道真相。冰壁触手冰凉，却在接触的瞬间变得温暖。沈萧然深吸一口气，呼唤母亲的名字，沈月华。刹那间，灵珠爆发出刺目强光，整个冰壁开始震动，青光如水流般涌动，逐渐形成一个女性轮廓，银发金瞳，9条尾巴优雅舞动，与记忆时中的影像一模一样。我的孩子，声音直接在沈萧然脑海中响起，温柔又悲伤。你来了。沈萧然的眼眶瞬间湿润，妈，这只是我残留的一缕神识。影像轻声道，真正的我被封印在境界深处，维持着对周旋的禁锢。他的目光转向静言，微微点头。玄猫族的孩子，看来静兰遵守了诺言。静言单膝跪地，伯母，兰叔让我转告您，月华无悔。沈萧然母亲沈月华的影像露出一个凄美的微笑，是啊，我从未后悔。他重新看向沈萧然，孩子，时间不多，灵珠在你体内已经成熟，是时候知道它的真正用途了。冰壁上的青光突然变幻，展现出一幅画面：20年前的昆仑之巅，7具冰棺环绕祭坛，沈月华站在中央，
9条尾巴如孔雀开屏般展开，长老们跪在四周，吟唱着古老的咒语。而在他们对面是一个被黑雾笼罩的身影——周旋。灵珠是九尾狐族世代相传的圣物，沈月华解释道，它能封印一切邪祟，但需要宿主作为容器。画面变为灵珠被植入沈月华胸口的场景。我自愿成为那个容器，将周旋的本体封印在境界。沈萧然浑身发抖。那我体内的这颗是我的灵珠分裂出的子体。沈月华的影像温柔地说，当你出生时，我就将它植入了你的心脏，这是双重保险。如果我的封印被破，你的灵珠能作为备用容器。静言猛地站起来，什么意思？沈月华的影像变得模糊，周旋正在苏醒，红莲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要重新加固封印，需要他的声音突然中断，影像剧烈晃动起来。需要什么？沈萧然急切地问。影像重新稳定，但沈月华的表情变得异常悲伤，需要一个新的容器。孩子，你的灵珠已经成熟，可以替代我。沈萧然如遭雷击，终于明白了寒夜眼中的怜悯、静言的不安以及这个选择的残酷性。不！静言暴怒地拔出短刀指向冰碧，您不能要求他这么做。静言，沈萧然抓住他的手腕，冷静点。冷静。静言转身抓住他的肩膀，黑眸中跳动着赤金色的怒火。他要你牺牲自己，这不可能，我绝不会允许。冰壁突然剧烈震动，一道裂缝从顶部迅速延伸。寒夜大喊：小心！有人破坏了外围结界。几乎同时，一支火焰剑破空而来，直取沈萧然后心。静言反应极快，短刀格挡，但剑上的禁妖火仍然灼伤了他的手臂。多么感人的重逢啊！红莲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他站在一块突出的冰岩上，长弓已经拉满，可惜要提前结束了。寒夜立刻结印，一道冰墙拔地而起。红莲，你疯了吗？破坏昆仑镜的结界会释放周旋。红莲冷笑，那就是我的目的啊。他的目光锁定沈萧然，你以为你母亲是个英雄？让我告诉你真相，20年前他本可以救我的母亲，却选择了牺牲她来增强封印。沈萧然震惊地看向冰壁上的影像，妈。沈月华的影像痛苦地闭上眼睛。红莲，我找了你很多年，当年我赶到时已经太迟。你母亲她……闭嘴！红莲尖叫着射出3支火焰箭，全部瞄准沈萧然。你们母子都该死！寒夜试图维持冰墙防御，但红莲的火焰箭竟然能穿透冰层。沈萧然勉强用虎尾格挡，却被爆炸的冲击波掀翻，重重撞在冰壁上。沈萧然，静言想冲过来，却被傀儡们死死缠住。红莲趁机拉满弓，一支纯白色的火焰箭瞄准沈萧然眉心，去死吧！生死关头，沈萧然的第8条尾巴突然完全觉醒，它不再是若隐若现的状态，而是变得与其他7条同样凝实，只是颜色更加璀璨，如同液态黄金。更惊人的是，这条尾巴自主形成了一道光盾，不仅挡住了火焰箭，还将它反弹回去。红莲勉强闪避，但反弹的火焰还是烧焦了他的一缕红发。第8尾，他盯着那条特殊的尾巴，眼中闪过一丝恐惧。不可能，你不可能再幻化出来。沈萧然自己也震惊不已。第8尾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但随之而来的反噬也如潮水般袭来，每一寸骨骼都像被碾碎重组，内脏仿佛被无形的手攥紧。他跪倒在地，咳出一口鲜血。沈萧然，静言不顾一切地冲破傀儡包围，来到他身边，一手按在他后颈的标记处。灵魂标记变得滚烫，沈萧然感到一股暖流从标记处涌入，分担了部分痛苦。是静言，他在通过标记分担反噬伤害。红莲见状冷笑，愚蠢。他再次拉弓，永别了。千钧一发之际，冰壁上的沈月华影像突然伸出手，一道青光拦截了火焰箭。红莲，住手！影像的声音变得威严，你母亲的事我很抱歉，但沈萧然是无辜的。无辜？红莲的表情扭曲，他体内流着你的血，这就够了。他突然扯开自己的衣领，露出锁骨下方一个奇特的纹身，9尾狐与火焰交织的图案，看到吗？这是周旋大人给我的礼物，切除腺体后留下的印记。知道我为什么能免疫你的信息素干扰剂吗？因为我已经不是 Omega 了，都是拜你母亲所赐。沈萧然突然明白了什么。你是我姐姐。红莲的表情凝固了一瞬，随即更加狰狞。给我闭嘴！现在我只是周旋大人的武器。他突然甩出3个烟雾弹，享受最后的时光吧，祭坛马上就要。他的话被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打断，整座雪峰剧烈摇晃，冰壁上的裂缝迅速扩大。寒夜脸色惨白，不好，他在山下埋了爆破符。沈月华的影像变得极度不稳定，孩子，境界要崩塌了，周旋即将脱困，他艰难地维持着形态。记住，灵珠的选择在你手中，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冰壁轰然碎裂，无数碎片如雨点般砸下。静言立刻护住沈萧然，用背部抵挡冲击。寒夜则迅速结印，召唤出一个冰罩，保护3人。当尘埃落定，原本的冰壁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黑洞，里面隐约可见扭曲的空间和闪烁的星光。更可怕的是，黑洞正在缓慢扩大，边缘处有黑色雾气渗出，与周旋的力量一模一样。境界入口，寒夜声音发颤，周旋要出来了。
沈萧然胸口的灵珠突然自动浮出，悬浮在胸前，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光。通过灵珠，他感知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母亲的神识正在消散，而封印也随之减弱。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周旋将在几小时内完全脱困。有办法暂时稳定封印吗？静言急切地问。不需要永久，只要能争取时间找到其他解决方案。寒夜犹豫了一下，理论上如果有纯血的九尾狐自愿献祭一部分灵魂力量，他看向沈萧然，但风险极大，可能会被境界反噬。沈萧然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宿命，他看向静言，金瞳中映照着爱人的面容，带我靠近洞口。不行，静言抓住他的手，一定有别的方法。沈萧然轻抚他的脸颊，不是去牺牲，只是争取时间。他看向黑洞，妈妈坚持了20年，我们至少能争取几天，寻找其他解决方案。静言死死盯着他，通过灵魂标记感知他的真实意图。最终他咬牙点头，我陪你一起。寒夜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加固了防护罩，我会在外面警戒，红莲可能还会回来。两人小心靠近黑洞边缘，灵珠的光芒与洞中的黑雾形成鲜明对比，如同黑夜中的明月。沈萧然深吸一口气，握住静言的手，无论发生什么，别放开我。静言的手指与他紧紧相扣，永远不会。沈萧然释放出8条狐尾，他按照母亲影像残留的指引，将灵珠的力量缓缓导入黑洞。刹那间，天旋地转，沈萧然感觉自己被拉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上下左右都是扭曲的镜像，无数个自己和静言在镜中反射。而在空间中央悬浮着一具冰棺，里面躺着妈妈。沈萧然惊呼，真正的沈月华就在那里，9条尾巴如丝绸般铺展，面容安详如睡美人。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冰棺下方盘踞着一团巨大的黑影，形似巨蛇，却有无数触手正缓缓蠕动，那就是周旋的本体。孩子，沈月华的眼睛突然睁开，金瞳直视沈萧然，你不该来的。境界中的空气粘稠的如同液体，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金属的味道。沈萧然紧握静言的手，生怕一松开就会被无数镜像吞噬。在他们面前，冰棺中的沈月华缓缓坐起，9条尾巴如孔雀开屏般展开，每一根毛发都散发着月华般的柔光。妈妈，沈萧然的声音哽咽在喉咙里。20年了，他终于见到了真正的母亲，不是在记忆时的影像里，不是冰壁上的幻影，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沈月华的金瞳中闪烁着泪光，他想要起身，却被冰棺下方的黑影突然抱起缠绕。那些触手般的黑影勒住他的脖颈、腰肢和尾巴，将他重新按回冰棺。月华，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小崽子？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黑影中传出，看起来比红莲还要美味。静言立刻挡在沈萧然面前，短刀出鞘，放开他。黑影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逐渐凝聚成人形，一个身材高大的白发男子，面容隐藏在阴影中，只有一双赤红的眼睛如炭火般明亮。他穿着古朴的黑色长袍，袖口绣着与红莲锁骨上一模一样的火焰纹章。玄猫族的小子周旋，沈萧然确信这就是他，歪了歪头，静兰的侄子，你长得真像你父亲。静言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瞬，你认识我父亲？周旋没有回答，而是转向沈萧然，你知道吗？你母亲当年本可以成为我的妻子，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她却选择了背叛。他突然伸手掐住沈月华的下巴，看看现在多么讽刺，他的儿子带着玄猫族的标记来见他。沈萧然胸口发闷，灵珠剧烈跳动着，通过灵魂标记，他能感受到静言同样震惊。周旋似乎知道很多关于他们家族的秘密。别听他胡说，沈月华艰难的开口，声音因脖颈上的束缚而断续。周旋最擅长的就是扭曲事实。周旋大笑，手上的力道加重，扭曲事实。那让我说说真相如何？他猩红的眼睛盯着沈萧然。20年前，你母亲和红莲的母亲，她的亲妹妹。当9尾狐族决定献祭一个纯血 Omega 来封印我时，你母亲自愿站出来，条件是放过红莲和她母亲。沈萧然如遭雷击，红莲的母亲。周旋的笑容扩大，但9尾狐长老们食言了，他们不仅献祭了你母亲，还杀了她妹妹，只因为她孩子的血脉与我相连。他的手指划过沈月华的脸颊。至于红莲，我找到她时，她已经被切除腺体，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杀人工具。我不过是完善了这个过程。沈月华痛苦地闭上眼睛。红莲，我找了她很多年。虚伪！周旋突然暴怒，黑影如潮水般涌出，将冰棺完全包裹。你本可以救她，就像你本可以接受我的求婚。沈萧然再也忍不住了，8条狐尾同时炸出，其中第8条的金光尤为耀眼。放开我母亲！周旋似乎这才注意到他的第8尾，赤瞳中闪过一丝惊讶。有趣，你竟然觉醒了上古血脉。他松开沈月华，向前迈了一步，知道吗？第8尾不是普通的力量增长，它是返祖现象。你的直系祖先中有一位曾与天狐通婚。静言趁机将沈萧然往后拉，别被他分散注意力。他在拖延时间，等本体完全挣脱封印。沈萧然这才注意到，周旋的脚下有一道几乎不可见的银线，正从冰棺延伸向无尽的境界深处。那是封印的锁链，而且正在一根接一根的断裂。聪明的小猫。周旋赞许的点头，可惜太晚了。
境界已经崩塌了70%，再有他嗅了嗅空气，3小时我就能完全自由。沈月华突然挣扎着坐起来，萧然，听我说。他的声音急促，灵珠确实可以重新封印他，但不需要牺牲你自己。还有一种方法，双生封印。周旋的脸色骤变，黑影如利剑般刺向沈月华，闭嘴。沈萧然本能地甩出虎尾阻挡，但距离太远。千钧一发之际，禁言掷出短刀，刀身上的玄猫图腾亮起金光，竟然暂时击退了黑影。双生封印是什么？沈萧然急切地问，同时警惕地盯着周旋。沈月华抓紧这短暂的喘息机会，需要2个纯血妖族通过灵魂标记连接，共同承担封印之力。他的目光在禁言和沈萧然之间来回。你们已经完成了第1步，灵魂标记。禁言皱眉，代价是什么？共享生命。沈月华轻声说，一方受伤，另一方分担，一方死亡。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周旋的冷笑打断了他们，可笑，双生封印从未成功过，最后的结果只会是2个灵魂一起被境界吞噬。他突然抬手，一道黑光射向沈萧然，不如现在就结束这场闹剧。沈萧然来不及闪避，眼看黑光就要击中胸口，禁言猛地将他推开，自己却被黑光贯穿肩膀。禁言！沈萧然扶住踉跄的爱人，手掌立刻被温热的血液浸湿，灵魂标记处传来撕裂般的疼痛，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禁言的。这种痛苦比肉体受伤更剧烈，因为它直接作用于灵魂。沈萧然咬紧牙关，通过标记反向输送妖力，帮助禁言稳定伤势。没事。禁言勉强站直，黑眸中跳动着怒火，他在削弱我们，别上当。周旋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们的互动，灵魂标记真是令人怀念。他忽然扯开自己的衣领，露出锁骨下方一个早已愈合的疤痕。我曾经也有一个标记伴侣，可惜他太脆弱，承受不了我的力量。沈月华的表情变得异常痛苦。周旋，别再扭曲记忆了，明明是你亲手杀了他，因为他背叛了我。周旋突然暴怒，整个境界都随之震动，就像你一样。震动的境界中，无数镜面碎片开始坠落，一块尖锐的碎片划过沈萧然的脸颊，留下一道血痕。更糟的是，冰棺上的封印锁链又断了一根。时间不多了，沈月华焦急地说，孩子们，你们必须做选择，要么沈萧然独自承担封印，要么尝试双生封印。他看向周旋，声音低沉，但无论哪种选择，都必须先削弱他的力量。沈萧然和禁言对视一眼，无需言语就明白了对方的想法。灵魂标记在此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他们的思维几乎同步，先战斗，再决定。禁言完全兽化成黑豹形态，体型比平时大了1倍，毛发间跳动着金色光点。沈萧然则释放8条虎尾，其中第8尾的金光与其他7条的荧光交织，形成华丽的光晕。愚蠢的选择。周旋冷笑，黑影在他手中凝聚成一柄长枪，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战斗瞬间爆发，周旋的长枪如毒蛇般刁钻，每一击都带着腐蚀性的黑雾。禁言凭借玄猫的速度周旋，却仍被擦伤多处。沈萧然试图用虎尾干扰，但周旋似乎能预判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在读取我们的思维。沈萧然突然明白过来，通过灵魂标记警告禁言，切断表面连接，只保留深层共鸣。禁言立刻领会，调整了标记的深度。果然，周旋接下来的攻击失去了准头，显然无法再预判他们的行动。沈月华的声音突然在沈萧然脑海中响起，孩子，境界是他的领域，常规攻击无效，必须攻击本体冰棺下方的黑影。沈萧然立刻将这一信息通过标记传给禁言，两人改变战术，禁言正面牵制，沈萧然则寻找机会攻击冰棺下方。然而周旋看穿了他们的意图，突然释放出一圈黑色冲击波，沈萧然被掀飞出去，重重撞在一面镜子上，镜子碎裂，他的半个身体陷入了镜中世界。沈萧然，禁言想冲过来救援，却被周旋的长枪逼退。镜中世界冰冷刺骨，无数双手从黑暗中伸出，抓住沈萧然的手臂、尾巴和头发。他挣扎着，却越陷越深。灵珠在胸口疯狂跳动，第8条尾巴的金光忽明忽暗。就在他即将被完全吞噬的瞬间，灵魂标记突然变得滚烫，一股强大的拉力将他从镜中拽出，是禁言。他不顾周旋的攻击，硬是用标记的连接将沈萧然拉回现实世界。笨蛋！沈萧然喘着气，看到禁言背上新增的伤口，心疼得无以复加。禁言只是紧紧握住他的手，一起。这个词触动了沈萧然内心深处的某根弦。从小到大，他都是独自面对一切，父亲的冷漠，族人的排斥，灵珠带来的痛苦，而现在有人愿意与他一起，无论面对什么。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灵魂深处涌出，第8条尾巴的金光突然大盛，与其他7条尾巴完美融合。沈萧然感到某种桎梏被打破了，8尾的力量不再相互冲突，而是如交响乐般和谐共鸣。月华屏障，沈月华轻声惊叹，他做到了。沈萧然不知道什么是月华屏障，但他本能地展开8尾，形成一个完美的光球，将自己和禁言包裹其中。周旋的黑影攻击撞在光球上，竟然被反弹回去。不可能！周旋暴怒，没有九尾狐能在境界使用月华屏障。禁言也震惊地看着沈萧然。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沈萧然同样困惑，就是突然明白了该怎么用。沈月华的声音再次在他们脑海中响起，因为这里是境界，灵魂的力量远胜肉体。萧然，你的第八尾是返祖现象，拥有天狐血脉。而近年他顿了顿，你的玄猫血统也不简单。周旋的表情变得狰狞。够了！他突然扑向冰棺，黑影如潮水般涌入沈月华体内。既然你们这么想救他，那就看着他死吧！沈月华发出痛苦的尖叫，9条尾巴剧烈抽搐，冰棺上的锁链加速断裂，整个境界开始崩塌。妈妈！沈萧然想要冲过去，却被禁言拉住。等等！禁言指向冰棺下方，看那里！在黑影离开后，冰棺下方露出了一个小型法阵，中央镶嵌着一颗暗淡的灵珠，那是沈月华的灵珠本体。而现在，他正在被周旋的黑影污染。必须净化那颗灵珠，沈月华艰难地说，那是封印的核心。沈萧然立刻明白了，他胸口的灵珠是子体，与母体有着天然联系。如果能用子体净化母体，太危险了。禁言通过标记感知到他的想法，你的灵珠可能会被反污染。沈月华的声音越来越弱，还有一个办法，双生封印，需要你们共同。周旋的狂笑打断了他的声音，太晚了，最后一根锁链断了。随着一声清脆的断裂声，冰棺上的最后一条银链化为粉末。沈月华的身体突然僵直，然后如同断了线的木偶般倒下。与此同时，周旋的身形开始膨胀，黑影如火山喷发般从他体内涌出。自由，终于自由了！周旋的声音变成了多重回响，仿佛千万人同时呐喊。境界加速崩塌，镜子一面接一面爆裂。沈萧然和禁言被迫推到角落，月华屏障在空间震荡中摇摇欲坠。现在怎么办？沈萧然绝望地问。母亲昏迷，封印破碎，周旋即将完全脱困。禁言突然捧住他的脸，黑眸中闪烁着决绝的光芒。信任我！不等沈萧然回答，禁言吻上了他的唇。这不是平常的亲吻，而是通过灵魂标记进行的深度连接。沈萧然感到自己的意识被拉入一个奇异的空间，这里没有境界，没有周旋，只有无数闪烁的记忆碎片。他看到了年幼的禁言躲在衣柜里目睹父母被杀，看到了少年禁言在禁兰严格训练下咬牙坚持，看到了成年后的禁言第一次在任务简报上看到自己的照片时心跳加速的瞬间。这是禁言的记忆。灵魂标记在境界的特殊环境下，竟然让他们实现了记忆共享。沈萧然，禁言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双生封印需要绝对信任。现在，你看到了我的一切，还愿意与我共享生命吗？沈萧然没有犹豫，愿意。现实世界中，两人的身体被金光和银光完全包裹。沈萧然的8条尾巴与禁言的玄猫黑雾交织，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能量漩涡。悬浮在空中的灵珠子体突然射出一道光线，直指冰棺下的母体。不！周旋的咆哮震耳欲聋，停下！但已经太迟了。灵珠母体在子体的照射下开始进化，重新散发出柔和的青光。与此同时，沈萧然和禁言的能量漩涡形成了一个新的封印法阵，缓缓向周旋压去。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周旋疯狂挣扎，黑影如利剑般刺向两人，我会撕碎你们的灵魂。就在黑影即将击中他们的瞬间，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两者之间。红莲，他手持火焰长弓，却没有攻击沈萧然，而是对准了周旋。父亲大人，他冷笑，您是不是忘了我体内也流着九尾狐的血？他突然调转长弓，刺入自己的心脏，鲜血喷涌而出，却不是红色的，而是带着荧光的青蓝色九尾狐王族的血液。红莲！沈萧然惊呼。红莲跪倒在地，嘴角却挂着解脱般的微笑。沈萧然，替我向月华阿姨道歉。她的身体开始消散。还有弟弟！周旋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试图挽救红莲。正是这一分神，给了双生封印完美的机会。法阵光芒大盛，将周旋牢牢锁定。现在，沈月华突然苏醒，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冰棺推向法阵中央，完成封印。沈萧然和禁言十指相扣，同时将双手按在法阵上。灵珠母体与子体共鸣，双生封印正式启动。周旋的咆哮渐渐被法阵吞没，黑影如退潮般收回。就在他即将被完全封印的前一刻，他的面容突然清晰了一瞬，那张脸竟然与禁言有7分相似。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周旋最后的声音如毒蛇般钻入沈萧然耳中。问问静兰20年前的真相，问问他是谁杀了我妹妹，又是谁杀了禁言的父母。随着最后一道强光闪过，周旋被彻底封印，境界开始崩塌。寒夜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快出来，通道要关闭了。沈萧然想要带上母亲，却发现冰棺已经重新封冻。沈月华再次陷入沉睡，只有他的声音在沈萧然脑海中最后响起，孩子们活下去。当沈萧然和禁言被寒夜拉出境界时，身后的黑洞彻底闭合，化作一块普通的冰壁。雪峰顶端的青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沈萧然瘫倒在雪地上，胸前的灵珠已经恢复平静，但周旋最后的话语却如复古之居般萦绕不去。关于静兰，关于20年前的真相。
而更让他心碎的是红莲最后的告白与牺牲。他的姐姐，他从未知晓的血亲，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境界之中。静言将他搂入怀中，两人的灵魂标记依然温热。玄猫族的医疗室内，草药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沈萧然躺在柔软的床铺上，眼皮沉重的像灌了铅。从昆仑返回已经3天了，但他的身体仍未能从双生封印的消耗中完全恢复。再喝一点。静言扶起他的肩膀，将一碗散发着苦涩气味的药汤递到他唇边。沈萧然顺从的啜饮着，药液划过喉咙的灼热感让他微微皱眉。灵魂标记处传来静言心疼的情绪波动，如同轻柔的涟漪。自从境界归来，他们的连接变得更加敏锐，几乎能感知到对方最细微的情绪变化。寒夜说这能加速灵珠稳定。静言放下空碗，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沈萧然后颈的标记，还疼吗？沈萧然摇头，伸手触碰静言锁骨上新增的伤疤，那是周旋的黑影留下的，形状像一朵扭曲的火焰。即使有灵魂标记分担伤害，静言承受的伤痛仍比他多得多。静兰族长明天回来。静言突然说，声音里有一丝沈萧然读不懂的复杂。他去善后昆仑的事了。沈萧然敏锐地捕捉到了那微妙的停顿。自从周旋被封印前说出那些话后，静言就变得异常沉默。关于静兰可能参与杀害静言父母的指控，像一根刺扎在两人之间。你相信周旋说的吗？沈萧然轻声问。静言的手停顿了一下，我不知道。他抬起黑眸，里面翻涌着沈萧然从未见过的痛苦。兰叔抚养我长大，教我战斗，保护我，但如果他真的……沈萧然握住他的手，通过标记传递着无声的支持。他看到了静言记忆中的片段，年幼的静言蜷缩在衣柜里，眼睁睁看着父母被黑影吞噬，那种无助与恐惧，即使过了20年，依然鲜明如昨。我们会弄清楚真相，沈萧然承诺道。一起。静言突然紧紧抱住他，力道大的几乎让人疼痛。Alpha 信息素中混着强烈的不安与占有欲，通过标记直接冲击着沈萧然的感官。他本能地释放安抚性的 Omega 信息素回应，8条尾巴轻轻缠绕上静言的身体。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人。静言的声音闷在沈萧然肩头，尤其是你。沈萧然正想回应，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击中了他，眼前的医疗室如同水波般扭曲，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青蓝色的迷雾。迷雾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逐渐清晰。红莲，姐姐。沈萧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红莲站在不远处，身上没有伤痕，火焰长弓也不见了。她看起来甚至比生前更加平和。这只是我残留在你灵珠中的意识碎片。红莲微笑，那笑容与沈月华有几分相似。时间不多，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沈萧然想上前，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移动。为什么牺牲自己？因为你是我的弟弟。红莲的眼中闪过一丝温柔。母亲死后，月华阿姨本可以抛弃我，却冒险将我送到人类世界，只是没想到周旋还是找到了我。迷雾中浮现出片段画面，年幼的红莲被黑衣人带走，实验室痛苦的改造，腺体切除手术，沈萧然胸口发紧，灵珠随之抽痛。这些年，我表面上为周旋效力，暗地里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红莲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当你激活第一块记忆石时，我就认出了你，月华阿姨的儿子，我的血亲。沈萧然的眼眶湿润了。那你为什么攻击你？红莲苦笑，周旋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必须表现得恨你，才能找机会帮你。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境界里，我终于自由了一次，能自己做选择。姐姐，沈萧然想抓住她消散的身影，别走。红莲最后的声音如同叹息，小心静兰，事情没那么简单，周旋的谎言里藏着真相。迷雾骤然散去，沈萧然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仍在医疗室里，静言正焦急地拍打他的脸颊。沈萧然，醒醒！我看到了红莲。沈萧然喘息着，将梦境内容告诉静言。静言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他也提到兰叔。两人沉默下来，各自沉浸在思绪中。沈萧然想起母亲在境界里说的话，关于双生封印，关于共享生命。如果静兰真的与周旋有某种联系，那么他们现在回到玄猫族领地是否安全？我们得离开。静言突然站起来，在弄清楚真相前不能冒险。沈萧然惊讶地看着他，离开？去哪里？九尾狐族领地。静言已经开始收拾必需品。你是他们族长的儿子，在那里至少能得到保护。沈萧然苦笑，你可能高估了我父亲对我的重视程度。但他还是支撑着坐起来，8条尾巴无力地垂在身后。不过你说的对，我们需要答案，只是就这样不告而别。静言的动作顿了一下，我会给兰叔留封信。他转向沈萧然，黑眸中闪烁着决绝，但我不会让你冒险。如果兰叔真的与周旋有关联，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静言内心的风暴，对兰叔的怀疑撕裂着他20年来的信任与敬爱，这种痛苦甚至比肉体伤害更甚。好，沈萧然点头，我们走。夜色掩护下，两人悄悄离开了玄猫族领地。静言留下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只说需要时间理清一些事情。沈萧然则带上了所有记忆石，现在他们已经融合成一块完整的青色晶石，里面记录着母亲留下的全部信息。前往九尾狐族领地的路途遥远，至少需要1周时间。第一天夜里，他们在一片竹林深处扎营。
静言升起一小堆火，火光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跳动，投下深深的阴影。休息吧，我来守夜。他轻声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擦着短刀。沈萧然摇头，挪到他身边坐下。我不累。实际上他的身体仍然虚弱，但更不愿意让静言独自承担一切。夜风拂过竹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沈萧然靠在静言肩头，突然感到一阵奇异的牵引，灵魂标记自主激活了，将两人的意识短暂连接。刹那间，他再次看到了静言的记忆碎片，但这次更加清晰完整。5岁的静言躲在衣柜里，透过缝隙看到黑影吞噬父母的场景。角落里，一个模糊的身影静静旁观，那轮廓确实与静兰有几分相似。记忆突然切换，少年静言在训练中受伤，静兰为他包扎伤口，眼中是真实的关切。然后是成年后的静言，第一次看到沈萧然的照片时，心跳加速的瞬间，那种悸动如此强烈，以至于现在的沈萧然都能通过标记感受到。你看到了？静言的声音将沈萧然拉回现实。沈萧然点头，心跳仍未平复，标记自己连接的我控制不了。我也看到了你的记忆。静言轻声说，你小时候被其他小狐狸排斥，一个人躲在树上哭，你父亲路过却假装没看见。沈萧然胸口发紧，那段记忆是他最脆弱的部分之一。7岁那年，因为控制不住尾巴数量变化，被族人视为异类，而父亲的冷漠比任何欺凌都伤人。我们真是一对伤痕累累的组合。沈萧然试图开玩笑，声音却微微发颤。静言突然转身拥抱他，力道大的几乎让人窒息。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Alpha 释放信息素，试图安抚旅伴的情绪，包括你父亲。沈萧然埋手在他肩头，嗅着熟悉的雪松气息。灵魂标记的深度连接，让他们无需言语就能理解彼此的痛苦与坚强。在这片刻的宁静中，沈萧然感到第8条尾巴轻轻摆动，与其他7条和谐共舞，不再有排斥，不再有反噬，仿佛终于找到了平衡点。试试看。静言似乎注意到了他的变化，月华屏障。沈萧然集中精神，8条尾巴同时展开。与以往不同，这次他们如臂使指，银光与金光交织，形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屏障。竹叶碰到屏障表面，立刻被弹开，连火堆的烟雾都无法渗透。完美。静言眼中闪烁着赞叹，和你母亲当年一样。沈萧然收回屏障，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静言，在境界里，周旋的脸。静言的身体明显僵硬了，我看到了。他的声音低沉，他长得像我，或者说我像他。这个可能性如同一块冰落入胃中。沈萧然想起周旋说过的话，问问静兰20年前的真相。如果静言与周旋有血缘关系，那么静兰一直隐瞒的事实就更加复杂了。无论真相如何，沈萧然坚定地说，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静言没有回答，只是将沈萧然搂得更紧。夜风渐强，吹散了火堆的余烬。在这片黑暗中，灵魂标记成了两人之间最明亮的连接。第二天清晨，他们刚收拾好营地，一阵熟悉的妖力波动突然从远处传来。沈萧然立刻警觉地竖起耳朵，是玄猫族的气息，而且不止一个。被发现了。静言迅速拔出短刀，走。两人向竹林深处奔去，但追兵的速度更快。很快，5名玄猫族战士从4面8方包围了他们，为首的正是静兰。兰叔看起来比平时憔悴许多，眼下有明显的青黑，但气势依然威严。他的目光在沈萧然和静言之间来回，最终落在两人紧握的手上。就这样不告而别？兰叔的声音平静的可怕，连当面质问我的勇气都没有。静言将沈萧然护在身后。你知道为什么？兰叔叹了口气，示意手下退后。周旋说了什么？说我杀了你父母。他上前一步，静言，看着我。20年来，我可曾伤害过你一次？静言的手微微发抖，短刀却没有放下。那为什么周旋长得像我？为什么他声称认识我父亲？为什么你在那个晚上出现在我家？兰叔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他看向沈萧然，又看回静言。这不是谈话的地方，跟我回去，我会告诉你一切。不，静言斩钉截铁地拒绝，除非你先回答我，你和我父母被杀有关吗？竹林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兰叔的眼中闪过一丝沈萧然读不懂的情绪，像是痛苦，又像是决然。有关。兰叔最终承认，但不是以你想的方式。这个回答如同一记重拳击中静言的胸口。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他瞬间的崩溃与暴怒，连忙扶住他的手臂。静言，冷静点。冷静。静言的声音变得陌生而危险。他刚刚承认。我承认的是，我没能救他们。兰叔打断他，就像我没能救沈月华，没能阻止红莲被改造。他的目光转向沈萧然，你们在境界看到的只是片段，而非全部真相。沈萧然的灵珠突然剧烈跳动，与兰叔身上某种气息产生共鸣。这种反应很奇怪，既不是敌意，也不是亲近，而是一种熟悉感。证明给我们看。沈萧然突然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现在告诉我们真相。兰叔苦笑，真相远比你们想象的复杂，但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他只是静言的眼睛，周旋是你生物学上的祖父。这个炸弹般的消息让竹林再次陷入寂静。静言的脸色瞬间惨白，短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什么？兰叔向前一步，
你父亲是周旋的儿子，也是他最得意的实验品，第一个成功融合玄猫与九尾狐血脉的混血儿。他的声音低沉。当他试图逃离周旋的控制时，周旋杀了他和你母亲，而我去晚了一步。沈萧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如果静言是周旋的孙子，那么他与红莲与沈萧然自己这个家族关系图令人不寒而栗。静言似乎完全僵住了，黑眸中翻涌着无数情绪。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他的世界正在崩塌，20年来认定的身份、家族、仇恨全部被颠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静言的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兰叔的眼神软化下来，为了保护你，知道自己的血脉来自那个怪物对你成长没有好处。他看向沈萧然，就像沈月华选择不告诉红莲他的身世一样，有些真相带来的伤害大于救赎。沈萧然突然明白了红莲临终前的话，周旋的谎言里藏着真相。周旋确实扭曲了事实，但利用了真实的碎片，比如静兰出现在凶案现场的记忆。那红莲，沈萧然轻声问。兰叔点头，沈月华妹妹的女儿，理论上她确实是你的表姐。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孩子们，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故事，跟我回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静言仍然僵立原地，沈萧然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天人交战。最终是灵魂标记传来的温暖波动，让他做出了决定。好，静言弯腰捡起短刀，但我们有条件，沈萧然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任何危险迹象，我会立刻带他离开。兰叔露出一个苦涩的微笑，你还是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是明智的选择。他转身示意手下开路。不过有一点你可以确信，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周旋永远消失，因为他不仅杀了你父母，还杀了我最爱的人。这个新的信息炸弹让沈萧然踉跄了一步。他的姑姑母亲从未提过有个妹妹。兰叔的背影在竹林中显得异常孤独，家族秘密就像蜘蛛网，碰一根线就会牵动全部。准备好面对你们的过去了吗，孩子们？玄猫族议事厅内，沉重的檀木门在身后关闭，发出沉闷的响声。沈萧然下意识地绷紧身体，8条尾巴不安地摆动。静言站在他身侧，手指紧握短刀，骨节泛白。静兰示意守卫全部退下，偌大的厅堂只剩下他们3人。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投射进来，在地面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如同此刻沈萧然心中支离破碎的真相碎片。坐吧。静兰指向中央的矮桌，自己率先跪坐下来，动作间透着一丝沈萧然从未在这位威严族长身上见过的疲惫。静言没有动，黑眸中翻涌着怀疑与愤怒。先解释清楚，周旋怎么会是我祖父？我父亲是他的实验品。沈萧然通过灵魂标记感受到静言体内奔涌的情绪风暴，震惊、愤怒、自我厌恶。他悄悄伸手握住静言的手腕，通过标记传递着无声的支持。静兰长叹一口气，从怀中取出一卷泛黄的羊皮纸，缓缓展开。20多年前，周旋是九尾狐族最受尊敬的长老之一，同时也是研究妖族混血可能性的先驱。沈萧然瞳孔微缩，羊皮纸上是一幅家族树图谱，最上方赫然写着周旋2字，下方分支连接着数个名字，其中一条线延伸至周末，旁边标注着静言之父。他最初的研究是出于好意。静兰的声音低沉，想通过血脉融合创造更强大的妖族，对抗日益猖獗的猎妖人。他的手指划过图谱，你父亲周末是他第一个成功案例，玄猫与九尾狐的混血。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这意味着静言体内其实流淌着部分九尾狐血脉，难怪他们的灵魂标记如此契合，难怪静言能承受他的8尾之力。后来呢？静言的声音嘶哑的可怕。后来周旋走火入魔。静兰的眼中闪过一丝痛楚，他认为只有通过极端手段切除腺体、灵魂撕裂等方式，才能创造完美混血。他抬头直视静言，你父亲拒绝继续参与这种实验，带着怀孕的妻子逃走了。沈萧然看到静言的脸色变得惨白，连忙通过标记输送安抚性的灵力，但静言猛地甩开他的手，后退一步。所以我是一个实验产物，一个怪物。不，静兰厉声打断，你是周末和柳青的儿子，也是我视如己出的孩子。血脉不能定义你是谁。沈萧然的心脏剧烈跳动，静言此刻的痛苦如此强烈，甚至通过标记反噬到他身上，胸口如同被重锤击中。他再次上前，这次不顾静言的抗拒，紧紧抱住他，听着，无论你流着谁的血，你都是静言，是我的 Alpha， 我的灵魂伴侣。静言的身体在他怀中僵硬如石，但沈萧然没有松手，将脸颊贴在他背上，感受那剧烈起伏的呼吸。渐渐的，静言的肌肉放松了些许，转身将脸埋进沈萧然肩窝，灼热的呼吸透过衣料灼烧着皮肤。静兰静静看着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你们之间的灵魂标记比我想象的还要深。沈萧然抬头，您早就知道我们能形成标记？我猜测过。静兰苦笑，静言的九尾狐血脉虽然稀薄，但足以与纯血九尾狐产生共鸣，尤其是他顿了顿，像你这样特殊的个体。特殊这个词在沈萧然舌尖泛苦。从小到大，特殊意味着异类，意味着被排斥。8条尾巴既是天赋也是诅咒。那我姑姑呢？沈萧然转移话题，您说她是我母亲的妹妹。静兰的表情瞬间柔和下来，
手指轻抚腰间一枚陈旧的玉佩，沈心离，月华的孪生妹妹。她是周旋的第2个实验品。这个答案如同一桶冰水浇在沈萧然头上。母亲从未提及的孪生妹妹，被周旋。心离比月华晚出生几分钟，天生只有7尾，却拥有罕见的预知能力。静兰的声音带着遥远的温柔。我们年轻时相爱了，但他预见到周旋的疯狂计划，决定潜入他身边收集证据。沈萧然看到静兰眼中泛起的水光，突然明白了这位威严族长多年来独自承受的痛苦。他发现了周旋对你父亲做的事，试图暗中告诉月华和其他长老，但静兰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周旋发现了他的背叛。等我和月华赶到时，只找到他的部分遗物。沈萧然的灵珠突然剧烈震颤，一段被封印的记忆碎片在意识中闪现。年幼的他躲在衣柜里，透过缝隙看到母亲跪在地上痛哭，怀中抱着一个沾血的银色铃铛。我想起来了，沈萧然声音发抖，母亲有个铃铛，他总在夜深人静时拿出来看。静兰猛地站起身，玉佩碰撞发出清脆声响。心离的摄魂铃，它还存在着。沈萧然摇头，我不知道。母亲死后，父亲的侍从收拾了他的遗物。他忽然想到什么，但红莲说过，周旋的谎言里藏着真相。如果他想通过控制我来得到母亲的记忆时，会不会也一直在找那个铃铛？议事厅陷入沉思的寂静。静言终于抬起头，眼中的混乱稍减，取而代之的是锐利的警觉。兰叔，周旋被封印前说的话，他暗示你参与了我父母的死，这是真的吗？静兰的面容瞬间苍老了10岁。从某个角度说，是的。在禁言爆发前，他迅速抬手制止。我本该那天晚上去接应他们，但因为猎妖人突袭边境耽搁了。等我赶到时，他的声音哽咽了。周旋已经完成了屠杀，正在搜寻刚出生的你。沈萧然感到禁言的身体再次绷紧，连忙通过标记传递安抚。但这次禁言的情绪太过强烈，灵魂链接突然自主激活，两人的意识瞬间交融。沈萧然看到了5岁的禁言蜷缩在衣柜深处，透过缝隙目睹父母被黑影撕碎，感受到禁言被静兰抱出废墟时那种混杂着恐惧与依赖的复杂情感，体会到少年禁言每次训练到精疲力竭，只为证明自己不是累赘的决心。与此同时，禁言也看到了沈萧然的记忆，被其他小狐狸嘲笑怪胎时独自躲在树洞里的孤独，父亲冷漠转身时那种刺骨的绝望，第一次发现自己能操控8条尾巴时的恐惧与兴奋。这种灵魂层面的赤裸相对，比任何肉体亲密都更加深刻。当链接自然断开时，两人都气喘吁吁，额头相抵，眼中只有彼此的倒影。我明白了，禁言轻声说，拇指擦去沈萧然不知何时留下的泪水。我们都带着伤痕，但不再需要独自承受。静兰静静看着这一幕，眼中既有欣慰又有担忧。灵魂标记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深，直到你们几乎成为一体。他顿了顿，这既是祝福也是风险。如果一方受到致命伤害，另一方也会承受。沈萧然接话，想起母亲在境界中的警告，我们知道风险。禁言突然转向静兰，周旋的实验室在哪里？除了昆仑那个，他一定还有其他据点。兰叔皱眉，为什么问这个？因为他提到过终极实验。沈萧然回忆道，在境界里，他说禁言是最接近成功的样本，这意味着实验还在继续，对吗？静兰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这些年，我一直在搜寻他的其他据点。他犹豫片刻，走向厅堂后方的密室，有一样东西，你们应该看看。密室内光线昏暗，中央石台上摆放着一个铁盒。静兰小心地打开它，取出一叠泛黄的手稿，这是从昆仑实验室废墟中找到的。周旋的记录，关于混血觉醒的研究。沈萧然凑近查看，胃部顿时绞紧。手稿上详细记录着各种混血实验，包括腺体切除、灵魂移植等方法。其中一页特别标记着周末，柳青后代，潜力无限，需成年后激活。激活？什么意思啊？静言的声音带着危险的平静。我们不确定。静兰摇头，但周旋似乎相信混血后代在成年后会经历某种蜕变，他认为这是创造完美妖族的关键。沈萧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灵珠不受控制地震颤起来。某种直觉告诉他，这个信息至关重要。静言今年多大？25。静兰回答，随即明白了沈萧然的担忧。妖族25岁相当于人类20岁，正是成年分界线。静言的表情变得冷硬，所以他认为我即将觉醒，变成什么？怪物？你不会。沈萧然斩钉截铁地说，8条尾巴同时展开，荧光流转，灵魂标记让我们共享一切。如果你要变化，我会第一个知道。静言看着他，眼中的暴风雨渐渐平息。他伸手轻触沈萧然的脸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送你回9尾狐族领地。如果我真的变成了什么危险的东西。不。沈萧然抓住他的手，我们谈过这个，要么一起活，要么一起死，没有第3种选择。静言张口想反驳，但议事厅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名玄猫族战士慌张闯入。族长，边境巡逻队遭到袭击，对方使用黑岩，像是周旋的手法。3人同时变色，周旋明明被封印了，怎么可能？位置。静兰瞬间恢复族长威严。清明峡谷附近。静兰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那里有个废弃的9尾狐族祭坛，传说通往地下古城。沈萧然与静言交换了一个眼神。周旋的其他实验室，
我们一起去。静言已经拔出短刀，静兰却拦住他们，不行，如果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话音未落，议事厅的彩绘玻璃突然爆裂，数道黑影如利箭般射入。沈萧然本能地展开八尾，银金光交织的屏障瞬间成型，将飞溅的玻璃碎片全部挡下。月华天幕，静兰惊呼，眼中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你竟然能？沈萧然自己也吃了一惊。以往他只能形成简单的防御罩，但这次八尾之力与其他七尾完美融合，创造出的屏障不仅防御，还将反弹的攻击精准导向入侵者。三只黑影怪物被自己射出的毒刺反噬，发出刺耳尖叫。静言没有浪费这个机会，短刀裹挟着黑岩划出致命弧线，将怪物一分为二。但更多的黑影从破窗涌入，整个议事厅瞬间陷入混战。走！静兰释放出强大的灵力冲击波，暂时清出一条路去密室，那里有暗道。三人迅速退入密室。静兰按下隐蔽机关，石台一开，露出向下的阶梯，通往安全屋。我去组织防御，你们先。不！静言和沈萧然异口同声。静兰的眼神变得严厉，这不是任性的时候。如果周旋真有办法突破封印，或者他的同伙掌握了黑岩技术，整个妖族领地都面临危险。他转向沈萧然，你需要联系九尾狐族，警告他们。沈萧然咬住下唇，理智上他知道静兰是对的，但抛下玄猫族独自逃生，至少让静言跟你一起。他坚持道。静言却摇头，我跟你走。他的眼神不容反驳，灵魂标记让我们必须在一起。兰叔能理解。静兰的表情复杂难辨，最终点头，去吧。但记住，无论发现什么关于周旋实验室的信息，都不要贸然行动，等我会合。他从脖子上取下那枚珍藏的玉佩，交给沈萧然。如果见到你父亲，给他看这个，心里的遗物会证明你的话。沈萧然郑重接过玉佩，触手温润，仿佛承载着无数未诉的故事。密道门关闭前，他最后看到的是静兰孤身迎战黑影的背影，那画面莫名让他想起母亲在境界中最后的微笑。暗道潮湿阴冷，两人沉默的前行。沈萧然的八尾仍然展开，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荧光，照亮前路。静言走在他身侧，短刀始终在手，警惕任何可能的袭击。你觉得兰叔还隐瞒了什么？静言突然低声问。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刚刚重建的信任又蒙上阴影。我不确定，但关于你可能会觉醒的事，他看起来真的担忧。静言的手紧握成拳，如果我真的变成怪物，答应我一件事。不。沈萧然停下脚步，在微弱光芒中直视静言的眼睛。我不会答应任何关于放弃你的要求。灵魂标记意味着共享一切，包括可能的变异。我们一起面对。静言的黑眸在荧光映照下闪烁着痛苦与爱意。固执的狐狸，专横的猫。沈萧然回敬，却忍不住凑近亲吻他的唇角。这个短暂的亲吻被突然的震动打断，远处传来爆炸的闷响，暗道顶部落下几缕尘土。快走！静言拉起他的手，安全屋应该不远了。两人加快脚步，暗道最终通向一个隐蔽的山洞。洞内储备着基本物资和2辆灵力驱动的机车，玄猫族标准的应急装备。沈萧然刚要上前检查机车，胸口突然一阵剧痛，灵珠如同被无形的手攥住。他踉跄跪地，8条尾巴失控的剧烈摆动。沈萧然，静言立刻扶住他，但随即自己也闷哼一声，锁骨上的伤疤突然渗出黑血，怎么回事？灵魂标记处传来前所未有的灼烧感，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试图通过连接入侵两人的身体。沈萧然在剧痛中恍惚看到一些画面，清明峡谷深处的古老祭坛，一个被黑岩笼罩的身影，还有一个婴儿的哭声。是周旋。他咬牙挤出这几个字，他在召唤什么？静言的情况更糟，黑岩不受控制的从他体内渗出，眼白逐渐被黑暗侵蚀。快走，他在影响我。沈萧然强忍剧痛，八尾再次展开，这次将两人完全包裹。月华天幕不仅阻挡物理攻击，也能暂时隔绝精神干扰。在银金光交织的屏障内，两人的呼吸逐渐平稳。有效，静言眼中的黑暗稍退，但撑不了多久，我们需要去清明峡谷。沈萧然震惊地看着他，你疯了？那正是他想让我们去的地方。正因如此，静言的声音异常坚定，如果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答案也在那里。他握住沈萧然的手，我感觉到有什么在呼唤我，不是周旋，是别的熟悉的东西。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了，静言体内确实有某种陌生的脉动，像是沉睡已久的力量正在苏醒。这应该就是周旋所说的觉醒。危险，但也许也是揭开所有谜题的关键。好，沈萧然最终点头，但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试图为了保护我而独自承担。静言沉默片刻，抬手轻抚他的脸颊，我答应你，尽我所能。这不是沈萧然想要的完整承诺，但此刻他只能接受。两人迅速准备好机车，朝清明峡谷方向驶去。沈萧然的灵珠仍在抽痛，仿佛在警告前方等待他们的危险。清明峡谷上空的乌云如同泼墨，低压的仿佛触手可及。沈萧然关掉灵力机车的引擎，峡谷入口处呼啸的风声立刻吞没了所有其他声音。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玉佩，沈心离的遗物此刻正散发着异常的温热。
感应越来越强了。禁言站在他身侧，黑眸中闪烁着不自然的暗芒。自离开玄猫族领地后，他锁骨上的伤疤就不断渗出黑血，现在那些黑色纹路已经蔓延到半边脖颈，像某种活物般缓缓蠕动。沈萧然通过灵魂标记感受到禁言体内那股陌生力量的躁动，它既不属于玄猫，也不像九尾狐，而是一种更加古老、更加危险的存在。我们得快点找到那个祭坛。他伸手想扶住禁言，却被对方躲开。别碰我！禁言的声音低沉沙哑，黑岩越来越难控制了。沈萧然固执地抓住他的手腕，那就让我分担。他主动激活灵魂标记，银光顺着两人相处的皮肤流转。刹那间，一股灼烧般的痛楚从连接处炸开，沈萧然咬紧牙关才没叫出声。禁言体内翻涌的不仅是黑岩，还有某种充满恶意的意识碎片。看到了吗？禁言猛地抽回手，这不是普通的血脉觉醒，周旋在我体内放了别的东西。沈萧然喘息着平复灵珠的震颤，那一瞬间，他确实感知到了禁言灵魂深处蛰伏着一个模糊的影子，形状酷似周旋。这个发现让他胃部绞紧，但表面上他强迫自己镇定，所以我们更该一起面对。我的八尾之力能暂时压制他。禁言还想反驳，峡谷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的号角声，仿佛来自远古的召唤。两人同时转头，只见远处山壁上浮现出淡蓝色的符文，组成一个巨大的九尾狐图腾。祭坛被激活了。沈萧然惊讶地瞪大眼睛，只有纯血九尾狐呢？他的话戛然而止，与禁言交换了一个震惊的眼神。如果祭坛对禁言的血脉有反应，说明他体内的九尾狐血统比想象中更浓。没有时间多想，两人迅速向符文亮起的方向前进。峡谷内部比想象中更加错综复杂，陡峭的岩壁上布满了人工开凿的痕迹，显然这里曾是一个重要据点。随着深入，沈萧然腰间的玉佩越来越烫，甚至开始发出微弱的青光。等等！禁言突然停下，按住抽痛的太阳穴，有声音在叫我。沈萧然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前方岩壁上出现了一个隐蔽的洞口，周围刻满了与昆仑实验室相似的符文。不同的是，这里的符文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暗红色，像是用血书写后又经历了岁月侵蚀。周旋的另一个实验室，沈萧然喉咙发紧，洞口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腐败的血腥味混合着某种药物的刺鼻气息，即使过了20年仍未散尽。禁言的状态越发不稳定，黑岩不受控制的从指尖溢出，烧焦了周围的岩石。沈萧然果断展开八尾，银金光交织的屏障将两人包裹，暂时隔绝了那股邪恶气息的影响。好点了吗？禁言点头，眼中的黑雾稍退，月华天幕确实有效，但我不确定进入后，我们会小心的。沈萧然握住他的手，两人一同踏入洞口。通道起初狭窄昏暗，但很快豁然开朗。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这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洞穴，中央矗立着一座九尾狐族风格的古老祭坛，周围环绕着7根石柱，每根上面都刻着不同的妖族图腾。而祭坛后方是一排透明的水晶棺。天啊！沈萧然惊呼道。每个水晶棺里都漂浮着一具尸体，有成年人也有婴儿，全都呈现出诡异的混血特征，猫耳与狐尾结合，或鳞片与羽毛混杂。最靠近祭坛的那个棺柩中，一个与禁言有7分相似的成年男性静静悬浮，胸口处有一个可怕的空洞。禁言如遭雷击，踉跄后退。父亲！沈萧然连忙扶住他，同时警惕地环顾四周。洞穴内除了这些可怕的实验标本外，还有一张堆满手稿的石桌，墙上则贴满了研究笔记和家族图谱。其中最大的一张图谱中央是周旋的画像，延伸出的线条连接着数十个名字，有些被红笔划掉，有些则标注着成功或失败。他把自己当成了造物主。沈萧然厌恶地皱眉，走进石桌，翻看那些手稿，大部分是晦涩难懂的研究记录，直到一张泛黄的图纸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详细绘制了某种灵魂分割仪式的步骤，标题是血脉容器计划。禁言，你看这个。沈萧然的声音因震惊而颤抖。周旋不是在研究混血，他是在尝试制造能够承载他灵魂碎片的容器。图纸角落的小字说明了一切，通过将自身灵魂碎片植入混血后代体内，周旋可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当容器成年后，碎片会逐渐苏醒并吞噬宿主意识，最终成为周旋的新躯体。禁言的脸色瞬间惨白，所以我是一个备用的身体。沈萧然正想回答，祭坛突然发出刺目的红光，地面开始剧烈震动，水晶棺一个接一个爆裂，里面的尸体竟诡异地悬浮起来，空洞的眼睛全部转向禁言。他来了！禁言痛苦地抱住头，黑岩完全失控，如同活物般缠绕全身，周旋在我的脑子里。沈萧然八尾全开，月华天幕扩张到最大，将袭来的黑气暂时阻隔在外。但更可怕的是，他通过灵魂标记感受到禁言的意识正在被侵蚀，那个模糊的影子变得越来越清晰，逐渐显露出周旋的面容。禁言，看着我！沈萧然不顾灼烧的痛楚，双手捧住禁言的脸，别让他得逞。你是禁言，玄猫族的战士，我的 Alpha， 不是任何人的容器。禁言的黑眸中闪过短暂的清明，但随即又被黑雾覆盖。走，快走，我撑不了多久。不！沈萧然死死抓住他，我们一起对抗他，用灵魂标记。他毫不犹豫地
激活标记最深层的连接，将自己的意识完全向禁言敞开。这极度危险，如果禁言真的被周旋控制，沈萧然的灵魂也会被重创。但他赌的是两人之间比血脉更深的羁绊。刹那间，沈萧然的意识被拉入禁言的精神世界，这里本应是玄猫族领地的样子，现在却被黑岩吞噬大半。禁言站在中央，身上缠绕着黑色锁链，而锁链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与周旋一模一样的黑影。沈萧然，你怎么？禁言又惊又怒，出去，这里太危险。黑影周旋发出刺耳的笑声，多么感人啊！小狐狸自愿送上门来。他拉扯锁链，禁言顿时痛苦的跪地，正好一起解决你们。沈萧然没有退缩，8条光尾在精神世界依然闪耀。禁言，这是你的意识，你比他更强。愚蠢！黑影周旋冷笑，20年的滋养，我的碎片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强行分离只会……他的话突然中断，因为沈萧然做了一件谁都没想到的事，他直接扑向锁链，用8尾之光缠绕上去。你干什么？禁言和黑影同时大喊。沈萧然忍受着灵魂被灼烧的剧痛，咬牙微笑。灵魂标记意味着共享一切，包括灵魂撕裂的痛苦。现实世界中，祭坛周围的黑气突然剧烈翻腾，禁言的身体痉挛着，黑岩与荧光交织碰撞，在洞穴内掀起凌厉风暴。墙上那些手稿被撕碎，石柱上的符文一个接一个亮起刺目的红光。精神世界里，黑影周旋开始不稳定的闪烁，不可能没有混血能够抵抗。它不是普通的混血。沈萧然的光尾已经暗淡了一半，但仍死死缠住锁链。他是禁言。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锁链终于断裂，黑影发出不甘的尖笑，化为黑烟消散。现实中的黑气也瞬间收缩，全部被吸回禁言体内。洞穴恢复平静，只剩下两人剧烈的喘息声。禁言眼中的黑雾褪去，但脖颈上的黑色纹路依然存在，只是不再蠕动。他颤抖着伸手触碰沈萧然苍白的脸。你这个疯子！沈萧然虚弱的笑了，彼此。他的8条尾巴无力的垂落，灵珠因过度消耗而抽痛。我们赢了，只是暂时。禁言扶他站起来，神情凝重。我能感觉到那个碎片还在我体内，只是被压制了。他看向祭坛，我们需要更多答案。两人谨慎地靠近祭坛，近距离观察下，沈萧然发现祭坛表面刻满了古老的壁画，描绘着九尾狐族某种禁忌仪式，似乎是将不同妖族的力量通过祭坛融合，创造出新的生命。最令人不安的是最后一幅画，一个被黑岩笼罩的身影站在堆叠的尸体上，手中捧着一个发光的婴儿。上古混血秘术，沈萧然轻声说，周旋的研究源自这个。禁言走向祭坛后方那个爆裂的水晶棺，里面的男性尸体已经化为灰烬，只留下一枚玄猫族徽章。他弯腰拾起，手指微微发抖。父亲。沈萧然不知如何安慰，只能默默站在他身旁。就在这时，他腰间的玉佩突然挣脱系绳，飞向祭坛中央，悬浮在半空中，发出耀眼的青光。什么？青光中逐渐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女性身影，沈心离，或者说是她留在玉佩中的一段记忆投影。如果有缘人看到这个影像中的女子声音轻柔，与沈月华有7分相似，说明周旋的容器计划已经启动。他转向禁言的方向，孩子，你不是容器，而是钥匙。钥匙？禁言困惑地重复。影像继续，周旋妄图通过混血后裔实现永生，但他忽略了一点，灵魂无法被完全控制。每个容器都会保留自我意识，当所有容器聚集时，影像突然闪烁起来，似乎被什么干扰。清明、昆仑、黑水3处祭坛全部激活才能。话未说完，影像便消散了，玉佩当啷一声掉在祭坛上。沈萧然连忙捡起，发现背面原本模糊的纹路现在清晰可见，那是一幅微缩地图，标注着3个点，其中一个正是他们所在的清明峡谷。还有2处实验室。沈萧然恍然大悟，周旋的完整计划需要3个容器同时激活。禁言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所以我不只是备用的，还是1/3的关键。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黑岩再次在指尖跃动，但这次似乎更加驯服。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禁言体内的变化，周旋的灵魂碎片确实被压制了，但禁言似乎获得了部分控制黑岩的能力。这个发现既令人担忧，又带来一丝希望。我们需要回去找兰叔。沈萧然收起玉佩，他一定知道其他实验室的位置。禁言却摇头，太危险。如果我再次失控，那就再次压制你。沈萧然斩钉截铁地说，禁言，我们刚刚证明了周旋不是不可战胜的，他的计划依赖于分裂我们，让我们独自面对恐惧。他握住禁言的手，灵魂标记再次亮起微光，但只要我们一起，就有希望。禁言长久地注视着他，眼中的挣扎逐渐化为决然。他弯腰拾起父亲留下的徽章，郑重地别在胸前。那就一起，但答应我，如果最后关头我完全失控，我会亲手结束你的痛苦。沈萧然直视他的眼睛，然后跟你一起走。禁言猛地将他拉入怀中，力道大的几乎让人窒息。两人的心跳通过紧贴的胸膛共鸣，灵魂标记处传来温暖的能量交换。离开洞穴时，沈萧然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祭坛上的壁画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阴森，那些混合生物的图案仿佛在无声地警告着什么。而最令他不安的是，在角落一幅几乎被磨灭的小图上，似乎描绘着3个容器聚集后会发生的事。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了整个妖族领地，而站在黑影肩上的是一个婴儿大小的身影。这个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回程的路上，近年的状态虽然稳定了些，但那些黑色纹路依然存在，仿佛在皮肤下流动的阴影。沈萧然通过标记能感觉到，近年体内那股力量正在缓慢但确定的增长，就像某种定时炸弹。在想什么？近年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沈萧然犹豫片刻，决定坦诚，在想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3处实验室，3个容器，如果另外2个也像你一样被植入了周旋的灵魂碎片。近年接话，黑眸中闪过一丝寒意，那我们得先找到他们，在周旋完全控制他们之前。这个任务艰巨的令人绝望，但沈萧然在近年眼中看到了熟悉的坚定。无论前路多么黑暗，至少他们不再孤军奋战。灵魂标记的连接比血脉更深，比诅咒更顽强。玉佩地图上的另外2个标记点等待着他们，而其中一个，沈萧然眯起眼睛辨认，似乎位于九尾狐族领地的边缘。是时候面对他的过去了。壁炉的火光在近年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他蜷缩在角落，右手指甲已经变形成漆黑的利爪，皮肤下隐约有黑雾流动。沈萧然跪在他面前，双手紧握那只变异的手，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再坚持一下，沈萧然的声音绷紧，8条尾巴展开，银白色的灵丝从尾尖渗出，缠绕上近年的手臂，灵丝缠绕能力全力运转。近年咬紧牙关，喉咙里发出压抑的低吼。自从3天前从清明峡谷返回，影兽基因的暴走发作越来越频繁，每次压制都比上一次更困难，灵丝的效果持续时间也越来越短。近年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眼中的暗红血丝如蛛网般蔓延。他在适应。沈萧然没有回答，只是加大了灵力输出。灵丝如活物般钻入近年皮肤，与黑雾展开拉锯战。灵魂标记处传来撕裂般的痛楚，但他死死咬住下唇不松手。如果连这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月圆之夜？随着一声闷响，灵丝终于暂时压制住了黑雾。近年的爪子恢复成正常手指，眼中的暗红也褪去少许。他脱力地向前倾倒，额头抵在沈萧然肩上，呼吸粗重的像刚跑完马拉松。这次撑了多久？近年哑声问。沈萧然看了眼墙上的灵力钟，23分钟，比上次短了7分钟。他轻轻抚摸近年汗湿的后背，但发作强度减弱了。你的意识清醒时间变长了。近年苦笑，抬头时眼中的疲惫几乎要溢出来。自欺欺人有用吗？3周后的月圆之夜，他没有说完，但2人都明白那个未尽的恐惧。沈萧然扶他躺到简陋的床铺上，转身去翻找从实验室带回的文件。安全屋是玄猫族设在边境的应急设施，虽然隐蔽，但物资有限。3天来，他们一边躲避可能的追捕，一边研究那些残缺的资料，试图找到控制影兽基因的方法。周旋的记录中提到，双生封印术是关键。沈萧然展开一张烧焦边缘的纸张，但母亲在境界只教了我一部分皱纹。禁言撑起上半身，即使有完整皱纹，施展条件也很苛刻，需要纯血九尾狐的灵魂标记和月华石。他指了指文件上模糊的字迹，后者是什么？沈萧然摇头，母亲没提过。但既然我的灵珠能暂时压制影兽基因，也许他突然停住，灵珠传来一阵异常的刺痛，有人接近，2人瞬间进入戒备状态。禁言强撑着站起来，短刀在手，沈萧然则展开3条尾巴，银光在指尖凝聚。安全屋外，脚步声由远及近，最终停在门前。是我。熟悉的声音响起，进来。门开处，兰叔风尘仆仆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更加憔悴，眼下青黑严重，右臂还缠着渗血的绷带。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中捧着的一个金属盒子，表面刻着九尾狐族文章。你们惹的麻烦比我想象的更大。兰叔扫视了一圈狼藉的安全屋，目光最终落在禁言变异未完全消退的右手上，影兽基因已经开始觉醒了。沈萧然警惕地挡在禁言前面。您怎么找到我们的？兰叔叹了口气，将金属盒放在桌上。每个安全屋都有追踪符咒，只有族长能激活。他直视沈萧然的眼睛。如果我想伤害你们，来的就不会是我一个人。禁言推开沈萧然，踉跄上前。兰叔，我……兰叔突然一把抱住他，力道大的让禁言闷哼一声。傻孩子，我早该告诉你真相。这个拥抱打破了最后的防备。沈萧然看到禁言的身体从紧绷到放松，最终无力地靠在兰叔肩头，像个迷路已久终于回家的孩子。灵魂标记处传来复杂的情绪波动，愤怒、委屈、释然，还有深藏的爱。兰叔轻轻拍着禁言的后背，我拿到了月华石。他指向金属盒，心里留下的最后礼物。沈萧然瞪大眼睛，我姑姑，但那是20年前，他遇见了今天。兰叔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拇指大小的乳白色晶体，散发着柔和的荧光，用生命为代价。沈萧然小心地触碰那块晶体，指尖立刻传来温暖的脉动，仿佛有生命在其中跳动。更奇怪的是，他的灵珠竟与之产生共鸣，发出愉悦的震颤。这是九尾狐族圣树的结晶。兰叔解释，千年开花，
千年结果。星离偷走他时还只是花苞，周旋追杀他不仅因为背叛，更为了这个。禁言皱眉，他怎么帮我们？兰叔的表情变得凝重，配合双生封印术，他能暂时压制影兽基因，但要彻底净化，他顿了顿，需要更极端的办法。沈萧然和禁言交换了一个眼神，兰叔明显隐瞒了什么。什么办法？禁言直截了当地问。兰叔深吸一口气，两种可能，一是找到传说中的禁妖泉，那是上古时期九尾狐族用来净化被污染的灵珠的圣地，但位置已经失传千年。第二种呢？沈萧然追问。兰叔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灵魂熔炉，将影兽基因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中。容器？禁言的声音危险的低沉。你是说另一个人？兰叔点头，理论上拥有灵魂标记的伴侣是最佳选择，两人的灵力已经高度同调。不可能！禁言猛地站起来，黑烟不受控制地从体内窜出，我宁愿死也不会让沈萧然冒险。沈萧然立刻上前握住他的手，通过标记输送安抚性灵力。冷静点，禁言。兰叔只是陈述可能性。兰叔苦笑，实际上即使你愿意，成功率也不足30%。影兽基因太过霸道，普通灵体承受不住。他看向沈萧然，除非什么？沈萧然追问。除非是拥有8尾的九尾狐。兰叔的目光落在沈萧然展开的尾巴上，但风险依然极高。历史上只有一例成功记录，3000年前的九尾狐族长与其玄猫伴侣。沈萧然心头一震，母亲留下的记忆石中似乎提到过这个故事，但当时他没太在意。现在想来，或许母亲早已预见这一天。禁言突然剧烈咳嗽起来，黑血从嘴角渗出。沈萧然连忙扶住他，发现他皮肤下的黑雾再次开始流动，又一次发作要来了。帮我按住他！沈萧然对兰叔喊道，同时全力展开8尾。兰叔迅速行动，用特制的灵力绳索固定住禁言四肢。沈萧然则将月华石放在禁言胸口，开始吟唱双生封印咒文。这次有了月华石的辅助，咒文的力量明显增强，银白色符文如活物般爬上禁言的身体，与黑雾激烈对抗。啊！禁言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身体弓起，几乎折断脊椎。沈萧然强忍心痛继续吟诵，泪水模糊了视线。灵魂标记处传来的痛苦几乎要将他撕裂，但他咬牙坚持，甚至加大灵力输出。月华石开始发光，越来越亮，最后几乎像个小太阳。在强光中，沈萧然看到禁言体内的黑雾被暂时逼退到灵珠周围，形成一个被符文锁链束缚的黑球。成功了，暂时。兰叔擦了擦额头的汗，但每次封印效果都会减弱。月华石的能量有限。沈萧然精疲力竭地瘫坐在地，8条尾巴无力地垂落。禁言已经陷入昏迷，呼吸平稳了许多，但眉心仍有一缕黑雾萦绕不散。能撑多久？他哑声问。兰叔检查了月华石的消耗情况，最多3次，之后需要重新充能。怎么充能？九尾狐族圣术，或者……兰叔犹豫了一下，8尾九尾狐的灵珠。沈萧然苦笑，所以无论如何，最终都需要回九尾狐族领地。兰叔点头，而且越快越好。月圆之夜前，你们必须到达圣树所在的神木林。他拿出一张地图，我已经规划好了路线，可以避开大部分巡逻。沈萧然仔细查看路线，眉头越皱越紧，这几乎绕了大半个妖族领地，3周时间太紧了。有近路。兰叔指向地图上的一处峡谷，隐月剑，这里直通九尾狐族腹地。但是什么？那是禁地。兰叔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传说有去无回，但心里曾说过，隐月剑深处藏着通往神木林的捷径。沈萧然沉思片刻，值得一试。走常规路线太冒险了，周旋的同伙一定在监视所有入口。兰叔欲言又止，最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勇气可嘉。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他压低声音，即使一切顺利，最终净化仪式也需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影兽基因无法被完全消灭，只能转移或封印。兰叔的目光落在昏迷的禁言身上，如果选择封印，施术者将永远与被封印者绑定，任何一方死亡，另一方也会。沈萧然打断他，灵魂标记已经做到了这点。兰叔摇头，更甚，你们将真正成为一体两面，共享一切，包括寿命。这个信息让沈萧然怔住了。共享寿命意味着，如果禁言体内的影兽基因最终失控，沈萧然也会一同毁灭。但转念一想，这难道不是灵魂标记的终极形式吗？母亲当年未能完成的双生封印，或许正是为了今天。我接受。沈萧然平静地说，反正没有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兰叔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似是欣慰，又似是悲伤。你比星离和月华都要勇敢。他站起身，我明天一早离开，引开可能的追踪者。你们等禁言状况稳定后立刻出发。沈萧然点头致谢，突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兰叔，暗穹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实验室看到了他们的标记。兰叔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瞬，一个古老而危险的组织信奉妖族进化理念，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极端手段剔除妖族的软弱部分，才能对抗人类。他苦笑，周旋曾是其中一员，但后来走得更远。还有更多成员。
据我所知，至少3位长老级人物。兰叔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包括你父亲。这个炸弹般的消息让沈萧然如坠冰窟。父亲，九尾狐族长是暗穹成员，那他们回神木林岂不是自投罗网？兰叔似乎看出了他的恐惧，不必太担心。沈萧何加入暗穹更多是政治考量，他并不认同周旋的极端实验。实际上，他犹豫了一下，正是他暗中协助星离偷走月华石花苞。沈萧然的世界观再次被颠覆，记忆中冷漠疏远的父亲，竟然参与过反抗周旋的行动。事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兰叔叹息，就像禁言体内的影兽基因，它既是诅咒，也可能成为力量。关键在于掌控。他走向门口，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昏迷的禁言，照顾好他，也照顾好自己。星离的预言中提到，当8尾与影兽相融，新的时代将开启。我一直以为这是指灾难，但现在我想，或许是指希望。门轻轻关上，留下沈萧然独自沉思。壁炉的火光渐弱，他添了几块木头，然后回到禁言身边躺下。8条尾巴如保护伞般覆盖住两人。夜深时分，禁言在梦中不安地扭动。沈萧然立刻警觉，通过标记感知到他又开始陷入噩梦。这次他没有尝试用灵丝压制，而是轻轻贴上禁言的额头，主动激活灵魂标记。意识再次沉入那个纯白空间，但比上次更加混沌。黑雾几乎占据了3/4的空间，中央的金色光点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沈萧然毫不犹豫地走向光点，任由黑雾撕扯自己的灵体。禁言，他呼唤着，伸手触碰那团金光。金光微微闪烁，传出禁言虚弱的声音：“为什么又来？危险！”沈萧然将金光拢入怀中，因为你在呼唤我。不，我在抗拒你。金光挣扎着，他会吞噬你，那就让他试试。沈萧然收紧怀抱，将自己的灵力源源不断注入金光，记得吗？要么一起活，要么一起死。金光逐渐变亮，周围的黑暗稍稍退却。沈萧然看到无数记忆碎片在四周漂浮，有快乐的，有痛苦的，但全都是鲜活的，属于禁言本真的记忆。他小心地触碰那些碎片，将自己的灵力注入其中，如同在黑暗中点燃一盏盏小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亮起的记忆碎片增多，金光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开始主动驱散黑雾。禁言的声音也变得清晰：“沈萧然，你这个固执的狐狸。”沈萧然笑了，在灵魂层面紧紧拥抱他：“而你是个专横的猫。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脏东西赶出去。”两个灵魂在意识深处相拥，金光与银光交织，形成一张细密的网，将黑雾暂时压制到角落。虽然没有完全清除，但空间已经恢复了大半清明。有效。禁言的声音带着惊讶：“你是怎么？灵魂标记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更强。”沈萧然解释，他不仅能共享痛苦，还能共享力量。你的光明面正在增强，禁言。影兽基因无法吞噬真正的你。当他们回到现实世界，天已微亮，禁言的眼睛恢复了清明，只有瞳孔边缘还残留着一丝暗红。他伸手轻抚沈萧然苍白的脸：“你消耗太多了，值得。”沈萧然靠在他胸前，听着那有力的心跳。兰叔带来了月华石和路线图，我们得去九尾狐族神木林。禁言的身体微微僵硬：“你父亲？”“我知道。”沈萧然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但我们必须冒险。隐约见识捷径，如果姑姑的预言准确。”禁言突然翻身，将他压在身下，黑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如果失败，如果我完全失控，你必须……”“不。”沈萧然用尾巴缠住他的手腕：“没有如果，我们一起面对，记得吗？”隐约见的入口像一道狰狞的伤疤，横亘在2座陡峭的山峰之间。沈萧然站在边缘向下望去，只见雾气缭绕，深不见底。传说这里是妖族禁地，有去无回，但兰叔确信姑姑星离曾发现过通往神木林的秘密路径。“你确定要这么做？”禁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比平日更加沙哑。自从离开安全屋，他体内的影兽基因越来越不安分，每天需要3次灵丝缠绕才能勉强压制。沈萧然转身，发现禁言的眼白已经布满细密的暗红血丝，右手指甲再次变形成爪。才短短5天，影兽的侵蚀速度就超出了预期。没有选择，沈萧然展开3条尾巴，荧光在雾气中显得格外明亮。常规路线至少需要2周，而月圆之夜只剩7天了。禁言皱眉，爪子在岩壁上留下5道深深的痕迹。如果下面是陷阱呢？如果周旋的同伙在等着我们呢？那也比坐以待毙强。沈萧然伸手触碰禁言锁骨上的伤疤，通过灵魂标记传递安抚：“相信我，好吗？”禁言的黑眸中闪过一丝挣扎，最终化为无奈的妥协。他反手握住沈萧然的手腕：“我先下，如果情况不对，你立刻撤退。”沈萧然张嘴想反驳，但禁言已经纵身跃下，黑岩在身后划出一道弧线，他只好紧随其后。8条尾巴展开，减缓下落速度。雾气越来越浓，带着某种奇怪的金属味，刺激的鼻腔发痒。下落持续了足足3分钟，终于看到底部，一片泛着幽蓝光芒的湖泊。禁言在半空调整姿势，轻巧地落在湖边一块凸起的岩石上。沈萧然落在他身旁，尾巴因紧张微微炸毛。这水，禁言蹲下身，爪子轻触湖面，不是普通的水。沈萧然也注意到了，
湖面平静如镜，却倒映不出他们的身影。相反，水底似乎有无数光点在游动，如同星河被囚禁其中。灵魂之湖，一个声音突然从四面八方传来，只有被标记者才能度过。两人瞬间背靠背进入战斗状态。沈萧然的八尾银光大盛，禁言的黑岩在爪间跃动，但周围空无一人，只有那个声音继续回荡。沈月华与心离的女儿之子，周末与柳青的血脉，命运终于将你们引至此地。沈萧然和禁言震惊地对视一眼。这个声音不仅知道他们的父母，还提到了禁言从未公开的真名，周末是他生父的名字。你是谁？沈萧然大声问道，声音在峡谷中回荡。湖水突然沸腾起来，光点汇聚成一条通向湖心的光路。时间不多了，影兽即将苏醒，而你们尚未准备好。禁言的黑岩猛地窜高，什么把戏？不是把戏，孩子。声音变得柔和，带着某种熟悉的韵律。我是你们血脉中的记忆，是隐月剑守护者，也是双生封印术的创造者。沈萧然的灵珠剧烈震颤，母亲在境界中的话语突然在脑海中回响。双生封印术源自上古时期，由九尾狐与玄猫先祖共同创造。证明你自己。禁言厉声道，但沈萧然能通过标记感受到他的动摇，有什么在呼唤他的血脉，那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湖水中的光路更加明亮，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湖心，触碰湖水，你们自会明白。沈萧然犹豫片刻，蹲下身，将指尖进入湖中。刹那间，无数画面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年轻的沈月华站在同样的湖边，身旁是同样年轻的静兰和一个银发女子，那一定是姑姑心离。三人手捧月华式花苞，神情肃穆。心离独自走入湖心，身影消失前回头说了什么。画面切换，沈萧然看到母亲在境界中留下的最后微笑，听到她说，当你们真正需要时，答案自会出现。沈萧然，禁言的喊声将他拉回现实。沈萧然发现自己跪在湖边，全身被汗水浸透，而禁言正紧张地扶着他的肩膀。我看到了母亲和兰叔还有姑姑。沈萧然喘息着说，这湖是通道，通往某个记忆空间。禁言的爪子收紧了些，太危险了，如果又是周旋的陷阱。不是，沈萧然坚定地说，我感受到了母亲的气息。他看向湖心那个模糊的身影，我想他一直在等我们来。禁言沉默良久，最终咬牙道，好，但一旦有异常，立刻撤退。两人踏上光路，湖水在脚下形成坚实的支撑。随着深入湖心，周围的雾气越来越浓，最终完全遮蔽了视线。沈萧然只能通过灵魂标记感知禁言的存在，他就在一步之遥，却仿佛隔着一层纱。突然，雾气散开，他们站在一个圆形平台上，四周是无尽的星空。平台中央站着两个人影，一个是银发蓝眸的九尾狐女子，另一个是黑发金眼的玄猫男子。两人手牵着手，身后分别浮动着8条银尾和漆黑如夜的猫影。欢迎继承者们。九尾狐女子微笑，那笑容让沈萧然瞬间想起母亲。我是百里，双生封印术的创造者之一。我是叶墨。玄猫男子接口，声音低沉如雷鸣，也是第一个与影兽血脉共存的玄猫。禁言的身体猛地绷紧。你说什么？叶墨走向他，金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我的故事与你相似，孩子，被迫承载影兽血脉，被族人恐惧，直到遇见我的另一半。他看向白离，目光温柔下来。沈萧然突然明白了，你们用双生封印术控制了影兽基因。白离点头，不是消灭，而是平衡。影兽之力本身并非邪恶，只是过于霸道。他展开手掌，一团银光浮现，就像光与影、阳与阴，万物需要对立面的制衡。但周旋的记录显示，禁言皱眉，影兽基因会完全吞噬宿主，因为他只看到了失败案例。叶墨冷笑，那些强行植入、未经同调的实验品，真正的共存需要2个条件：灵魂标记以及自愿的牺牲。白离轻声补充，目光落在沈萧然身上，你母亲差点就成功了，可惜。沈萧然胸口发紧，可惜什么？时机未到。白离摇头，双生封印术必须在影兽完全觉醒时施展，早一刻无效，晚一刻致命。沈月华尝试的太早了。禁言的黑岩不受控制的窜出，所以你们是说要等到月圆之夜我完全变成怪物时才有一线希望？不，叶墨直视他的眼睛，是等到你接纳影兽为你的一部分时，抗拒只会加速他的反噬。星空突然扭曲，平台开始震动，白离的身影变得透明。时间到了，记忆空间无法维持太久。等等，沈萧然急切地问，月华石的作用是什么？禁妖泉在哪里？叶墨也开始消散，月华石是媒介，禁妖泉在，他的声音被一阵刺耳的噪音淹没。空间崩塌的瞬间，禁言一把抱住沈萧然，黑岩形成保护罩，两人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抛回现实，重重摔在湖岸边。沈萧然头晕目眩地爬起来，发现天色已暗，湖面恢复了平静。如果不是浑身湿透的衣服和仍在刺痛的灵魂标记，他几乎要以为那是一场幻觉。你听到了吗？禁言的声音异常紧绷，接纳影兽，这简直是疯狂。沈萧然接话，却在思索另一个问题，但叶墨确实做到了，而且母亲尝试过。禁言突然抓住他的肩膀，不，我不会冒险让你尝试那个封印术。
如果失败，我们会一起死。早就知道了。沈萧然平静地说，比起眼睁睁看着你变成怪物，我宁愿赌一把。禁言的爪子刺破了他的衣服，眼中暗红与黑瞳激烈交锋。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沈萧然伸手抚上他的脸颊，因为灵魂标记意味着同生共死，还因为他凑近禁言的耳边轻声道，我爱你，你这专横的蠢猫。禁言的身体僵住了，黑炎瞬间熄灭。沈萧然通过标记感受到海啸般的情绪波动，震惊、恐惧、喜悦、绝望，最终归于某种决然的平静。我也，禁言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正因如此，我不能。沈萧然用一个吻堵住了他剩下的话。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接吻，却是第一次如此毫无保留。沈萧然将全部感情倾注其中，通过灵魂标记直接冲击禁言的心房。禁言起初抗拒，但很快回应。黑炎与荧光在两人周围交织成绚丽的漩涡。当分开时，禁言眼中的暗红褪去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沈萧然从未见过的柔软。笨蛋，他低声抱怨，却将沈萧然搂得更紧。那也是爱你的笨蛋。沈萧然笑着回应，然后指向湖对岸，看那边。雾气散开处，一条狭窄的小径显现出来，蜿蜒通向山壁上的洞穴。洞口隐约有荧光闪烁，与月华石的光芒如出一辙。姑姑说的捷径，沈萧然确信无疑，通往神木林。两人谨慎地渡过湖泊，进入洞穴。内部比想象中宽敞，墙壁上覆盖着发光的苔藓，提供微弱的照明。随着深入，沈萧然注意到墙壁上开始出现壁画，与清明峡谷实验室里的类似，但更加古老。这时，禁言停在一幅巨大的壁画前，爪子轻触表面，双生封印术的图解。沈萧然凑近观察，心跳加速。壁画详细展示了两个身影，一狐一猫，如何通过灵魂标记连接彼此灵力，形成内外双重封印。虽然细节模糊，但基本原理清晰可见。母亲施展的不完整版本，沈萧然喃喃道，他缺少了外部循环这部分。禁言突然捂住胸口，跪倒在地，黑炎爆发性的窜出。沈萧然立刻展开八尾，灵丝缠绕全力运转，但这次黑炎抵抗得更加激烈，甚至开始反向侵蚀灵丝。禁言，坚持住！沈萧然额头渗出冷汗，灵丝一根接一根的断裂。走，快走！禁言的声音已经变形，带着非人的嘶哑。他出来了。沈萧然没有退缩，反而扑上去紧紧抱住他，8条尾巴如茧般将两人包裹。在绝境中，他本能地激活了灵魂标记最深层的连接，意识再次沉入禁言的精神世界。这次的白空间几乎完全被黑雾占据，金色光点微弱的如同即将熄灭的烛火。沈萧然不顾一切地冲向光点，任由黑雾撕扯他的灵体。禁言，听我的声音！他抱住那团金光，将自己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注入。看着我，记住我们是谁。金光微弱的闪烁，禁言的意识如同风中残烛。太累了，放手吧！绝不！沈萧然怒吼，八尾在精神世界具现化，银光如利剑刺穿黑雾。你说过不会放弃，你说过要一起面对。他将自己的记忆强行通过连接共享，两人在昆仑境界的初遇。禁言为他挡下黑炎攻击的瞬间，灵魂标记形成时那种灵魂震颤的喜悦。金光突然增强，如同被添了燃料的火堆。禁言的声音变得清晰了些，沈萧然，对，是我，你的狐狸，你的 Omega。 沈萧然继续注入灵力，感到自己的意识也开始模糊。别丢下我，求你了！奇迹发生了，金光爆发性的扩散，将周围黑雾暂时逼退。禁言的身影逐渐清晰，伸手回报沈萧然。当意识回归现实，沈萧然发现自己躺在洞穴地面上，禁言正撑在他上方，眼中的暗红褪去了大半。更惊人的是，两人的灵魂标记处散发着柔和的金银色光芒，在黑漆漆的洞穴中格外醒目。这是沈萧然轻触后颈，那里的标记纹路变得更加复杂。禁言也摸了摸自己锁骨上的标记，连接更深了。他尝试调动黑炎，这次火焰中竟然夹杂着银色光点，我能控制它了。暂时性的。沈萧然疲惫但欣喜地笑了，灵魂共鸣的结果。白离说过，接纳是第一步。禁言扶他坐起来，表情复杂。你共享了所有记忆，连那些最痛苦的，因为灵魂标记意味着共享一切。沈萧然靠在他肩上，包括伤痕。两人静静依偎片刻，直到沈萧然的灵珠突然剧烈震颤，墙壁上的壁画正在发光。他挣扎着站起来，发现整面墙的图案都活了过来，在空气中投影出完整的双生封印术流程。他感应到了我们的标记。沈萧然惊叹道，这才是真正的传承方式。禁言也站起来，仔细观察那些浮动的符文，需要月华石作为媒介，在月圆之夜，当影兽完全觉醒时，他的声音越来越沉，太危险了。如果稍有差池，我们会成功。沈萧然坚定地说，因为这次我们知道了完整的仪式。洞外突然传来隆隆雷声，地面微微震动，壁画的光芒开始减弱，最终恢复原状。时间到了，禁言警觉地竖起耳朵，洞穴要关闭了，我们必须前进。两人快速收集必需品，向洞穴深处进发。随着前行，空气变得越来越清新，带着某种熟悉的木质香气，九尾狐族圣树的气息。终于，通道尽头出现一抹亮光。
沈笑然加快脚步冲出洞口，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呼吸。月光下，无边无际的神木林铺展在面前，中央那棵参天巨树正是九尾狐族圣树，它的枝叶散发着柔和的荧光，与空中的满月交相辉映。我们到了，沈笑然轻声说，却被静言突然的闷哼打断。静言跪倒在地，黑炎完全失控的爆发，他痛苦地抓到胸口，皮肤下黑雾如活物般游走。不是现在，还不到月圆。沈笑然惊恐地抬头看向月亮，虽然不是满月，但已经接近圆形。更糟的是，圣树方向传来嘈杂的人声和灵力波动。九尾狐族的巡逻队，躲起来！他拖着静言藏进附近的灌木丛，同时展开灵丝缠绕。但这次效果微乎其微，静言的变异速度远超以往。走！静言用最后一丝理智推开他，去找你父亲，别管我。闭嘴！沈萧然厉声道。八尾全力展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闪过脑海。如果灵魂共鸣能暂时压制影兽，那么更深层次的连接呢？没有时间犹豫了。沈萧然俯身稳住静言，同时激活灵魂标记最深层的潜能，不是简单的灵力共享，而是灵魂层面的完全开放。剧痛如同将身体撕成两半，但效果立竿见影。静言体内的黑雾被暂时压制，眼中的暗红褪去。更惊人的是，沈萧然的第八尾突然散发出纯净的银白光晕，将两人笼罩其中。这是月华进化。沈萧然想起母亲记忆石中的描述，只有最纯净的八尾九尾狐才能觉醒的能力。静言的呼吸逐渐平稳，震惊地看着他，怎么办到的？不知道。沈萧然虚弱地笑了，大概是爱的力量。静言想反驳，却被远处传来的号角声打断。巡逻队改变了方向，正朝他们藏身处而来。能走吗？沈萧然紧张地问。静言点头，两人悄无声息地向神木林边缘移动。沈萧然知道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静妖泉和父亲，但首先得活过今晚。月亮的银光洒在两人身上，灵魂标记处的金银光芒与之呼应。7天后的月圆之夜将决定一切，要么双双陨落，要么创造新的传说。神木林的边缘，沈萧然屏住呼吸，看着巡逻队的火把从不到10米处经过。静言紧贴在他身后，体温高的不正常，呼吸喷在他后颈上，灼热的像炭火。自从月华进化后，影兽基因暂时蛰伏，但沈萧然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东南方有座石殿，静言的声音嘶哑，指向树林深处。兰叔说过，静妖泉可能在附近。沈萧然点头，等巡逻队走远后，搀扶静言向指定方向移动。每走几步，静言的身体就轻微抽搐一下，仿佛在与无形的敌人搏斗。灵魂标记处传来阵阵刺痛，沈萧然能感受到影兽基因正在静言体内发起新一轮进攻。神木林的树木越来越密集，树干上缠绕着发光的藤蔓，在黑夜中提供微弱的照明。这些是九尾狐族圣树的衍生物，据说与圣树共享根系。沈萧然伸手触碰一根藤蔓，指尖立刻传来温暖的脉动，灵珠随之愉悦的震颤。这是回家的感觉，却在此刻显得如此陌生。前面静言突然停下，鼻子轻微抽动，有守卫，至少6个。沈萧然竖起耳朵，果然捕捉到细微的金属碰撞声。他展开一条尾巴，银光在尾尖凝聚成镜面，小心地反射前方景象。一座白色石殿矗立在林间空地上，入口处站着6名全副武装的九尾狐战士，每人都有7条尾巴。圣殿守卫。沈萧然皱眉，九尾狐族最精锐的战士。他转向静言，硬闯不可能。你的状态。静言的黑眸中闪过一丝暗红，引开他们。我当诱饵，你进去找线索。不行。沈萧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影兽基因随时可能爆发，太危险了。没时间争论了。静言低吼，爪尖不自觉地伸长。月圆只剩3天，而且他突然捂住胸口，黑炎从指缝间窜出，他越来越难以控制。沈萧然咬住下唇，静言说的对，时间所剩无几。我有更好的主意。他忽然想起第8尾的新能力月华穿透。静言疑惑地看着他，什么？沈萧然没有解释，而是展开第8尾，银白光晕笼罩全身。在静言惊讶的目光中，他的身体逐渐变得半透明，如同月光下的幽灵。我可以在短时间内穿透物质。沈萧然的声音也变得空灵，直接从侧面穿墙进去。你留在这里，保持隐蔽。静言想反对，但一阵剧痛让他弯下腰，黑血从嘴角渗出。沈萧然心疼地擦去血迹，亲吻他滚烫的额头。相信我，就像我相信你一样。最终静言勉强点头，退到一棵巨大的圣树衍生物后隐蔽。沈萧然深吸一口气，第8尾光芒大盛，整个人如雾气般飘向石殿。穿透石墙的感觉奇异而冰冷，仿佛全身进入冰水。石殿内部比外观更加宽敞，中央是一个圆形水池，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穹顶上的星图。四周墙壁刻满古老符文，与隐约间洞穴中的壁画极为相似。沈萧然恢复实体，谨慎地靠近水池。这就是静妖泉吗？但为什么无人看守？他蹲下身，手指轻触水面。我猜你迟早会回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沈萧然浑身僵硬，缓缓转身。石殿入口处站着一个高大的银发男子，蓝眸如冰，7条银尾在身后缓缓摆动。即使20年未见，
沈萧然也瞬间认出了那双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眼睛，父亲沈萧何。父亲沈萧然本能的后退一步，8条尾巴不自觉地展开防御。沈萧何的目光扫过那些尾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8尾，比你母亲当年还多一尾。他缓步上前，每一步都带着无形的压迫感。我猜你是为那个玄猫小子来的。沈萧然挺直腰背，为禁妖拳。禁言体内的影兽基因即将完全觉醒，我们需要。你知道禁妖拳是什么吗？沈萧何打断他，声音陡然严厉。那不是普通的泉水，而是九尾狐族圣树的生命精华，每100年才凝结一滴。上一次使用还是300年前救你曾祖父。沈萧然震惊地看向水池，所以这不是禁妖拳，那真正的拳在哪里？禁言是周旋的孙子，体内流淌着影兽的污血。沈萧何继续道，每个字都像刀子，而你却为他背叛族人，与玄猫私奔，甚至形成灵魂标记。我没有背叛任何人。沈萧然终于爆发，是你们先背叛了我。从小到大就因为多了一条尾巴，我被当成怪物。而你，他指向沈萧何，手指颤抖，我的亲生父亲连正眼都不愿看我。沈萧何的表情出现一丝裂缝，你以为我愿意吗？他突然怒吼，声音在石殿内回荡，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步步走向与妻子相同的命运。这个出人意料的爆发让沈萧然愣住了，父亲眼中闪烁的是痛苦。什么意思啊？沈萧何深吸一口气，似乎在下定决心。你体内流淌的不只是普通九尾狐血脉，沈萧然，还有远古天狐的血统，那是你第8尾的来源。他苦笑，也是你母亲死亡的真正原因。沈萧然如遭雷击，远古天狐，传说中的妖族始祖。月华出生时就觉醒了天狐血脉，这让他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但也带来了致命危险，血脉反噬。沈萧何的声音低沉下来，就像影兽会吞噬玄猫一样，天狐血脉最终会吞噬宿主。唯一的缓解方式是双生封印术。沈萧然突然明白过来，母亲想与你形成灵魂标记。沈萧何摇头，我们尝试过，但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平衡他的天狐血脉。他的目光落在沈萧然的8尾上，而你的天赋甚至超越了他。当我发现你也觉醒了第8尾时，所以你疏远我。沈萧然声音发抖，怕我走上母亲的老路，我怕的是看着你死去却无能为力。沈萧何一拳砸在石柱上，鲜血从指关节渗出，但现在你竟然主动与一个影兽宿主绑定，你知道这有多疯狂吗？沈萧然直视父亲的眼睛，就像母亲当年疯狂地爱上你一样。这句话像利剑般刺中沈萧何，他踉跄后退一步，威严的面具彻底碎裂，露出底下疲惫不堪的父亲形象。你不明白，影兽与天狐是天生对立的力量，一旦接触，要么相互湮灭，要么相互平衡。沈萧然想起白离和夜幕的话，就像光与影。父亲，我在隐约见到了双生封印术的创造者，他们成功了。沈萧何震惊地看着他，你进入了隐约见的记忆空间，那只是传说，不，它真实存在，而且姑姑心里也去过。沈萧然急切地上前，他留下了月华石花包，蓝叔把它交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禁妖拳完成双生封印术。在月圆之夜，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他的话。石殿外传来战斗的喧嚣，黑岩的气息如潮水般涌来。沈萧然的灵珠剧烈震颤，禁言出事了，他失控了。沈萧何瞬间进入战斗状态，7尾如扇展开，守卫会杀死他。不，沈萧然冲向出口，却被一道无形屏障拦住。父亲设下的结界，让开！沈萧然怒吼，8条尾巴同时亮起荧光，我要去救他。沈萧何摇头，太迟了。影兽一旦完全觉醒，宿主就不再是人类，你会白白送死。沈萧然没有理会，全力攻击结界，但沈萧何的灵力深厚如海，结界纹丝不动。外面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伴随着禁言痛苦的咆哮。灵魂标记处传来撕心裂肺的痛楚。沈萧然知道禁言正在失去最后的理智，绝望中，他做了一件从未尝试过的事，将全部灵力注入第8尾，发动月华穿透。与之前不同，这次他不仅要穿透物质，还要穿透父亲的灵力结界。剧痛如千万根针同时刺入骨髓，但沈萧然咬牙坚持。第8尾的光芒从银白变成耀眼的金色，他的身体逐渐虚化，最终穿过了结界。沈萧然！沈萧何震惊的呼喊在身后回荡，但他已经冲出石殿。外面的场景让他心脏几乎停跳。禁言完全被黑岩笼罩，身形膨胀了近1倍，右臂完全异化成怪物般的巨爪。5名守卫已经倒地不起，剩下的一个正用长矛刺向禁言后背。住手！沈萧然飞扑上前，8尾如盾牌般展开，挡下这一击。守卫惊愕的后退。8尾，你是萧然少爷？沈萧然没有回答，转身面对半怪物化的禁言。黑岩中的那双眼睛已经失去人类的神采，只剩下纯粹的杀戮欲望。但当看到沈萧然时，那双眼微微闪烁了一下。禁言，沈萧然轻声呼唤，不顾危险地向前走去。是我。黑岩猛地窜高，禁言发出不似人类的咆哮，巨爪高高举起，却在即将落下时硬生生停住。
一滴黑血从静言眼角滑落。沈萧然知道那是他在拼死抵抗影兽的控制。坚持住！沈萧然继续靠近，灵魂标记全力激活，看着我，记住我们是谁。就在他即将触碰到静言的瞬间，一道银光从侧面袭来，将静言重重击飞。沈萧然转头看到父亲手持一柄银色长弓，弓弦上第二支光剑已经就绪。不！沈萧然展开八围挡在静言前面，父亲，求您，给我一次机会。沈萧何的表情冷酷如冰，让开，儿子，这不是你的爱人，只是被影兽控制的躯壳。您错了。沈萧然寸步不让，静言还在抵抗，我能感觉到。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话，身后的黑岩突然减弱了一些，静言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出：沈萧然，走。沈萧何的光剑微微下垂，眼中闪过一丝犹豫。沈萧然抓住这个机会，父亲，您说过天湖血脉会反噬宿主，那您知道为什么我至今没事吗？不等父亲回答，他继续道：因为静言，每次第八尾失控，都是他的黑岩平衡了我的灵力。影兽与天湖不是必然相克，而是互补。这个理论显然震惊了沈萧何，他放下长弓，皱眉思索，这不可能，古籍上从未记载，因为没人尝试过。沈萧然向父亲伸出手，就像没人相信八尾九尾狐能活到成年一样。父亲，给我一个机会，也给您自己一个机会，不要重复当年的遗憾。沈萧何的表情剧烈变化，最终化为深深的疲惫。他挥手示意守卫退下。你知道禁妖泉在哪里吗？沈萧然摇头，在圣树核心。沈萧何叹息，只有族长血脉才能开启。月华，你母亲曾经进去过，希望如烟花般在沈萧然心中绽放。那您能带我们？一声痛苦的咆哮打断了他。静言再次被黑岩吞噬，这次更加猛烈。灵魂标记处传来撕裂般的痛楚，沈萧然跪倒在地，感到生命力正被急速抽走，影兽基因开始吞噬静言的灵魂了。来不及了！沈萧何面色凝重，他撑不到月圆之夜。现在即使有禁妖泉也……沈萧然突然想到一个疯狂的主意：如果影兽正在吞噬静言的生命力，而灵魂标记让他们共享一切，他抓住父亲的手臂，圣殿里的水池，那是什么？普通灵泉，用来测试血脉纯度，足够了。沈萧然转身扑向静言，不顾黑岩灼烧，紧紧抱住他。静言，听我说，我们要再做一次灵魂共鸣，但这次更深层。黑岩中的眼睛茫然地看着他，但还有一丝认知存在。沈萧然将额头贴上静言的，全力激活灵魂标记，不是简单的意识连接，而是生命力的共享。剧痛如海啸般席卷全身，沈萧然感到自己的生命力如决堤之水涌向静言，皮肤开始出现裂纹，鲜血从七窍渗出，但他没有松手，反而抱得更紧。萧然静言的声音微弱但清晰：放手，绝不！沈萧然咬牙坚持，要么一起活，要么……他的话没能说完，一道耀眼的晶莹光芒从两人标记处爆发，瞬间驱散了周围的黑岩。沈萧然惊愕地发现，标记纹路自主延伸，形成复杂的晶莹双色图案，覆盖了两人的半边身体。更神奇的是，生命力不再单向流动，而是形成了循环，静言吸收多少，沈萧然就得到多少补充。影兽基因的吞噬被暂时阻断了。这时，沈萧何震惊地看着这一幕，灵魂标记的终极形态，生命共享。沈萧然虚弱地笑了，看向同样精疲力尽但恢复人形的静言：你差点又丢下我。静言用尽最后力气握住他的手：对不起。沈萧何走上前，表情复杂地看着两人：3天。他沉声道：我能暂时压制影兽基因3天。之后，他看向圣树方向：你们必须在月圆之夜进入圣树核心，完成双生封印术。沈萧然想道谢，但黑暗已经吞噬了他的意识。最后看到的是父亲弯腰抱起他的身影，以及眼中那抹久违的父爱。沈萧然挣扎着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由发光枝条编织而成的弧形穹顶，这是圣树内部的疗愈室，九尾狐族最神圣的空间。醒了，低沉的声音从左侧传来。沈萧然转头看到父亲坐在藤蔓编织的椅子上，银发在圣树的蓝光中显得格外冰冷。20年了，这是父亲第一次守在病床前等他醒来。静言呢？沈萧然试图坐起来，全身肌肉立刻发出抗议的疼痛。沈萧何按着他的肩膀，稳定住了。他在隔壁房间。他递来一杯散发着苦香的药茶，喝掉，能加速灵力恢复。沈萧然小心接过，指尖碰到父亲的手掌，那触感陌生又熟悉。上一次父亲这样照顾他，还是6岁那年他练习术法摔断腿的时候。药茶划过喉咙，苦涩中带着一丝甘甜，灵力如暖流般在经脉中扩散，缓解了灵魂标记处的隐痛。沈萧然惊讶地发现，标记纹路已经蔓延到锁骨位置，晶莹双色的线条在皮肤下隐约发光。生命共享。沈萧何注意到他的目光，古籍上记载过，但近千年没人能激活这种深度的灵魂连接。他的声音带着难以察觉的赞叹：你和那个玄猫小子创造了奇迹。沈萧然握紧杯子，不是奇迹，是选择。他直视沈萧何的眼睛，就像母亲选择保护红莲，就像姑姑选择偷走月华石花苞。沈萧何的表情瞬间阴沉，别提心离。他站起身，走到发光的墙壁前，
他本来可以活着，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愚蠢的预言。什么预言？当八尾与影兽相融，新的时代将开启。沈萧何转身，蓝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心里认为这是拯救妖族的关键。为此，他潜入周旋的实验室，偷走月华石花包，也暴露了自己。沈萧然想起隐约见湖水中看到的画面，姑姑心离临行前的回眸，那眼神与母亲在境界告别时如此相似，都是明知必死却义无反顾。他成功了。沈萧然轻触胸口的灵珠，花苞最终成熟，现在就在我们手中。沈萧何摇头，代价太大。月华失去妹妹后几乎崩溃，那是他决定提前尝试双生封印术的导火索。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他太着急了，时机未到。沈萧然突然明白了父亲多年的心结，您害怕历史重演，怕我和母亲一样，怕你比他更早离开。沈萧何一拳砸在发光墙壁上，藤蔓随之震颤。天湖血脉比影兽更危险，他不会立刻杀死你，而是一点点蚕食神智，直到宿主变成空壳。他痛苦地闭上眼，我亲眼看着月华最后几个月，他甚至认不出我了。这个从未示弱的男人此刻肩膀垮下，露出铠甲下的软肋。沈萧然胸口发紧，20年来的隔阂在这一刻变得透明。父亲的冷漠不是拒绝，而是无力回天的绝望。父亲，他艰难地开口，我和母亲不同，我有禁言。沈萧何睁开眼，目光落在沈萧然的灵魂标记上，所以我才同意给你们3天时间。他走向门口，休息吧，日落时我会带你们去圣树核心。在那之前，他停顿了一下，去看看你的玄猫，他一直在抵抗影兽的侵蚀，需要你的力量。门轻轻关上，留下沈萧然独自消化这些信息。他小心地活动四肢，感受灵力在体内流动。虽然虚弱，但第八尾的力量似乎更加稳定了，不再有以往那种难以控制的躁动。隔壁房间比疗愈室小一些，中央悬浮着一个由发光藤蔓编织的茧，透过缝隙可以看到禁言沉睡的身影，黑岩被压制在皮肤之下，只有眼角的暗红显示影兽基因仍在活动。沈萧然将手贴在茧上，立刻感受到熟悉的灵力波动。茧的构造很巧妙，既阻隔了影兽的外溢，又不妨碍灵魂标记的连接。通过标记，他能感知到禁言正在意识深处与影兽激烈对抗。我来了，他轻声说，额头抵在茧上，激活灵魂标记。意识下沉，再次进入禁言的精神世界。与之前不同，这次的白空间已经恢复了近半清明，黑雾被逼退到边缘，中央的金光强大了许多。禁言的身影清晰可见，正与一团人形黑雾对峙。沈萧然，禁言惊讶地转头，你不该。黑雾趁机扑来，沈萧然本能地展开八尾，银光如利剑刺穿黑雾。影兽发出刺耳嘶吼，暂时退却。我说过，不会让你独自面对。沈萧然站到禁言身旁，两人的肩膀相触，金银光芒自然交融。禁言的嘴角微微上扬，你真是笨蛋。彼此。沈萧然回敬，然后正色道，父亲同意带我们去圣树核心，日落就出发。禁言的表情变得复杂，你父亲知道风险吗？如果失败，他知道。沈萧然握住禁言的手，但有些事值得冒险。黑雾再次涌动，这次分成数股从不同方向袭来。禁言召唤出黑岩长剑，沈萧然的八尾化为银盾，两人背靠背迎战。每一次击退黑雾，金光就增强1分，白空间也随之扩大。他在变弱。禁言喘息着说，一剑劈开扑来的黑影，我们的连接在压制他。沈萧然点头，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性，如果影兽能被完全压制，它会不会像你的黑岩一样成为可控的力量？禁言的动作顿了一下，理论上可能，但代价是什么？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随着最后一团黑雾被驱散，精神世界暂时恢复了平静。两人精疲力竭地坐在地上，金光与银光如水乳交融。时间不多了。禁言看着周围又开始缓慢蔓延的黑雾，外界现在什么情况？沈萧然将父亲的安排告诉他，包括3天实现和圣树核心的禁妖权。禁言听完沉默良久，突然问道，你相信你父亲吗？这个问题让沈萧然怔住了。相信父亲吗？那个冷漠疏远了他20年的人。但回想起父亲眼中的痛苦和那句怕你比他更早离开，他发现自己从未真正恨过父亲。我相信。最终他说，就像相信你不会放弃我一样。禁言深深看着他，突然轻声吻住他的唇。在精神世界里，这个吻比肉体接触更加深刻，仿佛灵魂本身的交融。当分开时，黑雾又退后了几分，金光更加璀璨。该回去了。禁言轻声说，准备好面对真正的考验。意识回归现实，沈萧然发现自己的手掌已经穿透茧的外层，与禁言的手紧紧相握。更惊人的是，金银双色的标记纹路沿着两人相触的手臂蔓延，如同活物般生长。茧突然从内部裂开，禁言坐起身，眼中的暗红褪去大半。虽然脸色仍然苍白，但神志清醒。日落前，我们必须恢复体力。沈萧然点头，扶着禁言站起来。就在这时，整个圣树突然剧烈震动，藤蔓墙壁发出刺耳的吱嘎声。沈萧然的灵珠猛然抽痛，灵魂标记处传来前所未有的灼烧感。怎么回事？禁言警觉地竖起耳朵，黑岩在掌心跃动。沈萧何破门而入，脸色异常凝重，周旋，他突破了封印。
这个信息如同冰水浇在两人头上。沈萧何继续道：刚收到兰叔的传讯，周旋利用影兽基因与近年的血脉联系，强行挣脱了双生封印，现在正朝神木林赶来。他想要什么？沈萧然握紧近年的手，感受到对方同样紧绷的肌肉。你……沈萧何直视近年完整的影兽宿主，还有他的目光移向沈萧然，天湖血脉。他想完成20年前失败的实验。沈萧然想起实验室文件上的内容，周旋试图创造同时拥有影兽与天湖之力的超级妖族，而现在他和近年正是这两种血脉的完美载体。没时间了，沈萧何转身，现在就去圣树核心，赶在周旋到达前完成双生封印。但月圆之夜还没到，沈萧然犹豫道：已经顾不上时机了。沈萧何的声音带着决绝，要么现在尝试，要么等着被周旋变成怪物。三人快速穿过圣树内部的蜿蜒通道，越往深处走，墙壁上的发光藤蔓越密集，最后几乎连成一片光幕。空气变得粘稠，灵力浓度高到让皮肤刺痛。沈萧然的八尾不自觉地展开，贪婪地吸收着周围能量。通道尽头是一扇由古老符文构成的能量门，沈萧何划破手掌，将血按在门中央，只有族长血脉能开启。符文依次亮起，能量门如水波般荡漾开来。里面的景象让沈萧然屏住呼吸。一个巨大的球形空间，中央悬浮着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周围环绕着9条发光的根系。那水珠虽然只有珍珠大小，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禁妖拳，沈萧然轻声说，灵珠与之共鸣，产生愉悦的震颤。沈萧何点头，圣树千年精华，理论上它能净化一切妖力污染。他看向禁言，包括影兽基因。禁言的黑眸中闪过一丝希望，但随即又暗淡下来。代价呢？风险很大。沈萧何坦诚道，禁妖拳会同时作用于你们两人，天湖血脉与影兽基因可能相互湮灭，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沈萧然明白父亲没说出口的担忧，更可能的结果是他们双双灰飞烟灭。开始吧。禁言突然说，声音坚定，与其被周旋利用，不如赌一把。沈萧然惊讶地看着他，通过灵魂标记感受到对方毫无畏惧的决心。他深吸一口气，转向父亲，我们需要怎么做？沈萧何从怀中取出月华石，这是媒介，将它放在禁妖拳下方，你们分别站在两侧，激活灵魂标记最深层的连接。然后他顿了顿，让禁妖拳决定结果。这个模糊的指示让沈萧然不安，但他知道父亲也没有更多经验可循。历史上可能从未有人尝试过同时净化天湖与影兽这两种极端力量。三人走向禁妖拳，每走一步都如同在粘稠的灵力中跋涉。沈萧何小心地将月华石放置在悬浮的水珠正下方，石头立刻发出柔和的荧光，与禁妖拳的蓝光交织。记住，沈萧何最后叮嘱，无论发生什么，保持灵魂连接的畅通，这是唯一能引导禁妖拳正确作用的关键。沈萧然和禁言相视一眼，同时点头。两人分别站在月华石两侧，双手相握。灵魂标记处立刻亮起晶莹双色光芒，与月华石、禁妖拳形成奇妙的能量回路。开始了。沈萧然轻声说，闭上眼睛，全力激活标记。意识再次交融，但这次更加深入。沈萧然感到自己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真正与禁言的灵魂融为一体。没有语言，没有形象，只有纯粹的存在与感知。他看到禁言的全部记忆，感受对方每一分痛苦与喜悦，同时禁言也完全进入他的意识，理解他所有孤独与渴望。这种赤裸的灵魂相拥，比任何肉体亲密都更加震撼。标记处的晶莹光芒暴涨，形成一个茧状能量场，将两人包裹其中。月华石悬浮起来，与禁妖拳相连，3种能量开始循环流动。外界，沈萧何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作为旁观者，他看到禁妖拳的水珠逐渐分成2股细流，分别流向沈萧然和禁言的眉心。当第一滴液体接触皮肤时，两人同时剧烈颤抖，晶莹茧内部爆发出刺目的强光。灵魂层面，沈萧然感到一股清凉的力量涌入意识，如清泉洗涤每一寸灵魂。禁妖拳的力量温柔而坚决地搜寻着天湖血脉的痕迹，试图将其净化。与此同时，禁言那边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影兽基因被禁妖拳逼出角落，展开激烈反抗，痛苦难以形容。沈萧然感到自己的灵珠被无形的手攥住，天湖血脉不甘被净化，在体内左冲右突。第8尾失控的展开，荧光变得狂暴。通过灵魂连接，他同样感受到禁言承受的折磨，影兽基因如困兽般挣扎，黑炎在经脉中肆虐。坚持住！沈萧然在灵魂层面呼唤，别让他分开我们。禁言的回应是一阵坚定的能量波动，两人的灵魂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晶莹光芒形成保护罩，抵抗禁妖拳的净化力量。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禁妖拳开始改变性质，不再试图消灭天湖与影兽，而是引导他们相互制衡。外界，沈萧何震惊地看到禁妖拳的颜色从清澈透明变成晶莹交织，同时包裹两人的能量茧也浮现出古老符文，正是双生封印术的完整皱纹。月华石悬浮在正中央，作为媒介调和3种力量。圣树突然剧烈震动，远处传来爆炸的闷响。沈萧何脸色大变，周旋到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仍在能量茧中的两人，转身冲向出口，坚持住，孩子们，我去争取时间。能量茧内，沈萧然和静言对外界变故一无所知，全部精力都用在维持灵魂连接上。静妖拳的力量已经完成了初步调和，天狐血脉与影兽基因不再相互攻击，而是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晶莹光芒中开始夹杂丝丝黑雾，但不再具有攻击性，反而像是为整体增添了深度。就在这时，一个阴冷的声音突然穿透能量茧，直达两人意识深处。多么完美的实验品啊！我亲爱的孙子，还有天狐那小子。周旋，沈萧然的灵珠因恐惧而震颤。这个声音比境界中更加清晰，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亲昵。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摆脱命运？周旋的声音继续道，如同毒蛇在耳边嘶鸣。影兽与天狐注定相克，最终只会相互毁灭。让我来教你们真正的用法。一股强大的黑暗力量突然侵入能量茧，试图破坏静妖拳的平衡。沈萧然感到天狐血脉再次躁动，这次带着前所未有的狂暴。静言那边同样不妙，影兽基因如获指令，开始疯狂反扑。不！沈萧然在灵魂层面怒吼：静言，别听他的，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两人的灵魂在绝境中爆发出最后的力量。月华石突然碎裂，释放出储存的所有能量，静妖拳完全融入他们的身体，灵魂标记的晶莹光芒如太阳般耀眼。三股力量合而为一，形成一道冲击波，不仅击退了周旋的黑暗力量，还向外扩散到整个圣树空间。外界正在与沈萧和交战的周旋突然惨叫一声，黑影构成的身体出现无数裂痕。不可能，他们竟然融合了两种力量。沈萧和也感受到了那股奇异的能量波动，既不是纯粹的天狐之力，也不是单纯的影兽气息，而是某种前所未有的平衡状态。他抓住机会，七尾如扇展开，释放出积蓄已久的全力一击。为了月华和心离，周旋的黑影被这一击打散大半，剩余的部分仓皇逃窜。这不结束，暗穹终将崛起，所有妖族都将臣服。随着周旋的败退，圣树核心的能量茧缓缓打开。沈萧和转身屏息等待结果，光芒散去，露出两个相拥的身影。沈萧然和静言都恢复了人形，但身上布满了金银与暗红交织的纹路，那是双生封印术完全激活的标志。更令人惊讶的是，沈萧然的8条尾巴中有3条变成了暗金色，而静言的黑岩中也夹杂着银白光点。成功了！沈萧和小心翼翼地问。沈萧然睁开眼睛，瞳孔中银光流转，他看向父亲，嘴角微微上扬。不止成功，我们找到了平衡。静言也抬起头，黑眸中的暗红已经变成了一种深邃的暗金色，影兽基因被驯服了，不再是威胁，而是力量的一部分。沈萧和如释重负地跪倒在地，20年来第一次流下眼泪。月华、心离，你们看到了吗？孩子们做到了。沈萧然扶起父亲，3人紧紧相拥。圣树的光芒突然大盛，无数光点从穹顶洒落，如同庆祝的烟火。在光点中，隐约可见2个模糊的身影，一个银发蓝眸的九尾狐女子和一个黑发金眼的玄猫女子，她们微笑着，缓缓消散。母亲、姑姑，沈萧然轻声道，泪水滑落脸颊。静言握住他的手，暗金色的眼眸中满是坚定。他们可以安息了，我们会守护这份平衡。沈萧和看着2人身上交织的纹路，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影兽与天狐的平衡可能会改变整个妖族的未来。沈萧然点头，感受着体内流动的新生力量。第8尾轻轻摆动，不再有以往的躁动不安，而是如臂使指。通过灵魂标记，他能感知到静言同样平静的黑岩，狂暴不在，却更加深邃强大。晨光透过神木林的枝叶 ，L 沈萧然坐在窗边，第8条尾巴不自觉地轻轻摆动，其中3条已经变成了暗金色，在阳光下泛着金属般的光泽。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在窗棂上敲击着某种节奏，与隔壁房间传来的脚步声完全同步。又在偷听我的心跳？静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沈萧然转头看到他的 Alpha 倚在门框上，黑发凌乱，衣襟半敞，露出锁骨上已经变成金银双色的灵魂标记。更引人注目的是，静言的右手指甲依然保持着淡淡的暗金色，影兽之力留下的永久痕迹。不是偷听，沈萧然纠正道，嘴角微微上扬，是他自己传过来的灵魂共振的新功能，记得吗？静言哼了一声，走到他身边坐下。2人肩膀相触的瞬间，一股微妙的能量波动在接触点荡漾开来。沈萧然的3条暗金尾巴立刻自动缠绕上静言的手臂，如同有自己的意识般。2周了，自从在圣树核心完成双生封印，他们体内的天狐之力与影兽基因达成微妙平衡，但代价是2人必须时刻保持某种形式的肢体接触，否则新融合的力量就会变得不稳定。父亲说今天要测试新能力。沈萧然任由静言把玩着自己的一缕银发，长老们都很好奇。静言的黑眸中闪过一丝暗金，好奇还是警惕？通过灵魂共振，沈萧然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不悦。9尾狐族长老们对这位影兽宿主的戒备从未减弱，即使他救了整个神木林，都有吧？沈萧然诚实地说，指尖轻抚静言手背上若隐若现的暗纹，毕竟历史上从未有过天狐与影兽共存的先例。静言突然抓住他的手腕，力道不大，但足以让他停下动作。
你害怕吗？暗金色的流光在他眼底闪烁。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沈萧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通过灵魂共振将自己的感受直接传递过去，没有恐惧，只有好奇与期待，以及对未来的隐约忐忑。这种无需言语的交流已经成为他们之间最自然的沟通方式。静言的眉头舒展开来，指腹摩挲着沈萧然手腕内侧的脉搏点。沈萧然笑着回敬，却在下一秒突然僵住，灵魂共振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是静言那边传来的。他猛地转头，怎么了？静言已经站起身，黑炎不受控制地从右手窜出，但这次火焰中夹杂着银色光点，有东西在召唤影兽之力。他的声音变得异常低沉，不是周旋，是别的。沈萧然立刻展开全部八尾，3条暗金色的尾巴瞬间硬化，如同金属锁链般在空气中颤动。通过灵魂共振，他能感受到静言体内的影兽基因正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呼唤，那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就像暗琼。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沈萧何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打断了他们的思绪。孩子们，长老们已经到训练场了。沈萧然与静言交换了一个眼神，暂时不告诉父亲，这是他们通过灵魂共振瞬间达成的共识。有些事需要先弄清楚，马上来。沈萧然回应道，同时3条暗金尾巴松开静言，转而缠绕上自己的手腕，形成一个临时稳定器。我们走。训练场位于圣树殿东侧，是一片被发光藤蔓环绕的圆形空地。当沈萧然和静言到达时，7位九尾狐族长老已经就座，每个人身后都展开着6到7条尾巴，这是九尾狐族最高权力的象征。沈萧何站在场中央，身旁是一个复杂的测试法阵。开始吧。大长老苍老的声音响起，浑浊的眼睛紧盯着静言，让我们看看这所谓的平衡是真是假。沈萧然感到静言的手臂肌肉绷紧，立刻通过灵魂共振传递安抚。他向前一步，首先测试什么？基础灵力控制。沈萧何指向法阵中央的水晶柱，轮流注入灵力，观察属性变化。这看似简单的测试，实则暗藏玄机。普通九尾狐的灵力会使水晶呈现银蓝色，而影兽之力则是纯黑。如果他们的力量真的达到平衡，静言率先上前，右手按在水晶上，黑炎从掌心涌出，但这次火焰中明显夹杂着银色丝线。水晶柱先是变黑，随后内部浮现出晶莹交织的纹路，最终稳定在一种深邃的暗蓝色。长老们窃窃私语，大长老的表情更加阴沉。沈萧然紧接着上前，八尾展开，其中3条暗金尾巴自动指向水晶。银光注入的瞬间，水晶爆发出刺目光芒，但核心处却有一缕黑丝缠绕不散，天狐之力中融入了影兽特性。不可思议，最年轻的3长老喃喃道：“2种对立力量真的共存了。”接下来是实战测试。沈萧和示意场边的守卫上前，展示你们的配合。6名7尾战士同时展开攻势，灵力箭矢如暴雨般袭来。沈萧然和静言背靠背站立，甚至不需要眼神交流，通过灵魂共振，他们的意识几乎同步。沈萧然的3条暗金尾巴突然伸长，如同活物般在空中划出复杂轨迹，所过之处留下暗金色的光痕。这些光痕迅速连接成网，将半数箭矢拦截。与此同时，静言的黑炎化为盾牌，挡下剩余攻击，但这次盾牌表面布满了银色符文，防御力明显增强。影月锁链。沈萧然轻喝一声，3条暗金尾巴突然分裂成无数细丝，如闪电般袭向守卫。这些细丝不仅缠绕住对手的肢体，还直接刺入灵力循环，暂时封锁了他们的妖力。静言默契地补上最后一击，改良版的黑炎如浪潮般席卷训练场，却在即将触及守卫时化为无害的光点消散。整个配合行云流水，仿佛一人分饰2角。长老们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大长老的胡子微微发抖。这已经超越了纯血九尾狐的极限，因为这不是单纯的九尾狐之力。沈萧和平静地解释，而是天狐与影兽的完美平衡。测试持续了整个上午，从灵力控制到战斗配合，再到灵魂连接的深度测试。每一次，沈萧然和静言都展现出超越长老们预期的能力。最令人惊讶的是，灵魂共振的高级阶段，他们甚至能短暂交换身体控制权，让沈萧然使用黑炎，静言操控银尾。足够了。大长老最终宣布，表情复杂，双生封印术确实成功了。但是他犀利的目光扫过2人，这种连接会不会有隐患？比如一方失控牵连另一方？沈萧和正要回答，一阵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响彻圣树殿，守卫慌张来报，西南结界被突破，有入侵者。沈萧然的灵珠猛然抽痛，通过灵魂共振，他感受到静言体内的影兽之力再次躁动，比之前更加剧烈。那不是恐惧或愤怒，而是某种诡异的兴奋。是暗琼。静言低声道，黑眸完全变成了暗金色。他们来找我了。沈萧和立刻展开7尾，全员戒备，保护圣树核心。他转向沈萧然和静言，你们2个跟我来。混乱中，沈萧然抓住静言的手，你早就知道他们会来。灵魂共振第一次出现了阻滞，仿佛静言有意屏蔽了某些思绪。这种陌生的隔阂让沈萧然心头一紧。不完全是。静言最终回答，声音异常平静，但我确实感应到了召唤。沈萧然还想追问，父亲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快，
入侵者直奔圣树核心。当他们赶到圣树核心时，能量门已经被强行打开，符文暗淡无光。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站在禁妖泉前，背对着入口。站住！沈萧何厉声道，七尾如扇展开，暗琼的走狗休想染指禁妖泉。那人缓缓转身，掀开兜帽，出乎意料，不是预想中的凶恶面孔，而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她有着罕见的紫发金瞳，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好久不见，沈族长。她的声音如同水晶碰撞般清脆。我不是来夺取禁妖泉的，而是来送邀请函的。他从怀中取出一枚漆黑的玉简，却不是递给沈萧何，而是面向禁言给影兽之子的礼物。创始人对你很感兴趣。沈萧然感到禁言的呼吸明显加速，影兽之力在他体内欢呼雀跃。更令人不安的是，灵魂共振传来的情绪复杂的难以解读，抗拒与渴望并存。什么创始人？沈萧何厉声质问。周旋已经败逃，暗琼还有什么阴谋？女子轻笑。周旋？他不过是创始人的拙劣模仿者。他的金瞳直视禁言，真正的影兽之力源自创始人，而你，禁言，体内流淌着他的直系血脉。这个宣称如同一枚炸弹在室内爆开。沈萧然震惊地看向禁言，却发现对方的表情并非全然意外。你早就知道。沈萧然松开禁言的手，灵魂共振因情绪波动而暂时中断。禁言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上前一步接过玉简，证明给我看。女子微笑加深，突然吟唱出一段古怪的咒文。随着音节落下，禁言身上的暗纹全部亮起，黑炎不受控制的爆发，但这次火焰中浮现出无数细小的符文，与训练测试时截然不同。看，他回应了创始人的召唤。女子满意的说：“3日后月影峡谷，创始人有要事相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沈萧然一眼，单独会面。话音未落，他的身影突然化为紫雾消散，只余下淡淡的檀香气息。圣树核心陷入死寂，只有禁言身上尚未平息的符文黑炎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沈萧何第一个打破沉默，这是个陷阱。暗琼想分离你们，逐个击破。沈萧然没有回应父亲，而是死死盯着禁言。你隐瞒了什么？灵魂共振重新连接，但充满了杂音。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应到召唤的？禁言终于转身面对他，眼中的暗金比任何时候都要浓郁。圣树核心那晚，他坦诚，完成双生封印后，我听到了声音，起初很模糊，但越来越清晰。沈萧然感到一阵眩晕，这意味着禁言隐瞒了整整2周。灵魂共振本应让他们毫无秘密可言，但显然禁言找到了屏蔽特定思绪的方法。为什么不说？沈萧然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受伤。禁言的表情挣扎了一下，我不确定那是真实还是影兽的幻听。而且他停顿片刻，那声音说，创始人能帮我完全控制影兽之力，不再需要依赖你维持平衡。这句话像利剑般刺入沈萧然心脏。依赖？原来禁言是这么看待他们的连接的。够了！沈萧何厉声打断，暗琼明显在利用你们之间的裂缝。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圣树防御，防止我需要静一静。沈萧然突然说，转身走向出口。令他心碎的是，禁言没有立即跟上，这是2周来他们第一次主动分离。走廊里，沈萧然的3条暗金尾巴不安地扭动着。他本以为双生封印后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却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如果禁言真的能完全控制影兽之力，不再需要他，这个念头刚起，胸口就传来撕裂般的疼痛，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生理痛楚。灵魂共振因距离拉远而开始不稳定。沈萧然咬牙继续前行，每一步都如同踩在刀尖上。他需要证明一件事，没有禁言，他是否真的会崩溃？转过拐角时，一阵剧痛突然袭来，沈萧然跪倒在地，8条尾巴失控的炸开，灵魂标记处如同被烙铁灼烧，灵珠在胸腔内疯狂震颤。走廊尽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禁言终究还是追来了。停下，你会伤到自己。禁言的声音充满恐慌。沈萧然艰难地抬头，看到他的 Alpha 同样面色苍白，右手黑炎不受控制地燃烧着。2人之间的无形纽带被拉伸到极限，随时可能断裂。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沈萧然苦涩地说，不再依赖我。禁言的表情因痛苦而扭曲。傻瓜，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踉跄着上前，终于抓住沈萧然的手。接触的瞬间，剧痛如潮水般退去。灵魂共振重新建立，这次禁言完全敞开了心房，让沈萧然看到全部真相。他确实收到了召唤，但从未想过真正离开。他渴望控制影兽之力，却不是因为厌倦羁绊，而是害怕再次失控，伤害爱人。笨蛋！禁言喘息着，额头抵住沈萧然的，不要永远把事情往最坏处想。沈萧然没有反驳，只是紧紧回握那只手。灵魂共振恢复正常，但某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即使是最深的连接，也需要主动选择信任。3天后，沈萧然轻声说，我们一起去月影峡谷。禁言的黑眸微微睁大，你确定？那可能是陷阱，所以才要一起面对。沈萧然的3条暗金尾巴轻轻缠绕上禁言的手臂，无论创始人是谁，无论他想要什么，我们一起。禁言沉默片刻，
突然通过灵魂共振传递来一段强烈的情绪波动，那是比言语更有力的承诺。两人相视一笑。月影峡谷的入口像一张裂开的巨口，两侧峭壁上爬满发光的紫色藤蔓，在夜色中勾勒出诡异的轮廓。沈萧然站在峡谷边缘，3条暗金色的尾巴不安地摆动。自从离开神木林，禁言体内的影兽之力就越来越躁动，即使两人十指相扣，他也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疯狂冲击着平衡。就是这里，禁言的声音异常低沉，黑眸已经完全变成了暗金色，召唤的源头。沈萧然握紧他的手，记住我们的约定，无论发生什么，一起面对。禁言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回握。自从3天前暗穹使者出现后，他们之间的灵魂共振就时强时弱，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干扰这份连接。沈萧然曾多次尝试深入禁言的意识，却总在触及某个核心点时被温柔而坚定地推开。峡谷内部比想象中宽敞，紫色藤蔓发出的微光足以照亮前路。随着深入，空气中开始漂浮着细小的黑色颗粒，如同被定格的火星。沈萧然伸手触碰一粒，指尖立刻传来刺痛，纯粹的影兽能量。小心！禁言突然将他拉到身后，有结界。前方的空间微微扭曲，形成一个半透明的黑色屏障。当禁言靠近时，屏障自动分开一道缝隙，刚好容一人通过，却又在沈萧然跟上时迅速闭合。看来只欢迎影兽血脉啊！沈萧然冷笑，3条暗经尾立刻硬化，如利剑般刺向屏障。与以往不同，这次尾间迸发出金银黑3色交织的光芒，竟然在结界上撕开一道口子。禁言惊讶地看着他，你的力量进化了。沈萧然也感到意外，似乎越是接近影兽源头，天狐之力的反击就越强。穿过结界，眼前的景象让两人同时停住脚步。峡谷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平台，中央悬浮着一口漆黑的水晶棺，周围环绕着9根刻满符文的石柱。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平台上跪伏着数十名身披黑袍的身影，全都保持着虔诚的跪拜姿势。欢迎我的孩子们！一个温和的近乎慈祥的声音从水晶棺方向传来。随着话音，棺盖缓缓划开，一个修长的身影坐起身来。那人看起来30出头，黑发中夹杂着几缕暗金，面容与禁言有7分相似，只是眼角多了几分岁月的痕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完全由暗金色填充，没有瞳孔，也没有眼白。叶无尘，禁言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撼。暗穹创始人，你真的还活着？沈萧然的灵珠剧烈震颤。叶无尘这个名字在9尾狐族古籍中被列为最危险的禁忌。传说他是第一位成功融合影兽之力的玄猫，也是妖族历史上最接近神的存在，早在1000年前就应该被封印了。叶无尘优雅地跨出水晶棺，黑袍如水般流淌在他身上。他微笑着走向两人，每一步都令平台轻微震动。活着？不，我亲爱的后羿，我超越了生死。他的暗金眼眸转向沈萧然，就像这位小朋友体内的天狐血脉超越了普通9尾狐一样。沈萧然本能地展开8尾，3条暗金尾如护盾般挡在前方。你想要什么？多么直接啊！叶无尘轻笑，突然出现在沈萧然面前，速度快得连残影都没留下。我想要什么？当然是完成1000年前被中断的事业。他伸手想触碰沈萧然的脸颊，却被禁言的黑岩逼退。别碰他！禁言的声音带着危险的嘶哑，黑岩中银光闪烁。叶无尘不以为意地后退一步，保护欲很强，不愧是直系血脉。他打了个响指，平台上的黑袍人同时起身，掀开兜帽。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这些人全都长着与禁言相似的面容，只是眼睛的暗金程度各不相同。我的孩子们！叶无尘张开双臂，1000年来，我通过血脉传承筛选最优秀的影兽宿主，周旋只是其中之一，而你，他直视禁言，是我最完美的杰作。玄猫与9尾狐的混血，天生就能平衡2种力量。禁言的身体微微发抖，我不是你的什么杰作，我的父母周末和柳青。叶无尘摇头，他们只是载体。你的基因早在出生前就被调整过，为的就是这一天。他挥手展现一幅凌厉幻象，实验室中，一个胚胎被注入黑金交织的液体，周旋以为那是他的实验，实际上是我在引导他。沈萧然感受到禁言的动摇，立刻通过灵魂共振传递支持，但这次连接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断。叶无尘的暗金眼眸闪过一丝光芒，灵魂标记，很精妙的连接，但不够纯粹。建立在力量互补上的羁绊，终究会被更强的力量瓦解。你错了，沈萧然咬牙道，我们的羁绊远不止力量平衡。是吗？叶无尘突然严肃起来，那就证明给我看。他双手结印，9根石柱同时亮起暗金色符文，整个平台开始旋转，黑袍人齐声吟唱古老的咒文。沈萧然想拉住禁言，却发现两人之间突然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灵魂回廊，叶无尘的声音从4面8方传来，最纯粹的试炼。如果你们的连接真如你所说，那就凭本心找到彼此，否则他的笑声如同冰水滴在脊梁上，就永远迷失在幻境中吧。周围的景象如玻璃般碎裂，沈萧然感到意识被撕成2半，坠入无尽的黑暗。黑暗逐渐褪去，沈萧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里，没有天也没有地，只有无尽的虚无。他尝试展开8尾，
却惊恐地发现灵魂标记消失了，感受不到禁言的存在，也感应不到任何灵力波动。禁言，他的呼喊没有回声，仿佛声音都被这片空白吞噬。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里，沈萧然开始漫无目的的行走，每走一步，脚下就泛起一圈微弱的荧光，但很快又被周围的白色吞没。他尝试回忆与禁言的每一个细节，昆仑境界的初遇，灵魂标记形成时的震撼，圣树核心的生命共享，但越是回忆，越感到某种可怕的空虚，仿佛那些记忆只是幻觉。专注，他对自己说，3条暗经纬不自觉地摆动。如果这是灵魂试炼，那么答案一定在。一个光点突然在远处闪烁，沈萧然本能地朝他奔去，光点逐渐扩大，变成一扇熟悉的门，神木林疗愈室的门。推开门，他看到了躺在床上的自己，以及守在床边的禁言。这是圣树核心仪式后的记忆。幻境中的禁言正凝视着沉睡的自己，眼神复杂的难以解读。沈萧然走近，听到他低声自语：如果叶无尘真能帮我完全控制影兽之力，我是不是就不再需要拖累你了？这句话如同一柄利剑刺入心脏。沈萧然想大喊我从未觉得你是拖累，却发不出声音。更可怕的是，他看到幻境禁言手中握着一枚黑色玉简，与暗穹使者给予的一模一样。所以禁言早就……场景突然切换，变成训练场的画面。沈萧然看到自己在测试能力，而站在一旁的禁言眼中闪烁着陌生的暗金光芒。当长老们投来警惕的目光时，幻境禁言的表情变得阴沉。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谁才是被需要的那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如走马灯般闪现，每一个都显示着禁言不为人知的一面，对力量的渴望，对被视作威胁的愤怒，以及对灵魂标记的复杂感受。最令沈萧然心碎的是一个月光下的画面，禁言独自站在圣树顶端，手中黑岩变换成各种形状，喃喃自语：如果没有天狐之力的制衡，我是否能真正自由？看到了吗？叶无尘的声音突然响起，这就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你们的连接建立在力量平衡上，而非纯粹的感情。一旦失去这个基础，不，沈萧然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这只是你制造的幻想，是吗？叶无尘的身影在白色空间中浮现。那你为什么动摇？因为你清楚，这些画面可能真实存在。他逼近沈萧然，承认吧，天狐小子，你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结合。影兽与天狐注定相克，所谓的平衡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沈萧然的3条暗经纬突然剧烈震颤，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你错了，他怒吼道。正因为我们承认彼此的不完美，接受对方的全部，包括天狐的反噬和影兽的暴力，这份连接才如此强大。银黑色的能量从尾间迸发，竟然在纯白空间撕开一道裂缝。透过裂缝，沈萧然隐约看到另一个空间里的禁言，他同样被困在幻境中，正面对着自己最恐惧的记忆。没有犹豫，沈萧然将全部灵力注入3条暗经纬，尾巴迅速伸长，化为实体锁链，穿透空间屏障。在极度专注的状态下，他感到某种更深层的力量在觉醒，八尾上的荧光逐渐变成纯净的白金色，身体也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天狐真身叶无尘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你竟然在这种时候……沈萧然没有理会，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连接2个空间的锁链上。通过它们，他再次感受到了禁言的存在，不是通过灵魂标记，而是某种更本质的联系。禁言的幻境是一片漆黑的空间，无数记忆碎片如锋利刀片般飞舞，每个碎片都展示着他最恐惧的场景，而是目睹父母被杀、失控伤害无辜，以及伤害沈萧然。最令他窒息的一个画面是，完全被影兽控制的自己亲手贯穿了沈萧然的胸膛。那个幻象如此真实，他甚至能感受到温热的血液溅在脸上的触感。这就是你的未来。叶无尘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只要还连接着天狐之力，你就永远无法真正掌控影兽，而一旦失控，闭嘴！禁言的黑岩在幻境中爆发，却无法照亮这片黑暗。沈萧然，相信我，这就够了。相信？叶无尘冷笑。那他为何不敢告诉你天狐血脉的真相？为何隐瞒反噬最终会吞噬宿主的事实？这个信息如同一桶冰水浇下，禁言僵在原地。什么意思？天狐血脉比影兽更危险。我亲爱的孩子，他不会立刻杀死宿主，而是一点点蚕食神智。叶无尘的声音带着虚假的同情。你的小狐狸早就知道这点，却选择隐瞒，多么讽刺啊！你们都在害怕伤害对方，结果制造了更多谎言。禁言的黑岩忽明忽暗，内心的动摇如同实质。就在这时，3条白金色的锁链突然穿透黑暗，如灯塔般照亮了一小片区域。锁链尽头传来熟悉的灵力波动，不是通过灵魂标记，而是某种更原始的联系。禁言，沈萧然的声音从锁链方向传来，跟着光，没有任何犹豫，禁言抓住锁链。刹那间，无数画面通过连接涌入脑海。沈萧然从小因8尾被孤立的孤独，对失控伤害他人的恐惧，以及对他最纯粹的感情与力量平衡完全无关的爱意。最震撼的是最后一段记忆，圣树核心仪式前，沈萧和私下告诉沈萧然天狐血脉终将反噬的真相，而沈萧然的回答是：那又如何？如果我的时间有限，我更想和他一起度过。幻境如玻璃般碎裂，
静言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平台，手中紧握着沈萧然的3条暗经尾，而他的 Omega 此刻正发生惊人的变化，全身笼罩在白金光晕中，8条尾巴中有3条完全实体化，如同活物般舞动。天狐真身叶无尘的表情终于出现裂痕，1000年了，居然再次见到。沈萧然睁开眼，瞳孔变成了纯粹的白金色。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羁绊从不建立在力量平衡上。他看向静言，眼中有泪光闪烁。即使没有灵魂标记，即使天狐与影兽注定相克，我也会一次次找到你。平台上的黑袍人开始骚动，叶无尘抬手示意他们安静，他的目光在2人之间来回扫视，最终停在他们的灵魂标记上。有趣，非常有趣。他突然笑了，看来我低估了你们。游戏结束了，静言站到沈萧然身旁，黑岩中的荧光更加明显。我们不会加入暗穹。叶无尘不慌不忙地回到水晶棺旁，别急着拒绝，我亲爱的孩子们。他轻抚棺盖，距离天亮还有3个时辰，那时我会再次询问你们的选择。他的暗金眼眸闪烁着危险的光芒，接受传承，或者永远失去彼此。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落下，叶无尘的身影如水般融入水晶棺，9根石柱同时发出刺目的暗金光束，形成一个牢笼，将2人困在平台中央。现在怎么办？沈萧然低声问。天狐真身的状态开始不稳定，我的力量维持不了多久。静言握住他的手，黑岩与荧光交织。等，他指向天际，月亮即将西沉。当最后一缕月光消失时，结界会有瞬间的薄弱。你怎么知道？影兽血脉的直觉。静言苦笑，看来这身份还有点用处。沈萧然靠在他肩上，3条暗经尾轻轻缠绕着静言的手臂。无论天亮后发生什么，我们一起面对。静言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回握那只手。灵魂标记处传来微弱的波动，叶无尘的结界在干扰他们的连接，但已经不重要了。经过灵魂回廊的考验，他们证明了即使没有标记，羁绊依然存在。月影西斜，最后的考验即将到来。沈萧然靠在静言肩头，3条暗经尾如守护藤蔓般缠绕着2人相握的手。天狐真身的状态已经维持到极限，白金光芒时强时弱，每一次闪烁都伴随着灵珠撕裂般的抽痛。快了，静言低声说，黑眸紧盯着那道即将消失的月光，结界马上会出现波动。沈萧然微微点头，强忍着不适调整呼吸。自从觉醒天狐真身，他眼中的世界变得截然不同，能看到灵力流动的轨迹，能感知到结界最细微的裂缝，甚至能听到叶无尘在水晶棺中的低语。他在召唤其他影兽宿主。沈萧然突然抓紧静言的手，至少有20个。静言的下颌线条绷紧，我们必须在那之前突破结界。他抬起2人交握的手，黑岩与荧光交织处浮现出细小的符文。月落瞬间，我会用全部力量攻击正东方向的石柱，那是结界的能量节点。沈萧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正东方向的石柱上刻着一个比其他符文更加复杂的图案，9尾缠绕玄猫的图腾。就在他凝视的刹那，图腾的眼睛似乎眨了一下，那是初代影兽之主与天狐的契约印记。静言的声音带着某种顿悟，叶无尘不是第一个融合影兽之力的，他只是第一个背叛契约的。月光终于沉入峭壁之后，整个平台陷入短暂的绝对黑暗。就在这一瞬间，静言的黑岩全面爆发，不再是纯粹的暗色，而是夹杂着银白光点的奇异焰流，如咆哮的巨龙直扑东侧石柱。沈萧然同时发动3条暗经尾脱离身体，化为实体锁链，紧随黑岩。当2股力量同时击中石柱时，一道蛛网状的裂缝从撞击点迅速蔓延，结界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但并未完全崩溃。不够强，静言咬牙，黑岩开始不稳定的抖动，还需要更多力量。沈萧然突然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松开静言的手，主动切断了肢体接触。剧痛立刻如潮水般袭来，灵珠仿佛被千万根针同时穿刺，但他咬牙忍住了惨叫。你干什么？静言惊恐地想要抓住他。相信我。沈萧然后退一步，展开全部8尾。天狐真身的白金光芒突然内敛，全部集中在3条暗经尾上。我需要完全释放天狐之力。没有肢体接触的稳定，2股相克的力量在各自体内疯狂冲撞。沈萧然感到天狐血脉如脱缰野马般在经脉中奔腾，所过之处带来撕裂般的痛楚。静言同样不好受，黑岩不受控制的从七窍溢出，皮肤下的暗纹如活物般蠕动。但正是这种极致的痛苦，让沈萧然捕捉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灵魂最深处有比灵魂标记更本质的连接。那不是在圣树核心形成的，而是早在昆仑出狱时就埋下的种子。找到了！沈萧然在剧痛中微笑，3条暗经尾突然迸发出比太阳更耀眼的光芒。静言，跟我来！他不再通过肢体接触传递灵力，而是直接通过那份本质连接。奇迹发生了，2人的力量在空中交织，形成一个璀璨的晶莹漩涡，如钻头般刺入结界裂缝。灵魂共鸣，水晶棺中的叶无尘猛然坐起，暗金眼眸首次流露出震惊。这不可能！漩涡触及石柱的刹那，整个平台剧烈震动，东侧石柱上的契约印记亮起刺目光芒，随后如玻璃般碎裂，结界连锁崩溃，9根石柱同时炸裂，碎石如雨点般四散飞溅。
叶无尘从水晶棺中一跃而出，黑袍在灵力风暴中猎猎作响。你们竟敢破坏圣主！他的声音不再优雅，而是带着刺耳的嘶鸣。那就亲身体验暗穹的真正力量吧。他双手结印，平台上的黑袍人同时扯下兜帽，那些与禁言相似的面容此刻扭曲如恶鬼，暗金眼眸中毫无人性光彩。更可怕的是，峡谷入口处涌来更多黑影，每一个都散发着纯粹的影兽气息。宿主大军禁言将沈萧然护在身后，黑岩在身前形成屏障。叶无尘千年来的作品。沈萧然的3条暗经尾自动回防，与其余5尾共同构成第2道防线。虽然成功突破结界，但天狐真身的消耗太大，他现在灵力所剩无几。更糟的是，切断肢体接触后，2股力量的反噬越来越强烈，必须重新建立稳定连接。沈萧然喘息着说，否则我们撑不过。他的话被一阵剧痛打断，3条暗经尾突然痉挛般扭曲，尾尖开始不受控制地吸收周围的影兽能量。这些黑暗力量与天狐真身相冲，在体内引发爆炸般的痛苦。沈萧然，禁言想转身查看，却被3个宿主同时缠住。叶无尘的笑声在平台上回荡，天狐血脉在吞噬影兽之力。有意思，看来我的猜测没错，你们本就是互补的一对。沈萧然跪倒在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3条暗经尾变得越来越黑，吸收的影兽能量在体内横冲直撞，灵珠表面已经出现细微裂纹。他尝试切断吸收，却发现尾巴完全不听使唤，这才是天狐与影兽的真相。叶无尘如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冰冷的手指抬起他的下巴，不是相克，而是相生。上古时期，天狐一族本就是影兽的进化者与伴侣。沈萧然想反驳，却发不出声音。剧痛已经蔓延到全身，视线开始模糊，在意识即将消散的边缘，他感到禁言通过灵魂连接传来的强烈情绪，不是担忧或恐惧，而是某种决然的释怀。放开他！禁言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平静。叶无尘挑眉，哦，终于想通了。禁言站在3步之外，身上的黑岩完全消失，连眼中的暗金也褪去了。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玄猫，除了那平静到可怕的表情。我接受传承。禁言说，目光却紧锁沈萧然，但有个条件。叶无尘欣喜若狂，说吧，任何条件我都能满足你，先治好他。禁言指向沈萧然，解除天狐血脉的反噬。这个要求让叶无尘的笑容僵住了。你明知道那不可能，天狐血脉一旦觉醒，就会不断吞噬宿主，这是他的本质。他顿了顿，不过如果你成为真正的影兽之主，或许能通过灵魂标记延缓这个过程。沈萧然挣扎着抬起头，3条失控的暗经尾仍在疯狂吸收影兽能量。通过模糊的视线，他看到禁言的表情变得异常柔和。足够了，禁言轻声说，突然冲向沈萧然。叶无尘想阻拦，却被禁言身上突然爆发的光芒逼退。那不是黑岩，也不是荧光，而是一种纯粹的白金色，与沈萧然天狐真身的光芒一模一样。你怎么会？叶无尘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恐惧。禁言没有理会，一把抱住沈萧然。接触的瞬间，2人身上的灵魂标记同时亮起，不再是金银双色，而是纯粹的白金光流。更惊人的是，沈萧然3条暗经尾吸收的影兽能量开始逆向流动，通过标记传入禁言体内。不！叶无尘厉声尖叫，你在做什么？那会毁了你的影兽本源。禁言充耳不闻，只是紧紧抱着沈萧然，任由狂暴的影兽能量冲刷自己的身体。随着能量转移，沈萧然的痛苦逐渐减轻，视线也恢复清晰。他震惊地看到禁言的皮肤开始皲裂，暗金色的血液从裂缝中渗出。停下，你会死的！沈萧然想挣脱，却被抱得更紧。禁言低头吻了他的额头，相信我。最后一缕影兽能量转移完毕的刹那，整个平台突然陷入绝对寂静。紧接着，以2人为中心爆发出一圈白金光环，所过之处，宿主大军如稻草般倒下，叶无尘也被冲击波掀飞，重重撞在水晶棺上。这是什么力量？叶无尘艰难地爬起来，暗金眼眸中满是不可置信。沈萧然同样震惊，他感到体内前所未有的平静，天狐血脉不再躁动，灵珠上的裂纹也全部愈合。而禁言，灵魂共鸣的终极形态。禁言轻声解释，抬起手，掌心跳动着白金与暗金交织的火焰，不是压制，不是平衡，而是融合。叶无尘的表情从震惊变为狰狞。愚蠢，你以为这就是胜利？他突然扑向最近的一根断柱，将手插入符文裂缝，暗穹的力量远不止于此。整个峡谷开始震动，断柱中涌出粘稠的黑雾，如活物般缠绕上叶无尘的身体。他的形体开始膨胀变形，黑袍撕裂，露出下面非人的躯干，覆盖着鳞片与骨刺，如同传说中的上古魔兽。看到了吗？叶无尘的声音变成了多重回响，这才是影兽之主的真面目。1000年前，那些懦夫称我为堕天者，却不知我早已超越妖族极限。沈萧然本能地展开8尾防御，但刚刚恢复的灵力远远不够。就在绝望之际，峡谷上空突然传来一声清越的鸣叫，一只巨大的银白色九尾狐虚影踏空而来，身后跟着数十名九尾狐族战士。
为首的正是沈萧何，七尾全开，手中长弓闪耀着刺目荧光。父亲，沈萧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沈萧何没有废话，一箭射向正在变形的叶无尘，光剑击中黑雾，引发剧烈爆炸。其他战士也纷纷发动攻击，荧光如雨点般落下。走！沈萧何降落在两人身旁，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可是沈萧然看向仍在吸收黑雾的叶无尘，如果不阻止他，你们已经证明了灵魂共鸣的可能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沈萧何拽起两人，暗穹的力量源自上古魔渊，不是一时能消灭的。叶无尘的咆哮在身后响起，逃吧，小狐狸们！但记住，当天湖吞噬你的神智，当影兽再次失控，你们会回来求我的。妖族的大劫将至，唯有暗穹能存活。沈萧何不再犹豫，展开一个传送法阵，抓紧我。最后一刻，沈萧然回头看了一眼，叶无尘已经完全变成了怪物形态，正被更多涌出的黑雾包裹。但在那团黑暗深处，有一双暗金眼眸仍死死盯着他们，里面盛满千年积攒的仇恨与某种诡异的期待。法阵启动，峡谷的景象如水中倒影般扭曲消散。在空间转换的眩晕中，沈萧然紧紧抓住静言的手，灵魂标记处传来温暖的脉动。当视野再次清晰时，他们已经站在神木林的圣树殿前。朝阳刚刚升起，为圣树镀上一层金边。沈萧何精疲力竭地跪倒在地，其他战士也伤痕累累。父亲！沈萧然连忙扶住他。您怎么找到我们的？沈萧何虚弱地笑了笑，天湖血脉间的感应。当你觉醒真身时，整个九尾狐族都感知到了。他的目光移向静言，复杂中带着新的尊重。看来你们找到了自己的路。静言沉默地点头，眼中的暗金已经褪去大半，只剩下瞳孔边缘的一圈金环。沈萧然通过灵魂连接感受到他的疲惫与释然，那种终于找到归属的平静。叶无尘说的妖族大劫是什么意思？沈萧然突然问。沈萧何的表情变得凝重，千年一次的灵力潮汐即将到来。上一次正是叶无尘堕落的时期。他看向圣树，传说当潮汐达到顶峰时，所有妖族血脉中的原始力量都会觉醒，无论你愿不愿意。沈萧然与静言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各自体内的天狐与影兽之力。如果完全觉醒，我们会准备好的。静言突然说，握住沈萧然的手，无论什么形式。沈萧何深深看了他们一眼，最终点头，先去休息吧。长老们会有无数问题，但那些可以等等。回到疗愈室，沈萧然瘫倒在床上，8条尾巴无力地摊开。静言坐在床边，手指轻轻梳理着他的一缕银发。你早就计划好了，是不是？沈萧然突然问。接受传承的条件，逆转能量流动，这一切。静言的嘴角微微上扬，不全是计划，更多是直觉。他俯身，额头抵住沈萧然的。当看到你痛苦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灵魂标记的真正意义，不是分担伤害，而是分享存在。沈萧然想起能量逆转时的感觉，那种灵魂层面的交融比任何肉体接触都要深刻。所以我们现在的力量，不再是天狐与影兽，而是某种新的东西。静言亲吻他的鼻尖，不过名字还没想好。沈萧然笑着闭上眼睛，靠在静言的肩上。静言低头看去，手指与沈萧然的交缠在一起。距离月影峡谷之战已经过去2周，九尾狐族领地表面恢复了平静，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又做那个梦了。静言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双温暖的手环抱住沈萧然的腰。沈萧然放松身体，靠近那个熟悉的怀抱，后颈的灵魂标记微微发热，传递着安抚的能量。沈萧然轻声应答，还是那片血色的海和海底的东西。自从灵力潮汐的征兆开始显现，这个梦境就夜夜造访。梦中他站在一片血海中央，海底沉睡着某种巨大的存在，每次快要看清时就会惊醒，只记得心悸如鼓和满身冷汗。静言的下巴抵在他肩头。长老议会1小时后开始，你父亲要求我们出席。他的呼吸拂过沈萧然的耳间，据说北方边境已经出现了灵力风暴。沈萧然转身面对静言，伸手轻抚他眼角那一圈暗金。叶无尘事件后，这成了静言身上唯一残留的影兽痕迹。在晨光中，那圈金色像是精心描绘的装饰，为静言本就俊美的面容增添了几分神秘。你的眼睛颜色变深了。沈萧然皱眉，昨晚又发作了。静言抓住他的手亲吻了一下，只是轻微波动，比起你3条尾巴的小脾气，根本不值一提。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用玩笑缓解彼此的担忧。事实是，自从灵力潮汐的征兆出现，他们体内的力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沈萧然的3条暗经纬会周期性失控，吸收周围一切灵力，而静言则时常被突如其来的黑岩侵袭，需要沈萧然用天狐之力帮助平息。走吧。静言松开怀抱，改为牵住沈萧然的手。走吧，先去圣树看看。守卫报告说，东侧枝条昨夜突然枯萎了。沈萧然的灵珠猛地一颤，某种不祥的预感如冷水般顺着脊椎流下。圣树是九尾狐族的根基，千年常青，从无枯萎先例。两人沿着发光藤蔓编织的廊桥向圣树中心走去。随着接近，沈萧然感到3条暗经纬开始不受控制的绷紧，尾尖如嗅到危险般微微颤抖。
更奇怪的是，灵珠深处涌起一股陌生的渴望，像是饥饿的人闻到食物香气，本能的想扑上去。控制住！静言捏了捏他的手，黑眸中闪过一丝暗惊，他在影响你。沈萧然深吸一口气，努力压制那种诡异的冲动。转过最后一个弯，圣树的全貌映入眼帘，他的呼吸瞬间凝滞。圣树东侧近1/3的枝条完全枯萎，漆黑的枝干如老人干枯的手指般扭曲着，与西侧依然银光流转的健康部分形成骇人对比。更令人不安的是，枯萎区域中心有一个直径约2米的黑洞，正缓慢旋转着，吞噬周围偶尔飘过的光点。灵力漩涡，沈萧何的声音突然响起。他站在圣树根部，7条尾巴无力地垂着，面容比沈萧然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苍老。灵力潮汐的第一个明显征兆。沈萧然松开静言的手，缓步上前。越是接近那个黑洞，3条暗经尾就越发躁动，甚至开始自主吸收空气中散逸的灵力。这种不受控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能量流动的方式，陌生的是那股贪婪的渴望。他在呼唤我。沈萧然不自觉地又向前一步。站住！沈萧何厉声喝止，那是灵力黑洞，任何活物靠近都会被分解成最基础的灵力粒子。静言一个箭步上前，将沈萧然拉回安全距离。你的尾巴，他盯着那3条已经完全变成漆黑色的尾巴，声音紧绷，他们在吸收黑洞的能量。沈萧然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异常，3条暗经尾不知何时已伸长到近10米，尾尖刺入地面，如同树根般向黑洞方向延伸。更可怕的是，他竟对此毫无察觉。我控制不住他们。沈萧然尝试收回尾巴，却惊恐地发现那3条尾巴仿佛有了独立意识，拒绝服从命令。沈萧何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天湖血脉在回应潮汐召唤。他上前一步，手中凝聚出一把荧光短刃，必须立刻切断连接，否则……不！静言挡在沈萧然身前，我有更好的办法。不等沈萧何回应，静言突然转身捧住沈萧然的脸，直接吻了上去。这个吻不同于以往的温柔，而是带着近乎侵略性的强势。沈萧然感到灵魂标记处爆发出一股灼热能量，顺着经脉瞬间流遍全身，最终汇聚在那3条失控的尾巴上。奇迹发生了，漆黑如墨的尾巴逐渐恢复暗金色，僵硬的身躯重新柔软下来。沈萧然终于夺回了控制权，迅速将尾巴收回。与此同时，黑洞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旋转速度骤然加快，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嗡鸣。走！沈萧何展开七尾，形成一个保护罩，他要爆发了。3人急速后退，下一秒，黑洞喷射出一道直径数米的灵力洪流，直冲云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整个神木林被诡异的青紫色光芒笼罩。潮汐开始了，沈萧何仰头望着天空，声音中带着沈萧然从未听过的恐惧。长老议会在圣树殿最坚固的地下大厅召开，9尾狐族7位长老、各分支族长以及沈萧然和静言围坐在一个巨大的圆形法阵周围，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不安，连一向镇定的大长老也眉头紧锁。北方边境的灵力风暴已经摧毁了3座村庄，3长老汇报着，手中玉剪投射出灾区的影像，建筑被无形的力量撕成碎片，地面上布满蛛网状的发光裂缝。幸存者描述，风暴中心有黑色人影出没。暗穹，沈萧何沉声道，叶无尘在集结力量。大长老的白眉几乎凝成结，圣树的枯萎速度在加快。照这个趋势，不出1个月，我们的灵力源泉将完全枯竭。沈萧然感到一阵心悸。圣树是9尾狐族一切术法的力量源头，如果它枯萎，他不敢想象后果。静言在桌下握住他的手，通过灵魂标记传递着无声的支持。关键是沈萧然和静言。2长老突然指向他们，灵魂共鸣是唯一能对抗潮汐影响的力量，但你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如何拯救全族？这个问题像刀子般刺入沈萧然心脏。确实，自从潮汐征兆出现，他和静言的力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更糟的是，他们发现灵魂标记出现了某种滞后，有时无法及时感知对方的危险，有时又会突然过度共鸣，导致双重失控。我们需要了解更多。静言冷静地回应，关于灵力潮汐，关于天狐与影兽的真正关系。大长老与沈萧何交换了一个眼神，最终点头，跟我来。一行人来到圣树殿最隐秘的禁地先知之室。这是一个半球形空间，墙壁上刻满了古老的预言壁画。大长老走到中央，割破手掌，将血滴在地面的凹槽中，血液顺着精细的纹路流淌，逐渐激活了整个房间的阵法。9尾狐族的先祖预言。大长老的声音在阵法光芒中显得空灵，关于灵力潮汐，关于天狐与影兽，以及平衡者的归来。壁画随着阵法启动开始活动，讲述着一个远古的故事。最初，天地灵力平衡，万物和谐共生，直到第1轮灵力潮汐到来，某些妖族血脉中的原始力量被唤醒，天狐吞噬灵力，影兽腐蚀灵魂，2种极端力量相互厮杀，几乎毁灭了整个妖族。然后呢？沈萧然着迷地看着壁画中交战的巨大狐形与猫形生物，然后出现了平衡者。大长老指向下一幅壁画，一个同时拥有狐尾与猫耳的身影站在2者之间，传说他既是天狐也是影兽，能够调和2种力量。但在封印第1次潮汐后，
他就消失了。禁言突然上前，伸手触碰那幅壁画。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手指刚接触墙面，壁画就发生了变化，平衡者的形象逐渐清晰，赫然是禁言的模样。这大长老踉跄后退，不可能！沈萧然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壁画中的平衡者除了眼睛是完全的暗金色外，几乎与禁言一模一样。更诡异的是，当禁言收回手，那形象又慢慢模糊，变回原本的抽象图案。我体内的影兽之力在回应他。禁言的声音有些恍惚，好像记起了什么。就在这时，沈萧然的3条暗经尾突然自主展开，指向房间角落的一块不起眼的石板。他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发现石板上刻着一段被刻意模糊的文字，这是叶无尘留下的。沈萧何走过来，表情复杂。千年前他背叛九尾狐族前，曾在此沿袭古籍。沈萧然的3条尾巴轻轻拂过石板表面，暗金光芒流过，被模糊的文字竟然逐渐清晰起来。平衡者非死非生，轮回转世以待潮汐。天狐为其进化之刃，影兽为其毁灭之力。当3者重聚，天门再起。最后4个字被反复描粗，仿佛叶无尘曾长久凝视。天门再起，天门再起，什么意思啊？沈萧然抬头看向父亲，天门是什么？沈萧何面色苍白，传说中连接天界与凡间的通道。上古时期，妖族通过天门获得无尽灵力，但在第一次潮汐后，天门就被平衡者封印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沈萧然心中形成：叶无尘想要重启天门。不止，禁言突然开口，声音异常低沉，他想成为新的平衡者，但缺少了关键部分。他的暗金眼眸直视沈萧然，天狐进化之力。房间陷入死寂。这个推测太过惊人，却又完美解释了叶无尘对沈萧然的执着。如果真如预言所说，平衡者、天狐与影兽3者重聚就能重启天门，那么你就是平衡者的转世。沈萧然看向禁言，声音微微发抖。而我是你的进化之刃。禁言的表情变得异常痛苦。不应该是这样。他抓住沈萧然的肩膀，你不是工具，我也不是什么救世主，我们只是……他的话被一阵剧烈的地震打断，整个先知之室剧烈摇晃，壁画纷纷剥落。众人匆忙撤离，回到地面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窒息。圣树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比早晨那个大了数十倍。漩涡中隐约可见无数黑影穿梭，如同等待入侵的军队。而圣树本身此刻已经枯萎了近半。暗穹来袭，全员备战！沈萧何的吼声惊醒众人，九尾狐族战士们迅速集结，各种防御法阵接连亮起。沈萧然却站在原地无法移动，3条暗经尾不受控制地指向漩涡，灵珠深处涌起一股近乎贪婪的渴望。沈萧然，禁言担忧地握住他的手，怎么了？他在呼唤我。沈萧然的声音不像是自己的。那个漩涡，我能吸收它。这个念头刚一出现，3条暗经尾就骤然伸长，如离弦之箭射向高空。沈萧然感到一股庞大的灵力顺尾巴涌入体内，灵珠瞬间被填满到几乎爆裂。这种快感超越任何体验，让他忍不住发出愉悦的叹息。停下，你会被撑爆的。禁言试图拉回他，却被突然爆发的灵力震开。沈萧然已经听不见任何声音，全部感官都被涌入的能量占据。他的身体开始发光，皮肤下浮现出与禁言相似的暗纹，但纹路是白金色的。视野逐渐被染红，理智如沙粒般从指缝流走。最后的清醒时刻，他看到自己的一条尾巴无意中扫过一群正在结阵的九尾狐战士，那些人瞬间如破布般被击飞，鲜血在空中划出刺目的弧线。不，沈萧然惊恐地想收回力量，却发现已经无法控制。3条暗经尾疯狂舞动，所过之处建筑崩塌，大地开裂。对不起，这是他在完全失控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随后禁言的手刀精准落在他的后颈。黑暗降临，沈萧然在束缚中醒来。他躺在一个特制的石床上，手腕和脚踝被刻满符文的银链固定，3条暗经尾则被特殊的灵力枷锁禁锢。房间没有窗户，唯一的门被复杂的封印阵法覆盖。醒了，禁言的声音从角落传来。沈萧然转头看到他的 Alpha 坐在阴影里，眼中暗金流转，嘴角有一丝未擦净的血迹。我伤了多少人？沈萧然哑声问。那些飞溅的鲜血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12人重伤，无人死亡。禁言起身走近，手指轻抚沈萧然的脸颊。你的潜意识还在抵抗，否则伤亡会严重得多。沈萧然闭上眼，泪水从眼角滑落。必须阻止我，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我正在想办法。禁言的声音带着压抑的痛苦。先知之士的启示，如果我真是平衡者转世，那么应该有能力控制潮汐影响。代价是什么？沈萧然敏锐地察觉到禁言的犹豫。禁言沉默良久，最终叹了口气，可能需要暂时切断灵魂标记。不，沈萧然猛地挣扎起来，银链发出刺耳的响声，绝对不行，只是暂时的。禁言按住他，为了控制你体内的天狐之力，我需要完全释放影兽本源，而2种极端力量在灵魂层面直接对抗，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灵魂。沈萧然接话，心脏如坠冰窟。你明知道这有多危险。禁言俯身
额头抵住沈萧然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外面情况越来越糟，而你，他亲吻沈萧然眼角的泪，每次失控都会更严重。沈萧然想反驳，却无话可说。他能感觉到体内的天狐之力正在积聚下一次爆发的能量，就像不断上涨的潮水，迟早会冲破堤坝。还有别的办法？他突然想起什么，灵魂投影，我们在月影峡谷无意中做到的，记得吗？你控制了我的尾巴，我引导了你的黑岩。静言眼前一亮，你是说让我直接进入你的意识，帮你控制天狐之力？值得一试。沈萧然点头，至少比切断标记安全。静言沉思片刻，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他解开沈萧然右手的束缚，将自己的手掌与之相贴，集中精神在灵魂标记上。我会尝试投影。沈萧然闭上眼睛，全神贯注于后颈的标记。起初只有细微的温热感，但渐渐的，一种奇异的抽离感袭来，仿佛有人轻轻拽出了他的意识。在睁眼时，他看到自己正从石床上坐起来，而视角来自静言的身体。成功了！他的声音从静言口中发出，而对面静言的眼睛正闪烁着惊喜的光芒。感觉如何？静言，实际上是静言的意识在沈萧然体内活动着手脚，天狐之力确实平静多了。沈萧然尝试感应3条暗经尾，惊讶地发现它们如普通尾巴一样服从指挥。更神奇的是，通过这种投影状态，他能清晰感知到静言体内的影兽之力，那种如深渊般的力量竟让他感到熟悉而非恐惧。太奇妙了！沈萧然在静言体内抬起手，一缕黑岩在指尖跃动，我能使用你的力量，小心！静言突然警告，有什么东西在回应你。话音刚落，房间的门被猛地撞开，沈萧何带着4名长老冲进来，看到眼前的情景顿时愣住。沈萧然被束缚在石床上，而静言站在一旁，指尖跳动着黑岩。静言，放开我儿子！沈萧何厉声喝道，七尾瞬间展开。沈萧然急忙解释，父亲，是我们在尝试灵魂头。他的话戛然而止，一股陌生的能量波动突然从圣树方向传来，强大到连石室的隔绝都无法阻挡。在所有人反应过来前，静言的身体突然剧烈抽搐，暗睛眼眸完全变成黑色。潮汐第2阶段开始了，沈萧然艰难地挤出这几个字，随后意识被强行弹回本体。灵魂归位的瞬间，沈萧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更可怕的是，3条暗经尾的枷锁正在崩裂，天狐之力如火山般在体内喷发。他最后看到的是静言扑向自己的身影和父亲惊恐的表情。随后，世界陷入一片血红、血色。沈萧然的世界只剩下这一种颜色，3条尾巴已经完全黑化，如巨蟒般在石室中狂舞，每一次摆动都带起凌厉飓风。束缚他的银链早已经断裂，散落在地上如死蛇般扭曲。石床粉碎，墙壁皲裂，整个禁闭室摇摇欲坠。在血色世界的边缘，他看到几个模糊的身影，父亲和长老们结成的防御阵，荧光在黑色风暴中如烛火般微弱。更近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顶着灵力乱流，缓缓向他靠近。静言，这个名字在混沌的意识中如灯塔般明亮。沈萧然下意识想喊他退开，却发不出声音。他想控制尾巴停下，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中一条如长矛般刺向自己的 Alpha。静言，闪开！沈萧何的吼声被风暴撕碎。静言没有躲避，而是迎着那条漆黑尾巴张开双臂。在尾尖即将贯穿他胸膛的瞬间，一道白金光幕从灵魂标记处展开，形成半透明的护盾。黑尾撞击在光幕上，发出金属相击般的刺耳鸣响。沈萧然，静言的声音穿透血色迷雾，直达意识深处。跟我回去。回去？回哪里？沈萧然混乱地想着。他感觉自己被撕成2半，一部分在疯狂吞噬周围灵力，享受前所未有的充盈感，另一部分则蜷缩在灵珠深处，恐惧地看着这一切。静言又向前一步，光幕与黑尾相抵触，迸溅出火花。还记得昆仑出狱吗？你被我的黑岩灼伤，却还傻乎乎地帮我包扎。一段记忆浮现在血色中，境界里年轻的玄猫战士别扭地接受治疗，黑眸中闪烁着难以察觉的柔软。记得沈萧然嘶哑的回应，声音不像是自己的。静言趁机再进一步，现在2人之间仅剩不到3米。还记得灵魂标记形成时吗？你说那是你此生最痛的瞬间，却也是最幸福的。更多记忆画面涌现，圣树核心，2人十指相扣，承受静妖拳洗礼，灵力交融的痛苦与灵魂相拥的喜悦交织成永恒印记。记得沈萧然的声音多了几分清明，但3条黑尾仍在狂暴舞动。静言突然撤掉防护光幕，在所有人惊呼中直接抓住那条最靠近的黑尾。接触的瞬间，他的手臂皮肤立刻被腐蚀的血肉模糊，却死不松手。那么记住现在，静言咬牙忍着剧痛，无论轮回几世，标记永不磨灭。这句话如钥匙般打开了某个锁。沈萧然感到灵珠深处爆发出一股清凉能量，暂时冲淡了血色世界。借着这短暂的清醒，他全力激活灵魂标记，投影。静言立刻会意，同样集中精神于标记。2人的意识再次脱离躯体，在虚空中交汇后互换。沈萧然的意识坠入静言伤痕累累的身体，瞬间被影兽之力的阴寒包围。
那是一种与天湖血脉完全相反的体验，如同从火山跳入冰窟。他尝试活动新身体的手指，看到一缕黑岩在指尖跃动，温顺如宠物。抬头看向对面，自己的躯体此刻被禁言的意识占据，3条黑尾的舞动明显缓慢下来，但仍在抵抗控制。稳住！沈萧然尝试靠近，我能帮你。过来！禁言的声音断断续续，他在影响你。果然，沈萧然感到一股诡异的吸引力从自己原本的身体传来，影兽之力本能地渴求着那股天湖能量，如同磁石相吸。他强压住靠近的冲动，转而尝试另一种方法，通过灵魂标记建立更深层的连接。在月影峡谷，他们曾无意中达到灵魂共鸣状态，现在需要主动重现那一奇迹。沈萧然闭上眼睛，完全放开精神防御，让意识沉入影兽之力的源头。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海洋，但在最深处有一点金光如星辰般闪烁。当他触碰那点金光时，大量陌生记忆如洪水般涌来。1000年前的战场，天湖与影兽的终极对决，一个同时拥有狐尾与猫耳的身影站在两者之间。血色月光下，那个身影将一把银白匕首刺入自己心脏。最后画面是濒死的平衡者与一位银发少年十指相扣，少年眼中满是不舍。看到吗？那就是我们禁言的声音突然在黑暗海洋中响起，前世的约定。这个认知如雷霆般击中沈萧然，难怪初见时就有莫名熟悉感，难怪灵魂标记如此顺利，他们的羁绊跨越了轮回。金光突然扩大，驱散部分黑暗。沈萧然感到影兽之力变得温顺了些，仿佛认可了他的存在。他趁机引导这股力量通过灵魂标记输送给对面正在苦战的禁言。现实世界中，禁言浑身一震，眼中闪过暗金光芒，3条黑尾终于停止攻击，缓缓垂落。但危机远未结束，天湖血脉仍在暴走，需要平衡。禁言在沈萧然体内艰难地说，两种力量必须融合。沈萧然理解了他的意思，在先知之势的壁画中，平衡者就是同时掌控天湖与影兽之力的存在。如果禁言真是平衡者转世，那么理论上切换回来。沈萧然在禁言体内喊道，然后我帮你引导天湖之力。两人再次集中精神，意识回归各自身体。熟悉的剧痛立刻卷土重来，但这次沈萧然有了准备，他强忍灵珠机遇爆裂的痛苦，抓住禁言的手。现在禁言的黑眸完全变成暗金色，一股古老而威严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反握住沈萧然的手，引导体内苏醒的平衡者之力通过灵魂标记流入对方身体。这股力量既非天湖也非影兽，而是两者的完美融合。所过之处，暴走的天湖能量如退潮般平静下来。沈萧然的3条黑尾逐渐恢复暗金色，最后变回正常大小。血色世界完全退去，沈萧然精疲力竭地倒在禁言怀里。整个禁闭室一片狼藉，父亲和长老们仍保持着防御姿态，脸上满是震惊与警惕。结束了。沈萧和谨慎地靠近，禁言摇头，声音因过度消耗而嘶哑，只是暂缓。灵力潮汐再加强，下次爆发会更猛烈。他低头看向怀中的沈萧然，我们需要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大长老颤巍巍地上前，先知之事的预言，如果禁言真是平衡者转世，那么理论上他应该能控制潮汐，但需要完整传承。3长老补充道，而传承记忆被叶无尘封锁了。沈萧然虚弱地抬头，圣树他枯萎的部分，一个可怕的联想突然形成。如果圣树是9尾狐族的灵力源泉，而天湖血脉源自圣树精华，那么他的3条暗经尾与圣树枯萎之间，不是你的错。禁言仿佛读懂了他的想法，亲吻他的额头，潮汐影响了一切。沈萧和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先回疗愈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形势。疗愈室的灯光比往常暗淡许多，灵力潮汐影响了所有能量源。沈萧然躺在软榻上，3条尾巴无力地垂着，尾尖仍偶尔不受控制地抽动。禁言坐在床边，正由医者包扎手臂上的伤口。叶无尘在利用潮汐。沈萧和站在窗边，望着远处圣树上空越来越大的灵力漩涡。他派出的影兽宿主正在各地制造混乱，削弱我们的防御。沈萧然想起血色世界中感受到的诡异召唤，他想让我加入他们，我能感觉到那种诱惑吞噬灵力的快感。禁言的手突然收紧，捏碎了床沿一块木头，永远不会发生。沈萧和转身，面容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苍老。我们需要主动出击，趁叶无尘还未完全恢复，直捣暗穹老巢。太危险了！沈萧然挣扎着坐起来。月影峡谷现在是影兽之力最浓的地方，我和禁言都未必能抵抗那种诱惑，但等待同样危险。沈萧和走到床前，罕见地握住儿子的手，圣树枯萎速度在加快。照这个趋势，不出半月，9尾狐族将失去所有灵力来源。禁言突然抬头，等等，如果圣树是9尾狐族的力量源泉，那么天湖血脉源自圣树核心的天湖之泪。沈萧和点头，传说中第一滴禁妖泉凝结的结晶。沈萧然和禁言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如果天湖血脉源自天湖之泪，那么理论上他应该能帮助控制血脉反噬。我们需要见他。沈萧然说。沈萧和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他一直被封印在圣树最深处，
自从月华你母亲尝试用它稳定天湖血脉失败后，就再无人敢触碰。但现在别无选择。静言站起身，眼中暗金流转。如果我是平衡者转世，那么天湖之泪可能是唤醒完整记忆的关键。沈萧何沉思良久，最终点头：明天破晓，我会带你们进入圣树核心。但今晚他担忧地看向沈萧然，必须确保安全。他拍了拍手，4名精锐守卫进入房间，手持特制的灵力枷锁。沈萧然瞬间明白了父亲的意图，如果他再次失控，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禁锢他，甚至不需要。静言挡在床前，我会看着他。沈萧何摇头：你已经受伤，而且影兽之力同样不稳定，我们不能冒险。眼看争执要升级，沈萧然主动伸出双手：上枷锁吧，3条尾巴也需要禁锢。静言猛地转头看他，眼中满是拒绝。沈萧然轻轻摇头，通过灵魂标记传递安抚：相信我，没事的。最终沈萧然被安置在特制的灵力抑制阵中央，手脚和尾巴都带上符文镣铐，这些镣铐不会造成疼痛，但会阻止任何灵力外泄。静言坚持留在同一房间，睡在抑制阵外的地铺上。夜深人静，月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斑驳光影。沈萧然听着静言均匀的呼吸声，思绪却无法平静。先知之事看到的记忆碎片，血脉深处觉醒的古老共鸣，还有那个跨越千年的约定，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却又莫名熟悉。还没睡？静言的声音突然响起。沈萧然转头看到他的 Alpha 正侧卧着看向自己，暗金眼眸在黑暗中微微发亮，在想什么？前世，沈萧然轻声回答：如果我们真是平衡者，和那个银发少年为什么选择转世？发生了什么？静言沉默片刻，我只看得到一些片段。一场大战，一个牺牲，还有承诺。他伸手触碰抑制阵边缘，承诺来世再见。这个回答让沈萧然胸口发紧。跨越千年的羁绊，历经轮回的重逢，这比任何传说都更加浪漫，也更加沉重。如果沈萧然犹豫了一下，如果这一世我们还是失败了呢？静言的手穿过抑制阵，轻轻握住沈萧然被禁锢的手，那就下一世，再下一世，直到成功为止。他的拇指摩擦着灵魂标记，记得我的誓言吗？无论轮回几世，标记永不磨灭。沈萧然轻声复述，眼眶微微发热。静言微笑，那是指对沈萧然展露的柔软表情。睡吧，固执的狐狸，明天还有硬仗要打。沈萧然点头，闭上眼睛。在抑制阵的束缚下，3条尾巴难得安静。就在意识即将沉入梦乡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响彻圣树殿。敌袭！圣树核心遭到入侵。静言一跃而起，瞬间进入战斗状态。沈萧然也挣扎着想起身，却被抑制阵牢牢禁锢。静言，快去看看！静言犹豫了1秒，随即点头冲出房间。沈萧然只能躺在原地，听着外面混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最令人不安的是，他感到3条暗经纬在镣铐下不安的扭动，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不知过了多久，门被猛地推开，沈萧何满身是血的冲进来，身后跟着2名负伤的守卫。叶无尘，他盗走了天湖之泪。这个噩耗如重锤击中胸口。沈萧然瞪大眼睛，怎么可能？圣树核心的防御，他有内应。沈萧何咬牙道：几名被影兽之力腐蚀的族人。静言随后冲进房间，脸色异常苍白。不止如此，他留下了这个。他展开手掌，里面是一枚漆黑的鳞片，与叶无尘变形后身上的一模一样。鳞片上刻着一行小字：想要天湖之泪，月影峡谷见，带上我的杰作。沈萧然瞬间明白了叶无尘的意图，他想要静言，可能还有自己，这是陷阱。沈萧何厉声道：绝不能上当。静言却盯着沈萧然，眼神复杂，也可能是唯一机会。他转向沈萧何：如果我能找回完整记忆，掌握平衡者之力，太冒险了。沈萧何立即打断他：叶无尘显然已经恢复了大半力量，而你们……他痛苦地看向被禁锢的儿子，连自保都困难。沈萧然突然感到一阵异样，3条暗经纬不再躁动，而是异常安静，太安静了。他尝试感应尾巴状态，却惊恐地发现他们在吸收抑制阵的灵力，悄无声息的，不被察觉的。更可怕的是，这种吸收带来一种诡异的愉悦感，让他本能地想要更多。而在灵魂深处，某个声音正在低语：来吧，释放我，我们本是一体。这个声音既陌生又熟悉，像极了自己，却又带着叶无尘特有的阴冷。沈萧然没有将这一发现告诉任何人，他垂下眼帘，掩饰内心的惊涛骇浪。他们必须在明天早上出发。黎明前的月影峡谷比夜晚更加阴森。沈萧然跟在静言身后，3条暗经纬不安的摆动。自从离开神木林，他就能感觉到体内天湖之力的躁动不是以往的暴走，而是一种诡异的期待。还有1里路。静言停下脚步，黑眸中暗金流转。你确定要这么做？沈萧然没有立即回答。他们的计划近乎疯狂，假装顺从叶无尘的要求前来交换天湖之泪，实则寻找机会反制。但自从那晚发现暗经纬能悄无声息吸收灵力后，他隐瞒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吸收的灵力越多，体内那个声音就越清晰。别无他选。沈萧然最终说道：
伸手轻抚静言锁骨上的灵魂标记，天狐之泪是控制血脉反噬的关键，而你的平衡者记忆是我们对抗潮汐的唯一希望。静言抓住他的手，力道大的几乎疼痛。如果叶无尘要的是你呢？如果他要我以你为代价换取力量呢？这个问题像刀子般扎进他的心脏。沈萧然强扯出一个微笑，那就告诉他你同意了。静言的表情瞬间扭曲，沈萧然，然后找机会杀了他。沈萧然凑近，额头抵住静言的，我们不是来谈判的，记得吗？陈风吹散了他未尽的话语，两人沉默地继续前行，每走一步都像是走向刑场。沈萧然能感觉到静言紧绷的肌肉和压抑着的怒气，但更多的是通过灵魂标记传来的深切担忧。峡谷尽头的平台比上次更加破败，9根石柱全部倒塌，水晶棺周围聚集了数十名影兽宿主，他们如雕塑般静立，暗金眼眸空洞无神。叶无尘站在棺旁，手中把玩着一颗泪滴状的晶体，天狐之泪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银蓝色光芒，准时赴约，值得表扬。叶无尘微笑着迎接他们，黑袍在风中流动，看来我的杰作还是听话的。静言挡在沈萧然前面，东西带来了，你的条件。叶无尘的笑容扩大，露出过于尖锐的牙齿，直接进入主题吗？我喜欢。他轻抚天狐之泪，条件很简单，你接受完整的暗穹传承。他们暗金眼眸转向沈萧然，就成为我的实验品吧。不可能。静言的黑炎瞬间爆发，这次焰星是纯粹的白金色。叶无尘不慌不忙地举起天狐之泪，别急着拒绝啊，看看你的小狐狸，它还能撑多久？沈萧然突然剧烈颤抖起来，3条暗经尾不受控制地展开，尾尖如饥渴的蛇般指向天狐之泪。更糟的是，那个声音又在脑海中响起，就是他，我们的另一半，拿回来。沈萧然。静言警觉地回头，怎么了？沈萧然咬破舌尖，试着用疼痛维持清醒。没事，只是他在召唤我，他强压下吞噬的冲动，按计划行事。静言深深看了他一眼，转身对叶无尘说，换个条件，我接受传承，但他必须安全离开。叶无尘假装思考，手指在天狐之泪表面滑动，好像不太行。他突然捏紧晶体，不如这样，我们先唤醒他的天狐血脉，看看会发生什么。不等两人反应，叶无尘已将天狐之泪抛向空中，晶体悬浮在晨光里，散发出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沈萧然的3条暗经尾瞬间爆长，如离弦之箭射向晶体。与此同时，他感到体内某个锁死的闸门被打开了，天狐血脉全面苏醒。不，静言想拦住他，却被叶无尘的黑雾屏障挡住。沈萧然的身体自主浮到半空，3条暗经尾缠绕住天狐之泪，晶体开始融化，银蓝色液体顺尾巴流入他的体内。这种体验比任何言语都更加震撼，仿佛干渴千年的人饮下清泉，每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段陌生记忆的涌入。1000年前的战场，血月当空，银发少年跪在重伤的平衡者身旁，泪如雨下。下一世，我一定会找到你。少年将匕首刺入自己心脏，鲜血与平衡者的交融，一道契约在死亡中缔结。啊！沈萧然抱头惨叫，这些画面如刀片般刮过脑海。沈萧然，静言终于突破屏障，一把抱住他坠落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沈萧然颤抖着抓住他的衣襟，是你，真的是你，平衡者。泪水模糊了视线，而我是那个献祭的。叶无尘的掌声打断了他，感人的重逢，但你们只看到了一半真相。他缓步靠近，当年那个傻小子用生命为代价，将平衡之力封印在轮回中，而现在他的笑容变得狰狞，我要解封他。整个平台突然下陷，露出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洞穴中央是一个血池，表面浮动着无数痛苦的面容。叶无尘站在池边，双臂张开，1000年积蓄的怨灵精华加上天狐之类的力量，足以冲破轮回封印。沈萧然勉强站起身，3条暗经尾现在完全变成了银蓝色，散发着柔和却强大的光芒。天狐之类的力量暂时压制了血脉中的暴走倾向，但代价是那段记忆带来的心痛。前世他没能拯救静言，只能选择悲壮的牺牲。别听他的，沈萧然低声对静言说，他在扭曲事实。静言的表情异常复杂，但我确实感觉到了封印在松动。他按住心口，有东西要出来了。叶无尘不失时机的诱惑，接受他，静言，那是属于你的力量，掌控潮汐，重塑妖族秩序的力量。他的声音变得蛊惑，你可以拯救所有人，包括即将被天狐血脉吞噬的小狐狸。这句话像毒箭般射中沈萧然，他猛地看向静言，什么意思？静言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天狐之泪只是暂时压制，不能根治。他痛苦地承认，血脉反噬终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叶无尘大笑，他没告诉你吗？天狐血脉最终会吞噬宿主神智，把你变成空壳，而唯一能阻止的方法，他指向血池，是完整的平衡者之力。沈萧然的世界天旋地转，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完美解决方案。无论如何，他都会失去自我。不，静言突然抱住他，我们找别的办法，一定有别的方法。叶无尘冷笑，时间到。他猛地挥手，血池中升起9根锁链，如活物般袭向两人。
既然不肯自愿，那就让我来帮你们吧。静言迅速推开沈萧然，自己却被4条锁链缠住，拖向血池。沈萧然的3条银兰尾瞬间硬化，斩断袭来的锁链，但更多锁链从池中涌出。静言，沈萧然想冲过去，却被突然出现的影兽宿主们包围。别管我！静言在锁链中挣扎，阻止血池一事，破坏中央的符石。沈萧然这才注意到血池底部隐约可见的巨型符石，他咬紧牙关，3条银兰尾如利刃般旋转，将靠近的宿主击退。但每打倒一个，就有2个补上缺口。眼看静言已经被拖到血池边缘，沈萧然做出了冒险决定：接住我！他通过灵魂标记传递信息，随后全力跃向血池方向。在半空中，3条银兰尾突然变形，展开成巨大的光翼，天狐之翼。这从未有过的形态让叶无尘都震惊了一瞬。光翼煽动，暂时清出一条通路。沈萧然趁机俯冲而下，尾尖直指血池中央的符石。休想！叶无尘瞬间移动挡在前方，黑袍下伸出非人的利爪。眼看碰撞不可避免，一道黑金交织的火墙突然隔开2人。静言不知何时挣脱了部分锁链，右手燃烧着奇异火焰。现在，沈萧然擦过叶无尘身侧，3条尾巴刺入血池。就在尾尖触及符石的刹那，整个洞穴剧烈震动，血水如沸汤般翻滚，符石表面出现裂纹，从中迸发出刺目的白光。不！叶无尘发出不似人类的尖叫。你们做了什么？沈萧然也被突如其来的能量冲击掀飞，重重撞在洞壁上。他挣扎着爬起来，看到血池中的静言被白光完全包裹，锁链寸寸断裂。更惊人的是，静言的形体开始变化，额角生出小小的黑色弯角，背后浮现出半透明的暗金羽翼轮廓。平衡者完全体叶无尘的表情从愤怒变为贪婪，终于觉醒了。白光中的静言缓缓睁眼，瞳孔完全变成了暗金色树瞳，看起来毫无任何情感。他看向叶无尘，声音低沉如雷鸣：你是偷窃力量的小偷。叶无尘不惧反笑：是我让你重获完整，现在完成最后的仪式吧。他突然扑向沈萧然，用天狐之血激活全部力量。沈萧然想躲避，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3条尾巴被血池底部伸出的鼓手牢牢抓住。眼看叶无尘的利爪就要触及喉咙，一道黑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挡在中间。静言，或者说觉醒的平衡者，单手掐住叶无尘的脖子，将他提离地面，不准碰他。叶无尘挣扎着狞笑：杀了我，你就永远无法控制潮汐，天狐血脉终将吞噬他。这句话似乎触动了什么。静言的手微微松开，暗金眼眸转向沈萧然，那目光中既有熟悉的温柔，又有陌生的冷漠，仿佛2个灵魂在争夺身体控制权。静言，沈萧然试探的呼唤：是我。平衡者的形体轻微晃动，眼中的暗金时浓时淡。沈萧然声音痛苦地切换着：走，快走！不！沈萧然拼命挣扎：我不会再丢下你，前世没有，今生更不会。这句话像钥匙般打开了某个记忆闸门。平衡者突然跪倒在地，抱头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无数画面从血池中升起，展示着1000年前的真相。平衡者并非自然诞生，而是天狐与影兽之力的实验品。叶无尘曾是9尾狐族最伟大的学者，痴迷于创造完美妖族。银发少年是叶无尘的学徒，发现了实验的残酷真相。最后的战斗，平衡者为保护少年，自愿被封印。少年献祭生命，将力量封入轮回，约定来世再见。居然是你吗？平衡者！静言艰难地抬头，眼中暗金褪去大半。叶无尘趁机挣脱，退到安全距离，多么感人的重逢啊！他讥讽地鼓掌，但你们忘了最关键的一点。他突然结印，平衡者之力需要媒介。血池中的符石彻底碎裂，露出核心处的一枚黑色鳞片，与叶无尘身上的一模一样。鳞片飞到他手中，化为一把漆黑匕首。要么接受我的印记，成为真正的暗穹之主。叶无尘将匕首抛向静言，要么看着小狐狸被天狐血脉吞噬。选择吧。匕首悬浮在静言面前，散发着不祥的黑雾。沈萧然终于挣脱鼓手，踉跄着跑向静言：别碰他，那会腐蚀你的灵魂。静言没有立即动作，而是深深看着沈萧然。他说的对，没有媒介，我控制不了平衡者之力，手指轻触灵魂标记，也救不了你。沈萧然抓住他的手：那就一起死，反正下一世还能重逢。静言笑了，那笑容温柔的令人心碎。固执的狐狸。他俯身在沈萧然唇上落下亲吻，但我更想赢在今生。说完，他一把抓住黑色匕首，狠狠刺入自己的灵魂标记处。不要！沈萧然的惨叫在洞穴中回荡，黑雾如活雾般从伤口涌出，迅速覆盖静言全身。他的弯角增长，羽翼实体化，平衡者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最令人心碎的是灵魂标记的变化，金银双色的纹路正被黑暗逐渐侵蚀。叶无尘欣喜若狂，完美！暗穹终于迎来真正的主人。沈萧然想冲上前，却被突然成型的黑雾屏障弹开。他绝望地拍打屏障，看着静言，不，现在应该称他为平衡者。缓缓站起，暗金眼眸中再无熟悉的情感。静言，求你！沈萧然滑坐在地，3条银兰尾无力地垂落。别这样。
平衡者转头看他，表情冷漠如冰。但就在沈萧然心碎欲绝的瞬间，他眨了下眼，左眼的暗金短暂褪去，变回熟悉的黑眸，朝沈萧然做了个微妙的口型：信我。随后黑暗重新占据，平衡者转身面对叶无尘，仪式继续。叶无尘得意地走向血池中心。当然，我的主人，下一步我们需要天湖的。他的话戛然而止。平衡者突然出手，黑金交织的火焰如巨蟒般缠住叶无尘，将他拖入血池深处。主人你！叶无尘的尖叫逐渐远去。平衡者站在池边，俯视着挣扎的叶无尘。暗琼不需要2个主人。随着叶无尘的沉默，洞穴开始崩塌。平衡者展开羽翼，飞到沈萧然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那目光中充满矛盾，时而冰冷如陌生，时而温柔如旧时。走，他指向出口。快！沈萧然抓住他的手腕，一起走。在平衡者体内挣扎的静言摇了摇头，灵魂标记已经大半变黑，只有边缘还残留一丝晶莹光芒。他握住沈萧然的手，按在那点光芒上。等我。随后一掌将沈萧然推向出口方向，自己则转身走向崩塌的血池中心。沈萧然被一股柔和的力量送出洞穴，落在平台边缘。他眼睁睁看着入口在身后崩塌，将平衡者将他的禁言永远封存在地下。最后一刻，一道黑金光束冲破岩层，直入云霄。凌厉潮汐的漩涡瞬间被染成暗金色，随后整个天空开始下起黑色的雪。黑色的雪落在沈萧然脸上，冰凉刺骨。他跪在崩塌的平台边缘，3条银狼尾无力地垂在身后，尾尖还沾着血池的暗红。锁骨处的灵魂标记传来阵阵刺痛，那里原本晶莹交织的纹路正被某种黑暗缓慢侵蚀，每一次脉动都像是有人用烧红的铁丝在皮肤下搅动。近年，沈萧然机械地重复这个名字，仿佛只要念得足够多，那个人就会从废墟中走出来，带着痞笑叫他小狐狸。但回应他的只有峡谷呼啸的风和持续崩塌的岩石。天空中的凌厉潮汐漩涡已经完全变成了暗金色，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冷漠地俯视大地。黑色的雪越下越大，很快在沈萧然肩头系了薄薄一层。他选择了暗琼印记。沈萧然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上面还残留着禁言最后的温度。灵魂标记突然剧烈疼痛起来，沈萧然忍不住弓起身子。这次的痛感与以往不同，不是灼烧，而是某种被撕裂的感觉。他扯开衣领，惊恐地发现标记正在变化，晶莹纹路被黑金丝线缠绕，如同2股力量在厮杀。这是禁言在反抗。沈萧然突然明白了什么，挣扎着站起来。他还没有完全被控制。记忆闪回最后时刻，禁言的眼神变化，那双暗金眼眸中一闪而过的熟悉黑眸，那个无声的信我，那不是告别，是承诺。混蛋！沈萧然擦去脸上的血水，发现自己再哭，每次都自作主张。3条银狼尾突然自发竖起，尾尖指向同一个方向，峡谷深处未被崩塌波及的一处岩壁。沈萧然眯起眼，隐约看到岩壁上浮现出奇怪的符号，在黑色雪幕中泛着微弱的蓝光。天狐族的记号。他踉跄着向那边走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灵魂标记的疼痛与体内天狐之力的躁动让他眼前阵阵发黑，但那个无声的信我支撑着他前进。岩壁上的符号在靠近后变得更加清晰，一个九尾狐图腾，下方是古老的妖族文字。沈萧然虽然不精通古文，但血脉中的记忆让他认出了这几个字：影之门。他伸手触碰图腾，3条银蓝尾立刻自动缠绕上去。岩壁开始震动，表面如水面般泛起波纹，渐渐变得透明。透过水幕，沈萧然看到了一个狭小的洞穴，中央立着一面等人高的青铜镜。镜面不是反射岩壁，而是显示着一幅奇异的画面。黑色宫殿中，一个被深暗金羽翼的身影被锁链束缚，跪在血色王座前。虽然只能看到背影，但沈萧然瞬间就认出了那对标志性的黑色弯角。禁言！他本能的向前冲，却撞上了坚硬的岩壁。幻象消失了，青铜镜恢复成普通镜面，映出他惨白的脸。沈萧然疯狂拍打岩壁，开门，让我进去！但无论怎么尝试，岩壁再无反应。3条银狼尾焦躁的摆动，似乎在责怪他的鲁莽。冷静，必须冷静。沈萧然深呼吸，强迫自己思考。禁言显然被带到了某个与暗琼相关的地方，而刚才的幻象是线索。问题是怎么找到那个黑色宫殿？灵魂标记又是一阵剧痛，这次伴随着强烈的牵引感，指向北方。沈萧然抬头望向那个方向，只看到连绵的黑色山脉和越来越狂暴的凌厉潮汐。你想让我去那里？他轻触标记，不确定这是禁言的意志还是暗琼的诱惑。就在这时，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沈萧然警觉地转身，3条银狼尾瞬间硬化成武器状态。别紧张，天狐大人。一个披着灰色斗篷的女子从雪幕中走出，双手举在胸前表示无害。我是青离，影兽一族的叛逃者。女子掀开兜帽，露出一张苍白的瓜子脸和一对琥珀色的树瞳。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额头上有一道狰狞的伤疤，形状像是被利爪撕开的暗琼印记。影兽！沈萧然没有放松警惕。你和叶无尘什么关系？青离苦笑，我曾经是他的学徒，直到发现他想用暗琼之力做什么。他指了指额头的伤疤，
这是我反抗的代价，也是逃生的机会。他向前一步，3条银兰尾立刻逼近他喉咙。青离停下，从怀中取出一个青铜罗盘。我猜测你在找新晋的暗穹之主，这个可以帮你。罗盘指针疯狂旋转，最终指向北方，与灵魂标记的牵引方向一致。沈萧然眯起眼，为什么帮我？因为叶无尘错了。青离直视他的眼睛，暗穹之力不该用来控制潮汐，而是平衡它。你的平衡者，如果他真如传说中那样特别，可能是1000年来唯一能正确使用这股力量的人。沈萧然想起血池中浮现的记忆画面，平衡者本就是为了平衡而生，却被叶无尘扭曲成武器。如果禁言能掌控，而非被掌控，你看到幻象了，对吗？青离突然问。影之门只会向血脉纯净者展示真相。沈萧然犹豫片刻，点了点头。一座黑色宫殿，他被锁链束缚。暗穹王座。青离的表情变得凝重。叶无尘虽然被吞噬，但他的意志可能还存在于暗穹之力中。新主人在完全掌控力量前，会经历10星试炼。什么试炼？暗穹之力会放大内心最深的恐惧和欲望，多数人会在过程中迷失自我。青离看向北方，你的平衡者现在正与自己的黑暗面战斗，如果他失败，他不会失败。沈萧然打断他，3条银兰尾在身后展开，散发出强烈的银蓝光芒，因为我会找到他。青离露出欣赏的神色。天狐之翼，传说中只有血脉纯净者才能觉醒的能力。他将罗盘递给沈萧然，拿着它会指引你找到暗穹王座，但记住，一旦进入暗穹领域，你的天狐之力可能会失控。沈萧然接过罗盘，感受到其中微弱的灵力脉动。就在这时，灵魂标记再次剧痛，这次强烈到让他跪倒在地。银兰尾不受控制的完全展开，形成3对巨大的光翼，天狐之翼彻底觉醒。沈萧然仰头长啸，光翼上的每一根羽毛都迸发出耀眼光芒。峡谷中的黑色积雪被气浪冲散，露出下面焦黑的土地。青离不得不后退数步才稳住身形。天啊，这力量！痛苦达到顶峰时，沈萧然突然看到一段陌生画面。黑色宫殿中，禁言被锁链吊在半空，暗金羽翼折断，鲜血顺着黑色弯角滴落。更可怕的是，他面前站着一个黑影，轮廓与禁言一模一样，却通体漆黑，只有眼睛是血红色。禁言有危险！沈萧然挣扎着站起来，天狐之翼完全展开，足有3米长，我必须现在就去。青离急忙按住他的手臂，等等，你这样直接冲进去就是送死。他快速从腰间取下一枚青色鳞片，拿着这个能在暗穹领域保护你的神智。沈萧然接过鳞片，感受到一丝清凉灵力流入体内，暂时缓解了灵魂标记的灼痛。这是什么？我的本命灵，影兽一族最珍贵的。青离突然咳嗽起来，嘴角渗出血丝。时间不多了，暗穹之力正在腐蚀现世的屏障。快去吧，天狐大人。沈萧然深深看了他一眼，谢谢。如果我回不来，你们都会回来。青离坚定地说，我看过古籍，平衡者与天狐的羁绊超越了轮回，这次结局会不同。沈萧然不再犹豫，将罗盘举在胸前，天狐之翼完全展开，带起一阵灵力旋风。随着罗盘指针发出刺目金光，他面前的空间开始扭曲，形成一道黑色漩涡。禁言，等我！沈萧然低声呢喃，随后纵身跃入漩涡。穿越的过程像是被丢进绞肉机，每一寸皮肤都在被撕扯，灵魂标记的疼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天狐之翼自动包裹住他的身体，形成保护茧。不知过了多久，沈萧然重重摔在坚硬的地面上。睁开眼，他正站在一座黑色宫殿的入口处。宫殿高耸入云，材质非石非金，更像是凝固的黑暗。天空中悬挂着3轮血月，将一切染上不祥的红色。远处传来锁链晃动的声音，痛苦的呻吟。沈萧然循声望去，在宫殿最高处的露台上，隐约可见一个被锁链束缚的身影。即使隔着这么远，灵魂标记的共鸣也让他瞬间确认，那就是禁言。我来了！沈萧然握紧青离的鳞片，天狐之翼再次展开。就在他准备飞向露台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宫殿阴影中，数十个黑影缓缓升起，他们有着人形轮廓，却如同活着的影子，面部只有2个血红的眼睛。擅闯暗穹，黑影们发出刺耳的叠音，向沈萧然扑来。沈萧然的3对光翼瞬间射出无数光雨，如利剑般穿透黑影，但被击散的黑影很快重组，数量反而更多了。没用的，他们是暗穹的延伸。一个虚弱的声音突然在沈萧然脑海中响起：禁言。沈萧然惊喜地四处张望，但周围只有越来越多的黑影。用天狐之类的力量，那声音断断续续，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照亮影子的本质。天狐之类，沈萧然这才意识到，自从融合了那枚晶体，他还没真正使用过它的力量。闭上眼睛，他尝试感应体内那股银蓝色的能量，温暖纯净，与暗穹的阴冷截然相反。拜托了，帮帮我！沈萧然在心中祈祷，引导天狐之类的能量流向天狐之翼。3对光翼上的羽毛开始发出柔和的银蓝色光芒，照亮了周围越来越近的黑影。在光芒照射下，黑影们发出痛苦的嘶叫，动作变得迟缓。更惊人的是，沈萧然看清了他们的本质，每个黑影核心处都有一小片暗穹印记的碎片。
原来如此，沈萧然恍然大悟，你们是失败的暗穹宿主。光一的光芒越来越强，黑影们开始融化，但他们没有消失，而是化为黑雾，被沈萧然的灵魂标记吸收。随着黑雾入体，标记的黑金纹路变得更加复杂，疼痛也成倍增加。啊！沈萧然跪倒在地，感觉有千万根针在血管中游走。但奇怪的是，痛苦之余，他似乎能感知到暗穹的某些规则，比如宫殿的构造，比如锁链的弱点，比如禁言的位置。他猛地抬头看向露台方向，现在他能清晰地感应到那里有两股力量在交锋，一股是熟悉的禁言的气息，虽然被黑暗笼罩，另一股则是纯粹的恶意，像是所有负面情绪的集合体。坚持住，我马上到！沈萧然咬牙站起来，天狐之翼再次展开。这次他不再盲目攻击，而是将天狐之类的力量集中在一肩，形成3把光剑。黑影们不敢再靠近，只是远远地包围着他。沈萧然趁机冲向宫殿入口，光剑轻易劈开了看似坚不可摧的黑曜石门。门后是一条向上的螺旋阶梯，两侧墙壁上挂满了画像，每一幅都展示着一个暗穹宿主的悲惨结局。最令沈萧然心惊的是，有几幅画像的主角赫然是他自己和禁言。不同的场景，相同的结局，一人杀死另一人，然后自毁。不，这次不会。沈萧然移开视线，加快脚步。阶梯似乎没有尽头，但灵魂标记的牵引越来越强烈，指引他向上，再向上。终于，阶梯尽头是一扇雕刻着9头蛇的大门，门缝中渗出暗红色的光，伴随着锁链的哗啦声和打斗声。沈萧然没有犹豫，3把光剑交叉劈向大门。在接触门板的瞬间，天狐之类的力量与门上的禁制激烈碰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大门碎裂，露出里面的景象。圆形大厅中央，2个禁言正在厮杀，一个羽翼折断，浑身是血，眼中暗金光芒微弱；另一个通体漆黑，只有眼睛血红，动作狠辣凌厉。他们周围漂浮着无数记忆碎片，展示着禁言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孤儿院的欺凌，第一次杀人的噩梦，发现自己是实验品的崩溃，以及沈萧然被天狐血脉吞噬的幻想。住手！沈萧然冲进大厅，天狐之翼完全展开。禁言，看着我！2个身影同时停下，转头看向他。下一秒，黑影禁言露出狞笑，终于来了最后的拼图。而伤痕累累的禁言则惊恐地瞪大眼睛，快走，他会利用你。沈萧然没有理会黑影，径直走向受伤的禁言。我答应过，不会再丢下你。他伸手轻触对方染血的脸颊。黑影禁言突然大笑，你知道吗？他的形体开始变化，逐渐变成叶无尘的样子。他接受暗穹印记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我的了。沈萧然的3把光剑立刻指向叶无尘。还活着？叶无尘阴森地笑了。我即是暗穹，暗穹即是我。每一个宿主都会成为我的一部分。他的形体再次变化，这次变成了沈萧然自己的样子，只是眼睛血红，包括你，天狐大人。沈萧然感到一阵恶寒，但很快镇定下来。不，你不是叶无尘，你是暗穹的意志。他看向伤痕累累的禁言，而他正在打败你，所以你才需要伪装。叶无尘的表情扭曲了，聪明的狐狸，但你能做什么呢？他突然冲向沈萧然，速度之快几乎留下残影。加入我们吧！3把光剑交叉格挡，但叶无尘的力量大得惊人，碰撞的冲击波将沈萧然击退数米。天狐之翼在墙壁上留下深深的划痕。沈萧然受伤的禁言挣扎着想站起来，锁链却突然收紧，将他拉回地面，用灵魂标记。灵魂标记！沈萧然突然明白了，他扯开衣领，露出正在被黑暗侵蚀的标记。禁言，我们的联系从未断开。标记似乎回应了他的呼唤，黑金纹路中突然迸发出一丝熟悉的晶莹光芒。与此同时，受伤禁言身上的锁链也开始松动。不！叶无尘发出愤怒的咆哮，形体不断在禁言、叶无尘和沈萧然之间切换。他是我的宿主，我等待千年的完美容器。沈萧然不顾危险，冲向受伤的禁言。你不是容器！他对禁言大喊，你是我最真诚的爱人。就在他即将触碰到禁言的瞬间，叶无尘从侧面袭来，利爪直取沈萧然咽喉。千钧一发之际，受伤的禁言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挣脱了部分锁链，用身体挡在沈萧然前面。叶无尘的利爪贯穿了禁言的胸膛，暗金血液喷涌而出。不！沈萧然的惨叫在大厅中回荡。天狐之翼上的所有羽毛同时亮起刺目荧光，3把光剑合为一体，化作一柄巨大的光矛，直刺叶无尘的心脏。你不可能伤害暗穹！叶无尘狞笑着，但下一秒表情凝固了，光矛尖端竟然带着一丝暗穹之力。你忘了？沈萧然泪流满面，却目光坚定。我吸收了你那些失败宿主的碎片。光矛完全贯穿叶无尘的胸膛，他发出不似人声的尖叫，身体开始崩溃。大厅随之震动，墙壁上的画像纷纷碎裂。沈萧然禁言虚弱的呼唤，胸口的血洞触目惊心。沈萧然立刻接住他倒下的身体，天狐之翼温柔地包裹住2人。坚持住，我带你回家。禁言艰难地抬手轻触沈萧然锁骨上的灵魂标记。令人惊讶的是，随着他的触碰，黑金纹路开始褪色，重新变回晶莹交织。但与此同时，
禁言的身体也开始变得透明。不要！沈萧然抱紧他，却发现手臂穿过了禁言的身体，怎么回事？这只是我的意识体。禁言苦笑，真正的我还在王座上与暗琼抗争。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找到王座，用天湖之泪净化。等等，王座在哪里？怎么净化？沈萧然急切地追问，但禁言的影像已经几乎完全消失。最后时刻，禁言凑近他耳边，留下几个字：记住我们的约定。随后，影像彻底消散，大厅开始崩塌，黑色雪片从天花板缝隙中飘落。沈萧然跪在原地，天湖之翼无力地垂落。但下一秒，他猛地抬头，眼中银蓝光芒大盛。他站起来，光芒重新化为3把光剑，我一定会找到。随着暗琼意志暂时被击退，大厅一侧的墙壁轰然倒塌，露出后面隐藏的通道。尽头是一扇散发着不祥红光的门，门上雕刻着与禁言弯角相同的图案。沈萧然毫不犹豫地向那扇门走去，血红门扉在沈萧然面前无声开启，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门后是一条向下延伸的阶梯，尽头隐约可见暗金色光芒。灵魂标记突然剧烈跳动起来，像是感应到了什么。黑金纹路中竟浮现出细小的银蓝色光点，如同黑夜中的星辰。禁言，沈萧然轻抚标记，感受到一丝微弱的回应，那感觉就像有人在水下敲击玻璃，模糊却坚定。天湖之翼收拢成半防御状态，3把光剑悬浮在身侧。沈萧然深吸一口气，迈步踏上阶梯，每下一步，阶梯就亮起一圈暗金色符文，随即被他的银蓝光芒中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力，仿佛整个暗穹领域都在排斥他这个外来者。阶梯尽头是一个圆形大厅，比之前见过的任何空间都要广阔。大厅中央是一座黑色水晶王座，表面流动着血色纹路。王座上，一个身影被数十条锁链缠绕，禁言的头低垂着，黑色弯角比之前更长更狰狞，暗金羽翼无力地垂落在地，羽毛脱落大半，露出下面溃烂的皮肤。最令人心惊的是，一条碗口粗的黑红锁链从王座后方伸出，直接刺入禁言的后心，随着脉搏不断将某种暗物质注入他体内。禁言！沈萧然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却在距离王座10步之遥被无形屏障弹开。王座上的身影缓缓抬头，暗金眼眸中没有任何情感。你不该来。那声音虽然沙哑，但确实是禁言的。沈萧然的心脏狂跳，灵魂标记传来撕裂般的疼痛，那是禁言在抗拒暗琼的控制。我来带你回家。沈萧然再次尝试突破屏障，天湖之翼全力撞击。约定，禁言机械的重复，眼中闪过一丝波动，但很快被暗金淹没。没有约定，只有服从。大厅突然震动起来，王座后方升起一团黑雾，逐渐凝聚成一个人形，正是之前被击溃的暗琼意志。他比在大厅时更加凝实，面部隐约可见叶无尘的五官。居然还敢来！暗琼意志讥讽道：“你以为击溃我的一个分身就能赢吗？在这里，我即是永恒。”沈萧然的3把光剑立刻指向他，放开他！暗琼意志大笑，声音如同千万人同时嘶吼：“他已经属于暗琼！”看，他一挥手，王座上方浮现出数十幅画面，展示着禁言接受实心试炼的过程。孤儿院的记忆被扭曲成对全世界的仇恨，第一次杀人的愧疚被放大成自我厌恶，而最频繁出现的是沈萧然被天湖血脉吞噬的幻想。他最恐惧的就是伤害你。暗琼意志得意地说：“多么讽刺啊！这份爱成了我控制他的最佳工具。”沈萧然咬紧牙关，灵魂标记的疼痛此刻反而成了力量源泉。他不再理会暗琼意志，直接看向禁言：“看着我，那些都是假的，我就在这里，活生生的。”禁言的视线慢慢聚焦在他身上，暗金眼眸中泛起微弱的黑，那是他原本的瞳色。沈萧然，对，是我。沈萧然向前一步，这次屏障没有阻挡他。你答应过要带我回家的，记得吗？就在你接受暗琼印记之前。暗琼一直怒吼一声，更多的黑红锁链从地面窜出，缠向沈萧然。天湖之翼自动防御，光剑与锁链碰撞出刺目的火花，但沈萧然的注意力全在禁言身上。你说信我，所以我来了，现在该你信我了。他扯开衣领，完全露出正在变化的灵魂标记，黑金纹路中的银蓝光点已经连成星座般的图案，我们的联系从未断开。禁言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刺入后心的锁链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暗琼意志的表情第一次出现惊慌，不，你不能反抗我，我是你的创造者。不，禁言艰难的抬头，声音越来越清晰，我是禁言，沈萧然的爱人。随着这句话，灵魂标记突然迸发出耀眼光芒，银蓝与黑金交织成光柱，直冲大厅顶部。沈萧然感到一股强大的拉力，禁言在通过标记召唤他。没有犹豫，沈萧然全力冲向王座。暗琼意志疯狂阻拦，大厅地面裂开无数缝隙，伸出无数鼓手抓向他的脚踝。天湖之翼完全展开，3把光剑分裂成数百把小光剑，如雨般射向四周。天湖审判！沈萧然喊出这个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词，所有光剑同时亮起，将鼓手定回地下。最后一跃，他终于来到王座前。近距离看，禁言的伤势更加触目惊心，那些锁链不仅束缚身体，还深深刺入血肉，吸取他的生命力。
最严重的是后心的那条主锁链，周围皮肤已经完全黑化，形成蛛网般的纹路向全身蔓延。怎么就你？沈萧然急切地检查锁链，发现它们与王座是一体的。禁言的呼吸越来越弱，天狐之泪净化。沈萧然这才想起青离的提示，他闭上眼睛，感受体内天狐之泪的力量，那股温暖纯净的银蓝能量正安静地蛰伏在丹田处，引导他流向双手。沈萧然的指尖开始发出柔和光芒。不！暗琼意志发出刺耳尖叫，你会毁了一切。他全力扑来，但已经晚了。沈萧然将发光的手按在禁言胸口，天狐之泪的力量如清泉般流入对方体内，银蓝光芒所到之处，黑红锁链开始崩解，后心的主锁链剧烈挣扎，像活物般扭曲着。坚持住！沈萧然额头抵住禁言的，通过灵魂标记建立更深层的连接，跟我来。意识沉入标记的瞬间，沈萧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黑色海洋上，天空是暗金色的，不断有闪电划过。海中央有一座小岛，禁言被锁链束缚在那里，一个黑影正掐着他的脖子。放开他！沈萧然踏海而行，天狐之翼在意识海中呈现出半透明状态。黑影缩小版的暗琼意志狞笑着收紧爪子，这是他的意识海，你什么都做不了。禁言艰难地抬头，眼中暗金与黑色交替闪烁，他会吞噬你。沈萧然没有停下脚步，你忘了吗？我们是标记伴侣。他展开双臂，灵魂标记在意识海中投射出耀眼光芒，在这里，我们的联系比任何时候都要强。随着光芒扩散，黑色海洋开始震荡。暗琼意志惊慌地发现，海水正在变成银蓝色。沈萧然趁机冲到岛上，天狐之翼如利刃般斩向黑影。你杀不死我！黑影虽然被斩断，但很快重组。我即是他的恐惧与欲望。沈萧然扶起禁言，发现他的意识体同样伤痕累累。听着，我需要你回想我们最快乐的记忆。天狐之泪会放大正能量，抵消他的控制。禁言的眼神迷茫，快乐记忆？对，比如沈萧然突然吻上他的唇，通过灵魂标记直接传递记忆片段。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禁言痞痞的笑，标记那晚禁言温柔的眼神，共同战斗时的默契配合。暗琼意志发出痛苦嘶吼，形体开始不稳定。禁言眼中的暗金逐渐褪去，黑色越来越多。沈萧然，还有更多。沈萧然紧握他的手，继续传递记忆。前世战场上，银发少年抱着重伤的平衡者哭泣，月下立下的来世约定，以及最重要的今生化工厂出狱时，禁言那句找到你了带来的灵魂震颤。黑色海洋沸腾了，大片区域变成银蓝色。暗琼意志的形体开始崩溃。不，这不可能！就在这时，禁言突然抱住沈萧然，两人的意识体在灵魂标记的连接下完美契合。在意识海中，他们的标价本能以最纯粹的形式展现。沈萧然散发出的栀子花气息如月光般清冷纯净，禁言的信息素则如烈火般炽热霸道，两种气息交织成璀璨的星河，将残余的黑暗驱散殆尽。记得禁言的声音终于恢复清明，全部都想起来了。暗琼意志发出最后一声不甘的尖叫，被彻底驱逐出禁言的意识海。现实中的王座大厅里，所有锁链同时崩断，后心的主锁链如蛇般扭动着缩回王座内部。沈萧然猛然回神，发现自己仍站在王座前。禁言的眼睛完全变回了熟悉的黑色，正虚弱地对他微笑。固执的小狐狸，你这个混蛋！沈萧然哽咽着，小心地抱住他，差点吓死我。禁言艰难地抬手轻抚他锁骨上的灵魂标记，现在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黑金与银蓝交织的星空图案，标记更深了。暗琼意志虽然被驱逐，但王座本身仍散发着不祥气息。大厅开始剧烈震动，顶部不断有碎石掉落。我们得离开！禁言试图站起来，却因伤势过重而跌倒，王座要崩塌了。沈萧然架起他，怎么出去？禁言指向王座后方，那里有传送阵。他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血带着暗金色，但你必须先净化王座，否则暗琼还会找到新的宿主。沈萧然扶他靠坐在王座旁，自己走向王座中心，那里有一个凹槽，形状与天狐之泪完全吻合，把天狐之泪的力量注入其中。禁言解释道，但这会消耗你大部分灵力。沈萧然毫不犹豫地将手按在凹槽上，引导体内天狐之泪的力量流入。银蓝光芒如潮水般漫过王座，所到之处，黑色水晶变成透明，血色纹路化为金丝，整个大厅随之震动，仿佛某种古老的存在正在苏醒。快好了！禁言的声音突然变得奇怪。沈萧然回头，沈萧然警觉地转身，发现禁言的表情再次变得陌生，眼中暗金重新浮现，嘴角挂着不自然的微笑。谢谢你帮我完全掌控暗琼之力。不，沈萧然的心沉到谷底。禁言，他还在挣扎。禁言的声音时而正常，时而扭曲，但很快就结束了。沈萧然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净化王座只是削弱了暗琼意志，但禁言体内已经注入太多暗琼之力。除非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在脑海，要彻底净化禁言，可能需要抹去他所有与暗琼相关的记忆，包括他们相识后的全部经历。还有另一个方法，禁言似乎读懂了沈萧然的想法，痛苦地抵抗着暗琼的控制，融合两种力量。怎么做？沈萧然急切地问。
标记完全体静言艰难的解释，天湖之泪与暗穹在你的标记中已经共存。沈萧然低头看向锁骨处星空般的标记，确实，黑金与银蓝在其中和谐共存。如果能在灵魂层面完成终极标记，或许真的能创造奇迹，但风险也同样巨大。失败的话，两人都可能被反噬。大厅的崩塌加速，顶部已经出现巨大裂缝。静言的表情越来越扭曲，暗金几乎完全占据眼眸，选择吧小狐狸进化或冒险。沈萧然深吸一口气，在崩塌的暗穹王座前做出了决定。我选择冒险。沈萧然的声音在崩塌的大厅中清晰可闻。他3步并作2步冲到静言面前，双手捧住那张被暗金纹路侵蚀的脸庞。灵魂标记在锁骨处剧烈发烫，银蓝与黑金的光芒交织成网，将两人笼罩其中。你确定吗？静言在暗穹控制下的意识艰难地开口，可能会毁了我们2个。沈萧然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吻了上去。这个吻不同于他们以往的任何一次。当唇瓣相触的瞬间，灵魂标记爆发出刺目光芒，两人的意识被强行拉入一个纯白的空间标记内部的精神世界。沈萧然睁开眼，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无垠的白色平原上，天空中银蓝与黑金的光带如极光般舞动。不远处，静言跪在地上，身上缠绕着黑色锁链，那些锁链另一端延伸进虚空，不知连接着什么可怖的存在。这里是沈萧然环顾四周，灵魂熔炉。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沈萧然转身，看到青离的虚影站在身后。我的本命鳞片将你们引导至此，这里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你们有足够的机会尝试融合。青离，你怎么会？我的鳞片不仅是钥匙，也是保险。青离的虚影开始变淡，如果融合失败，他会将你们强行分离，代价是我的生命。他露出苦涩的微笑，就当是为影受足赎罪吧。虚影完全消失前，青离最后说道：记住，真正的融合需要灵魂层面的完全接纳，包括你们最黑暗的部分。沈萧然转向静言，发现对方正痛苦地抵抗着锁链的拉扯。他跑过去，双手握住那些黑色锁链，天湖之类的力量顺着手臂流入，锁链发出刺耳的尖叫。没用的。静言抬头，眼中暗金与黑色交替闪烁。这些是我的阴暗面，必须由我自己来面对。那就一起面对。沈萧然没有松手，灵魂标记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记得吗？他闭上眼睛，引导天湖之类的力量在体内循环。随着能量流动，他的形体开始变化，3条银蓝尾自动显现，随后是第4、第5条。当第6条尾巴出现时，沈萧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涌遍全身。第7条尾巴出现的瞬间，整个白色空间震动起来。沈萧然睁开眼，看到静言震惊的表情。7尾，这不可能！静言的声音充满敬畏，即使纯血天湖成年，也只有6尾。沈萧然没有时间思考这个变化的意义。第7条尾巴如灵蛇般缠上静言的手臂，银蓝光芒顺着接触点流入对方体内。那些黑色锁链开始松动，但并未断裂。还不够，静言咬牙道，需要更深层的连接。沈萧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在灵魂熔炉中，常规的标记行为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完成灵魂层面的终极结合，一种比肉体交合更加私密、更加危险的仪式。深吸一口气，沈萧然引导第7条尾巴缠上静言的腰，同时另外6条尾巴如花瓣般展开，形成一个封闭空间，将两人包裹其中。在这个私密空间里，他释放出最纯粹的天湖性激素，月光般清冷，却又带着不容拒绝的妖气。静言的瞳孔骤然收缩 ，Alpha 本能被彻底唤醒。即使被暗穹侵蚀，他依然无法抗拒 Omega 性激素的呼唤。黑色锁链哗啦作响，他挣扎着抬起手，触碰沈萧然的脸颊。你确定吗？静言再次问道，声音嘶哑。这种结合没有回头路。沈萧然用行动回答，他主动解开衣襟，露出已经完全变成星空图案的灵魂标记。标记此刻正激烈脉动，银蓝与黑金的光芒如呼吸般明灭。我从未如此确定过。他握住静言的手，将其按在标记上。你的全部我都要。当静言的手指真正触碰到标记的瞬间，整个白色空间轰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璀璨星河。两人悬浮在宇宙中心，被无数星光包围。这是比意识海更深层的存在，灵魂本源之所。在这里，没有形体，没有伪装，只有最纯粹的灵魂本质。沈萧然看到静言的灵魂如同一颗被黑雾包裹的恒星，而自己的灵魂则像一团银蓝星云，正缓缓向对方靠近。当两个灵魂真正接触时，沈萧然体验到了一种超越所有感官的极致快感，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欢欣雀跃，每一缕思绪都被温柔抚慰。这是灵魂的交融，比任何肉体结合都要深刻千万倍。同时，他也感受到了静言灵魂中的全部痛苦，孤儿院的孤独，第一次夺取生命时的自我厌恶，发现自己是实验品时的愤怒，以及最深处的那份恐惧，害怕伤害自己最爱的人。我看到了全部的你，沈萧然通过灵魂连接传递着信息，而我依然选择爱你。这句话如同钥匙，打开了静言灵魂最深处的枷锁。黑雾开始消散，露出里面纯净的金色核心。两颗灵魂旋转着靠近，最终完全融合。外界的大厅中，现实世界只过去了几秒钟。沈萧然猛然回神，发现自己仍保持着亲吻静言的姿势。但有什么不同了？灵魂标记不再灼热，
反而散发出温和的暖意。静言眼中的暗金褪去，变回熟悉的黑色，只是瞳孔周围多了一圈银蓝光晕。最惊人的变化发生在静言背后，那些溃烂的暗金羽翼脱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全新的翅膀，左翼纯黑如夜，右翼银白如月，两种颜色在翼尖处交融，形成完美的平衡。光暗平衡者沈萧然喃喃道：“认出了这个传说中的形态。”静言缓缓站起身，轻轻一震翅，残留的锁链便化为齑粉。他看向沈萧然，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你冒了太大的险，值得。”沈萧然简短的回答，然后指向正在崩塌的大厅：“现在我们怎么？”话音未落，净化完全的透明王座突然射出一道金光，在大厅中央形成一个传送阵。与此同时，沈萧然注意到自己的第7条尾巴正在慢慢变淡。时间到了，静言拉住他的手，灵魂熔炉中的力量不能长久维持在这个世界。他们冲向传送阵，身后的大厅加速崩塌。就在即将踏入阵中的瞬间，一道黑影从废墟中窜出，是暗穹意志最后的残片。它如箭般射向沈萧然的后心。静言反应极快，新生的光暗之翼猛地一扇，掀起灵力风暴，将黑影击散。但为时已晚，传送阵因为能量干扰开始不稳定。抓紧我！静言将沈萧然护在怀中，全力冲向扭曲的传送阵。天旋地转的穿越后，两人重重摔在月影峡谷的入口处。沈萧然头晕目眩地爬起来，发现天色已经黄昏，黑色的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更令人惊讶的是，峡谷入口站着一个人影，是青离。你们成功了。他虚弱的微笑，嘴角不断溢出鲜血。我就知道。沈萧然这才注意到，青离手中握着一枚已经完全碎裂的青色鳞片，他的本命灵。随着最后一丝光芒从鳞片上消散，青离的身体也开始化为光点。等等，沈萧然想抓住他，却只握住一把光尘。为什么？保险生效了，青离的声音越来越轻。我的命换你们的未来，值得。最后一缕光尘随风飘散，沈萧然呆立原地。静言默默走到他身边，光暗之翼轻轻拢住他的肩膀。他早就计划好了。静言低声道：“用生命确保我们融合成功。”沈萧然想说些什么，却突然双腿一软，第7条尾巴彻底消失了，随之而去的是灵魂熔炉中借来的力量。极度的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他的视线开始模糊。睡吧。静言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会守着你。在陷入黑暗前的最后一刻，沈萧然感觉到静言的手指轻抚过他锁骨上的灵魂标记，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星穹图案，象征着两种力量的和谐共存。当沈萧然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山洞里，身下垫着柔软的毛皮，身上盖着静言的外套。洞外传来流水声、歌声。他挣扎着坐起来，惊讶地发现自己的3条银蓝尾不知何时已经恢复，而且颜色更加纯净。灵魂标记不再疼痛，反而传来舒适的温暖脉动，仿佛在呼应着什么。循着歌声走出山洞，沈萧然看到了令人屏息的一幕。夕阳下，静言站在瀑布边的水潭中，光暗之翼完全展开，黑与白的羽毛在金色阳光中熠熠生辉。他正在哼唱一首古老的歌谣，声音低沉温柔。水珠从他健硕的身体上滚落，勾勒出肌肉的完美线条。似乎是感应到了沈萧然的注视，静言转身，眼中的银蓝光晕在暮色中格外明显。醒了。简单的2个字，却让沈萧然眼眶发热。那个熟悉的语调，那种只对他才会流露的温柔，他的静言真的回来了。沈萧然走向水潭，3条银蓝尾不自觉地摆动。发生了什么？我睡了多久？3天。静言走上岸，翅膀自动收拢。你的身体在适应标记升级后的变化。他指向沈萧然的锁骨，星穹烙印，1000年未见的奇迹。沈萧然低头看去，发现标记确实变得更加复杂精美，银蓝与黑金的纹路如同微缩的宇宙图景。他伸手触碰，感受到其中流动的2股力量，天湖之类的纯净与暗穹之力的深邃，完美的共存着。那么你现在是？沈萧然小心翼翼地问。我还是静言。Alpha 轻笑一声，伸手揉了揉 Omega 柔软的头发，只是多了些记忆和能力。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以及一个坏消息。沈萧然心头一紧。什么？暗穹意志没有完全消失。静言望向远方，他逃逸了一部分，很可能附在了某个宿主身上。这个可能性让沈萧然胃部绞痛。会是谁？不确定。静言摇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现在极度虚弱，需要时间恢复。我们也一样。他看向沈萧然，你的7尾状态消耗太大，短期内无法再次显现。我的光暗平衡者形态也还不稳定。沈萧然若有所思，所以现在是休整期。对。静言突然露出一个熟悉的痞笑，正好完成我们的标记仪式。什么仪？沈萧然的话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吻打断。这个吻温柔而坚定，带着 Alpha 信息素的霸道和静言特有的温柔。沈萧然很快软化在拥抱中，3条银蓝尾自动缠上静言的手臂和腰。当2人终于分开时，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第一颗星星在渐暗的天空中闪烁，仿佛在见证这个重获新生的时刻。接下来去哪儿？沈萧然靠在静言肩头问道。静言亲吻他的额头，先找到暗穹意志的残片，然后他顿了顿，也许该去见见你的族人，毕竟你现在可能是唯一能觉醒7尾的天狐了。
沈萧然没有立即回答。九尾狐族对他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现在回去会是什么情形？仿佛读懂了他的顾虑，静言补充道：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起面对。这句话像钥匙般打开了沈萧然心中某个锁着的盒子。他抬头看向已经升起的新月，轻声道：好，我们一起。水潭边的篝火噼啪作响，火星升腾而起，与夜空中渐次亮起的星辰遥相呼应。沈萧然坐在火边，3条银兰尾无意识的轻摆，尾尖在湿润的泥土上勾勒出蜿蜒的光痕。他望着正在烤鱼的静言 ，Alpha 背后的光暗之翼已经收起，只在肩胛处留下淡淡的纹路。所以，你现在能完全控制暗穹之力了。沈萧然接过静言递来的烤鱼，指尖不经意相触，灵魂标记处立刻传来一阵舒适的暖流。静言在他身边坐下，肌肉线条在火光中显得格外分明，不全是。他指了指自己眼中仍未消散的银蓝光晕，2种力量还在磨合期。使用暗穹之力时，需要天湖之类的能量作为缓冲。仿佛为了掩饰，静言掌心向上，一团黑金交织的火焰凭空出现。就在火焰即将变得狂暴时，他锁骨处的星穹烙印微微发亮，火焰立刻稳定下来，外层包裹着一层柔和的银蓝光晕。沈萧然好奇地伸手触碰，惊讶地发现那火焰既不灼热也不阴冷，而是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暖。这感觉他喃喃道：是你的信息素。静言嘴角勾起一抹痞笑，清冷中带着温暖栀子花的清香。沈萧然耳尖一热，低头咬了一口烤鱼，掩饰自己的窘迫。鱼肉鲜嫩多汁，带着山林间特有的清香。他忽然意识到什么，这是灵犀里的银鳞鱼，它们不是已经灭绝100年了？静言接过话头，眼中闪过一丝暗惊，暗穹之力可以短暂唤醒这片土地的记忆。这些鱼是50年前的样子。沈萧然怔住了，这种操纵时空的能力远超他的想象。似乎是察觉到他的担忧，静言轻轻握住他的手，别担心，这种程度的影响消耗很小，真正的大规模操纵需要付出代价，就像能量守恒。月光穿过树叶的间隙，在2人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沈萧然突然想起什么，从衣领中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青离鳞片的最后一点残渣。他临死前说：我们不同。沈萧然将青色碎片倒在掌心，会不会是纸？话音未落，碎片突然亮起微弱的青光，投影出一段模糊的文字。2人凑近辨认，发现是古老的妖族文字与某种暗码的混合体。这是影兽族的加密方式。静言皱眉，眼中的银蓝光晕流转，需要特定的解码方式。沈萧然鬼使神差地将一根手指按在碎片上，银蓝尾自动竖起，尾尖射出细如发丝的光线，与青光交织。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杂乱无章的符号开始重组，形成一段可读的文字。星穹烙印者，天湖黄蟹线，7尾非终点，9尾方为真，天湖黄血。沈萧然声音发紧，父亲从未提及过他们的血统，在9尾狐族的历史上，皇族血脉早已断绝千年。静言的表情变得凝重，这就解释了你为什么能觉醒7尾。他指向那段文字下方几乎不可见的小字，这里还有暗穹非敌亦非友，黄血苏醒方解谜。2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与困惑。就在这时，沈萧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3条银蓝尾不受控制地舒展开来，第4条、第5条尾巴的虚影若隐若现。沈萧然，静言立刻扶住他，怎么了？不知道。沈萧然按住太阳穴，突然感觉有什么在召唤我。话音刚落，第7条尾巴的虚影骤然显现，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秒，但足以让2人震惊。更奇怪的是，这次没有伴随任何力量透支的虚弱感。静言若有所思，看来你的7尾状态正在稳定。他望向东南方向，9尾狐族领地的所在，召唤感来自那边。沈萧然点头，随即发现静言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怎么了？我刚才尝试感知暗穹残片，静言的声音低沉，他很可能附在了9尾狐族的某个高层身上。这个消息如同一桶冰水浇在沈萧然头上。9尾狐族本就排斥混血，如今还要面对被暗穹控制的族人，我们必须去。静言斩钉截铁地说，暗穹残片会选择9尾狐族不是巧合，他一定是感应到了与你相似的血脉气息。沈萧然沉默片刻，3条尾巴焦虑地缠在一起。如果他们不欢迎我们呢？静言突然笑了，那种带着痞气与自信的笑容让沈萧然心跳加速。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湖之力。他站起身，向沈萧然伸出手，再说，你现在可能是他们1000年未见的黄血继承者，该害怕的是他们。沈萧然握住那只手，被静言轻松拉起来。Alpha 趁机将他拉入怀中，光暗之翼在月光下舒展开来，轻轻包裹住2人。沈萧然的3条银蓝尾自动缠上静言的腰和手臂，形成完美的契合。月光下，2人的灵魂标记同时亮起，星穹图案与银蓝黑金的光晕交织，在夜色中形成一片小小的星云。沈萧然突然想起什么，从颈间取下一条细细的银链，那是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等一下，他后退半步，将银链放在掌心，引导天湖之类的力量注入其中。令人惊讶的是，银链开始吸收月光，逐渐融化重组，最后变成一枚小巧的银蓝色指环。静言挑眉，这是月辉之戒。沈萧然自己也有些惊讶，
这个名词自动浮现在脑海中，天狐族给命定伴侣的信物。他有些羞涩的补充，需要用天狐之泪和月光共同凝结。静言的眼神瞬间柔软下来，他接过指环，却没有立即戴上，而是从羽翼上取下一黑一白2根羽毛，羽毛在他掌心旋转，暗琼之力与天狐之泪的能量交织，最终化为一枚黑金与银蓝交织的指环。暗琼没有这种传统，静言轻声道，但平衡者有，星辰之环。他将那枚奇特的指环戴在沈萧然左手无名指上，象征光与暗的永恒平衡。沈萧然为这意外的仪式感心跳加速，他小心地将月辉之戒戴在静言的手指上，两人的灵魂标记同时发出共鸣般的脉动。就在这温馨的一刻，静言突然身体一僵，光暗之意猛地展开，有人来了。沈萧然立刻进入戒备状态，3条银蓝尾如利剑般竖起。片刻后，树林中走出一个身影，那是一个穿着九尾狐族服饰的老者，白发间露出一对火红的狐耳，身后6条尾巴在月光下泛着暗红光泽。最令人不安的是，他的眼睛本该是狐族特有的树瞳，此刻却泛着不自然的暗金色。终于找到你们了。老者的声音带着诡异的回音，像是2个人在同时说话，暗琼之主和天狐皇血的继承者。沈萧然倒吸一口冷气，这位老者他认识，赤炎长老，九尾狐族现任大祭司，也是当年极力主张驱逐他母亲的人之一。赤炎长老沈萧然试探着开口，您别费心试探了，小混血。老者的嘴角扭曲成一个不似人类的笑容，你们的老朋友让我带个话。他的身体突然剧烈抽搐，暗金光芒从七窍中渗出，在空中形成一行燃烧的文字。游戏才刚刚开始。随着这行字的出现，赤炎长老像断了线的木偶般倒地，暗金光芒迅速消散，只留下昏迷的老者和林中凝重的寂静。静言第一时间检查了老者的情况，暗琼残片已经离开了。他皱眉道，他故意用赤炎的身体作为传话筒，这是在示威。沈萧然蹲下身，3条尾巴不安地摆动，赤炎长老会怎么样？暂时昏迷，没有生命危险。静言站起身，光暗之意微微震动，但他选择赤炎不是偶然。这位长老在族中地位如何？大祭司，掌管祭祀与传承。沈萧然声音干涩，如果他通过赤炎接触到了族中圣物，两人同时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性，暗琼残片很可能在寻找某种能与天狐黄血抗衡的古老力量。我们必须尽快动身。静言果断道，赶在他之前到达九尾狐族领地。沈萧然点头，却忍不住看向地上的赤炎长老。尽管这位长老曾经对他们母子百般刁难，但毕竟……静言看出他的犹豫，你想带他一起？他知道族中秘密通道的位置。沈萧然解释道，而且如果他醒来发现自己在人类领地，以他的脾气……静言轻笑一声，善良的小狐狸。他打了个响指，一团黑金火焰将赤炎长老轻轻托起。走吧，趁天亮前我们还能赶一段路。沈萧然惊讶地看着那团火焰，你现在能这么精确地控制暗琼之力了？不全是我的功劳。静言指了指自己锁骨处的星穹烙印，有你的天狐之类做平衡，很多以前不敢尝试的操作现在都能实现了。两人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沿着林间小路向东南方行进。月光如水，为前路镀上一层银蓝。沈萧然的3条尾巴不自觉地缠上静言的手臂， Alpha 则用光暗之意为他挡去夜风的凉意。静言，沈萧然突然开口，如果我真的有黄血，那意味着什么？静言沉默片刻，意味着你可能比想象中更接近九尾的传说。他握紧沈萧然的手，也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会比预期的更早现身。沈萧然望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山脉轮廓，那里是九尾狐族的领地，他从未踏足的故乡。灵魂标记处传来一阵温暖的脉动，是静言通过连接传递来的安抚。九尾狐族的领地比沈萧然想象中更加森严，高耸的结界如半透明的水晶穹顶，笼罩着整片山谷。入口处站着2名6尾守卫，银甲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他们的目光在沈萧然身上停留片刻，尤其在看到他仅有3条狐尾时，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入侵者不得入内。左侧守卫冷声道，长矛横挡。静言眯起眼，光暗之意在背后若隐若现。如果我说他可能是你们千年未见的黄血继承者呢？守卫嗤笑一声，荒谬，皇族血脉早已断绝，更何况……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沈萧然的3条银蓝尾突然无风自动，尾间泛起星辰般的光点，第4条尾巴的虚影若隐若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右侧的守卫脸色骤变，猛地单膝跪地，这是皇族的光辉。沈萧然怔住，下意识看向静言。Alpha 的眼中同样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被警惕取代。他低声道，小心，他们态度转变得太快了。果然，左侧的守卫虽然收起了长矛，但眼神闪烁，悄悄捏碎了腰间一枚玉符。静言眸光一冷，但尚未动作，结界内已传来一阵悠远的钟声。族长有令，请黄血继承者入圣地，月影镜湖。镜湖位于九尾狐族领地最深处，湖面如一块巨大的黑曜石，倒映着夜空中的星辰。湖畔矗立着9根石柱，每根柱子上都雕刻着不同的九尾狐形态。沈萧然刚踏入湖边，水面便泛起涟漪，湖中倒影竟不是他现在的模样，而是一只通体银蓝、眸若星辰的九尾天狐。这时他呼吸一滞，
你的真实形态。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一位白发如雪的老妇人缓步走近，身后6条虎尾如火焰般燃烧，她的眼睛是罕见的金色，与沈萧然母亲的一模一样。族长，禁言微微颔首，身体却不着痕迹地挡在沈萧然前面。老妇人是九尾狐族现任族长月影，她目光复杂地看向沈萧然，你母亲是我的族亲。沈萧然浑身一震，他当年私自离开族群，我们都以为黄血就此断绝。月影的声音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没想到你继承了最纯净的天狐黄血。他抬手，湖面突然沸腾，一柄通体银蓝的长剑从水中缓缓升起，这是初代天狐皇的佩剑星陨。月影轻声道，只有黄血继承者才能触碰。沈萧然下意识上前一步，却被禁言一把扣住手腕。等等，禁言的声音压得极低，湖底有东西。沈萧然定睛看去，这才发现湖面下的阴影并非岩石，而是一具被锁链缠绕的庞大虎骨，9条尾骨如扇形展开，头骨中央插着一把漆黑的匕首。那是初代天狐皇的遗骸。他喃喃道。月影族长沉默片刻，突然苦笑，不，那是初代暗穹意志的宿主。他的话音刚落，整片湖面骤然染上血色。血月祭典开始了。大祭司赤炎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沈萧然猛地回头，只见赤炎长老站在石柱旁，眼中暗金光芒大盛。他的身后，数十名九尾狐族人跪伏在地，额头上浮现出暗穹印记。你们！禁言的光暗之意瞬间展开，但下一秒，他闷哼一声，单膝跪地。沈萧然惊恐地发现，他锁骨处的星穹烙印正被某种黑暗侵蚀。禁言！跑！禁言咬牙，声音嘶哑。他们在利用黄血唤醒暗穹。赤炎大笑，太迟了。他猛地抬手，湖底的锁链寸寸断裂，那把漆黑匕首嗡嗡震颤。沈萧然突然感到一股恐怖的吸力从湖中传来，他的4条尾巴不受控制的显现，第5条、第6条，接受传承吧，黄血继承者。月影族长轻声道，眼中却含着泪，否则暗穹将吞噬一切。沈萧然看向痛苦挣扎的禁言，又看向湖中逐渐苏醒的可不存在。血月当空，他做出了选择，伸手握住了星陨的剑柄，9条银蓝光尾冲天起，天地为之变色，